你这该死的穿越者，我要挖了你的心脏烤来吃！你穿越过来竟然掉我面前，真是天助我也！唰，秦明从一阵刺痛中惊醒，他被绳子绑在短短的木板上，勒得呼吸有些难受。这是在哪？明明与异地半年未见的女友刚进了被窝，怎么一眨眼就到这了？嘶嘶嘶，房间角落传来冰冷刺耳的磨刀声。秦明转头就看到一名个子高大的青衣男子正磨着长刀，熊熊炉火映射在他蒙着黑布的脸上，他两只眼睛充满着杀人前的兴奋，这让秦明不寒而栗。他身子使劲挣扎，却根本挣脱不了短木板，自己这是遭到绑架了。绑架？兄弟，先把我解开，喘口气。蒙面男转过脸来，眼神凌厉。绑架？嘿嘿，果然只有你们穿越者才说这种听不懂的话，你们这些穿越者真该死。秦明神情一愣，脑海里刮过狂风暴雨，自己这是穿越了，可是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有哪个穿越者一来就被识别身份的？而且对方怎么知道穿越这个词的？蒙面男握着大刀站起，似乎身形不稳，冷冽的刀锋让秦明浑身一颤，头皮发麻。呵呵，蒙面男疯笑，跟喝醉了一样。别挣扎了，杀你就是我的投名状，我就可以进攻了。蒙面男话音一落，手中大刀直刺而来。卧槽！疯子！秦明使劲往右侧移动半尺，刀刃刺中他腹部外侧，瞬间鲜血直流。痛！好痛！疯子啊你！一声不吭就拿家伙捅人，也不管人受得了受不了。搜蒙面男又是一刀捅来，幸亏两腿绑得不紧，木板又短，秦明脚能触到地面。他双脚蹬地，一个鲤鱼打挺带着木板蹦了起来。幸亏他平时经常健身，木板也短，否则刚才那一刀就已经嘎了。那蒙面男大刀斩空，再次横向一砍。去死！秦明赶紧后退两步，躲过刀锋。他旁边有口架起的铁锅，里面火苗呼呼的燃烧的正旺。秦明侧身用背后木板使劲撞击铁锅，砰哗，火红的炭火瞬间扑向蒙面男的面目。啊！蒙面男被烧得捂着眼睛后退了好几步。啊！我的眼睛！可恶的穿越者！秦明紧张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他看到右侧墙角有一块燃烧正旺的炭火，他赶紧抓起炭火放在手腕草绳上。滋滋滋，秦明的手被烧得剧痛不已，擦手腕草绳很细，被烧得挣脱断开。秦明正要去解腿上绳子时，那蒙面男握着大刀再次斩来。轰！蒙面男眼睛被烧又似乎喝醉，砍得并不准。秦明身体一侧，轻松躲开这一刀，同时间他将腿绳也解开了。秦明抓起木板狠狠拍向蒙面男。啪！蒙面男本就眼睛受伤，像是醉酒，刀子抓得不稳，直接被木板砸的大刀脱手掉落。他立即神情恍惚地蹲在地上摸刀。说时迟，那时快，秦明一个箭步猛扑过去，将大刀握在手中。那蒙面男跟发疯一样从后面勒住了秦明的脖子。你们这些穿越者都该死！秦明逮着机会抓着刀往头顶猛然一刺，嗖，刀子捅入了蒙面男的脖子，一股鲜红滚烫的血液顿时倾泻而下。秦明后背洒的全是血，他紧张的起身将尸体推到边上，大口大口喘着气。秦明根本不明白这究竟怎么回事，他简单包扎腹部伤口，然后揭开蒙面男面部，脸型竟和自己有几分相似。蒙面男左脸上有一道血淋淋的新伤疤，从眼角一直到脖子，腰间挂着一棕色腰牌，上面写着小秦子。秦明在蒙面男口袋里搜出一张黄色的悬赏令，凡莫名作诗吟诗者，杀无赦；凡制造肥皂、水泥、火药者，杀无赦；凡书写简体字、说话奇怪者，杀无赦；凡原本是废柴却突然修炼神速，还扬言要天遮不住他的眼，杀无赦；凡扬言30年河东30年河西者，直接挫骨扬灰。秦明看得汗毛竖起，脊椎上冒出冷汗，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为什么要杀穿越者？他趴在窗口往外看去，黑夜如墨，大雪纷飞，远处的楼亭阁宇上面挂满奇怪的灯笼，空中盘旋着10几只火红色的鸟，它们尾巴长达3尺，上面笼罩着犹如鬼火的光芒，诡异至极。就在这时，秦明看到300米远处有一人挑着灯笼正缓步走来，积雪迈过他的小腿，行进缓慢。秦明当机立断，果断和蒙面男换了衣服，他将地上炭火重新收到锅炉里，再带上蒙面男的腰牌。蒙面男叫小秦子，刚好自己也姓秦。他拿起黑色面布正想戴上，忽然反应过来，那蒙面男脸上有一道新伤疤，好像也是刚受的伤。外面脚步声越来越近，秦明咬牙抓起刀，在左脸上轻轻刮了一道血疤。无论曾经这张脸有多帅气都不重要，现在他得先活着。咯吱一声，
门被推开了，一名微微驼着、被披着青色斗篷长袍的公公走了进来。他一边拍打着身上雪花，一边用尖细的嗓音问道：“小晴子，办妥没有？”秦明带着黑布点点头：“做得很好，你净了身子，现在又杀了穿越者，可以入宫了。”驼背公公挑着灯对着秦明招招手：“走了，跟我来。”秦明拉过青衣后的斗篷，将脑袋遮住，出门踏入黑暗。大雪纷飞，寒冷刺骨。秦明深吸一口气，冰冷的寒气刺得胸腹疼痛。他一转头，左侧房顶蹲着一只通体雪白、身长2米的黄鼠狼，他2只绿色的眼珠子直直盯着秦明，黑暗里显得格外诡异。圆形的宫殿前侧挂了一圈红色的灯笼，斑驳昏暗的灯光映在白莹莹的雪地上。秦明和20名新太监站成一排，只有他一人带着黑布，大抵是因为脸部受伤搞得特殊。一名深青色锦衣的公公向他们走来，他体型宽大，袖子上绣着奇异的6角花朵，他的腰牌上写着2个字王景。你们20个都是我亲自挑选、亲自晋升的，也都是手上沾了穿越者血的。不过这次算是你们进宫的投名状，没有奖励。今后你们在宫里眼睛放亮点，只要杀死1名穿越者，奖励白银100两，功法1本。秦明从旁边众人眼睛里感受到了兴奋炙热，这世界真的变态，杀穿越者让你们这么兴奋，自己真是踩了10几年大粪，穿越到这么丧心病狂的世界。下面准备分配宫殿衙司。秦明心里正五味杂陈时，旁边一名矮个子太监轻轻拍拍秦明的手：“这银石皇城比咱们寒夜城暖和多了。”秦明点点头，小个子太监跟蒙面男应该是老乡。灯光昏暗，他只看到秦明眼睛，并没有认出有何不同。他腰间的牌子上写着小6字：“我刚听他们说，千万不要去女帝的长火殿，不要去长公主的太阴宫。”旁边有其他新太监也低声附和着：“是的，听说女帝和长公主杀人不眨眼，特别是长公主杀了几百个穿越者，非穿越者也死了几十个，杀了几百个穿越者。”操！秦明听得头皮发麻，一个女人还是长公主，怎么这么变态？话说这世界怎么这么多穿越者？不过小晴子你不用担心，你脸上那么大伤疤，长公主和陛下都要颜值俊朗的。秦明长舒一口气：“那就好，那就好，真庆幸刚才在脸上划了一刀。这次陛下的长火殿不用新太监，想去长公主太阴宫的举手。”下面20名新太监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微微低着脑袋。谁去长公主太阴宫，就预示着很快会变成一具尸体。太阴宫为何叫太阴宫？就是因为死的人太多，阴气太重。来，都把脸抬起来。肥胖太监王景走了一圈，站到了秦明面前。之前带着秦明的那个驼背公公赶紧在旁边说道：“这小晴子昨日受了伤，左脸从眼睛到脖子有道新疤，她这样太丑了，肯定不符合长公主要求。”肥胖太监王景嘿嘿一笑：“还别说，这次太阴宫特地传话，不要小白脸，说小白脸不经打，要个长得丑、身体壮、耐打的。”秦明心里咯噔一颤，啪！王景公公手拍在了秦明的肩膀上：“脸上有疤，丑，个子高身体壮，就你了。”秦明心里10000只草泥马跑过。王德发，这穿越是什么神仙开局？所有的变态 buff 都叠满了。秦明被驼背刘元公公带走，其他人看着他的背影，眼神里充满同情可怜，仿佛看一具即将死去的尸体。这里的夜似乎并不黑，像用镜头墨汁的纸糊，在天空朦胧昏暗。长廊里结了厚厚的冰霜。秦明身着单衣单裤，身上寒冷无比，但是脑子却格外清醒。他微微弓着腰，低着脑袋跟在驼背的刘元公公后面。秦明两眼余光扫视着长廊两边的光景，雪下的太大，园子里的假山都被埋的只剩一半，很多形态各异的树木在风雪中耷拉着脑袋，时不时的有火红色的诡异鸟从之中穿过。小晴子，今日杀穿越者感觉如何？还感觉？捅个男人要什么感觉？回刘公公的话，感觉还不错。你很勇敢，很多新人杀个穿越者都战战兢兢，他们觉得穿越者是邪恶生物，心里害怕。谢公公夸奖。寒夜城的灾荒好些了吗？秦明大脑急速运转，这问题怎么回答？寒夜城是哪里？蒙面男的家乡。蒙面男都来宫里做太监了，家乡能好哪去？回公公，不怎么好。哎，打我记事起，黑暗寒冷就笼罩着寒夜城，最近3年更是冰封灾荒。不过你在的西郡应该稍好些，你在宫里机灵点，多杀穿越者，得了银子就能送回去，家里日子也过得好些。谢刘公公提点。秦明心里震惊疑惑，寒夜城竟然常年被黑暗笼罩，还冰封3年，什么鬼啊这世界！往前直走就是太阴宫，长公主一向最喜杀人，无论穿越者还是大眼国人，
他都喜欢杀。看在晚上聊天的情谊，你死了我会给你家里捎个信儿。秦明，我真谢谢你哦。小晴子，看到前面石头上的字了没？远处岔路口竖立着一块大青石，上面3个鲜红的大字格外明显。看到了，曲靖园。刘元公公愣了愣神，低声嗯了一句，拐向右侧岔路。刘公公，您刚才不是说直走就能到太阴宫？从这边走，抄近路。秦明面露疑惑，2点之间难道不是直线最短？分明刚才说的直走就到，现在又右拐抄近路，不对劲。突然，秦明反应过来，刚才大石头上的3个字曲靖园，刘元问他，他就下意识念了出来。那3个字好像是简体字。霎时间，秦明脑袋里嗡的一声，如遭重击。这里真的处处充满杀机。冷静，必须冷静。他保持镇定，悄悄地从假山上摸起一块石头。小晴子，你知道我来这宫里多少年了？刘公公，我不知道。30年了，运气一直不好，没碰到穿越者，也没拿过奖励，没钱给家人，自己也得不到功法修炼。但是以后这一切得改变了。刘元公公突然停下，下个呼吸，他唰地转过身来，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直刺秦明心脏。你这该死的穿越者，第一次来皇城，不可能认识简体字。砰！短刀刺向秦明，却被他用石头挡住。刘元公公惊了一跳，满脸震惊。秦明左手抓住他的刀，右手拿着石头，砰的一下砸在了刘元的脑袋上，打得他顺势倒地。你何时藏了块石头？去你妈的！秦明夺过短刀抵在他的脖子上。为什么要杀穿越者？说，你果然是那该死的穿越者。你敢动我一下，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秦明死死摁住刘元，冰冷的刀刃抵着他的喉咙。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为什么要杀穿越者？混蛋，你死定了！你这恶心的穿越者，你会死得很惨。刘元声音分贝刚要提高，秦明右手握着短刀，顺势从他脖子捅了进去。休噗！声音戛然而止。刘元双眼瞪着，死不瞑目。远处长廊里有脚步声传来，秦明顺势右脚一蹬，将落在雪地的灯笼用雪盖灭。他摁着刘元的尸体紧缩在厚厚的雪地里。10个呼吸后，长廊里的脚步声走远。秦明扫视周围，看到假山后有一座水井，他拖着刘元公公的尸体与灯笼一起扔进了井里。他将沾染血液的血渍也全部扔进井里，又搬过一块大石头，将尸体和灯笼深深压了进去。老子只想活着，你们却个个不想让我活，那就都去死！秦明从雪地里倒退着往外走，用手将脚印记抹除。为今之计，只能硬着头皮去往太阴宫，其他地方乱闯死得更快。他返回到刚才曲靖园的岔路口，顺着路一直往前走。1刻钟后，面前出现了一座宫殿，门口刻着金晃晃的3个大字，字是大眼国的繁体字。秦明只认识个太字，应该就是太阴宫了。站住！干什么的？突然，从旁边小道上走出一队士兵，个个穿着白色盔甲，手握长刀，杀气腾腾。秦明转头回话：将军，小的是刚分到太阴宫的太监小晴子。把脸布摘下来。秦明将包裹着伤疤的脸部取下，把腰牌拿过来。秦明从腰间取下小晴子的腰牌递上。那名高个子将军查看一番无误。他上到太阴宫前，轻轻扣了扣门上的虎头环。30个呼吸后，门咯吱一声打开了。一位绿衣少女挑着凤尾灯，探出脑袋，莹莹的烛火映在她白皙如玉的小圆脸上，更显绝色清丽。她右手抬起，在红润的樱桃小嘴前哈哈热气。铁虎将军，这么晚了，何事？林英姑娘，今日晚上进士房那边送了批新太监，这位是分到太阴宫的小晴子。哦，是有这么回事，辛苦铁将军。应该的，进你们太阴宫，你们自己考核，本将军就不打扰了，告辞。秦明的脑袋是猛的。考核？考什么核？进来吧。黄衣少女对着秦明招了招手，挑着灯笼在前面照路。夜深了，天又下着大雪，你衣裳单薄，我呀就不考你了。明日长公主见你，到时候肯定会考。林英姑娘秦明跟上前，小心翼翼问道：我刚来宫里，不知道是考什么？当然是考你是不是穿越者了。我的天，这还要考？这世界和穿越者有多大的仇恨？小晴子，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秦明，20岁。秦明没办法，只能如实回答。也不知道自己假冒的那蒙面男究竟叫秦什么，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年龄比我小，你家是哪的？寒夜城。西郡。这是秦明从刘元那里得知的。啊！绿衣少女林英挑着灯笼转过身来，绝色的面容美得让人心颤。我是寒夜城东郡的，8年了，我都没回去过。家乡现在如何？
这句话给秦明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既然是老乡，秦明自然爬杆上树，和他亲近一些，给自己留点退路。林英姐，家乡灾荒，大雪冰封。少女林英顿时满脸感伤，她叹了口气，嘴真甜。你脸上的伤势，被穿越者伤的，不要紧。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太阴宫里面很大，最顶上的上殿住着长公主，西侧偏房依次住着李山公公、宫女静香，还有我。角落那间房是你的。多谢姐姐。别谢了，早点休息，明日我带你去见长公主。房间里布置很简陋，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外加可以放火炉的小土炕。当然，现在炕里是没有火炉的。秦明冷得发抖，赶紧将门关起。右侧角落有一扇八卦形状的窗户，外面贴了2张古怪的符箓。就在这时，窗外屋檐传来咚的一声，一大片积雪噼里啪啦落下。秦明心里微颤，放眼看去，只见被白雪覆盖的屋檐顶上，那只通体白色的黄鼠狼拖着长长的尾巴，又一次跟了过来。它2只绿色圆溜溜的眼睛盯着秦明，这该不会是妖怪吧？哪有黄鼠狼是白色的？怪不得窗户上要贴符箓，这鬼世界简直惊心动魄。自己才穿越1晚上不到，就已经杀了2个人了，还不知道杀刘元公公的事情会不会暴露，不知道这丧心病狂的长工主要怎样考核，自己穿越者的身份会不会暴露，他们会不会发现自己是假太监，让他秦明在脸上划一刀冒充蒙面男，他是愿意的，但如果让他一刀把二弟给嘎了当真太监，这是坚决不行的。失去了这种捅人乐趣，这穿越还有什么意义？秦明心乱如麻，心脏砰砰砰乱跳。停，打住！他仅剩的一丝理智在心底里警告，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下来，千万不能慌张，越慌张死得越快。秦明跳上床铺，拉过薄薄的毯子裹在身上，忽然只听咕咚一声，一个金色的东西从秦明口袋掉了出来。金色的葫芦。秦明想起这是自己在庙里祈福时买的，是假金子，真金子的价格一路狂飙，他买不起。关键是他和蒙面男的衣服已经换了，怎么这金葫芦还在口袋里？难道有灵性？秦明想起小说里中二的滴血认宝的情节，他将这冰凉的金葫芦摁向脸上的伤口处，没想到这一接触竟然真的成了。金色葫芦一下子幻化成一道金色光芒，没入了他的眉心。霎时间，金色葫芦悬浮在脑海里，发出摄人心魄的金色光芒。锁天狐激活，激活穿越者天赋复制1级，天赋序列9，接触其他穿越者新鲜血液，可复制其天赋，当前复制天赋数量1，可升级。霎时间，秦明脑海里涌入一些修炼知识。这个世界的修炼等级可分为淬体、通灵、宗师、阴阳、武神，每一层都有9层之分，但是每名穿越者却额外携带天赋，比如天赋火焰强化，那该穿越者修炼火属性的功法武技就会得到大幅度增强。秦明的复制天赋听起来挺不错。锁天狐幸运属性激活，每日增加24点幸运值，幸运值可抽取功法武技丹药，危险情况下幸运点增速加快。活下去，活得越久你会更强。浮在脑海中的锁天狐画面戛然而止。义父，先别走，这世界究竟怎么回事？为何要杀穿越者？原因不明，请自行探索。活下去。锁天狐关闭。我靠，这么高冷，好不容易在这危险冰冷的冬天里有了葫芦这把火，你却熄灭得这么快。就在这时，屋子外面又传来一阵脚步声。秦明趴在窗口一看，但见走来之人正是身着黄裙的林英。秦明赶紧跳下床，将门打开。林英左手提着灯，右手抱了床被子。小晴子，银石城也很冷，这被子给你。谢谢林英姐姐。别客气，还有这个银石灯也给你，比蜡烛持久些。银石灯秦明在皇宫长廊看到过，灯罩里放着几块发光的石头，很奇特。林英将银石灯递给秦明，再次离开。秦明蜷缩在床上，裹着柔软的被子，暖和多了。很庆幸今天反应机灵，有了这么一个假老乡。不过这也是让秦明警惕的，老乡对韩叶城的行为习惯了解得最清楚，可能秦明一招不慎就会暴露，死无葬身之地。清晨，一声鸡鸣声划破黑暗，秦明立即从床上坐起。窗外夜色稍微亮了些，但依旧朦胧昏暗。就在这时，住在对面偏殿的林英姑娘起床了。她穿着绿色的锦裙，绣花棉鞋，搓着小手哈着气。林英走到院子里的红色花朵上，取了些结冻的冰块，放进嘴里，边吃冰边扫地。秦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约1刻钟后，他从床上跳下，穿鞋出门。秦明也拿起扫把扫起雪来。林英转头看见，神情稍有些诧异，
随即笑笑，并未说话。秦明扫雪半刻钟后，他也顺势从红色花朵上捏了把冰渣子扔进嘴里，咯吱咯吱嘴嚼起来。冷，冰寒刺骨，让本身就穿着单衣的他冻得透心凉。这一幕果然被林英看到了，他左胳膊夹着扫把，两手一边搓着哈热气，一边走到秦明面前。没想到你还保留着家乡的习惯。林英姐姐说的是吃冰雪。是啊，咱们那每次灾荒不都是靠吃寒淋漓的冰雪撑着？秦明假装认同的点点头。看来早上仔细观察赌对了。就在这时，左边宫殿屋檐又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秦明回头再次看到那通体雪白的黄鼠狼。林英姐姐，那个是什么东西？林英给手上哈哈气跺脚转头。他愣了愣神，疑惑道：什么东西啊？就是屋檐上的那个动物。林英揉揉眼睛，再次疑惑道：啥都没有啊。霎时间秦明神经绷紧，啥都没有？难道自己出现幻觉了？不对，这白色的黄鼠狼已经看到第3次了。现在他仍然蹲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秦明。这么明显，没道理看不见啊。秦明，你看到什么了？哦，没什么。林英姐姐，我看错了，把屋顶的雪还看成了动物。林英扑哧一笑，白皙的脸庞上露出2个浅浅的酒窝。好一个绝色美人，这要放到蓝星上可是天然极品大美女。林英姐姐，这边银石皇城气候我不了解，距离天亮还有多久？现在已经天亮了呀。秦明，林英姐姐，你在逗我玩？分明还是一片朦胧昏暗，就仿佛蓝星上夜幕降临时分。你告诉我天亮了。秦明，咱们寒夜城是终年黑暗，银石城却一直昏暗，夜间更黑一点。如果想要亮堂，就得去南边的星光城和极光城。秦明听得真的是一头雾水，这到底是个什么世界啊？就在这时，左侧2间房屋的门同时打开了。李山公公穿着粗布棉袄，个子不高，脸上坑坑洼洼的。他旁边房间出来的宫女静香很是瘦弱，小圆脸，算不上美女，但也清秀。哟，这就是我们太阴宫昨日刚来的小太监。见过李公公，见过静香姑娘。你是杀了穿越者进来的？杀的穿越者叫什么名字？秦明脑袋一转，立即应道，并没有来得及问他姓名。那你凭什么断定他是穿越者的？他口袋里装着红红的纸钱，还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李山公公双手插在袖筒里，对旁边的静香笑道：看来杀的是对的，不过静香，以后你再也别说我丑了。太阴宫来了一个比我还丑的，你看那刀疤。秦明心里100只草泥马跑过，老子脸上的刀伤迟早会好，疤痕也会消失。和读者一样的帅气脸庞，不秒杀你1万倍。好了好了，林英将扫把放好，给秦明解围道：你们别再问他了，等会儿长公主要醒了，别在院子里吵闹，快去领饭吧。就在这时，上殿阁楼忽然传来动静。秦明顺势转头，上殿的宫殿高达100米，耸入云端，在高约30米的中间位置，一扇八卦玄门被推开了。紧接着，身着黑衣的长公主缓步走出，她长发如瀑，肤白胜雪，飘荡的裙摆露出修长光滑的玉腿，高挺的胸膛上印着一个蓝色的雪花标记，好美。秦明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女。与她相比，自己硬盘里那108位小姐姐的扔没地。长公主突然转过身来，那双凌厉的眼睛仿佛冰霜一样刺入秦明心间，痛得秦明浑身微颤。长公主袖子一摆，冷漠道：放肆！挖了她那对眼招子。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0倍。刷刷刷，从太阴宫周围立即飞出8位黑衣女子，个个身穿黑色盔甲，气势强大，杀意迎然。完了完了！秦明仿佛坠入冰窖，他真的不是故意去看的。怎么办？8名女子轻微拔出刀剑向秦明走来。秦明急中生智，立即喊道：等等，长公主，属下并不是有意冒犯，只是担心长公主的安危。你一个刚入宫的小太监，担心本宫的安危，谁给你的自信？长公主，您头顶屋檐上结了很多细小冰柱，摇摇欲坠，属下是担心冰柱掉下。长公主和8名亲卫同时抬头，只见40米高的屋檐上的确挂满约1尺的尖锐冰柱，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长公主摆摆手，杀气腾腾的亲卫同时退下。秦明长舒了一口气，真是惊心动魄。小秦子，回答本宫的问题，天王盖地虎。秦明，什么鬼？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难道要回答宝塔镇河妖？不对，不能回答，回答了不就是妥妥的穿越者？这可是送命题。回答本宫的问题。长公主，属下不懂如何回答。春眠不觉晓。对诗文。秦明，长公主，属下不会作诗。
真不会啊！一袭黑衣的长公主全身透着冷冷的寒气，她强大的境界压得秦明几乎要喘不过气来，连这问题都答不出来，简直废物！进屋里来，本宫要亲手杀了你！秦明心里慌张的要死，脑海里幸运点数增速仍旧是10倍，代表危险还是没有解除，他只能硬着头皮走进上殿屋子。1楼房间的桌子、椅子、床铺、地板全是由白玉打造，空气中弥漫着寒冷刺骨的气息。刷高冷艳绝的长公主不知何时突然出现在秦明面前。现在这里没人，本宫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回答不上来，本宫就杀了你。听好了，其变偶不变。秦明脑袋里嗡的一声炸开，秦明大脑高速运转，心脏急速跳动。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这是蓝星人人熟知的口诀。可是这时候哪敢答啊？秦明故意装作无知紧张。长公主，属下自幼家贫，并没读多少书，这个听不懂啊，到底是什么？你是真不怕死？轰，一股浑然的冷气笼罩房间，逼得秦明后退了好几步。警告，危险程度提升5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50倍。完了完了，这女的长这么漂亮，怎么跟个恶魔一样？来人！刷刷刷！刚才那6名黑衣女亲卫又一次拔刀拔剑跑了进来，拉出去斩了。靠！特么神经病吧！差时间，2名女亲卫抓着秦明的胳膊将他压了出去。这些女子看似柔软，但手劲却是十足。秦明1.8米的高个，坚硬的筋骨胳膊在他们手里仿佛随时能扭断一样。秦明被压着往外走，他眼睛无意扫了眼跪在地上的林英，但见他眼神非常淡定地看了秦明一眼。秦明慌乱中脑袋里急速思考，林英这丫头从他刚来就展示出善意，且不说到底有没有阴谋，但是这个淡定的眼神似乎在提醒秦明要冷静。对，肯定是，这仍然是长公主考核的方式，必须冷静下来。这个疯女人，什么宝塔镇河妖，什么奇变偶不变，特么把我们穿越者摸得这么清楚吗？转眼间，秦明被拉到太阴宫外的荷花池边，荷花池水血红一片，看来这里经常杀人。小晴子，长公主让我再问你一遍，奇变偶不变，下一句是什么？求求将军，我真不知道啊，从没听过啊，真不知道。铮的一声，剑被拔了出来，明晃晃的剑刃上闪着冷冽的光芒。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否则你的头就会和其他人一样掉在荷花池里。秦明故意神情紧张，崩溃的大声道：我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求求你们！他闭上眼睛，等待着那刀剑的降临。10个呼吸后，他的右边肩膀被手轻轻一拍：秦明，起来吧。是林英的声音。恭喜你暂时通过考核了。秦明转过身来，见原来那8名黑衣女亲卫已消失不见，在他身后站着林英、静香和李山公公。王德发，我终于还是赌对了，这个世界太丧心病狂了，人家穿越到异世界都是靠蓝星知识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我秦明穿越的这个世界，穿越者暴露知识反而会被直接斩杀，什么鬼？秦明，你通过考核了，我再知会你一声，长公主那上殿永远都不要靠近。好，明白了。那疯疯癫癫杀气十足的女人，老子巴不得离她越远越好。李山公公和静香去御膳房拿早餐。李山进到太阴宫3年，虽然是阉人，但骨子里对女子的那种钟爱还是没有磨灭。刚来半年的宫女静香虽然常与他说话，但是李山心里最中意的还是林英。我就搞不懂了，秦明那张脸上刀疤那么丑，林英竟然对他这么关心。李山，你别想那么多，林英姐姐对谁都好。谁说的？她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今日清晨到现在，我看她对那臭小子已经笑过2次。2人刚到御膳房，就看到10几名公公集合在一起。你们有谁见过刘元公公？底下公公们全是摇头。刘元公公从昨夜出去到现在一直没回来。白羽卫已经将整个御膳房搜遍了，也没发现他的踪迹。什么？刘元公公不见了？李山一听心里就急了。他刚进宫时，刘元公公对他颇为照顾，虽然没有拜刘元为干爹，但是李山一直视他为前辈。李山赶紧快步上前：各位公公，刘元公公怎么不见了？对了，李山，你们太阴宫的有没有见到？昨夜里刘元公公送你们那个小晴子过去的，后来就没人再见过他。李山心里微微一惊，立即认定这件事跟秦明脱不了关系。他再想起对他爱搭不理的林英竟然对秦明笑，他对秦明心里更恨了。恰逢这时，一队正在搜索巡逻的白羽卫经过，李山赶紧迎上前去说明情况。将军，我们那个小晴子就是刘元公公送过来的，刘元公公失踪肯定和他有关。身着白色盔甲的铁虎将军想了想，大手一挥：走。
去太阴宫。陛下对这件事很震怒，如果查出是他搞鬼，必将被抽筋包骨。里山公公的嘴角流出阴冷笑容。秦明在清扫着太阴宫前的雪，跟林英聊天的半个时辰里，他侧面了解到这大眼国的一些情况。这个国家由北到南依次坐落着4个超大城池：寒夜城、萤石城、星光城、极光城。寒夜城常年黑暗，漆黑如墨；寒冰封城是常态。星光城星辰满天，听说非常漂亮，但是常年大雨，洪水海啸是常态。最南侧的极光城是极昼天气，永远阳光落满。听林英讲，那是神居住的地方，也有大量异兽，很危险。所以萤石城虽然也经常大雪寒冷，虽然昏暗朦胧，但却是最适合居住之地。至于为何要诛杀穿越者，秦明没敢问。在他看来，这个世界的原住民应该都很清楚杀穿越者的原因。如果秦明询问，那就代表着暴露。就在这时，一队约20人的兵甲士兵跑了过来，为首一人秦明见过，正是昨天夜里拦住他问话的铁虎将军。刷刷刷，20多名士兵将秦明团团围起，他们身上冷则结冰的白色盔甲和那泛着寒光的刀刃，让人不寒而栗。你就是小秦子？是的，将军。昨天夜里刘元公公送你来的太阴宫，后来他却失踪了，你可有话说？回将军的话，刘元公公将我快送到时说自己有事，给我指了下方向，让我自己过来。后来在门口我就遇到了将军，其他的不知道。大胆，小秦子，你可知道说谎的后果？将军，我没说谎。铮铮铮，众多白羽卫手中长剑拔出，直指秦明。说实话。大人，我说的就是实话。昨天路上那面简体碑有没有见到？见到了，大人，只是不认识。那简体碑是专门用来测试穿越者的，肯定是刘元公公发现了你的不对劲，才遭到了你的毒手，是不是？简体碑的确不认识。秦明非常冷静，他知道现在但凡表现出一丝慌张，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你不承认？好，铁虎将军左手一摆，把他给我带回去严刑拷打，我就不信你不承认。秦明心里一阵骂娘。就在这时，太阴宫的大门轰隆隆一声推开了。住手！一身白裙的林英跑了出来，他小脸上带着淡淡微红怒气。铁将军，你们这是何意？林英是跟了长公主8年的丫鬟，铁虎将军也要给些面子。林英姑娘，事情是这样的，铁将军，我可以给你保证，小秦子不是穿越者，她是寒夜城西郡的。林英姑娘为何这么肯定？我们寒夜城因为常年冰封，很多人有吃冰的习惯，而东西郡特别喜欢吃结在花朵上的冰。今日清晨，我见到他吃冰了。铁虎将军略显犹豫。林英姑娘，末将士奉旨彻查此事，单凭这些说辞还不足以让小秦子脱罪。当然不足以。林英脸上带着浅浅微笑。那将军稍等，我去禀报一下长公主。但是你铁将军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过来太阴宫抓人，恐怕长公主……铁虎这才反应过来，心里有些后怕。宫里谁不知道长公主手段狠辣？比起女帝陛下，有过之而无不及。铁虎确实没有证据，也只是猜测而已。会被长公主认为是女帝故意给她找事，她们姐妹一向水火不容。如果他铁虎仅凭猜测到太阴宫拿人，别说他这将军当到头，脑袋都可能被长公主给剁掉。谢林英姑娘提醒，末将刚才想了想，还是在周围再找找，就不打扰长公主了。铁虎带着20名白羽卫离开。秦明心里长舒一口气，谢林英姐姐为我说话，没事不用怕，他们抓的是穿越者，跟你没关系。林英看到秦明眉宇间仍带着忧愁，想着他肯定是因为昨日刚来就被各种考验，心里有些害怕。林英轻声宽慰道：秦明，放轻松些，与家乡比这里毕竟多了些亮光，还有食物可以吃。秦明点了点头，假装表示认同。毕竟家乡寒夜城是什么样子，他根本不清楚。我弟弟当年最羡慕的就是皇城，他跟你一般大。那林英姐姐可以写信让他过来。林英微微咬了咬红润的嘴唇，脸上露出一抹伤悲，轻声道：他跟我一起来的萤石城，在路上被穿越者给杀了。林英仿佛想起往事，神色伤悲地离去了。秦明没想到这世界穿越者跟原住民的矛盾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想想自己之所以得到林英的帮助，很可能出于他对弟弟的情怀，这份恩情秦明记住了。李珊和静香站在远处岔路口，刚才太阴宫前的一切被他们看在眼里。李珊的双眼中露着愤怒怨气，林英是疯了吗？敢替一个新太监担保，还对着他笑，真是岂有此理！我敢打赌，这个小秦子肯定是穿越者。刘元公公以前对我说过，那简体碑就是用来测试穿越者的。小秦子肯定是昨天晚上露馅，所以他把刘元公公杀人灭口了。李珊，这都是你的猜测，又没证据，别乱讲。
静香，你难道不相信我吗？你来这半年，我可对你是颇为照顾。到时候我把这穿越者抓住，100两银子我们平分，功法咱俩一起修炼。我自然是信你的李山，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抓住了他可就大功一件。你想怎么做？我把那简体碑上面4个字模仿下来扔给他，约他在那里见面。只要他来，就代表他能看得懂字。李山，那个是简体碑，距离这么近，他说不定听人念叨过。玉秀宫你去过没？李山摇了摇头，那是很多女眷居住地，我没去过。静香看了看两侧无人，轻声道：玉秀宫西门有一座简体碑，上面4个字，玉秀宫西，用这4个字约他，他只要去就代表看得懂。可是这4个字我不会写啊。我见过石碑，我会，我教你，但是你必须保密，不许告诉人是我教你的。李山大哥，那当然，放心，等拿到银子和功法，我们以后会生活得更好。夜晚天更黑了，这地方白天没太阳，晚上没月亮，没星星。秦明不明白这些人怎么生活得下去的。大雪依旧下个不停，窗外枯树上几只火红色的鸟拖着长长的尾巴在转着圈飞来飞去。这皇宫内部就如此诡异，皇宫外面的世界还不知道会有多变本加厉。秦明打开锁天湖空间，当前幸运值40，本来刚过去1天1夜，幸运值是24点，但是因为遇到了2次危险境地，增益加了好多，每40点幸运值就可以抽奖1次。秦明已经迫不及待，消耗幸运值40，抽奖1次，抽奖成功获得功法归西灵诀。归西灵诀，黄阶高级功法，可提升听觉1倍，视觉1倍，行动速度1倍，行进时悄无声息。功法武器等级，黄阶、玄阶、地阶、天阶、神阶。这功法听起来很不错。秦明看着这本功法，犹如10年没见女人的恶汉子。他立即开始修炼吐纳。归之息，无形无色，吐纳真定。一直到深夜时分，秦明体内灵力越来越旺盛，他感觉五官明晰，神清气爽。这才修炼1夜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真爽！终于看到活下去的希望了。就在这时，秦明忽然听到窗外有人走动，他正疑惑着想一探究竟时，趴窗户被推开一道缝隙，一张揉在一起的纸团顺势飘了起来。等秦明将窗户拉开往外看去，外面早已空无一人。他心里疑惑，究竟是谁呢？他捡起纸团，在昏暗的萤石灯下，上面赫然写着4个简体字：玉秀宫西。秦明听林音提起过玉秀宫，就在东侧1里的地方。玉秀宫西难道是有穿越者叫他过去集合？他的身份什么时候暴露的？秦明仔细回想一圈，难道杀死公公的事情暴露了？不能去，他心里隐约觉得有问题。过了半个时辰，秦明偷偷看向窗外，安安静静的空无一人。他溜出来，从后窗台爬上房屋顶端，在白雪的映衬下，秦明看到玉秀宫方向有个人影朝太阴宫走来，越来越接近。终于他看清了，是李山公公。难道扔纸条的是李山？李山约他去的玉秀宫西，李山怎么会写这4个简体字？难道他也是穿越者？这家伙长得尖嘴猴腮，不像好人啊！秦明赶紧从屋顶下来，钻进被窝。果不其然，1刻钟后，那李山把秦明窗户外面悄悄地推开一丝缝隙。他看到秦明在房间里睡着了，轻声骂了一句就回房间了。秦明修炼归西灵诀后，听力大幅度增强，他清晰地听到李山在房间门口嘀咕：妈的，这样都不上当，老子想领个奖励怎么就这么难？听到这里，秦明已然确定，这李山肯定怀疑他的身份，想勾引他上当来换取奖励。大家都是穿越者，理应抱团取暖才对，你却非要自相残杀。行，那我就先弄死你。这日清晨，秦明跟着林音一起去往御膳房，林音领取主食蔬菜，秦明则来后厨领取雪寒果。雪寒果是一种2阶灵果，灵气浓郁，长公主一向很是钟爱。秦明拿完雪寒果刚要走，忽然看到厨房角落扔了几只乌贼和10几个乌贼的墨囊。乌贼的肉可以吃，但多数都会把墨囊去掉。秦明忽然想到了对付李山的方法。乌贼的墨囊液漆黑似墨，但是它的本质却是蛋白质，只要用这种黑液体在纸上写字，蛋白质会很快分解，字就会消失。他要给李山狠狠地上一课。秦明见四下无人，动作极快地揣起一个墨囊塞进口袋。回来后，秦明找准时机，看到李山从门外回来，他立即在房间桌面摊开李山给的那张纸，他用手指抹上乌贼墨囊液，在纸张背面写下1、2、3、4。果不其然，那李山经过他门口时立即被吸引了注意。秦明装作没看见，将写好的纸拿在嘴边吹了吹，加速蛋白质分解。他将纸张折好放在胸口，
李珊神情兴奋激动，简体字，果然是简体字啊！秦明，你这该死的穿越者！李珊立即想去上殿举报，奈何长公主早朝还没回来，她要等到长公主回来，当面拆穿秦明，那样就能拿到最丰厚的奖励。其实，长公主上早朝这段时间本就在秦明的算计内，这段时间刚好够纸上的字迹消失。秦明推门走了出来，装作没看见李珊。院子里林英正烧着柴火，上面架着铁锅烧热水。天气严寒，御膳房大多只提供膳食，热水基本上依靠各宫自己解决。秦明趴在锅边往里面架着柴火，故意把自己衣服烤得热热的，高温更容易促使蛋白质短时间分解。他和林英一边烧水一边说说笑笑，气得李珊牙痒痒。秦明，我让你嘚瑟，等会儿长公主回来就是你的死期。1个时辰后，长公主早朝归来，她一袭黑色锦衣，胸膛高挺，手中的月影剑上沾满鲜血。秦明心想，这疯批明明是去上个早朝，怎么感觉像是杀人去了似的？8名女子亲卫跟进来，立于长公主两侧。林英端去热水，秦明端去雪寒果。长公主走到院子的红枫树下，黑色的袖子突然一摆，一股浑然的冰冷气息喷涌而出。啪的一声，青石桌上堆满的积雪全部被震飞出去。长公主在石桌前坐下，拿坛酒来，就在这里用膳。诺。秦明借着进屋拿酒的机会，他取开纸，悄悄看了一眼，确定上面的墨汁已然消失，只留下些许的黑色颗粒，轻轻一抖，黄纸上再也看不出一丝痕迹。秦明将一坛绿衣酒打开，放在长公主面前。李珊公公眼见时机成熟，上前扑通一声跪下，启禀长公主，属下有重要事情禀报。长公主绝色的面容冷得可怕，她端起酒来一饮而尽，冷冷吐出一字，说：长公主，属下发现那小晴子是一名穿越者。唰，周围亲卫一下子大惊，连长公主那妖艳的美眸都微微一震。她抬头盯着秦明，秋水双眼杀气十足。8名女子亲卫纷纷拔刀拔剑，将秦明四周围了个严严实实。正烧着热水的林英满脸着急，旁边帮忙的静香则一脸淡定，仿佛这件事与他毫无关系一样。小山子，你可有证据？启禀长公主，属下看到小晴子在房间里写简体字，那字就装在她怀里。哦。长公主那秋水般的美丽双眸又看向秦明，小晴子，你可有话说？启禀长公主，属下不知李珊公公是何意。还何意？你这该死的穿越者，写了简体字装在胸口。长公主，属下愿用项上人头担保。李珊说罢就上前来，硬生生从秦明的胸口将那张纸取了出去。他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手都微微发抖。3年了，他进宫整整3年了，他一直在找寻一个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能抓到穿越者，他不仅能得到100两银子，还能得到功法武技，那么他就可以进入镇魔位，从此飞黄腾达。李珊一边将纸打开，一边走向长公主。长公主，属下看到他在这张纸的背后写了。话说到这里，李珊一下子懵逼了，她2只眼睛瞪得又圆又大。这张黄纸背面哪里还有字？不对，怎么可能？这张纸正面玉秀宫西是他写的。他看到秦明就用的这张纸写下了4个字，怎么就不见了你说的字呢？李珊一下子脸色煞白，这不可能，字呢？我明明看到上面有字的，字呢？放肆！啪的一声，长公主一掌拍在石桌上，震得酒坛都弹起3尺高。你说他写简体字，字在何处？长公主，属下分明看到他在写，可是这字怎么就没了？李珊公公急得双腿都在发抖。一名女亲卫上前，一把将黄纸抓了过来，呈到长公主面前。这背面的4个字是小晴子写的。秦明知道时机到了，他故意带着委屈疑惑上前，启禀长公主，这4个字不是属下写的，昨天夜里莫名其妙有人从窗户扔了纸进来，本来我今日就打算禀报长公主的，没想到李珊公公。长公主面无表情，她将纸举起来仔细看了3个呼吸。小山子，本宫要记得不错，这应该是你的笔记。眼见瞒不住了，李珊赶紧往前跪了2步，紧张说道：长公主，的确是小的笔记，小的为了检测那小晴子是不是穿越者故意写的，看他会不会认识字，来玉秀宫西与我约见，那样就能抓到他的罪证了。那这4个字简体字你是怎么会写的？李珊本来想说静香教的，但是他又答应过静香，这件事替他保密，况且本就是抄的简体碑，就算长公主知道也不是多大的罪责。启禀长公主，小的在玉秀宫那里见过这个简体碑，所以记下了这4个字。你可知说谎的后果？长公主，小的句句属实，忠心耿耿。长公主面色冷漠如丝。
拉下去，砍了。李珊一下子被吓得小便失禁，他脑袋一片懵逼，自己就抄了4个简体字，这也有罪吗？霎时间，2名女子亲卫抓着李珊的胳膊朝外面压去。长公主，小的冤枉，小的就是在玉秀坊外看石碑学习的，就是为了替您抓穿越者。下个呼吸，突然，长公主将手中的酒杯往空中一撒，10几滴酒水瞬间浮在半空中。她黑色的袖子挥动，10几滴酒水在半空凝结成1把半尺长的水箭，直直地斩了过去。你个蠢货！玉秀宫外根本没有简体碑。刹那间，李珊脑海里如遭重击，她看着杀来的水箭，心底里浮现最后一个念头：静香骗我！修铺水滴凝结成的短剑从李珊的脖子划过，她的脑袋被斩断滚落，鲜血四溢，好几滴鲜血飞溅到秦明的身上。他立即用复制天赋感知，看能不能复制，结果毫无反应。李珊竟然不是穿越者，那玉秀宫西4个简体字他是怎么写的？秦明感觉自己脑袋又要大了，他才进宫2天，是谁设计的这个套？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冷静冷静，必须冷静下来。这个时候混乱就是自乱阵脚。他面容上立即装作异常委屈，属下谢长公主。长公主慵懒的傲人身躯往身后的竹椅上一躺，她手里拎着酒壶送入朱唇，轻轻地抿了一口，几滴清澈酒水顺着左唇搅流到白皙的脖颈，当真妩媚诱惑之极。小裙子，把头抬起来。长公主2只眼睛看着秦明，右边脸如此俊朗，左脸上为何有这么长的一道疤？回长公主的话，属下进宫时杀了1名穿越者，这是被他伤的。本宫听说了。长公主邪魅双眼看了眼旁边的女亲卫，萌兔，次要。诺。旁边一位长得小圆脸的女子校尉上前，将一瓶青鹿区8高交到秦明手里。秦明这才想起林英给他提过，长公主统管着天下镇魔卫，最亲近的12位将领校尉名为12生肖，个个修为高强，全是大长腿的天下绝色。这位小圆脸的亲卫就是传说中的萌兔校尉，这药膏涂上几日就会将疤痕去除，算是对你被冤枉的补偿。谢长公主。长公主起身将酒杯甩在桌子上，咕噜咕噜的旋转，她单手背在身后朝上殿走去。院子里就留下秦明和林英、静香3人。李珊的鲜血融化了一大片的白雪，显得惊悚恶心。静香端了杯热水递到秦明面前，秦明，喝杯水压压惊。那李珊本来就不是好人，他死了就死了，你心里不必过意不去。多谢。秦明，我偶尔会去镇魔塔帮忙，在那里见过这青鹿区8高，像你这伤口估计涂抹3天就好了。镇魔塔？镇魔塔是关押穿越者的地方。旁边的林英接了一嘴，但是要进去可不容易，必须要经过长公主进行血脉检测才行的。秦明疑惑地问了一句，这么多穿越者吗？需要一座塔来关？那是当然，塔内关押了很多穿越者，还有些特别厉害的，但是没有穿越者能活着离开那里。雪又开始飘大了，秦明端起热水抿了一口，没感觉到任何暖意，反倒是全身冰凉。这该死的世界，活着可真艰难。夜色昏暗，寒风呼啸。秦明看自己的幸运点数24点，还不够抽取第2次。他修炼了一会归西灵诀，就开始思考。秦明总感觉自己周围埋伏了一个穿越者，李珊明显是被做局了。但是这穿越者是谁呢？长公主肯定不可能，林英也不可能。很明显，林英对他的关心是真的，而且在铁虎将军那里还救了他一次。白天的时候，林英说去镇魔塔前长公主会检验血脉，那证明静香也不是穿越者。难道是长公主的12生肖？不，长公主这女人又狠毒又精明，她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亲卫里出现穿越者？想得真头大，想都想不通。什么时候能出宫，或者能去镇魔塔找一下其他穿越者就好了，或许能得到这个世界的更多信息。夜深了，秦明一直等着林英睡前出来吃花冰，他每次都有这样的习惯，可是今天夜里他却迟迟没有出来。秦明在犹豫了半刻钟之后，起身来到林英屋外，砰砰砰，他轻轻敲了敲门。林英姐姐，睡了吗？没有，你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虚弱？可嗨，林英轻轻咳嗽了几声。秦明眉头微微一皱，将门推开，只见原本秀丽能干的林英，此时蜷缩在被子里，嘴唇发青发干，脸色苍白。怎么了？林英姐姐，没事，就是今日的炭火用完了，房间有些冷。你怎么这会儿来我这了？秦明本来下意识的想说今天晚上看你没有吃花冰，但这个念头立即被他否决了。可不能让林英察觉到自己一直在观察他，那之前秦明假装吃冰就暴露了。林英姐姐，我有点想家又睡不着，想找你聊聊的。可嗨，
来，坐。我也想和你聊聊家乡的。先不急，我去御膳房给你取些炭火。不用了，秦明，静香去御膳房送饭盒了，她可能会带些炭火回来。我还是去一趟吧。炭火重，她哪里背得动？林英姐姐，你盖好被子，我取完炭火回来就给你点火。说罢，秦明将门推开，冲进了茫茫大雪。林英手撑着床铺挣扎坐起，她看着风雪中消失的秦明背影，心底里流过一丝温暖。老天真是没有人性，这么俊的男儿怎么就被弄成了太监？突然，林英全身一震，她的手心里光芒透亮，她赶紧捏着手奔进被窝里，额头上全是冷汗。安静下来，不能慌张。光束，求你别出来。秦明用长袍将身体裹着，风大雪大，真 TM 的冷。他走到半路，摸到了口袋里装的那乌贼墨囊，这玩意儿跟个定时炸弹一样，得把它扔了。他一转头就看到假山后埋了刘元公公的枯井。秦明眼见四下无人，抓着墨囊使劲地朝着花园里一扔。好巧不巧，竟然真的扔进了井里。静香将饭盒交还给御膳房，他从今天早上到晚上，脑袋里也一直很疑惑。李珊明明平时看起来也很精明，怎么会拿一张空白纸去诬陷秦明呢？他想来想去都想不通。静香姑娘好。御膳房的公公公女对太阴宫的静香印象很好。大家好，这么晚了，哥哥姐姐都还在忙呢。这不才蒸完馒头，尝一个。不了。静香直摆手，这都是给主子们的馒头，丫鬟哪敢吃？你尝一个没事的。后厨的王宇公公拿了个馒头塞到静香手里，他刚咬了一口，眼睛就瞥到了墙角处放着的几只乌贼，还有几个墨囊。有个墨囊破碎，黑色的墨汁流了一地。静香脑袋里嗡的一响，她几乎在瞬间就反应过来了，她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她心脏砰砰砰直跳。秦明果然是穿越者，只有穿越者才能知道这个方法，如果把秦明抓了，他就能得到功法奖励，他就能得到银子，就能替自己赎身。他要去宫外过好日子，他绝不能在这里当一辈子的宫女。王公公这个是……哦，这是乌贼的墨囊，黑乎乎的挺好玩，能不能给我一个玩玩？你要它干嘛？就觉得好玩，还可以做花用。王厨师哈哈一笑，拿吧。静香立即揣了一个在袖子里，她转身赶紧回宫。她知道了真相，她必须尽快找到长公主，说明墨囊情况。她自己毕竟经过血脉验证，还在镇魔塔跟穿越者打交道，长公主不会怀疑。她刚出了御膳房，就看到前面长廊走来的秦明。静香几乎毫不犹豫地立即闪进旁边的御花园小路。知道了秦明的秘密之后，静香从心底里感觉秦明真不简单，她必须躲开秦明，防止被他看出端倪。秦明装好了10斤煤炭，凭借嘴甜心细和后厨几位宫女关系都搞得不错，他也借机在这里吃了3个新出的馒头，软软香香的，很带劲。王公公，这煤炭怎么有点偏白啊？当然偏白了，你是给林英拿的，宫女公公们只能用这种劣质的白山煤，那种黑山煤是给主子们用的。这白山煤这么白，能点燃吗？哈哈哈，当然呢。你要嫌它白啊，去拿那边的墨囊染一染就变黑了。王厨师一句玩笑话逗得周围众人都笑了。秦明摆了摆手，将煤炭扛在肩上。那乌贼墨囊又黑又丑，谁玩它啊？哟，还真有人玩的。秦明的心咯噔提起，脸上不动声色地轻问道：谁？静香啊。静香刚刚拿了一个墨囊走，这小丫头长得蛮清秀，怎么会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秦明刹那间如遭重击，仿佛一道大雷在心底里炸开。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静香肯定是穿越者，静香肯定发现了自己用来弄李珊的秘密，他拿墨囊肯定是去告发的。秦明赶紧背着煤炭告辞离去，他飞快地朝太阴宫奔跑。静香刚走又没有修为，他秦明有归西陵诀在身，行进速度快，应该能追得上。只是让秦明想不通的是，长公主明明对静香做过血脉检测，她还进了镇魔塔，她怎么会是穿越者呢？可是如果她不是穿越者，她怎么能察觉到墨囊写字消失的秘密？难道她用墨囊只是巧合兴趣？不可能，有哪个女孩子会莫名其妙对这种又黑又丑的东西产生兴趣？秦明飞快地奔到太阴宫门口，他惊讶地发现门口竟然没有静香的脚印。进入太阴宫只有这一个门，这么大的雪不可能不留下脚印，那么只有一个解释，静香还没回来，她有事情耽搁了，或者她就是在躲着自己。一念至此，秦明沿着太阴宫前路跑了300米左右，躲进了一处假山后面，他猜测的一点不错。半刻钟之后，穿着玫红裙子绣花白鞋的静香从旁边的御花园闪了出来，她四处观望，仿佛很是小心。眼见情况安全，她小碎步加速
朝太阴宫门口走来。静香刚经过那处假山，秦明一个闪身出来，还没等静香喊出声来，秦明一把将他的嘴捂住，拉到了假山后面。秦明果断掐住他的脖子。秦明，你这是？你拿墨囊做什么？墨囊？什么墨囊？妈的，还给老子装蒜！秦明手上用劲，捏得静香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白皙的脸蛋涨得通红，双手在秦明手臂在上不断拍打。我喘不过气来，是不是你骗得李山？玉秀宫西那4个字是不是你写的？你要敢撒谎，我现在就扭断你的脖子！静香连续咳嗽了好几声，点点头，她眼睛里充满淤血。秦明，你是穿越者吧？我也是穿越者，你别杀我，咱们是自己人，我拿着墨囊回来也是以防不时之需，不是为了告发你。秦明，快放开我！这么冷的天，你晚上一个人睡很冷吧？你来我房间，我陪你。别杀我！秦明眼睛里露出狠光，左手加力。我不信你，如果昨天晚上老子真去了玉秀宫西，还不早就被你给弄死了。秦明双手使劲，那静香被捏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两只胳膊拼命地拍打着秦明胳膊。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呵斥：“那边干什么的？”秦明被声音惊到，转头一看，只见远处长廊里，那铁虎将军带着20名白羽卫奔跑而来。静香也趁机深吸了一口气：“快放开我！”他双眼露出喜色，他终于得救了！该死的秦明，差点将他捏死！白羽卫会将这个秦明碎尸万段，长公主也会将他打得魂飞魄散，而他静香将会得到功法和金钱的奖励。从此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穿越者，他再也不会如此窝囊的在宫廷里当一个宫女，他等的就是这一天。岂料下个呼吸，秦明忽然抓住他头发上的金钗，咻的一声从他的脖子狠狠刺了进去，瞬时静香脖子上血流如注，他痛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右手紧紧抓着喉咙，痛苦地瘫倒在地。检测到穿越者之血，复制天赋触发，对方天赋隐匿，天赋序列103，可有效隐匿自身血脉，隐匿气息。秦明终于明白了，为何他作为一个穿越者还可以逃避长公主的检测，还可以进入镇魔塔。隐匿天赋是否复制？复制103序列天赋隐匿，复制成功，可有效隐匿血脉气息。白羽卫噼里啪啦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躺在地上的静香抓着脖子，双眼中带着不甘心与嘲讽，仿佛他已经预料到秦明的结局。你秦明怎么解释用金钗杀我？你会死的比我静香更惨。然而越是这种紧张的时候，秦明的脑袋却显得格外冷静。静香刚才因为躲避自己走的是御花园小路，秦明自己半个时辰前巧合地把墨囊扔到了御花园枯井里，他几乎在一刹那就想到了应对之策。眼看着白羽卫跑来，秦明转过身去，握着金钗在自己心脏旁边连续刺了3下，顿时鲜血淋漓。他掏出静香袖子里漆黑的墨囊，趁着静香不注意，一下子将整块墨囊扔进了嘴里。在白羽卫赶过来的一刹那，秦明拼了老命将墨囊咽了下去，并没有嚼碎。他右手抱着胸口伤处，装作痛苦地趴在地上。趁众人不注意，秦明啃了好几口血，将嘴里一点墨迹清理干净。铁虎将军带着20名白羽卫将周围重重围困。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杀气铺天盖地般袭来。秦明用余光看到，所来之人正是一袭黑衣的长公主。静香用手紧紧捏住脖子，说不出话来，挣扎着微弱呼吸。她2只眼睛里充满恨意和不甘，她死也要看到秦明被长公主处死。长公主从空中落下，震得周围雪花四处飞散。铁将军带着20名白羽卫纷纷跪下，拜见长公主。怎么回事？启禀长公主，末将在巡逻时看到2人在此处闹事，等赶过来，他们双双倒地。长公主看到地上情况，第一感觉是，她对静香进行过血脉检测，静香绝对不是穿越者。现在2人厮打成这样，肯定是静香发现了秦明的诡异之处。小晴子，你是穿越者？静香的眼底闪过幸灾乐祸，她浑身颤抖着，紧紧咬着牙齿，呼吸越来越微弱。她死也要看到秦明陪葬。2名白羽卫上前去抓秦明，秦明手撑着地，缓缓转过身来，但见他左胸口一片血迹，脸色也是苍白，额头上尽是冷汗。长公主，静香是穿越者。此话一落，满场震惊，就连快要濒死的静香都觉得秦明简直搞笑。谁会相信你？大胆！小晴子，静香乃是在镇魔塔中当差的，怎么可能会是穿越者？要本将看来，你才是穿越者，还不快快如实招来！秦明缓缓说道。长公主，
今日晚上林因生病，缺少煤炭，属下去往御膳房取煤炭，结果无意间听说静香拿了一个乌贼墨囊。长公主秀眉微动，不解何意。属下虽然不知乌贼墨囊能用来干什么，但是却听人说过这个墨囊是有毒的。属下岂能允许有人将有毒的东西拿回太阴宫？随即就追了上来质问他。他说自己不是用来毒人的，是用来镇压魂魄的。长公主一脸冷漠，双臂抱着胸前，躺在地上颤抖的静香都懵了。眼看秦明说的越来越离谱，他却讲不出话来。这时候8名镇魔校尉和一位白衣老者走了过来，那老者头发和眉毛花白。长公主对他说话也稍有些客气。王林长老，小青子说乌贼墨囊有毒，是不是？是的，长公主，乌贼的墨囊的确有毒。那有关墨囊镇压魂魄的说法，这个老夫并没听说过。长公主的凌厉目光又一次落在秦明身上。长公主，所以当时属下听了之后就觉得，我们这世界没有墨囊可以镇压魂魄的说法，这静香肯定就是穿越者。静香气得差点一口气没喘过来，嘴里的鲜血不断涌出。长公主眼神示意，蒙图校尉立即上前在静香身上搜乌贼墨囊，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众人眼睛又一次看向秦明，秦明也是装作很疑惑的样子。不对，御膳房的人明明说他拿了一个乌贼墨囊走，怎么会不在身上？他该不会藏我身上吧？秦明故意在身上找了一圈，袖子衣服口袋空空如也。濒临死亡的静香看到这一幕，差点被惊死。他明明看到秦明把袖子里的墨囊偷走了，怎么现在又不见了？不出30个呼吸，长公主已经命人将御膳房的王厨师招来。王厨师自然不敢说谎，他明明确确地讲，静香从御膳房拿了个墨囊走。周围好几名公公宫女都可以作证。长公主命人在周围仔细寻找，都没找到那墨囊。启禀长公主，在御花园发现静香的脚印，就她一个人的脚印。是的，长公主，秦明的脚印只出现在长廊里，证明御花园他没去过。把御花园给本宫仔细翻过来寻找。诺。秦明靠在假山上，虽然左胸的伤口很疼，但是他看到静香那绝望又喊不出话来的样子，心里很爽。小丫头，就你这样子穿越过来又能干什么？那一点小聪明就想害人，到头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报！一名白羽卫慌慌张张跑来跪地。启禀长公主，御花园假山后的枯井里发现墨囊。静香的眼睛里满是不可思议。报！启禀长公主，发现墨囊的枯井底下出现一具尸体，乃是刘元公公的。原来这静香真的是穿越者，她之前杀了刘元公公，今日又用这个墨囊过去镇压灵魂。这话一落，霎时间满场震惊，所有的证据链都完美闭合。静香从御膳房拿了墨囊，又给御花园留下脚印，墨囊又出现在枯井里，而秦明从头到尾没人看到他用过墨囊，脚印也只出现在长廊里。当长公主、铁虎将军等一众狠毒的眼睛盯着静香时，他喉咙处鲜血如注，不断涌出。他震惊地看着秦明，他不知道这一切秦明究竟是怎么嫁祸的。他痛苦地连续咳嗽好几声，绝望咽气，死不瞑目。哗啦一阵怪叫的声音出现在空中，头顶盘旋着的20几只红色的诡异异鸟，它们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空窜下，专门盯着静香的脑袋去啄食。果然，这静香果然是穿越者，这种噬魂鸟只吃穿越者的魂魄。是啊，竟然真的是穿越者，没想到一个穿越者竟然混进了镇魔塔。那名白羽卫这话刚落，长公主韩月熙突然转头，她眼睛中露着锐利的杀气。你的意思是本宫察觉不出穿越者？这名白羽卫吓得够呛，赶紧跪下。轰的一声巨响，那白羽卫被打得倒飞100米，吐血而死。白羽卫将军铁虎立即跪地，长公主恕罪。末将管教不严，长公主恕罪。铁虎吓得额头全是冷汗，这他妈蠢货士兵在这里说穿越者混进镇魔塔，那不是打长公主的脸，如果惹怒长公主，一剑将他铁虎的脑袋劈了，女帝陛下也不会说一句。长公主韩月熙脸色越来越冷，她忽然上前2步，右手抬起，在空中轻轻一握，漫天落下的雪花瞬间汇聚在一起，变成一把蓝色的冰剑。轰冰剑斩落，已经死去的静香被一剑劈成2半，血肉横飞。该死的穿越者，竟然混到本宫身边，把他的肉拿下去喂狗。诺。长公主转身离去，走了10几步之后，她忽然回头冷冰冰地说道：把小晴子带来我房间。诺。蒙兔校尉和媚阳校尉扶着秦明去往长公主的上殿。蒙兔校尉个子不高，小圆脸，为人性格温和。他扶着秦明时，还将他胸口衣服撕开看了看伤口，并且给他上了些金疮灵药。媚阳校尉肤色白皙，嘴角有一颗美人痣。2名校尉姐姐，
麻烦你们把我带回来的煤炭送给林英姐姐。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送煤炭？林英姐姐房间冷，生病了，麻烦你们。萌兔和媚阳将秦明送到上殿门口，你自己进去吧，林英那里你不用担心。这是秦明第2次进入长公主韩月熙的房间，这次的心态显然比第1次已经稳定很多。满屋子的家具摆设全都是白玉打造，冰凉寒冷。长公主韩月熙身姿慵懒地靠在一张白玉椅上，翘着2郎腿，2条白皙的大长腿在灼灼的灯光下显得更加润泽光滑。拜见长公主。长公主眼睛抬起秋水双目，死死盯着秦明眼睛。小晴子，你也是穿越者吧？秦明很是冷静。不是。你认不认识李白？不认识。长公主从白玉椅上站了起来，单手负于身后，气势强大地站在秦明面前。她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烈焰红唇，面容绝色。她距离秦明越来越近，秦明仿佛都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她轻咬朱唇，仿佛故意扰乱秦明的心态。这也太诱惑了。先不说这种情况下秦明容易心生慌乱，更可怕的是他是个假太监啊，这种情况怎么忍受得住？万一露出端倪，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秦明赶紧将意念探入锁天葫芦。他深吸一口气，平复心情。这个杀人不眨眼，如此狠毒的长公主，怎么还能使出这么妩媚的招式？小晴子，本宫问你，拉格朗日是谁？不认识。诸葛亮是谁？长公主，属下书读的少，真不知道。那本宫美不美？美。你们那里的美女是不是穿黑色丝袜？秦明被问得一懵。黑丝当然要穿的，硬盘里的108位小姐姐全都穿。但是她肯定不能这么回答。启禀长公主，家乡天气严寒，女子都穿着很暖和，属下没见过什么黑色丝袜。长公主韩月熙突然伸出玉手，轻轻探在秦明受伤的胸口。秦明脑袋反应很快，立即发动天赋隐秘，血脉隐藏，复制镜像的这个天赋真的太及时了。长公主右手一震，霎时间秦明伤口的10几滴鲜血被她生生抽了出来，在空中凝聚。长公主左手探向窗口，外面的万千雪花被她直接吸了进来，雪花在空中融化成水滴，将血液包裹，形成一个圆球状在空中旋转。长公主掌心涌出大量的寒冰气息，她绝色的面容上显出疲态，看起来这血脉检测很是耗费精神。纵然长公主也不能肆意施展，幸亏是这样，秦明刚来的时候才躲过一劫。30个呼吸后，长公主原本凌厉的脸色变得淡定下来，她转身重新在白玉椅上坐下。就在这时，上殿外面传来一阵急切的脚步声，紧接着扑通一声，有人跪地。长公主，林英求见。什么事？长公主，奴婢生病，房间没有炭火，是我让秦明去御膳房给我取炭火的。他不是穿越者，请长公主恕罪。长公主，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不该在今天晚上生病，才惹出这么多事来，请长公主恕罪。长公主韩月熙冷声一句：聒噪！你要再敢求情，本宫连你一起杀！门外的林英急得都哭出声来。秦明心里有些感动，林英姐姐真的是个好人。长公主眼神凌厉地盯着秦明的脸，这脸上的伤疤褪去不少，是个俊俏男人，怪不得连林英都为你求情。长公主，林英姐姐为我求情，是因为属下和她都来自寒夜城，是同乡。你对同乡倒是很有真心啊。警告，危险程度提升5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5倍。我靠！秦明真是大写的无语，这长公主是疯批吧？这也能产生杀意？长公主，属下对林英的同乡真心来自于对太阴宫的真心。花言巧语，男人果然都该死。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0倍。秦明真想狠狠地抽这个疯子，有病吧？软硬不吃啊！长公主，今晚上静香取了有毒的墨囊，属下第一反应就是她要害长公主，所以才拼命挡住了她被她连刺胸口数次。属下并没有虚言，属下对长公主忠心耿耿。秦明装作很痛苦地抓住胸口伤处，你以为区区一个墨囊就能毒到本宫？长公主忽然浑身杀气，小晴子，你觉得本宫是3岁小孩？你才进宫3天，有什么忠心可言？你在撒谎！警告，危险程度提升5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50倍。我靠！完了完了，这封批真的太难对付了，我要嘎了，我就要这么窝囊的嘎了吗？长公主，还有个原因。哦，说，何原因？秦明觉得自己需要配个2泉映月的背景音乐。我在寒夜城太苦了，没喝的没吃的，经常吃兵来充饥。我和很多同乡一起前往京城寻求活路，他们很多都死在了路上，
还有被穿越者杀了的。直到属下来到太阴宫，有了自己的屋子，有吃有喝，这么幸福的日子，天天跟过新年一样，我当然格外珍惜。我自然对长公主心存感激，这个勉强算个理由。长公主纤纤玉手抬起，过来，走近些。原本放在桌子上的萤火灯上飘到了秦明面前，将他的面目照得通亮。可惜了，竟是个太监。秦明心想，难道长公主希望自己不是太监？她有其他特殊想法。长公主，如果你有其他特殊想法，属下愿意鞠躬尽瘁。不过，小晴子，你幸亏是太监，否则夜闯林荫房间，本宫能杀你100次。秦明，无敌的疯批。长公主从袖子里取出一枚蓝色令牌，上面印着一朵菱形的雪花。既然你替本宫揪出了穿越者静香，那么以后你就代替他在镇魔塔驱查。属下遵命。来人！门外的蒙兔校尉端着盘子走了进来，上面放着100两银子，还有一本灰色的小册子。你杀了穿越者，这是100两银子，还有一本功法冰魄拳。修炼一途非常艰难，你若1年内能达到淬体一重，我就准许你入镇魔位。谢长公主。秦明的心里已经狂喜，不仅得到了功法，而且他可以去镇魔塔了。镇魔塔的关押了许多穿越者，说不定就在那里能找到信息。他现在太想了解这世界的真相了，他太想找到能不用隐藏轻松说话的人了。长公主玉手抬起摆了摆，退下吧，让林英给你把胸口的伤包扎一下。诺。秦明接过冰魄拳和银子，欣喜退下。这个时代金银特别珍贵，玉文物等一文不值。房间里原本面色淡然的长公主又变得冷漠，在她旁边站着的蒙兔校尉顺势上前，轻轻地给她捶着肩膀。蒙兔，你怎么看这个小晴子？长公主不是已经血脉测试了，她肯定不是穿越者，否则现在早已经成一具尸体了。之前的静香，本宫也进行过血脉测试，没想到竟然失手了。本宫到现在都想不通究竟是何原因。长公主，静香是来了半年后您才进行的血脉测试，她说不定接触到了一些特殊能力的穿越者，吃了什么丹药。而小晴子才入宫2天，没什么朋友，所以对她的血脉测试肯定是真实的。长公主秀美的柳叶眉轻轻动了动，毕竟是在本宫身边，又在镇魔塔当差，必须慎重。去看看与这小晴子一起从寒夜城来的还有谁，确保着她的身世没有问题。本宫绝不允许再犯和静香一样的错误。诺。我说蒙兔，你到底吃饭没有？按个肩膀，手上连个劲都没有。长公主，人家是女儿家，手上哪有那么大力气？您这身体常年受寒气侵扰，需要按摩捶腿，要不属下培养那个小晴子？放肆！简直胡说八道！他一男子岂能给本宫按摩捶腿？蒙兔校尉调皮地蹲在长公主面前，脸上带着笑意。我的主子，你忘了他可是太监，一个太监能有什么坏心思？而且手上又有力气。长公主轻轻皱了皱眉头，再等等，等我完全信任他再说。诺。太阴宫西侧厢房，灼灼的银石灯下，秦明赤着左边肩膀，林英捏着白布为他包扎伤口，他吹弹可破的脸一直红到耳根后面。秦明穿越前就经常锻炼身体，身材保持得很好。林英是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身体，他自然心跳紧张加速。没想到静香竟然是一名穿越者，他也太狠毒了，竟然用金钗刺你。秦明突然痛得抽搐一下，并不是左边肩膀的伤口，而是他的肚子。今日为了活命，生吞了乌贼墨囊。虽然墨囊的毒性并不强，但总归要受些折磨。怎么了秦明？是我手太重把你弄疼了？没事林英姐姐，我就是肚子有些不舒服。那肯定是冻的。林英将伤口包扎结束，她转身去自己柜子里翻了翻，取出一件黑色的短褂小袄。秦明，你把这小袄穿在身下，这原来是我给我弟弟做的，没想到来京城时他出了意外，我一直把衣服留到现在。林英姐姐，这合适吗？这是你弟弟的，你穿着吧，他人都死了，你肚子不舒服肯定是冻的。谢谢。谢什么？今天我过意不去，让你去御膳房拿煤炭，结果碰到了这档子事儿，差点出了意外。林英姐姐，我还要感谢你呢，如果不是你让我去，我怎么能因祸得福呢？说罢，秦明将怀中的蓝色镇魔令拿了出来，还取出了100两的银票。林英欣喜道：镇魔令，秦明，你得到长公主认可了，太好了，以后她不会再无缘无故的考验你了。秦明将100两银票塞进林英手里，这个给你。林英姐姐，给我干什么？我来这太阴宫颇受你照顾，我又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银票送给你了。林英笑笑，又把银票递了回来。宫里哪个太监宫女看到银票不高兴？你倒好，100两银票说送就送。
自己收着，以后找着机会送到家里去。秦明本来想说自己没亲人，但话到嘴边他又噎住了。他毕竟替代的是蒙面男的身份，万一蒙面男家里还有人，那以后不就露馅了？林英姐姐，听说这阵魔塔关押着许多穿越者，但是我看长公主遇到穿越者就恨不得立即剁成肉泥，为何还要把他们关着？当然是拷问信息了，问他们为什么要穿越到这里来，问他们来自哪里啊。哦对了，好像还会让穿越者写一些他们那个世界的书籍，宫中那些简体碑的字就是从穿越者那里学来的简体字。原来如此。秦明，你出去当差要注意安全，听说银石城混进了不少穿越者，他们有的实力很强，长公主的许多镇魔卫都死在他们手里。我知道了，谢谢林英姐姐。秦明回到房间，第一时间将冰魄拳拿了出来。这本冰魄拳虽然皇阶高级，但是性价比极高。冰魄拳是把灵力和寒气凝结在拳头上，让拳风更加强大。银石城这么冷，对于冰魄拳施展格外有益。长公主这疯批还蛮舍得的。秦明打开锁天壶，当前幸运点数50，又够抽一次奖了。消耗40点幸运值，抽奖成功，获得2阶丹药脉玄丹，可提升修炼速度2倍，提升经脉硬度、宽度2倍。秦明毫不犹豫将这脉玄丹吞下，霎时间，一股浑然的灵力气息在经脉中流动，他感觉浑身充满着力量，十分舒爽，每个细胞都仿佛在呼吸一样，好爽，就跟和女朋友钻被窝一样。鸡鸣声再次响起，秦明终于踏入淬体一重境界，他满心欢喜激动。要知道，长公主说过1年内进入淬体就让他当镇魔卫，可见修炼入门很难。但是秦明仅仅修炼2天就达到了，这真的很让人振奋。清晨依旧朦胧昏暗，天上不见太阳，不见星星。秦明来到御膳房，刚拿好饭菜，他就看到一名和他一起分配的小太监。秦明想打听下小六子在何处。这个小六子是与蒙面男一起从寒夜城来的，始终是个定时炸弹。张公公，还记得我吗？你是？我是小晴子啊，就那天站在你前侧的那个。哦，我记得了，你当时是蒙着脸的。你小子脸上不是有道伤疤吗？怎么好得这么快？我在长公主府当差，主子给赐的药。那张公公一听，眼睛骤然亮了起来。宫里谁不知道长公主和女帝的宫殿是最难待的？秦明能让长公主赐药，足以证明他混得不错，恭喜恭喜！秦公公一看未来可期。张公公，找你打听件事儿，你还记得站我旁边那位小六子吗？小六子当然记得了，他个子不高。那你可知道他现在何处当差？哎，原本他在净室房的，但昨天死了。死了？秦明很是惊讶。怎么死的？听说是被鬼兽爪子刺穿了喉咙，有人说看到了一只白色的黄鼠狼，但那只是道听途说，现在白羽卫还在调查这件事呢。秦明心里砰砰砰直跳，虽然小六子死了，对他掩盖身份来说是好事，但是让他更疑惑的是，那白色的黄鼠狼为什么要杀小六子呢？难道黄鼠狼是为了帮他秦明？不应该啊，这白色黄鼠狼那绿油油渗人的眼睛，秦明想到都不寒而栗，为何要帮他呢？刚一念至此，秦明忽然看见远处一株巨大的红枫树上，那白色的黄鼠狼正蜷缩在枝头，毛茸茸的长条尾巴包裹着身体，2只绿油油的眼睛正盯着秦明。秦明心里一颤，刚往前走了2步，那黄鼠狼哗的一声窜到宫殿顶端消失不见，只留下被踩的雪花飘散。秦明一路思考着回到太阴宫，刚进大门就看到2座巨大的石狮子上坐着2名身穿黑色盔甲的美女，一个是萌兔校尉，另一个是媚阳校尉。萌兔校尉娇小可爱，长着2颗小虎牙，媚阳校尉身材火辣。秦明想到一个成语，有容乃大。他们2人看到秦明，顺势从身后拿出一套衣服往他怀里一扔，去换衣服。换衣服，长公主有令，今日带你去镇魔塔。秦明很高兴，终于要去镇魔塔了。他盼这一天已经盼了许久。谢萌兔校尉，谢媚阳校尉。秦明将这件青黑色绣着雪花图案的镇魔卫制服换上，系上黑色腰带。他推门出来，在院子里抱着长刀的萌兔和媚阳愣了愣神。萌兔拍拍旁边的媚阳，我说的没错吧？这小子身材高大，模样俊俏，穿着镇魔卫制服的确好看。好看是好看，不过再好看也是个太监。秦明真想把这媚阳校尉就地正法，让他见识下什么叫做男人雄风。恰逢这时，林英从房间里出来倒水，他看到秦明穿着镇魔卫的制式差服，心里也是微微惊讶。好一个俊俏男儿！他走过来插话笑道：媚阳校尉，话不能这么说，那也得亏秦明是太监，如果不是的话，
怎么可能在太阴宫出没？林英说的对，咱太阴宫这几年来的小太监至少有500名了吧？也没见咱林英姐姐对谁这么好过。萌兔和媚阳相视一笑，林英的脸又一次红到耳根，她对着萌兔和媚阳摆摆手：“去，你们2个又调戏我。”萌兔校尉抱着长刀，笑得合不拢嘴。秦明发现今日的氛围好像突然就不一样了，或许是自己真的得到了长公主的认可，还是自己脸上伤疤好了，变得更帅了。秦明在3个女人嬉笑中轻声问了一句：“林英姐姐，我们太阴宫真的来了500多太监？”“是啊。”“那他们人呢？”“都死了。”秦明，调皮的萌兔校尉用长刀指着门口荷花池：“看到没？500名太监的血都在那里，不然那荷花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小晴子，你要好好当差，否则要不了多久，你的脑袋也会泡在里面。”秦明很是无语，这萌兔校尉2个小虎牙，2个小酒窝，可可爱爱的，咋说起话来这么不讨喜？还是我林英姐姐好，除了她，这太阴宫的女人都是疯批。这是秦明第一次出皇宫，他心里激动的不行。萌兔校尉专门给秦明一匹马，马儿全身雪白，鬃毛很厚，它的蹄子比蓝星上马的蹄子要大很多，蹄子底下被钉着有锯齿的蹄铁，这样有助于它在冰雪地上行走。这种白马长得很壮实，名为雪驹。大燕国的皇宫很大，秦明感觉比蓝星的故宫至少大5倍。他和萌兔、媚阳校尉骑着雪驹穿过了10座雪桥，13个白雪皑皑的广场，经过的楼亭阁宇不计其数。从神武门出来，映入眼帘的是银石皇城的百姓生活。秦明第一次看到，心里很是震撼。这些城池跟传统上的古代城池有很大区别，建筑风格、布置摆设掺杂了很多现代化的元素。比如，明明外表是古代的建筑，里面的摆设却有现代化的沙发、现代化的圆桌。再比如，街边小贩卖的一些饰品玩意儿，都充斥着大量的现代化元素。秦明从心底里感受到，穿越者对这个世界影响颇大。但他想不明白的是，穿越者和本地原住民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怨恨？萌兔校尉和媚阳校尉看秦明左看看右看看，萌兔性格温柔，浅浅一笑：“小晴子，这里是不是比你们寒夜城好玩多了？”秦明点点头，其实寒夜城啥样子，他一点不了解。媚阳校尉转过头来，他的身材比萌兔要火辣，尤其是胸膛，盔甲显然束缚了他身体的成长。媚阳校尉脸上带着些许魅惑风情，从秦明的身上扫视一眼。我就奇怪了，寒夜城风这么大，怎么能有你这样的俊男？不是说你们那里吃的很少吗？你这身材好像也不像挨饿的样子啊。秦明还没等秦明回答，旁边的萌兔扑哧一笑：“媚阳，你这媚性不改是吧？老是关心人家的长相和身材。”切！媚阳不屑地转过头去：“我关心他长相身材，太监脱光了我也不看。”秦明真想从街边买串糖葫芦塞他嘴里。3人骑着雪驹行进了1个时辰，终于到达了镇魔塔。漆黑的镇魔塔建在2座山间，雄伟壮丽，高耸入云。镇魔塔四周挂着许许多多的银石灯，塔顶朦朦胧胧的，高度看起来至少不下500米，不愧是玄幻世界。这种建筑放到蓝星上都是顶级的。镇魔塔四周站着密密麻麻的镇魔卫，他们全部穿着黑色盔甲，手握刀剑，每个人的修为都在淬体2重境界以上。门口处站着12生肖的其他10人，每个都是大长腿的小姐姐，面容娇美，身材傲然。他们只是淡淡的瞟了一眼秦明，并未讲话。秦明跟在萌兔和媚阳后面进入镇魔塔内部。原本外面就昏暗朦胧，镇魔塔里面更是漆黑，直到走了半刻钟后，墙壁上才有了萤火石。借助光亮，秦明看到墙壁上刻着许多诡异符文。就在这时，一队20人的镇魔卫手里挑着银石灯从左边走来。萌兔校尉上前问道：“怎么门口的萤火石都还没换？”启禀萌兔校尉，今日陛下的掌火殿萤石数量不多，各宫各殿都比原来少了1/3。哦，这又是为何？以往陛下掌火殿都会将所有萤火石充满火光，怎么今日会少这么多？属下私下里听说，陛下前2日去了一趟极光城，身上受了些伤。秦明跟在后面默不作声，但是从他们对话里得到2个信息：第一，这世界的萤火石都要去往女帝的掌火殿充能；第二，不是说极光城是神居住的地方，女帝怎么会受伤的？秦明越往前走，心里越惊讶。2侧囚牢里有着大量的刑具，刑具上都沾满鲜血。他看到的第一个穿越者是位年轻女子，她穿着单薄的运动衣裤，头发散乱，嘴唇脸上都是血。一看到秦明他们，那年轻女子立即扑上来，双膝跪地，2手合拢一起，作揖磕头。
求求大人，求求大人，我会做诗文，我还会唱歌跳舞，求求大人给陛下说一声，让我进宫。等我当上妃子，我一定会照顾你们。秦明有些无语，这女的都被关到囚牢里了，还没认清现实吗？蒙兔校尉回头说了一句，这名穿越者叫苏雅，穿越第一天就在皇城门口士兵面前大声做了一首诗，后来更是求一名公公带他进宫面见皇帝，说自己要做什么妃子皇后。蒙兔校尉笑了笑，你说可不可笑？他连陛下是女的都不知道，就要进宫做妃子，谁给他的自信？秦明回头看了一眼，苏雅仍然跪在地上，不断地喊着，带我进宫，我一定可以取悦陛下，我一定可以做妃子的，我做了很多诗，你们究竟有没有把诗文呈给皇帝？秦明摇了摇头，这女的一看穿越前就是典型的小仙女，穿越的肥皂剧看多了，以为会作诗就能够赢得陛下欢心，走上女人巅峰，可惜这世界根本不按套路。再往前走，秦明看到一个女子被砍去了双脚，缩在墙角处颤颤发抖。蒙兔校尉轻声说道，这个女的叫夏雪，她更可笑。跟着一些选秀宫女进宫之后，就在玉灵桥上冒着大雪在那里跳舞，企图得到陛下赏识，被长公主看到后就把她2只脚给剁了。秦明看夏雪那惨白的脸色，应该活不了多久了。再往前走，秦明又看到了近30几名穿越者，这些人比刚才那俩女的理智多了，他们仿佛接受了现实。囚牢里放着木桌木椅，还有笔墨纸砚，这些人在纸上不断写着东西。蒙兔校尉在一间囚牢前停了下来，这里面的穿越者个子高大，穿着白衬衫牛仔裤，他双手捧着自己写好的册子。大人，计算口诀我写好了，能否给我点吃的？蒙兔将册子接了过来，他翻了翻，看不懂，索然无味，随即将册子扔给了秦明。小秦子，长公主看你机灵，让你学习这些穿越者的简体字和文化，以帮助我们更好对付他们。秦明接过册子扫了一眼，竟然是阿拉伯数字的乘法口诀和加法口诀。蒙兔校尉朝着远处喊道，给83号送点吃的。牛仔裤男子跪下感恩戴德。秦明看得颇有感触，原本以为自己在宫里处境已经很艰难，没想到他们这些被关得更惨。他们的穿越者天赋呢？是被废了，还是没觉醒？秦明跟着蒙兔媚阳来到前侧，只见一面墙上摆满了书籍，全都是用简体字写的。李白诗词集、王维诗词大全、造纸术、科学小知识。秦明惊讶问道，两位姐姐，这些全是他们写的？当然，只有每天写东西才有吃的。媚阳从书架上取出2本书，小晴子，这是我们大眼国文字，你这照着他们写的学习他们的简体字。还有，媚阳从书架上又取了本书，这本书你帮姐姐好好看看，看懂了讲给姐姐听。秦明接过来一看，金陵启示池中物。我靠，这是哪个穿越者写的？简直逆天！更逆天的是，这个穿越者简直是个鬼才，不仅写了文字，在每一张的背面还画了素描图画，人物动作表情惟妙惟肖，人才啊！蒙兔和媚阳校尉有其他事情离开了，秦明一个人来到书架前坐下，他不敢表现得熟练。第一个伸手翻开的是大眼国的繁体字，这个时代的字体在华夏朝代上从来没出现过，字体的结构方方正正，美观程度不亚于秦朝的小篆。秦明翻到了一本小册子，上面有100来字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对照，看样子应该是静香写的。根据这100来字的册子，他推起文字来速度很快，约莫2个时辰，他就推出了近200繁体字。当然，秦明写在小册子上仅有20字，其他的他自己掌握。就在这时，秦明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一声接着一声，他没有心思再看下去，干脆收起册子往炼狱深处走去。半刻钟后，秦明找到了惨叫声来源。蒙兔校尉和媚阳校尉正在审讯一名穿越者，这名穿越者是位老人，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西装，全身到处都是伤口。往常没货的媚阳校尉此刻凶神恶煞，正对老者严刑拷问。他举着烧红的烙铁走到男子旁边，说，穿越者的大本营在哪里？你到底为什么要穿越到我们大眼国？老者2只眼睛恶狠狠瞪着，一言不发。媚阳气急了，他原本就饱满的胸膛气得起起伏伏，他手中的烙铁一下子摁在了老者的胸膛，吱吱吱吱吱，一阵青烟冒起，生肉被烤熟的味道弥漫着四周。你到底说不说？老者脾气很倔，仍然一言不发。秦明无意间看到老者脚边墙角竟然写着一句英文 Look the door， 看门。他装作到处看，余光看向囚牢的门，囚门角落仍然刻着一句英文 Look at the top， 看头顶。秦明疑惑了，见没人注意他，他又装作到处看，
余光瞄向囚牢顶上，结果啥都没有。而这一幕却被嘴里流血的老者看在眼里，他忽然一改刚才一言不发的状态，大声笑道：“你们可知我穆思哲平生最痛恨什么？”蒙兔和媚阳两人均是神情疑惑。什么？老子被女人害过，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女人。你们两个女人来审讯我，打死我都不会说的。来吧，打死我吧。蒙兔和媚阳相视一眼。这个穆思哲自从被抓已经整整1个月了，到现在都一言不发。没想到是这个原因。他们刚抬头就看到站在门口的秦明。小晴子，你来的正好。媚阳走上前来，嘴角妩媚一笑。来，帮姐姐一个忙，审讯一下这个穿越者，问问他其他人躲在哪里，再问他为何要穿越来。此时此刻，秦明已经反应过来，这穆思哲在墙角刻着英文，指着门上，在门上又刻着英文，指着头顶，分明就是在检测穿越者。因为原住民不可能对英文这么熟练，穆思哲很明显看到秦明看懂了英文，所以他才故意说出那番话，要男人来审讯他。但是秦明也很聪明，如果立马答应，绝对会引起怀疑。他赶紧摆了摆手：不，两位姐姐，我只是过来学子的，这些事我干不了，我还不是镇魔卫。说罢，他转身就走。身材爆炸的媚阳从后面闪过来，双臂一伸，那傲然挺起的胸膛差点弹到秦明。就当帮姐姐忙，回去到长公主那帮你请功。可是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没干过不代表不会干。媚阳妩媚的眼睛眨了眨，人都有第一次不是？别紧张嘛。秦明，媚阳挑逗的小眼神和那红润的嘴唇，真的让秦明心里难耐。萌兔从后面跟来，小青子，你毕竟是太阴宫的人，帮我们是应该的。这家伙是个厉害人物，为抓他，我们死了不少人。如果从他嘴里撬出信息，那就是大功一件。刚好我们也累了，交给你了。秦明却知不公，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不情愿。秦明转身走进囚牢，那被绑着的穆思哲眼睛瞪着秦明，大声笑道：哈哈，我还以为这世界全是那些骚唧唧的娘们儿，没有男人还是有的，不过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太监，哈哈。显然穆思哲听到了他们说话，秦明是长公主宫里的人，那100%就是太监。秦明装模作样的脸上浮出怒气，他抓起旁边的长鞭，故意怒骂道：你再说我是太监，我就打死你。这句话逗得门口站着的萌兔和媚阳扑哧一笑。你瞧瞧，虽然根没了，但是男人的气魄还是有的。走吧走吧，让他审吧，我们去喝杯茶。秦明例行公事，大声问道：说，你们其他穿越者在何处？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穆思哲目光炯炯地盯着秦明，大声吼道：死太监，你个死太监！喊得仿佛整个镇魔塔都要听到一样。连续5声之后，他仿佛喊累了，忽然沉下声来，轻声道：你能看的英文？秦明心里咯噔微颤，但是面色表现得极为镇定。告诉我，你是不是穿越者？穆思哲声音压得很低，旁边囚牢人根本听不到。秦明心里有些慌乱，但仍然摇了摇头：不是。你说谎。牛顿是不是发现了万有引力？回答我。秦明，我不知道。你又说谎。秦明抬头惊讶地看着穆思哲，这家伙到底是胡乱说的，还是确定知道他在说谎？你是不是杀过穿越者？秦明轻轻皱了皱眉头。杀过？这次你没说谎，真是神奇了。这穆思哲难道能看穿人的内心？你在长公主的太阴宫？秦明愣了愣神，看着周围也没其他人，他点了点头，这次没撒谎。你叫什么名字？秦明。秦明，你是个善良的人吗？秦明深吸了一口气。大体上来说，我应该是个善良的人，但是对于想害我的，我绝不手软。没撒谎。老者穆思哲眼神炯炯地看着秦明。孩子，过来，到我这里来。秦明不明所以。你帮我做件事，把我肚子伤口里的玉佩取出来，到北库岭交给一个叫做清玄的女孩。秦明心里很是震惊。你为何要相信我？我的天赋就是测谎。你是个善良的人。孩子，我相信你，我也只能相信你。我们都是穿越者，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要帮助我。穿越者也未必会站一起，我杀的那个就想要我的命，那都是目光肤浅的废物。在这个诡异世界，如果穿越者不能抱在一起，最终全部都会死。你要想活下去，就得找到组织。秦明犹豫着，毕竟刚经历过穿越者的背刺。孩子，听我说，你是人，他们是兽，他们不是人。秦明，他一脸懵逼震惊。他们不是人，你等他们战斗时，你就明白了。你以为他们为什么叫12生肖？因为他们不是人，是兽。秦明听得一头雾水，心里刮起狂风暴雨。
兽？不可能啊！林英姐姐、长公主、萌兔、媚阳怎么可能是兽？他们是兽，不然你以为穿越者除了修炼比他们还多了天赋，却根本打不过是为何？因为他们是兽，他们的防御和攻击力都强得可怕。秦明内心震撼，仿佛认知被彻底捏碎一样。快拿我玉佩，去北窟岭交给清玄。秦明犹豫了下，还是伸手取出玉佩。玉佩上有写，立即触发了复制天赋，发现穿越者天赋测谎序列99，是否复制？当前复制天赋等级1，可复制数量1，复制新的天赋会覆盖旧的。原来真的是测谎，怪不得对我说的话辨别得这么清楚。可是秦明现在暂时很需要隐匿来隐藏血脉，所以他选择不复制。为什么这世界对穿越者有这么大仇恨？等你找到那个叫清玄的女孩，她会告诉你，有人来了，快点拿起鞭子来打我，快点，孩子，拿鞭子打我，狠狠地打。秦明没有办法抓起鞭子来，轰一鞭子抽了过去。他抽的并不重，但是穆思哲却叫得撕心裂肺，别打了，别打了啊！但是穆思哲的眼神却不断给秦明示意，快打我，重重的打。秦明挥舞着鞭子，一遍又一遍地抽了下去。穆思哲痛苦大喊，你们这些禽兽，太狠毒，再打下去就把我打死了。穆思哲忽然转头，狠狠地将脑袋撞在旁边的墙壁上，他使的力气太大，整个脑袋上鲜血淋漓，头骨都仿佛撞得凹下去。这一幕将秦明直接搞得愣住了。孩子，快点打我，别停别停，他们来了。秦明只能挥动鞭子不断抽打，啪啪啪。果然3个呼吸后，萌兔、媚阳校尉和一队的镇魔卫纷纷围了过来。没想到小晴子平时看起来温和，打起人来这么狠，这家伙也忒狠了，让他审讯，他把人脑盖骨都打得陷下去了。穆思哲痛哭流涕，别打了别打了，我认输还不行吗？在北窟岭，我只知道他们说在北窟岭集合，结果我就被你们抓了，别打了，我求求你别打了。穆思哲满嘴鲜血吐了出来。秦明刚才鞭子根本没打穆思哲的嘴，很明显肯定是他把嘴里咬破了，就是为了让萌兔校尉他们相信，让他们去往北窟岭，然后让秦明能够顺利把信送出去。可是这穆思哲有一项还是算漏了，他秦明也不一定会被派去北窟岭啊。砰！囚牢的门被推开，媚阳校尉跑来一把抓过秦明手上的鞭子，你这小子怎么打这么狠？这个穿越者可是个重要人物，打死了怎么办？媚阳，别怪小晴子，他已经审讯出有用消息了，回去就禀报长公主。围杀北窟岭。回宫廷的路上，秦明脑海里一直回荡着那穆思哲的话，他们是可怕的兽，不然你以为穿越者身怀天赋，为什么打不过他们？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会叫12生肖？秦明越想越感觉惊心动魄，他的心脏都几乎要跳出来。难道林英姐姐、萌兔、媚阳、长公主他们全部都是兽？不会吧，难道都是女妖？这也太吓人了。秦明刚回到太阴宫房间，门就被砰砰砰的敲响。秦明，是我林英。秦明赶紧收起思绪，将门打开。林英姐姐。今日的林英穿着一身淡绿色的锦裙，上身套着白色小袄，丰满的胸膛几乎连扣子都扣不结实。她端着2个包子一壶酒，包子热气腾腾，散着诱人的肉香。秦明，你今天没吃晚饭，我特意从御膳房给你拿的。秦明饿极了，立马抓起包子咬了一大口，真香啊。林英将绿已久的塞子取下来，递到他面前，喝点，别噎着了。这句温柔的话语让秦明吃包子的动作停了下来，他一愣神，心底里立即想到，这么温柔，对他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会是兽呢？真是世事无常，诡异难料。秦明吃得太急，一下子噎住了，连续打嗝，逗得林英掩着嘴偷偷直笑。快喝点酒，吃这么快干什么？主要是太香了。林英姐姐带的包子就是好吃。秦明，我听萌兔说今日审讯的时候，那个穿越者叫你太监，你生气了，然后把那穿越者打得浑身是血。秦明没讲话，点了点头。其实根本不是他打的，都是那穆思哲为了散布着假消息故意折磨的自己。秦明，其实太监也没什么不好，你要想开点，很多事情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在寒夜城每天都是数着日子过，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冻死饿死，来到皇城有吃的有喝的已经很好了。秦明抬头看着林英，桌上隐隐的萤石光照在他绝色的小圆脸上显得温柔静美。是啊，林英说的对，有吃的有喝的能活着就是很好的幸福了。现在纠结那么多干什么？管他是兽还是人，遵从本心，走一步看一步吧。林英走后，秦明查看自己的幸运点数只有35点，暂时还不够抽奖。
秦明在心底里给自己定了下一步的计划。第一，他得尽快找机会去见找那个清玄，他有太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疑问。第二，看能否找到升级穿越者天赋的办法。他现在复制天赋是1级，可以复制1个天赋，如果能够升级，可以复制2个、3个，甚至更多天赋，那他的战斗实力就会变得超强。第三，以后的修炼要高调，不能平时废物突然高调出手。这个世界不能用常理度之，也不能扮猪吃虎，要把努力天才的修炼放在明面上，让人看到你的勤奋和修炼过程。只有高调修炼，等使出招式，别人就算惊讶，也不会立即就去想是扮猪吃虎的穿越者。自己以前没修炼过，现在才开始修炼，天赋异禀，不会被怀疑，因为原住民里也有天才。秦明立即身穿单衣推门而出，外面天色很黑，白雪皑皑，天空中依旧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那些拖着火红色尾巴的噬魂鸟飞来飞去，嘴里发出尖锐的叫声。秦明扫视一圈，果然远处一座塔楼的顶端，他又看见了那白色的黄鼠狼，绿油油的眼睛正盯着这边。秦明已经习惯了，不知道这个妖兽究竟要干什么，无所谓，看就看吧，反正上次他杀了小六子，还给自己帮忙了。秦明在太阴宫东远找到一处很大的空地，他二话不说开始修炼冰魄拳。有着归西灵诀做基础，冰魄拳一开始修炼体内气息运转极快，上步挥拳，行云扫腿，总共18招式，秦明打得越来越熟练。他开始尝试将灵力与寒气凝结在拳头上，一直尝试到第50次的时候，终于成功了。寒气灵力在拳头上凝结成薄薄的冰霜，秦明一拳砸出，浑然的拳风轰在一棵粗壮的枫叶树上，轰，砸的树叶积雪哗啦啦落下，真爽。秦明从来没感觉自己这么有力量，当年持久抱着女朋友都艰难，如今他可以直接举起来。天气严寒，秦明却感觉不到寒冷，甚至身上还有些微微出汗。他将上衣长袍解开往旁边的树上一扔，又一次连贯打起冰魄拳。太阴宫上殿11层楼，这层的摆设与1楼的白玉完全不同。房间里点着火炉，放着各式各样的灵草灵花，地面铺着红色的地毯。此时此刻，长公主用一条红色的丝绸裹着玉体，正慵懒地坐在火炉边的椅子上。蒙兔校尉和媚阳校尉站在她的面前。长公主，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也没想到那小琴子看起来柔弱，打起人来竟然这么狠。我们顾及穆思哲是个人物，所以都没下重手，没想到琴子把人脑盖骨都打得陷进去了。长公主，小琴子也很聪明，她今日参透简体字近20个，比静香效率高多了。长公主韩月熙将手中的书本放下，她端起茶来抿了一口，轻声道：看起来像是个能做事儿的，比之前来太阳宫的那些太监强多了。长公主，后来穆思哲说穿越者在北窟岭，您觉得会不会有诈？能有什么诈？长公主妩媚笑笑，穆思哲就在镇魔塔里关着，如果敢使诈，回来砍了他的腿。诺。就在这时，长公主敏锐地感知到一阵动静，外面什么声音？她起身将11楼的八卦悬窗推开，身后的蒙兔和媚阳也跟了过来。3位长相娇艳女子同时放眼看去，只见远处东侧偏院，秦明正赤着上身，握着拳头，非常刻苦地修炼着冰魄拳。他一拳又一拳地轰出，打得周围的积雪纷纷扬起，好几棵树都被震得瑟瑟作响。长公主看得微微惊讶道：本宫没看错吧？他竟然到了淬体1重。长公主没有看错，的确是到了淬体1重。这小琴子以前没修炼过，现在天赋终于爆发出来了。修炼短短2天，冰魄拳就练到了淬体1重。长公主，我当年修炼了半年时间才入门。媚阳校尉在身后也惊讶地接话道：我当时在12生肖里算最快的了，也用了整整2个月。长公主眼神静静地看着秦明，她嘴里轻声说道：本宫当年也花了1个月才入淬体，刚开始的入门是最难的，这小家伙还真是个天才。只是我堂堂的太阴宫全都是女流，他竟然赤着上身成何体统？传令，如果他小琴子以后再敢随意脱衣，本宫就把他吊起来打。诺。蒙兔校尉正准备去找秦明，结果长公主又招了招手。罢了，他能把冰魄拳练得出汗也是有能力，想脱就脱吧，只要不脱裤子，本宫就当没看到。诺。长公主，按照我们淬体入门后就得受血淬骨，您看要不要帮忙给小琴子找只异兽，用血液帮她淬骨？长公主在房间里踱步，许久之后，她忽然转过身来：你们今夜里就去北窟岭设下埋伏，把那里的穿越者一网打尽，另外把小琴子带着见识见识，帮他抓头异兽回来，帮他淬骨。诺。秦明的冰魄拳终于练到小成境界，他刚将双拳收起，就听到身后传来鼓掌声音。秦明一转身，
只见50米处枫叶树下站着风情无限的媚阳，她并没有穿盔甲制服，而是裹着件毛茸茸的白色大衣。打得很好，秦明小弟弟。秦明抓起树枝上的衣服，正准备穿上，媚阳赶紧抬手：“别，小弟弟先别穿，先让姐姐瞧瞧你的腹肌。”秦明，这家伙还是古代人吗？怎么整天色眯眯的？啧，真不错，人长得俊，身子长得也很诱人。媚阳轻轻的舔嘴唇，红润的嘴唇诱惑十足。秦明赶紧将宽大的长袍披了起来，用于掩盖身体即将暴露的痕迹。媚阳姐姐，你怎么来了？你打拳声音这么大，谁听不到？长公主有令，说你在这里打拳，把上衣脱了，有辱斯文，让我过来惩罚你。秦明愣了愣神，那媚阳姐姐打算怎么惩罚？我以后修炼的时候不脱上衣便是。我惩罚你，下次修炼时把裤子也脱了。秦明，一声清脆的笑声从远处传来，身着盔甲黑衣的蒙兔校尉手里握着把赤兔刀。小晴子，别听媚阳的，整天色眯眯的，你快回去换衣服，准备出发了。去哪？去北枯岭杀人。夜晚的银石城和白天差距很大。秦明跟着蒙兔、媚阳以及300名镇魔卫一起出城，周围传来各种莫名其妙的野兽叫声。黑暗的天空上飞过一些诡异的飞禽，只露出蓝色幽深的眼睛。纵使秦明在皇宫中已经见过诸多诡异现象，但此时仍然心跳得很快。小晴子，今日除了过来埋伏那些穿越者，长公主还吩咐抓只异兽给你淬骨。秦明，什么意思？抓异兽淬骨，难道真的像穆斯哲所说，原住民和兽有关系？那自己这一淬骨不就暴露了吗？两位姐姐，我修炼时间尚短，对于这淬骨不甚了解。秦明硬着头皮问了一句，毕竟如果这跟兽有关的话，那今日到北枯岭他就得想办法逃跑了，不然回去就得暴露。今日看你已经淬体1重了，淬体境界要继续往上修炼，就得淬骨。用这些异兽的血液浸泡，会让你的骨头更加坚硬，经脉也更加粗壮有力，为今后的通灵打下基础。原来是这样，纯属的只是用血液浸泡还好，跟兽没什么关系就好。转眼间众人已经到了北枯岭，这片地方迷雾笼罩，遍地诡异红花，看起来十分荒芜。秦明借着龟息灵诀带来的视觉提升，向四处张望。斑驳的枯草从雪地里穿出来，在寒风中左右摇摆。天空中那些火红色噬魂鸟又一次飞了过来，在周围盘旋，数量多到数不胜数。蒙兔和媚阳从马上跳下，秦明也跟着跳下来。在他面前10米处有一株发光的植物，它的藤蔓缓缓伸进雪地里，再一点点的向前爬行。秦明觉得很奇怪，在蓝星上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景？突然，那只发光的藤蔓嗖的一声从雪地里窜起，速度飞快地冲着秦明眼睛刺来。说时迟，那时快，秦明脚在地上一点，人已经向左边闪开。与此同时，蒙兔校尉手中的赤兔刀脱手飞出，咻的一声，赤兔刀将那株植物连根斩断。窜在雪中的发光藤蔓也随即变得黯然失色。蒙兔转身看着秦明道：“小子反应挺快嘛，这是银石草，专吃尸体血液，小心点。”秦明心里微微后怕，这个鬼世界连植物也这么变态吗？蒙兔四周观察一番，立即安排道：“镇魔卫听令，以此处为中心向周围扩展搜索，发现任何穿越者立即禀报。今晚的原则是能抓活口就抓活口，抓不了格杀勿论。”诺。霎时间，300名镇魔卫向四散开来，秦明则和蒙兔一起在雪坑里潜伏了下来。他手摸着口袋里那枚绿色玉佩，心想着不知那个清玄会不会出现。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惨叫，秦明抬头就看到一道红色火焰直扑3名镇魔卫，媚阳和赤兔都跳了起来。该死的穿越者竟然会控制火焰，他们霎时杀气腾腾地冲了出去。蒙兔一边跑一边对周围镇魔卫喊道：“去10个人护好小晴子。”诺。10名镇魔卫握着刀剑来到秦明四周，左边又传来一阵厮杀动静，好像又有好几名穿越者出来了。他们每个人修为都很强，看起来至少都在淬体3重以上。许多镇魔卫都被吸引了过去。秦明正准备往前激动时，突然他脑海里锁天弧跳出危险预警，警告：危险程度提升5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50倍。刹那间，秦明汗毛冷竖，赶紧从雪坑中跳起。有危险！铮，10名镇魔卫纷纷拔剑下一呼吸。黑暗中，一头体型4米的巨兽突然冲了过来。它的长相有些像犀牛，但是头顶的角却有2个锋利犄角，身上皮肤长满绿色鳞片。砰砰砰，3名镇魔卫当场被冲撞而死。竟然是2阶绿毒兽，相当于淬体6重境界。快跑！秦明二话不说，撒腿就跑。他现在淬体1重，
面对淬体6重的绿毒兽根本不是对手。有了龟息灵诀和隐匿天赋，他跑的速度很快，而且悄无声息。4名镇魔卫被绿毒兽追上杀死，跟着秦明的只剩下3人。他一边跑一边心里疑惑，穆思哲不是说原住民是兽，可是这些异兽也过来袭击他们，他们怎么也不变身啥的。轰隆隆，砰砰砰，那体型巨大的是绿毒兽在身后猛追，震得整个地面都砰砰作响。秦明奔跑了30个呼吸后，忽然看到左侧山间有座木屋，应该能暂时躲藏。他快速钻进小木屋，其他3名镇魔卫也同时间闯进来，将房间的门赶紧关闭。砰砰砰，绿毒兽在外面不断撞击。秦明进来之后躲进了左侧房间，而其他3名镇魔卫则去右侧房间搜索，寻找躲避的地方。就在这时，砰的一声，外面的房间门竟然被绿毒兽撞开了。绿毒兽的巨型身躯挤过狭窄的门口，身上的鳞片将门框都挤得破碎。吼他一声怒吼，震得房屋作响。右边房中3名镇魔卫被吓得都躲着不敢动。砰砰砰，巨型绿毒兽竟然径直走进了秦明所在的左侧房间。一看到秦明，绿毒兽跟发疯一样向前冲来。他血盆大嘴张开，牙齿足有半尺长。警告，危险程度提升8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80倍。秦明第一次遇到这么凶险的场面，他赶紧展开鬼龟息灵诀，往后跑了2步，脚在墙上使劲一踩，身影在绿毒兽的头顶掠过。隐匿天赋配合龟息灵诀，让秦明的身法速度格外灵活。他轰出一拳砸在绿毒兽的背部，砰！好家伙，这满身的鳞片坚硬如铁，砸都砸不动。秦明赶紧从门口冲了出去，谁知那绿毒兽破窗而出，硕大的身躯又一次挡在秦明的面前。他血淋淋的大嘴巴张开直冲秦明脖子咬来。秦明握紧拳头，施展冰魄拳，准备拼了的时候，突然一道青色身影从空落下。他面容绝色清冷，握着一把乌金长刀，直直斩落。羞耻！4米长的绿毒兽脑袋被生生劈开，腥臭滚烫的鲜血浇了秦明一身。这血可真难闻作哦。青衣女子的修为看起来很高，至少达到通灵境了吧。就在这时，另侧房间里的3名镇魔卫握着刀剑冲了出来。他是穿越者，杀了他！该死的穿越者，还敢自己暴露！岂料那青衣女子眉眼冷漠，手中乌金刀嗖的一声划出，刀光闪过，鲜血飙飞。3名镇魔卫的脑袋同时飞起，秦明还没从惊慌中反应过来，那把冷冰冰的乌金刀就已经直直朝着他脖子砍来。秦明快速退了2步，赶紧伸手，停下！你是清玄吧？或者你认不认识清玄？青衣女子原本凌厉的眼睛中闪出一丝疑惑，她手臂一挥，长长的乌金刀搁在了秦明的肩膀上。你是谁？你先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清玄？青衣女子面目变得更冷，不回答那就去死。她手中的乌金刀骤然用力。唉，怎么老是碰到疯批女啊？秦明赶紧伸手抓住。停！我来找清玄，是他的师叔穆思哲让我来的。正当青衣女子眉头紧皱之时，秦明从袖子里取出那枚绿色玉佩，玉佩的背面刻上一个简体的火字。青衣女子将这枚玉佩拿在手中仔细看了看，她神色惊讶道：你见到我师叔了？见到了。等等，清玄握着玉佩再次目光严肃，我怎么就能确定你是穿越者？秦明无奈地摊摊手道：我自然是穿越者， AI 听过吧？原住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清玄两眼疑惑，摇了摇头，没听过。那拉格朗日呢？拉格朗日总听过吧？没听过。那干饭人、打工人、996总听过吧？没听过。秦明将清玄的刀子推开，你还怀疑我？我倒怀疑你是不是穿越者了。我是，但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我是从民国来的。秦明直到此刻他才明白，这个世界的穿越者不仅是蓝星现代，竟然还有其他朝代，怎么会这么奇怪？青衣女子再次将乌金刀举起，指着秦明，你问完我了，现在该我问你，我凭什么相信你？我说小姐姐，你能不能把刀子拿下去？很锋利的，万一割到人咋办？是你师叔让我来找你的，他要不给我这玉佩，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你的名字？随即秦明将镇魔塔中审讯的实情给清玄简单说了说。清玄将手中的乌金刀收下，显然已经相信了秦明的说法。你师叔让我问你，我们穿越者和原住民有什么仇恨？这场仇恨已经延续1000年，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你要想了解清楚的话，得问我师父。你师父？你是？我们五行盟是穿越者的一个组织。那清玄，你师叔说这世界的原住民是兽，到底对不对？我师叔说的自然是对的，可是
我在宫里见到的不是，你自然见不到他们受的模样。你要质疑，我等会儿让你看。就在这时，远处很多脚步声正在接近，噼里啪啦的。清玄眉头一皱，冷声道：镇魔卫来了，要想找我得话来醉仙楼，那里很多穿越者都在。话落，清玄握着乌金刀朝着镇魔卫奔去。忽然他又返了回来，为了让你不被怀疑，我只能捅你一刀。秦明惊了一跳，我靠，这世界女人是疯了吗？全都反过来了，动不动捅人。秦明还没来得及躲避，那乌金刀已经刺入了他的腹部。羞耻！刀锋尖锐，将他整个腹部彻底捅穿。剧烈的疼痛一下子弥散开来，痛得秦明浑身发抖。他在倒地的瞬间，看到清玄提着刀子杀了过去，迎面而来的正是蒙兔校尉和媚阳校尉。清玄跃上天空，双手握刀当空斩落，那刀影长达5米，势不可挡。轰！迎面冲来的蒙兔校尉也立即跃上天空，他双臂展开，刹那间，在身影后浮现出一个是长达4米的3眼灵兔身影，全身毛发雪白，双眼通红，长长的耳朵直直的竖起。他2只后脚在空中一蹬，风驰电掣般窜上云霄，战斗力比之前提升了3倍都不止。秦明彻底惊呆了，兽，果然是兽。清玄的乌金刀一刀斩落，被蒙兔轻松挡住。此时身后的媚阳校尉双臂展开，在他身后浮现出一头长着犄角的独角魔羊。那羊看起来极为凶悍，双眼红色，溢出的杀气将清玄彻底包裹。砰砰砰，媚阳和蒙兔合力进攻清玄，清玄被打得连连后退。秦明已经震惊的心砰砰直跳，他们身后真的浮现出兽影。秦明腹部痛得几乎窒息，喊都喊不出来。最终他的眼皮逐渐垂下，整个人失去意识，晕了过去。痛，剧烈的痛。秦明在昏迷当中感觉自己受了极重的伤，周围许许多多可怕的异兽围着他，张牙舞爪，血盆大嘴里满是鲜血。这些异兽不断靠近，不断靠近，惊得秦明唰的一下从昏迷中惊醒过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绝美到让人心悸的脸，他肤如白雪，目如秋水，嘴唇红润如熟透的樱桃。他身上裹着的一件黑色纱衣却掩盖不住这妖娆的身材，是长公主。秦明立即认了出来，他惊得赶紧坐起。哗啦，原本就坐在血桶里的秦明身上的血水不断滴落。长公主慵懒地半躺在椅子上，手里拿着半个血寒果咬了一口，轻声道：如果不想死就待在里面别动。秦明这才回过神来，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满是鲜血的桶里，鲜血的腥味极重，呈深黑色，这气味与当时死的那个绿毒兽有些相似。突然秦明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没穿衣服，他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他赶紧手在血水里一摸，糟糕，现在身上的这件短裤好像不是原来那件，难道自己的假太监暴露了？完了完了，又要被嘎了吗？不对，长公主应该还不知道，否则她不可能坐在边上悠闲吃着寒雪果。秦明头一转就看到墙角处一身淡黄色锦裙的林英脸上带着红润，微微低着头不讲话。秦明反应过来，自己受伤回来肯定是林英给他换的衣服，并把他泡在了血桶里。林英肯定已经知道了他是假太监的身份，他不会将这件事情告发吧？一个假太监混进宫里，可比穿越者混进来更严重。秦明心脏紧张的砰砰砰直跳。长公主将一颗血寒果吃完，再次拿起醉仙酿来抿了一口。小晴子，这绿毒兽的血有助于淬炼筋骨，你的运气不错，这头绿毒兽是变异的，用它来淬骨，你的伤势会很快好起来。谢长公主。当时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何事？秦明抬起满是鲜血的手揉了揉脑袋，他隐瞒真相回答道：蒙兔和媚阳校尉让10名镇魔卫保护我，可是我们遭到绿毒兽的袭击，这家伙非常凶狠，我们就逃到了一间屋子里。那绿毒兽也是紧追不舍，可是不曾想莫名其妙杀出个青衣女子，那家伙可厉害了，他杀了绿毒兽还用刀子捅我，幸亏当时媚阳校尉他们来了。蒙兔校尉从门口走进来，嘴角笑道：小晴子，你可真是够幸运的，这一刀刚好从你的肺腑旁边穿过，再偏一点你的命就没了。秦明心里10000只草泥马跑过，那青衣女子清玄真是个疯子啊，你就对自己的刀法这么自信吗？万一把老子的五脏戳破怎么办？长公主从座位上起身，面色冷得可怕，她双手背在身后沉声道：袭击你的那个青衣女子杀了我们不少人，背后的组织有很多穿越者强者，北库岭出现6名穿越者，死了2个，其他4个全都重伤而逃。小晴子，这次你问出北库岭这个消息立了大功。说罢，媚阳校尉从外面走了进来，双手捧着一把明亮长剑。小晴子，这是长公主赐给你的剑，名为落血剑，
寓意只要出剑，必让敌人落血。秦明接了过来，心里很是高兴。这把剑已经达到玄阶中品，极为不错。属下谢长公主赐剑。长公主韩月熹微微点了点头。基础剑诀太阴宫的藏书阁里都有，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行去练。谢长公主。长公主韩月熹带着2名校尉离开了。一直在墙角处站着的林英脸红扑扑的，她突然跑到门口急切道：长公主，奴婢还有一事禀报。秦明被吓了一大跳，他赶紧轻轻在后面碰了碰林英的手臂。林英姐姐，可千万不要乱讲话啊！长公主单手负于身后回头。什么事？长公主，小晴子她身上伤很重，御膳房那里能不能给她做些吃的补补？长公主点了点头，拂袖而去。他们3人刚走远，秦明一把将林英的手抓住。林英紧张地将秦明手臂推开，满脸通红。她一句话不说，在房间里忙来忙去。林英姐姐，我身上的衣服是不是你换的？林英的脸更红了。她去院子里又搬来个很大的木桶，放在秦明房间，然后将锅里烧好的热水一桶一桶拎进来。秦明看得于心不忍，想起身帮忙，但是他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又浑身是血。林英姐姐，我有难言之隐，我有苦衷，我没有骗你。林英还是不说话，一直将浴桶中的热水填满，这才轻声道：你已经在绿毒兽血水泡了2天2夜，可以出来洗洗了。林英害羞地从门口跑了出去。秦明双手抓着浴血桶边缘站起身来，让他惊喜的是，前2天在北枯岭受了那么重的刀伤，竟然好了许多。看来玄幻世界的治疗方法真的是强大。这绿毒兽的血泡了2天2夜，秦明感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力量，他的筋骨变得比之前更加坚硬，丹田之内气血翻涌，随时都有突破淬体2重的可能。这种修炼速度，如果被其他人知晓，了不得惊掉下巴。秦明从血桶中出来，进入清水，水烧得很热很舒服，在这寒冷雪天里烧这么热水，相当不易。秦明看了眼院子中正在忙活的林英，心里很是感动。林英没有揭发他，秦明欠他很大的恩情。他今日没有把假太监身份暴露出去，心里肯定承受了颇多压力。一旦事情泄露，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半个时辰后，秦明在水中清洗干净，院子里的林英又拎了半桶热水进来，他把水倒进浴桶里，正准备转身离开，秦明一把将他抓住，又拉了回来。林英脸红扑扑的头低着，连秦明看都不敢看。你放开我！林英姐姐，我真的不是有意骗你的，我有苦衷。如果我有意骗你，就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林英本性善良清纯，听到秦明发誓，立即就心软了。他眼睛微微抬起，脸上带着疑惑：那你是怎么逃过净身的？秦明表情立即变得悲伤，他又开始了自己强大的胡编乱造能力。林英姐姐，你知道吗？我家里总共有6个哥哥，他们有的饿死冻死，有的被异兽杀死，就剩下我这个能传递香火的。我到皇城来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卖了，连锅都卖了，凑了60两的银子。我在净身房的时候偷偷用钱打点的。可是秦明，你这样子被发现是死罪，所以林英姐姐，你得替我保密啊。我不能瞒着长公主的，我跟她都8年了，我什么事都得禀报她的。秦明哗的一下子从水桶中站起，健美雄壮的肌肉上清澈的水流哗啦啦流下，这让站在面前的林英一下子脸又红又烫。林英姐姐，如果你说出去，我肯定要死，我全家人也得死。如果你不说的话。林英低着头害羞道：我不说的话怎样？秦明鼓起勇气，伸出有力的臂膀，顺势将林英往怀里一拥，吓得林英整个人浑身颤抖，赶紧用手臂拍打秦明。林英姐姐，如果你不说的话，我这辈子好好待你。秦明，快放开我！林英用手臂轻轻拍了拍秦明的胸膛。林英姐姐，自从那天进宫你帮助我开始，我秦明就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对你好，要好好感恩，所以你生病的时候，我才不顾危险去为你取煤炭，还差点被那静香给杀了。一说到此处，林英的心瞬间就软了，她原本拍打秦明的手也停下了。林英低着脑袋，声音犹如蚊子一般轻声道：我答应替你保密就是，快把我放开。院子里随时都有镇魔卫，被发现就死定了。秦明双手松开，林英害羞的想赶紧跑开，却再次被秦明抓住手臂。林英姐姐，我一定好好挣钱，好好修炼，挣钱以后替你赎身，娶你为妻，修炼以后好保护你，给你幸福。林英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她挣脱秦明的手臂，从房间里跑了出去。秦明深吸一口气，赶紧从浴桶中出来穿衣服。真的太幸运了，幸亏这次发现的是林英，如果是其他人，自己都已经嘎了。回到房间的林英，心脏依旧快速跳个不停，她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她想起了为秦明换衣服时看到的画面，
当时他整个人都看傻了，从小到大第一次见到。更让他紧张的是，那时候萌兔媚阳就在门口，林英用衣服遮挡着，给秦明换了衣服。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帮秦明隐瞒住，他不愿看着这个帅气善良风趣的小老乡就这样死了。原本他心里忐忑不安，总怀疑这样做对不对。可是刚才，当秦明把他抱在怀里，当那有劲的双臂结实的肌肉切实拥着他时，林英心里莫名的得到满足。他幼年丧父，被母亲强行送进宫来，他从来不知道被关心被在乎是什么感觉。而且秦明入宫的时候，他手心难以控制的光束平静了许多，甚至那晚见第一眼就有种莫名的似曾相识。他说以后对我好应该不是骗我的吧，我林英也配被人疼爱吗？一想到此，林英整个人心头微微欣喜。秦明正准备修炼，他突然听到窗口传来动静，一打开窗户，那只白色的黄鼠狼竟然就蹲在外面，他绿油油的眼睛左转右转，两只小爪子抱在胸前，仿佛显得很冷。秦明想起来，这黄鼠狼前几日杀了小六子，替他掩盖了身份，应该是很有灵性的。秦明一向是个知恩图报之人，他二话不说将黄鼠狼放进了自己房间。我这里暖和，有炭火，你进来躲着吧。那浑身白色毛发的黄鼠狼仿佛很高兴，顺势钻进了被窝里，左滚右滚。秦明坐在床铺另一头看了许久，为什么这么真切的黄鼠狼，林英姐姐那天就根本看不见呢？奇了怪了，这个世界的谜团太多了，到现在除了看见那么多漂亮小姐姐是真实的，其他全都是谜团。秦明打开锁天壶，幸运点数已经有了80点，太好了，可以抽取2次，消耗40点幸运值，抽取成功，获得大力丸 X1。 大力丸2阶丹药，可提升力量、耐力、气血，这是个好东西，这样吃下去自己以后持久力太强， 1v10 不在话下。消耗40点幸运值，抽取成功，获得斩天剑诀。斩天剑诀玄阶终极功法，有斩天破海之势。这本功法听起来牛逼哄哄的，刚好长公主今日给了一把落血剑，后面修炼看看效果。秦明双腿盘坐，开始吸收灵力吐纳，他还是继续修炼归西灵诀。2个时辰后，归西灵诀终于修至大成，秦明速度、视觉、听觉、感知都提升了2倍，他仿佛能够听到外面雪花落地的声音，他仿佛能听到林英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的声音，这也太棒了。此时全身气血翻涌到了升级的临界点，秦明二话不说，把那颗大力丸扔进了嘴里，霎时间雄厚的灵力快速在全身流走，他感觉全身都有使不完的力气。秦明握紧拳头，整个人气势又一次增强了。淬体2重境界终于破了。按照这个世界的修炼进度，秦明现在的速度可谓是逆天，他感觉浑身燥热，大力丸的作用实在太强了。如果是在蓝星上，他这个时候绝对要打车去女朋友的住所，可是现在却没有办法，跟林英今天才刚刚表白，现在潜入他房间不太合适。一念至此，秦明推开房门，又来到侧院。天气严寒，冰雪皑皑，他脱掉上衣，露出结实完美的肌肉线条。秦明开始连贯施展冰魄拳，1个时辰后，他打得浑身是汗，冰魄拳也修炼到了小成境界。秦明轰出一拳，狠狠砸在冰面上，砰！坚固的冰面被砸出一个冰窟窿来，他跳进了冰冷的雪水里。靠，好爽！终于，他把大力丸的邪火给压制下来。秦明再次从冰窟窿里跳起，他抓起长公主给的落血剑，随意施展剑法。斩天剑诀只有1招，所以秦明在胡乱挥舞几下之后就斩出一剑，这样让别人也无法察觉他到底在修炼什么剑法。秦明不知道的是，在距离他房间50米远的林英一夜都没睡着，他脑海里一直浮现着白天秦明将他抱在怀里的情景，还有跟他说的那些话。他翻来覆去，2只腿紧紧夹着被子，脑海里思绪万千。一直到深夜时分，他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修炼的声音。林英趴在窗口，看到赤着上身在雪地打拳练剑的秦明，他就像一个疯狂的野兽，完美的肌肉线条，浑身强大的气势，看得林英脸红心跳。天蒙蒙亮，长公主韩月熙从上殿11楼寝宫醒来，她打开八卦玄门，眺望远处雪景，却一眼就看到正在修炼的秦明。好家伙，本来就天赋异禀，还这么努力刻苦，这种人还真的是少见的。长公主伸出纤纤玉手，在黑暗中招了招。媚阳校尉从远处飞来，立即跪下：你抽空带他去太阴宫书阁挑个剑法，省得他拿着落雪剑胡乱挥舞，也不知道练的啥。诺。长公主，您对这小琴子很器重。韩月熙左手负于身后，右手伸出接了些许雪花在手心里，那些雪花也不融化，
被他拿到红润的嘴唇前，轻轻吹了口气。霎时间，5、6瓣的雪花再次飞起。与穿越者的战争越来越残酷了。我那该死的女帝姐姐，前2日去往极光城还受了伤。我镇魔卫12生肖虽然厉害，但都是女子，如果要打硬仗的话，肯定不行。我倒是想着能够培养些有天赋的男子。长公主，您说的有理，我看小青子很合适。人长得好看，还会说话，修炼勤奋天赋也好，如果能培养得好，以后在对穿越者之战中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秦明握着剑正往回走，撞上了迎面走来的媚阳校尉。他穿着黑色盔甲，胸脯饱满，一脸风情。哟，小晴子，这肌肉又变得坚硬许多，来给姐姐摸摸。秦明差点想调戏这个骚姐姐一句，我还有比这个更坚硬的，你要不要？但他不敢说出来。媚阳姐姐，这么早是要干什么去？媚阳打了个哈欠，轻轻揉揉太阳穴。今日本来休沐，可以好好睡个美人觉的，没想到主子要喝醉仙楼的醉仙酿。秦明一直惦记着那日和清玄的约定，听到醉仙酿3个字，他心里立即有了主意。媚阳姐姐这么漂亮，多睡美人觉的话，皮肤会更好。要不我帮你去买酒？你确定？我今日想再去镇魔塔拿点穿越者写的简体书来研究，刚好经过市集。我的天！媚阳立即满脸笑容，她跳上来，轻轻地拍了拍秦明的肩膀。你可真的是姐姐的好弟弟啊！小晴子，咱们太阴宫的太监如果都像你这么懂事，姐姐哪会杀啊？疼都来不及呢。说罢，他将自己腰牌解下来，往秦明手里一放。去吧，买2坛就行，要最上品的。媚阳又打了个哈欠，问道：有钱吗？有钱，前2日得的银子还没花你。那就行，去吧，姐姐我又可以睡懒觉了。媚阳校尉双臂伸展，露出妩媚的诱人曲线。他这盔甲完全可以再大1倍，才能对得起那份汹涌身材。出宫的路很顺利，秦明依旧和上次一样骑着雪驹，他没穿镇魔卫的黑色制服，那样太显眼了。虽然清晨，但天依旧昏暗朦胧。街道两边许多百姓已经起来，卖着各种早点，汤包、胡辣汤、红豆糕、油条、桂花糕等等。秦明感觉这些许多小吃按照时代的发展是不应该存在的，肯定与穿越者的到来有很大的关联。可是穿越者既然帮这世界发展了那么多东西，为何会和原住民结下如此的生死之仇？秦明完全想不通，这也让他的脚步加快。他得尽快去往醉仙楼找到那个清玄，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秦明一进入醉仙楼，他先是看了看身后，等了好大一会儿，并没有人跟踪自己。随即他上了醉仙楼的6楼，花费1两银子点了1坛酒，3个小菜1碗汤。秦明大口大口吃了起来。宫里的菜索然无味，还是在外面醉仙楼的好吃。秦明决定今天回去的时候多买点吃的喝的，带给玲玲姐姐他们。就在秦明刚刚3杯酒下肚，他一抬头就看到9楼8楼栏杆处站着一位青衣女子，双手抱着一把乌金刀，正目光冷冷地盯着他。正是那天晚上碰到的清玄。秦明立即起身，装作若无其事地朝楼上走去。他刚到8楼，就看到清玄打开走廊尽头一间房走了进去。秦明看了看身后，没有任何人跟来。他大步流星地窜到最后一间房，将门推开。奇怪的是，房间里竟然空无一人。秦明在房间里找了找，终于在床铺下找到机关，轻轻一按，轰隆一声，一道暗门出现在面前。他想了想，冲着暗门一跃而下。里面是一处长长的暗道，每隔10米墙壁上挂着盏油灯。秦明刚穿出暗道，就有一把冰冷的刀抵在了他的面前，是乌金刀。持刀人正是青衣女子清玄。在秦明身后又突然出现2名男子，一个个子不高但身体壮实，另一个瘦瘦弱弱的，染着一头红发。看这个非主流的造型，的确与蓝星上有些相似。就在这时，前面的屋子的门推开，一个美艳的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她一袭白衣，身体丰韵饱满，眉宇间流露出一种圣洁的光辉。她抬起玉手摆了摆，把刀放下。清玄皱着眉头：师傅，这家伙有可能是奸细。对啊，师傅。身后的胖子也跟着附和道：师傅，北窟岭他害得我们死了2人，他肯定是奸细。美艳妇人朝着秦明招了招手：你是叫秦明吧？过来坐。他眼神微微嗔怒地瞪了眼弟子们：你师叔的天赋是测谎，他怎么可能看错人？至于你们在北窟岭伤亡惨重，那是因为你们大意轻敌。少女清玄不服气地将乌金刀收起：师傅，就算不怀疑他是奸细，但是入门的测试还要的。清玄警惕地盯着秦明：听着，我们这里都是穿越者，我师叔被关在镇魔塔，这点你是清楚的，所以你要想跟我们对话，就得检验你的身份。秦明点点头，他已经习惯了备考，
第一题，背乘法口诀。秦明，清玄，你不是从民国来的吗？你也知道乘法口诀？我不知道，但是我师父知道，你尽管背就是。一得一，一二得二。第二道题，背元素周期表。特么还背这个，化学比较差的穿越者咋背？青海李皮鹏，后面的记不清了。好了，坐在桌前的娇美女子摆了摆袖子。你师叔之前肯定考察过她了，不需要再问了。你过来吧。秦明，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叫云水瑶，是五行盟炎火堂的堂主，被关在镇魔塔的穆思哲是我师弟。这边站着的3位都是我弟子。大弟子马强，长得又矮又壮的年轻男子朝秦明拱了拱手。二弟子叫刘宗火，红发优雅的男子对着秦明点点头。三弟子清玄，你们之前见过了。清玄依旧双手抱着乌金刀，面无表情。秦明应邀在桌前坐了下来。云水瑶给他倒了一杯深色的饮品，秦明拿到嘴边轻轻一舔，好熟悉的味道，这个味道你应该是知道的。秦明点点头，可乐，没想到穿越者连可乐都能造出来。你可别小看这世界的穿越者，千年以来不知有多少穿越者来了这个世界，他们创造的东西数不胜数。云前辈，在下有许多疑问，穆思哲前辈说我可以问你们。你说吧，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杀穿越者？你一下子就问到最难的一个，杀穿越者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杀的。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第一个穿越者来到这世界应该是2000年以前，真正我们和原住民彻底闹崩应该是1600年前。1600年前已经打了这么久了吗？那究竟是何原因？具体原因，有的穿越者说是因为穿越者来抢夺了这世界的很多资源，导致了原住民的反抗。有的穿越者说800年前穿越的那批人性格暴虐狠毒，遭到了原住民的仇恨。真正的具体原因到现在仍不明朗。云水瑶又给秦明续了杯可乐，接着说道，我们以前为了查清原因付出了太多，近千年来死去的穿越者数以万计。秦明心里暗暗震撼。那穆前辈说的原住民是兽究竟是什么意思？抱着乌金刀的清玄从旁边走了过来接话道，难道你那天晚上没看见吗？我那一刀刺中的是你肺腑旁一寸，你在晕倒前肯定有至少10个呼吸的时间能够保持清醒。秦明暗暗抱怨了一句，疯批美人，说捅就捅，差点痛死老子。不过他算得很准确，秦明的确清醒了10个呼吸。云水瑶秀美的眉头轻皱，再次温和道，目前我们穿越者了解到的就是原住民一旦修炼到通灵以上境界就会觉醒兽格，他们的速度力量都成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具体他们修行机制如何没人搞得清楚，穿越者把他们视为兽。但是切记，前辈验证过兽格不是法相。听到这里，秦明倒是忽然产生一种想法，或许原住民本身也并不是兽，只是到了通灵境界以后修炼的某种方法，就比如他看过的小说中类似魂骨魂环那样。但是这只是个猜测，现在谁也说不准。那目前我们的穿越者有多少人？你们这所谓的五行盟又是什么？穿越者明面上应该不下于5000人，散落隐藏的有多少不清楚。千年以来，我们在原住民的追杀下逐渐结成组织，组织主要的力量形成3派。第一派，五行盟。我们五行盟旨在调查穿越者和原住民之间仇恨的起源，并不随意欺负和辱杀原住民，但是遇到坏人罪犯，无论他是原住民还是穿越者，都先杀之而后快。秦明点了点头，表示认可。第二个大派组织名为青龙公会，青龙公会有白虎、玄武、朱雀3大副会长，青龙任会长，底下的穿越者比我们五行盟的人要多。他们所坚守的理念就是凡是原住民全部都该死。第三个大组织名为天道教，天道教的都是一些极端的穿越者，他们自认为是天命之子，无论是原住民也罢，穿越者也罢，都必须臣服于他们。他们手段毒辣，为了抢夺世界主导权，穿越者和原住民他们都杀。秦明听得心里很是震撼，这些知识他之前根本就没了解过，这世界远比他想象的更为复杂。那我们穿越者都会觉醒天赋吗？因为我在镇魔塔看到有些穿越者被关押以后很惨，他们如果有天赋的话，应该不至于会落到这种下场吧。云水瑶从位置上起身，他看着院子中一处小小的流水瀑布，轻声道，我可以肯定地说，每名穿越者都携带天赋，而且只有一种。秦明心里惊讶，其他人都有一种，而自己的天赋为复制，还可以复制其他更多天赋，而且他还有锁天壶带来的幸运点加成，他的运气真的非常的好。云水瑶接着道，只是有的人觉醒的天赋很鸡肋，比如我们五行盟就曾经有人觉醒厨艺天赋，他做的菜堪称一绝，随便什么菜肴只看一眼就能学会，但是修炼却一窍不通。
还有的修炼穿越者觉醒的可能是跳舞之类的。秦明立即就懂了，如果真是按这种方式来觉醒天赋的话，的确有些天赋是够鸡肋的。像这跳舞，在这残酷的世界又有什么用呢？还有个问题，前辈，天赋能够升级吗？这问题一出，云水瑶、清玄、马强、刘宗火全都转过头来。秦明，你果然很有悟性。我们这些人在加入组之前根本不知道天赋升级一说，你竟然自己就能够悟出来。秦明心想，他的锁天湖界面上显示的清清楚楚，天赋复制目前就是1级，那肯定就有2级、3级。你说的不错，秦明，天赋可以升级，但是升级需要精魄。精魄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见过天空中飞的那种火红色的噬魂鸟？秦明点点头，这玩意儿诡异的鸟在皇宫经常见，每次看到都有一种自带的惊悚感。这种鸟名为噬魂，每当有穿越者死亡，他们就会来吞噬穿越者的脑袋。他们吃的并不是肉，而是精魄。秦明想起来静香死的那时候，的确这些噬魂鸟从天空飞下来，将他的脑袋吃得空空如也。当时许多白羽卫还在喊静香的魂魄被吃，原来这些鸟吃的是精魄。前辈，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得到精魄就得残杀穿越者？那当然不是。云水摇摆摆袖子，历经1000年以来，穿越者和原住民爆发的战乱不断，每处的战场都留下了很多残魂怨气。时间长了之后，这些残魂怨气逐渐凝聚成型，我们将这种称之为灵境，精魄就得去灵境中寻找。可以这么说，精魄就来自穿越者和原住民的矛盾、战斗怨气。进入灵境，说不定可以解开穿越者和原住民生死之仇的秘密。秦明第一次知道灵境的概念，没想到这世界的秘密这么多。秦明很感兴趣，要知道他的天赋可是复制，如果能够升级，他就能复制2个、3个、4个乃至更多的天赋，届时他的修为实力就会更加强大。秦明，你是长公主府里的，那里比我们外面危险100倍都不止，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5星盟？秦明心里在犹豫。云水瑶接着说道，或许你现在有自己的特殊方法，可以躲在太阴宫不被发现，但是一旦你修炼到通灵境界，到时候必定会暴露。秦明神色凝重地看着云水瑶，云前辈的意思是，原住民修炼到通灵境界后会出现兽格，而我身上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必将暴露。是的，秦明，你很聪明。秦明原本以为用隐匿天赋可以一直隐藏下去，没想到通灵境界必定会暴露，这可怎么办？他如果不回宫，就在外面偷偷待着呢，好像也不是个好办法。不仅辜负了林英对他的好，而且外面也不见得有多安全。想来想去，秦明还是决定先带功力，同时加入5行盟，最起码能够得到更多有用信息。在这个到处是谜团、到处是危险的世界，多一点信息经验，就多一份活下去的希望。秦明点了点头，前辈，我愿意加入。好，要加入5行盟的话，都必须经历一次灵境考验。你刚好也需要灵境来提升自己天赋。3天以后，我会安排你进入一次灵境。秦明点了点头，答应了。时间不早了，我就先走了，不然太阴宫会引起怀疑。秦明说罢，对着周围人行礼离开。抱着乌金刀的清玄来到云水瑶旁边，师傅，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客气？他修为一点也不高。他修为不高，是因为他刚穿越过来。之所以对他客气，因为我和你师叔的看法一样，他将是破局的关键。为什么？他为什么是破局的关键？云水瑶来皇城前，盟主金阳子提前卜过天卦，说皇城有大气运破局之人。云水瑶看到秦明第一眼就感觉是他。当然，云水瑶没告诉其他人卜卦的事情。他很聪明又很善良，再加上他在长公主的太阴宫潜伏。长公主可是原住民里地位第2的 boss， 如果有他相助，我们穿越者说不定真的能够实现逆风翻盘，这场持续1000年之久的噩梦战争也该结束了。你们3个记住，有关于秦明身份一定要严格保密，有任何人泄露出去，我唯他是问。是，师傅。秦明买了4坛醉仙酿挂在雪居身上，又买了4份桂花糕、4份糖葫芦、4份冰雪蚕豆、4份蜜枣粽子、4份油糕，总共花去了10两银子。他又来到卖女子用品的玉女阁，给林英选了一把天喜木梳子，整整花去了近20两。这天喜木的梳子有特殊功效，会让头发更加光滑乌黑。秦明刚要离开玉女阁时，无意中一瞥，看到掌柜的柜台上摆着一盆红色犹如火焰的植物，人一接近就能感觉到上面散出热气。掌柜的，这盆这是烈火草，来自于极光城。烈火草看起来真奇怪，一接近就感觉非常暖和。客官，你真是太有眼光了，因为这银石城冷，我就专门购置了这盆烈火草放在门口，来让店里暖和一些。烈火草天性属火，
对于体寒之人有特殊效果。秦明不禁忽然想到，那一日长公主给他测血脉的时候，面色变得惨白，身上全是寒冰气息笼罩。想来长公主应该是长期修炼冰系功法，导致寒气凝聚。这个烈火草她应该需要吧？先不管她是受不是受吧，毕竟她又送功法又送剑的，总该回礼。掌柜的，这个能不能便宜一点卖给我？这位小哥，这烈火草我是好不容易搞到的，这个不卖。掌柜的，做生意嘛，哪有不卖的道理？你开个价。这位小哥，你也知道极光城凶险万分，要去极光城，中间还要穿过星光城，危险重重。人家镖局带回这烈火草肯定异常珍贵，虽然它对修炼无益，但确实能给人带来温暖。哎呀，掌柜的，你就别说那么多，开个价吧。掌柜的吹吹自己的八字胡，犹豫了3个呼吸。这样吧，看小哥眉清目秀，想必也是来自大家族，我就原价卖给你500两银子。500两，秦明的口袋里仅剩下了70两。这玩意儿怎么这么贵？掌柜的能不能赊账？不，小本生意怎能赊账？秦明从腰间取出镇魔令，我今日带的银子少，下次出来就给你。这镇魔令真是拥有神奇的效果。掌柜的一看到，神色都变了。整个大燕国有2大势力最为可怕，第一就是女帝陛下的白羽卫，兵甲多达数十万；第二就是长公主的镇魔卫，虽然只有几千人，但是个个狠辣无比。掌柜的几乎在瞬间就判断出眼前的秦明不好惹。好吧，这位小哥，那我就给你赊账，你下次出来一定还给我，不然小店拖家带口的。一定。秦明将口袋里剩下的70两银子全部拿出来赊账430两，他给玉女阁打了个欠条，上马离开。太阴宫上殿1楼，长公主诱人的娇躯裹着绿色丝绸躺在白玉椅上，修长润泽的双腿翘起，脚上那双红色皮靴格外显眼。此时此刻，长公主满脸怒气，眼神冷漠，在她面前跪着3人：林英、媚阳、萌兔。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敢私自把小晴子放出宫去？媚阳校尉支支吾吾的，脸上带着恐惧。纵使他们跟着长公主多年，但是长公主发飙的时候，谁都害怕。本宫再问你的话，回答。启禀长公主，都是末将的错。早晨起来睡眼惺忪的，还想再睡，外面又冷。小晴子说她替我去买酒，我没想那么多就答应了。混账东西！长公主忽然手臂一抬，一股浑然的冷气打得媚阳往后摔了好几米，撞在了柱子上。她胸口一阵难受，却又赶紧爬起来跪着。长公主，您是怀疑小晴子吗？她都杀了2个穿越者了，还把穿越者中有名望的穆斯者打成那样。她肯定不是。本宫知道她不是穿越者。近段时间那些穿越者在银石城活动频繁，她一个本宫宫里的人私自出去，修为低，很容易遭人毒手。长公主，末将没考虑到这个，末将知罪。你们这些废物，本宫看小晴子已经淬体1重巅峰，马上要突破淬体2重，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速度吗？别说你们12人，就是本宫和我那个号称妖孽的姐姐，修炼都没这么快。本宫还指望后面与穿越者的战斗中，小晴子能发挥作用。你们竟然私自把她放出去，万一被杀了，该当何罪？长公主发这么大的脾气，让底下站着的萌兔、媚阳、灵音全部意识到，长公主对小晴子很重视。也的确，原住民中可是很久都没出现过修炼天才了，反倒是那些穿越者造孽层出不穷。末将知错，末将马上出去找他。说罢，萌兔和媚阳全部转身。他们刚走到门口，就看到拎着一大堆东西正匆匆赶来的秦明。萌兔和媚阳顿时脸上一喜：小晴子，你回来了。林英转头看到秦明，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长公主，小晴子回来了。长公主将翘着的双腿收回来，慵懒地靠在白玉椅上，微微闭着眼睛冷声道：回来就回来，还让本宫去接她不成？私自出了皇宫，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秦明听到了这句话，但是他装作没听到。他一进来就将一大波东西放到了桌上。长公主，这是给您的醉仙酿，还有很多吃的。宫里那些东西吃多了，给你们换换口味。西式的桂花糕，东城的糯米团子，南城的糖葫芦、血豆饼等等。秦明噼里啪啦的把东西放在桌上，惊得萌兔、媚阳和林英都瞪大了眼睛，张着嘴巴。这家伙买个吃的要跑这么多地方吗？还买这么多？小晴子，你这得花多少钱呀？花光了，刚好100两。你个傻瓜，就算当上镇魔卫，1个月也才5两银子，你竟然把100两银子直接花光，还全买这些吃的。林英看长公主依旧闭着眼睛，脸上神色不好，她赶紧拿了2块桂花糕，欣喜道：长公主，秦明给您买吃的了，您吃一点。本宫不吃，
这些东西全都拿走。林英吐了吐舌头。蒙兔和媚阳两个人故意说道：“既然长公主说她不吃，那我们全部拿走，拿走，拿走。”他们三人虽然嘴上这样说，但依然给长公主每样东西都留了一份，赶紧高兴地出门去。秦明留了下来，他知道这件事情还没过去。长公主这疯批脸上全是怒气。果然下个呼吸，长公主突然睁开眼睛，怒斥道：“小晴子，你好大的胆子！谁允许你出宫的？”长公主，我是看天气严，寒风又大，就想着帮媚阳去买酒。帮，你是傻子吗？你有那个时间，为什么不要去修炼？本宫看你到达淬体一重巅峰，你若不浪费时间，你就可以突破淬体二重。长公主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因为她感觉秦明身上的气息已然到达淬体二重。她震惊了，当年她淬体一重就修炼了整整3个月，到淬体二重又修炼了大半年，眼前这个小晴子简直跟妖孽一样，这才短短5、6天的时间，她就到达了淬体二重。你是怎么修炼的？回长公主的话，出去给你买酒的时候，我就没停，一直在跑，跑的时候小周天大周天循环一直在继续，所以就突破了。长公主愣了愣神，感觉被打脸，她眼光又放在桌上摆着的吃食上，没事找事一般冷声道：“你对本宫撒谎，这些吃食本宫幼年经常吃，总共加在一起不超过10两银子，你还非说100两银子都花完了，你是在众人面前卖惨吗？”下个呼吸，秦明从怀里将那盆烈火草取了出来。烈火草长得枝繁叶茂，火红色的叶子上散发出阵阵热气，整个房间都温暖了几分。长公主眼睛一亮，这是烈火草，你从哪得来的？以前宫里从极光城开采，后来路途危险就没去了。长公主，这是我在玉女阁买的，她说最近有镖局去了趟极光城。你为什么要买这个？长公主，那日在你房间里测试血脉的时候，属下感觉到你好像有点冷，应该是修炼冰系功法导致的，所以。长公主面色变得缓和，但还是冷冷说了一句：“心思放在自己修炼上，别整天琢磨这些有的没的。”谁要你的烈火草？是，长公主，那属下先退下了。秦明刚走，长公主就在后窗口招招手，女校尉红蛇立即飞进来跪下。小晴子说，在玉女阁买的这烈火草，据本宫所知，这烈火草的价格绝不止100两银子，她剩下的钱肯定不够。小晴子撒谎了，很可疑。你现在立即去给本宫查。诺。秦明一来到外面，屋顶上萌兔和媚阳吃得正欢，林英则带着自己东西回了房间。秦明才刚走几步，忽然屋顶四周刷刷刷落下9道女影，个个身着紫色衬衣，外披精致的黑色盔甲，大长腿，黑靴子，腰间刀剑是他们的标配，正是12生肖的其他9位，就红蛇不在。小晴子，你什么意思？为什么只买给他们吃，我们的呢？秦明，长腿姐姐们，我和你们不熟啊，这都要攀比。屋顶上萌兔和媚阳故意吃的嘴吧唧吧唧响，仿佛拉仇恨一样。小晴子，鉴于你今日的表现，我们9人决定向长公主申请，来给你特训陪练。秦明，真的头大，女人咋都这么小心眼？各位姐姐，我下次出去保证多买点回来，我还以为你们在镇魔塔。屋顶上媚阳吃了一口糖葫芦，兴奋地站起来。哎呀，小晴子，你在哪里买的这糖葫芦？好甜啊！是啊。萌兔也站起来吃着桂花糕，又香又甜，这桂花糕绝了。等秦明再次回过头来，看到眼前9位女校尉，脸上的表情都跟要杀人一样。我靠，我咋闷头砸到狠女堆里来了？个个都是疯批。小晴子做好准备，今夜我们9人负责与你对打陪练。秦明一边走一边心里嘀咕道，在床上与你们10个对练，我都没胜算，如在外面的冰天雪地里，还不被你们打死。秦明趁着院子里人影消散，他来到林英的房间。今日的林英穿着一身淡绿色锦裙，腰间系着一条绿色玉带，原本天生丽质，穿什么都别具风格。他坐在桌前，东西全放桌上，一个都没吃。林英姐姐，你怎么不吃啊？我在等你啊。你买的东西都分出去了，你自己又没得吃。秦明心里微微有点感动，在这种时候也只有林英能够想到他，不像那个疯批长公主，要不是寄人篱下，真想抽他。秦明取出一块温热的桂花糕，递到林英嘴边，快吃点，林英姐姐，这是我专门挑的好吃的店买的。林英咬了一口，高兴的赞不绝口。宫里的东西吃得久了，一尝外面的真好吃。平时我也出不去，也不可能去街上买。12名校尉倒是可以出去，但是他们整天惦记着抓穿越者，也没心思去买这些吃的喝的。秦明有些无语，抓穿越者这么疯狂吗？真不知道哪一天如果身份暴露了，
这些疯批美人要拿刀剑怎样砍自己？唉，秦明，你也吃啊？秦明顺势抓着林英手里吃过的桂花糕，咬了一口，顿时林英白皙的脸颊一直红到脖子根。你怎么吃我吃过的？林英姐姐吃过的更好吃。林英的脸更红了，一直红到脖子根。对了，林英姐姐，除了这些吃的，我还专门给你挑了件礼物。秦明从袖子里取出那根天喜木梳子。林英惊喜道：这梳子好漂亮，闻起来也很香。这是什么质地？天喜木用这个梳头，头发又黑又亮，还清香。我好像听过天喜木，应该很贵吧？不贵，就20两银子。20两银子还不贵啊？秦明，我们在宫里当差1个月才50文钱，1年都没1两银子。林英姐姐，我说过的要对你好，这个不算什么，以后我给你买更好的东西。说罢，他就将天喜木梳子放到林英的手里。原本有些害羞的林英此时微微低着头，眼眶都红了。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对你好是因为你对我好啊。秦明抓住林英的手，温和笑道：从我来的第一天，林英姐姐就对我好，后面又是救我帮我秦明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林英咬了咬嘴唇，手里捏着梳子，很是欣喜。秦明看着她娇美害羞的样子，心里痒痒。他刚想抱抱林英，就听到院子里有动静。秦明不敢在这里久待，赶紧起身，轻轻捏了捏林英脸蛋，光滑细腻，满满的胶原蛋白。林英姐姐，我先走了，你把这桌上吃的再带点回去吃。秦明拿了块油糕，边走边塞进嘴里，把嘴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林英被逗得扑哧一笑，这一笑美的犹如开在冬日里的雪莲。长公主上殿，出去调查的红蛇回来了。长公主，末将去了玉女阁问那掌柜的，烈火草价值500两银子。长公主冷笑一声，本宫果然没猜错，这小琴子骗我，看来她的烈火草是用其他手段得到的。长公主，小琴子的确是从玉女阁买的。什么？她总共100两银子，又买了那么多吃的，怎么可能？长公主，末将问了，小琴子在店里赊账430两。原本正在喝茶的长公主唰的一下转过脸来。什么？赊账？是的，她的确赊账了，说是以后用自己俸禄来还。这个傻子，堂堂长公主府邸的人竟然赊账买东西。长公主将手中的茶杯扔在桌上站了起来，她在房间踱步。你说她傻不傻？长公主仿佛被人狠狠地打脸了一样。她猜测秦明肯定是通过其他手段得到的烈火草，绝对对她长公主撒谎。可是她却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赊账，就为给她买一个烈火草。赊账430两，现在宫廷太监每月50文，他赊账430两是疯子吗？这辈子不吃不喝也还不上。关键，他赊账买东西回来也不对本宫讲，他是不是傻？其他属下做一点是恨不得夸大其词挂在嘴边邀功，他倒好，一声不吭，本宫骂他，他也不反驳。长公主怒气冲冲地走到房间门口，她放眼看去，只见远处的黄昏雪地之上，秦明又一次开始了修炼。他一遍又一遍打着冰魄拳，动作标准连贯，气势浑然天成。长公主看得颇为欣赏。她忽然想到前几日秦明对她说自己家里特别的困难，家人都饿死了，好不容易来到宫里，有吃的有喝的，非常感激太阴宫，非常感激长公主。照现在这种赊账给她买东西的情况来看，她当时说的话难道是真心的？一念至此，长公主来到桌前，翻开秦明留下的吃的，桂花糕、糖葫芦、含血豆等等，每个都香气喷喷。那盆烈火草火热温暖，仅仅站在旁边，他就感觉很暖和。这个小琴子到底怎么回事？本宫给他测血脉收拾他的时候，他还惦记着本宫身上寒冷，真的是看不懂。去，将玉女阁赊账的430两给还上。门口站着的红蛇校尉面露难色。长公主，这个月朝廷给我们太阴宫的银两没有拨付。什么？前2个月砍掉1/3，这个月到现在又没有拨付？我这女帝姐姐想干什么？长公主，女帝那里一向都以白羽卫为先，朕魔卫军想经常会克扣，岂有此理！长公主韩月熙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整个白玉打造的桌子震成粉碎。金银对朕魔卫很重要，乃全大陆通用货币，玉和文物等一文不值。他手一伸，挂在墙上的月影剑嗖的一声飞了过来，被他一把抓在手中。本宫这就去找韩月离算账。秦明刚将一套冰魄拳打完，他就听到身后风驰电掣般的声音窜上云霄。秦明转身看到身着黑色盔甲、手握月影剑的长公主正踏云而去，她全身杀气腾腾。这疯批女人又去杀穿越者了。可是不对啊，她飞去的方向怎么会是女帝的掌火殿呢？
秦明正满心疑惑，旁边走来的林英满脸带着忧虑，又要打起来了。林英姐姐，什么打起来？女帝，长公主她们3姐妹不和，我在的这8年，她们经常战斗，打得可凶了。3姐妹？为何我只听说女帝和长公主，还有个3公主，前年出家了，后来就没见过。突然，一道月影剑剑气和一团深蓝色火焰在空中炸开，长火殿方向传来噼里啪啦的剧烈震动，整个皇宫都仿佛要被震塌一样。秦明心里感叹，2个疯批 BOSS 打架实在是太可怕了。林英姐姐，你知道他们为何打架吗？陛下一直想把镇魔塔收到自己麾下，长公主不给，为此经常爆发矛盾。秦明心里暗暗想着，有矛盾就好，2个原住民的超级 BOSS 互相残杀也是好事。谁知林英再次喃喃道，这么多年，我只见到长公主和陛下在一件事情上格外一致，那就是去追杀穿越者。秦明，疯批啊，穿越者是把你俩给欺负了吗？为啥非得针对？万一哪天自己神功大成，这2大美女 BOSS 同时进攻我能扛得住吗？哎，肯定不行，那样腰扛不住。接下来的3天，秦明都没有看到长公主，他猜测可能那天与女帝的战斗中受伤了。秦明也是连续修炼了3天3夜，他的归西灵诀修到大圆满，冰魄全修到小圆满，斩天剑修到小成，自身的境界也一举突破淬体3重境界。秦明感觉当归西灵诀和隐秘天赋配合在一起，速度真是快得离谱，而且气息隐秘，出其不意，就算面对比自己等级高的，也可以凭速度周旋。秦明打开锁天壶，当前幸运值点数90，可以抽取2次，花费幸运值40点抽取成功，获得2阶丹药。大力丸，我靠，咋又是大力丸？我要那么强的气血持久力干啥？花费幸运值40点抽取成功，获得阎罗真匣。阎罗真匣，暗器，可使用3次，每次释放阎罗针3根，敌人猝不及防，可对人、妖、兽、鬼等任何生物产生伤害。听起来很不错呀。秦明将这阎罗真匣取出来，暗器只有手掌大小，非常便于隐藏，上面刻着古怪的花纹，极为精致，保命手段又多了一个。按照约定，秦明今日的去灵境，只有这种穿越者和原住民的怨念残梦灵境，才能够提升他的天赋等级。毕竟云水瑶说过，原住民一旦受化，攻击力、防御力、速度会提升数倍乃至数十倍，这种可怕的对手，单纯靠修为是没法对付的。天赋是穿越者的保命符，所以秦明升级天赋等级迫在眉睫。秦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长公主门外请示，说自己去镇魔塔学习简体字。没想到疯批长公主竟然同意了，这让秦明喜出望外。他捏着怀里的手印，欣喜地出宫而去。所幸连续走了好几条街，秦明都没发现有人跟踪。在醉仙楼的后门，早已经停好了一辆深棕色的马车，马车前少女清玄抱着乌金刀，面目冷酷，看起来她已经等候多时。她看到秦明来了，一言不发，直接跳上驾车位置。秦明也顺势钻进了马车，车里面坐着2名男子，都是见过的，一个又矮又壮，叫马强，另一个染着红头发，戴着兜帽遮挡着，叫刘宗火。虽然第2次见面，但是马强和刘宗火似乎并不想和秦明多说话，两人窝在墙角处拨弄着手里的武器，一言不发。1个时辰后，马车进入银石城的西城，这地方人烟越来越少，两边的房屋建筑也是破损不堪，长满杂草，看起来这里之前经历过多次大战，墙壁上的刀剑印记还清晰可见。终于，马车在一杂草丛生、断壁残垣的废墟前停了下来。清玄在马车前冷声一句：“到了。”他手握乌金刀，青色的紧身衣衬托出完美俏丽的身材，长长的辫子上插着一根非常尖锐的金簪，金簪尖头上还沾着血迹。秦明心里暗念一声，这女人可真疯狂。首先，我得知会你们3人，师傅来的时候说了，灵境里是会闹鬼的。秦明，他疑惑地问道，难道你们3人也从来没进过灵境？清玄双手抱着乌金刀，冷酷道，反正我是第一次。马强和刘宗火也均是摇摇头，之前所用的精魄都是组织发下来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历练。秦明心想，加入组织还有这种好处，竟然发精魄。4人踩着荒草断壁往前走，周围黑暗里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显得格外诡异。秦明的归西灵诀大成，即使如此昏暗的环境下，他仍旧能够辨别清楚100米以内的东西。走了约200米不到，秦明看到一座破旧牌楼，横梁上面刻着4个繁体字：银石贡院。看来不是读书就是科举的地方，只是这贡院为什么会荒废？
难道真的是因为闹鬼？玄幻世界应该不至于怕鬼吧？秦明又往前走了10几步，骤然间他察觉到了不对劲。刚才他的龟息灵觉分明感知到周围100米几乎全是断壁残垣，可是现在竟然出现了科考时考生坐的小隔间。身材矮壮的马强握着拳头走到前面来，抱怨道：“师傅说五行盟提供的消息，这里有处灵境，怎么什么都没有？”清玄双手抱刀，皱着眉头。旁边的刘宗火面色严肃，也是摇了摇头。难道这灵境的触碰到什么机关来触发吗？秦明转头看着3人冷静道：“难道你们没发现我们已经处在灵境中了吗？”什么？马强大惊失色。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周围几乎全部都是残墙断壁，可是现在周围的情况已经变了。刘宗火右手抬起，呼的一声，燃起一团红色火焰。看来他的天赋跟火焰有关。刘宗火左手右手分别向两边推出一个火球，骤然间火球照亮了周围，只见两边全都是一个挨着一个的考试隔间。外面的大门破成那样，没道理，里面隔间还这么崭新。看来秦明说的对，我们已经进入了灵境。马强3人全部看了秦明一眼，他们意识到这个新人很不简单。警告：危险程度提升5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50倍。秦明立即心生警惕。突然，马强非常火大地吼了一声：“谁在碰我？”他握紧拳头朝身后一拳砸出，轰！随即刘宗火又是一团火焰生出，眼前的一大片黑暗被照亮，哪有什么人，甚至连个野兽都没有。马强，你是不是神经质了？你一个粗男人，谁碰你干什么？刘宗火这话刚落，突然感觉有人在自己耳根后面吹了一口气，吓得他浑身一抖，霎时间又扔出一团火焰来，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有人，我们这周围有人！刘宗火吼了一声。就在这一刻，秦明也陡然听到一股毛骨悚然的磨牙声在耳边响起，他的龟息灵觉已经练到大圆满，他根本没察觉到自己周围有人，可是这声音却是这么真切，吹的气息就仿佛在耳边一样。秦明握紧拳头，冰魄拳一拳砸出，轰！依旧是拳头打空，啥都没有。他取出自己的落血剑，体内的灵力注入剑鞘之内，霎时间落血剑发出隐隐的蓝色光芒。就在这时，突然刷一道白色身影从他面前闪过，犹如幽灵一般。秦明握紧了落血剑，向前挥出一剑，咻！一道剑气直冲而过，然而那白影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鬼？清玄，云前辈有没有说过如何破解灵境？清玄没有回应，马强和刘宗火也没了声音。秦明唰的转身朝身后看去，只见昏暗阴森之下竟然空无一人。我靠！他们3人前个呼吸还在这里，怎么就这样消失了？人呢？清玄、马强、刘宗火，无人回应。周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黑暗里阵阵阴森冷气不断袭来。秦明赶紧让自己冷静下来。滋咯吱，他的右耳边又传来恶鬼磨牙的声音，仿佛在吃什么东西，声音极为刺耳可怕。秦明挥动落血剑朝身后斩落，竟然还是空无一人。他的心脏扑通扑通直跳。云水瑶前辈说过，每个灵境都是穿越者或者原住民的怨念所化，总有破解的方法。那么找到这个怨念残魂才是最重要的。一念至此，秦明握着落血剑继续往前走，他的耳边时不时传来沙沙沙的诡异声音，甚至眼前还不断晃过白色的身影。无一例外，当秦明感知时，却仍旧是空无一物。这座贡院非常大，类似这种考试隔间有上千个。秦明走了半个时辰，他忽然间想到，既然这里这么多考试隔间，秘密很可能就藏在隔间里。他推开了自己右手边的隔间，桌子摸起来坑坑洼洼的，隔间里只放着一张凳子，其他空无一物。秦明又推开另一个考试隔间，这一次他竟然在墙角发现了一个深红色的箱子。箱子不大，1尺见方，上面挂着的铁锁锈迹斑斑。秦明挥起落血剑，咔嚓一声将锁劈开了。他打开红色的箱子，一刹那，一只血淋淋的手映入眼帘，惊得秦明往后退了好几步。那是一个小孩的手，手指纤细，上面还有冻疮，染满鲜血。什么鬼？为何会有小孩的手？秦明心跳砰砰砰加快，心脏都仿佛从嘴里跳出来。他又推开下个考试隔间，没有箱子。秦明又连续推开3个，竟然又看到一个红色的小箱子。当他打开之后，里面竟然放着一只血淋淋的小孩耳朵，耳朵上也有冻疮。究竟是谁这么丧心病狂干这样的事情？秦明从隔间里退出来，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一声叫喊，是马强的声音。他赶紧朝着声音方向奔跑而去。有鬼！有鬼！
身材壮硕的马强从一个隔间里冲出来，他握着拳头胡乱挥舞。有鬼，还打不着。他看到秦明，总算是镇定了一些。秦明，有鬼，这考试隔间里竟然有半条孩童手臂，上面全是血。下个呼吸，他们又听到远处清玄的叫声。秦明和马强往前狂奔，拐过一条长廊，他们看到清玄和刘宗火不断挥舞着长刀，神情格外紧张。怎么回事？刚才怎么突然就走散了？我也不知道，有一个白色影子来回在耳边吹气，真 TND 惊悚。我在隔间发现了木箱子，里面竟然放着一只脚，还是小孩的。清玄深吸了好几口气，他眼神看向一直不讲话的秦明。与其他两人相比，秦明显得格外冷静，这不免让一向高冷的清玄都生出一丝敬意。秦明，你怎么看？秦明还未讲话，马强握紧拳头，气势汹汹地喊道：什么怎么办？要我看，我们就把这考场全部给拆了，要不扔一把火把这里烧了。刘宗火皱着眉摇摇头，我刚才试过了，火焰对这些考试隔间没用。这话一落，马强都被吓了一跳，清玄的面色变得更凝重。他走到秦明面前来，双臂抱着刀。秦明，你怎么看？秦明微微皱眉说道：云前辈说过，灵境是穿越者或原住民的残魂怨念凝结而成，如果不能破解背后逻辑，单凭蛮力是根本不行的。马强、清玄、刘宗火三人若有所思，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考试隔间里出现的红箱子？当然发现了，打开以后里面血淋淋的，不是手臂就是肉块，恶心渗人。我也发现了，而且我推的几个箱子里全都是碎肉带着皮，看起来像是个小孩的，很可怜。秦明点点头，我在想，这些肢体碎肉虽然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如果把它们拼起来的话，会不会能找到新的线索？清玄、刘宗火、马强全都陷入思考，拼接尸体这事情怎么听怎么邪乎。沉默了3个呼吸后，清玄率先说道：我觉得秦明的方法很对，那就按照秦明所说，把那些肢体全部收集过来。秦明指着自己面前的考试隔间说道：这里是地字区8号，我在这里进行拼凑，你们把所有的肉块器官收集到这里。好，就这么办。清玄三人立即展开行动，消失在黑暗里。秦明从隔间搬了张桌子出来，准备在桌子上拼接尸体。突然，一阵阴风吹过，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00倍。秦明一抬头，看到隔间角落站着一道白影，他低着脑袋，长长的发髻散落在肩头，肩膀背着书生竹篓，右手还握着一支笔，只是那笔头上沾的全是鲜血，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秦明汗毛冷竖，整个人被惊得心都要跳出来。他鼓起勇气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白色虚影一句话不说。秦明抓起落血剑，剑刃散着蓝色光芒，他握剑陡然用力，一道剑气劈了出去。咻！那道白色虚影再次消失。等秦明转过头来，就看到他又出现在屋顶，依旧是同样的造型，静静地面对秦明。他也不说话，也不进攻，诡异至极。转眼间，清玄捧着2个耳朵，马强捧着半条手臂1只手，刘宗火捧着2个1/3的断腿跑了过来。秦明看了眼楼顶上的白色鬼影，他站在那里依旧一动不动。秦明干脆不管了，先拼凑尸体要紧。他给蓝色的落血剑注入灵力，散出隐隐的光芒，将桌子照亮。这些碎血肉散发着极为难闻的血腥气息。秦明的心脏跳得极快，紧张的手都有些发抖。以前拼的最多的就是卡片拼图，可是谁想到现在竟然要拼一具尸体，而且还是一具孩童的尸体。究竟是谁他妈这么残忍？秦明忍着恶臭一点点拼凑，起初清玄他们拿过来的还是相对完整的器官，到最后竟然有许多带皮的碎肉，很是惊悚残忍。秦明一边拼凑一边思考，难，太难了，还被一只鬼给盯着干活。等到大致的人样出来时，秦明可以辨别尸体是个7、8岁的女孩。他终于把最后一块带皮的碎肉拼好。忽然，原本楼顶站着的白色鬼影竟然发出低沉的哭泣声，那声音仿佛怨鬼锁魂，响彻整个贡院。秦明、清玄4人紧紧盯着白衣鬼影。突然，整个银石贡院的画风陡然变化，原本黑漆漆的环境竟然天亮了，周围出现许许多多的虚影。他们穿着白色、蓝色、青色的书生装，背着竹篓，拿着笔墨纸砚，个个信心满满的向着贡院里走来。秦明4人站在主路上，这些考生仿佛根本看不到他们。前面的凉亭高台站着一位考官，他捋着胡须，大声喊道：请各位考生尽快进入考舍，考试将在1刻钟之后开始。许多考生从秦明他们周围走过。就在这时，考场门口
有位穿着白衣的书生引起了众人注意。他背着破旧的竹篓，右手牵着个小女孩。小女孩年龄不大，7、8岁左右，衣服破烂，显得极为瘦弱。考官大人，在下王宇，家中父母都已去世，我是与妹妹一起过来参加科考的，还求您能让妹妹进考场，找个地方坐下，等我考试完毕再带她离开。不行，考场重地，岂能允许无关人等进入？书生王宇转过身来，满脸温柔地对着妹妹说道：妞妞，你就在考场外等哥哥，今日考的是诗词，哥哥30年寒窗苦读，一定并且高中金榜，到时你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哥哥，妞妞好饿，你等哥哥考完就带你去吃好吃的。考官单手负于身后，大声问道：王宇，你就这么有信心定能高中金榜？王宇人穷之不穷，非常自信地言道：我王宇3岁习字，5岁作诗，30年寒窗苦读，今日定能高中金榜。考社里的年轻学子也在低声嘀咕：我也听说这个王宇才高8斗，的确很厉害。是的，听说他2个时辰就能做一首好诗，这次定能得到圣上恩宠。站在高处的考官也是捋捋胡须，赞赏道：如果真的2个时辰就能做首好诗，你王宇的确是个天才。这话刚落，只见甲字03号考社里一名青衣书生大声笑道：考官大人，如果2个时辰做首诗是天才，那么我萧晨半刻钟做一首又该是什么？秦明4人军看向青衣男子，见他走路时露出青袍下的裤子，竟然是一条牛仔裤。穿越者，秦明几人认了出来。对于穿越者来说，半刻钟做首诗的确很容易。周围的其他书生马上就不服气了，人家王宇是才子，才2个时辰做一首，你1刻钟就想做一首，简直痴心妄想。是啊，他怎么可能比得过王宇？青衣男子萧晨目光炯炯地盯着王宇，大声喊道：王宇，既然大家都觉得你厉害，你敢不敢在今日考试时与我一较高下？白衣书生王宇将自己竹篓放下，周围人都在起哄，就连站在高台上的考官也是对王宇充满期待。王宇想，自己本就天才，还苦读30年，难道还比不过一个15岁少年吗？比就比。好，青衣穿越者萧晨一拍桌子：考官大人，您听到了，如果今日我半刻钟做了首好诗，而他王宇没做出来，就让他滚出考场。听到此处，清玄走到秦明旁边轻声道：这个穿越者萧晨有些可恶，分明就是想踩着别人上位。秦明点点头，但是他忽然想到，自己在蓝星上看了许多小说，穿越者不都是如此？文超公来欺负别人的30年苦读。比赛开始了，场上其他学子一边答题一边看热闹。结果半刻钟不到，青衣男子萧晨果然做好了诗文。考官大人，我的诗文做好了，就是最近手指骨头疼痛，写字不太好，请见谅。秦明心里嘀咕，哪个穿越者毛笔字写得好的？周围的众多学子大惊失色，就连正在冥思苦想的王宇也被惊到了。考官拿起卷子来，大声念道：赵克漫胡鹰，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秦明4人一听就是李白的侠客行。周围的学子们一片喝彩声，太工整了，意境高远潇洒。王宇输了，人家半刻钟就做出了如此千古名诗，乃是大才子。原来我以为王宇是天才，没想到在萧晨面前，王宇算个屁啊！已经年近40岁的王宇颤颤巍巍地看着那首诗，他不服气地问道：你这里面的赵克是什么意思？就是赵国的刺客。可是我们历史上没有赵国。萧晨愣了愣，立即胡乱说道：当然是虚拟的，你个傻瓜，输了还不滚出考场？我不服，我自小就是神童，还寒窗苦读30载，2个时辰尚且做不出一首名诗，你竟然半刻钟就可以？不服你也输了，滚吧！萧晨挥了挥手，周围的其他人也跟着挥手，快滚吧！王宇，输了就要认。连那考官都拿着诗文，非常兴奋地喊道：萧晨，你这真是好诗啊，题目能否加上老夫这个考官的名字啊？以此我也能流传千古。当然可以，考官大人，只要让他滚出去就行。好，王宇你输了，赶紧给我滚出去！来人啊，把这王宇给我做扔出考场！霎时间，在王宇声嘶力竭的呼喊中，被2名差役夹着胳膊拉了出去。天空下起了大雪，整个考场周围都被白雪覆盖。秦明他们也感觉到一阵寒意，真是太过分了。清玄握着刀向着萧晨的虚影走去，我要砍死他，怎么能如此欺负人？结果他一刀斩出，这考场的画面顿时破碎。骤然间，秦明他们眼前又出现了另一个场景，大雪落满街道，寒冷无比。一处破庙墙角，白衣书生王宇和妹妹缩在角落，妹妹冻得浑身发抖。哥哥，我好冷好
王宇不断哭泣，泪水流满了脸颊。哥哥，他们说你被赶出考场了，是不是今年没法科考了？王宇心里一难过，噗，他吐出了一口鲜血。我不信，我不信这世间有人能够半刻钟做出千古名诗。我不信，他的字写得那么丑，他竟然能做出好的诗文。王宇崩溃地站起身来，他看着漫天大雪，痛哭流涕。父母为了供我读书，生病吃不起药，活活病死，家里的房产也被我变卖了，带着妹妹来京城科举，没想到今日竟然被赶出考场。苍天啊，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为什么？噗！王宇再次一口鲜血喷在洁白的雪上。这一幕看得秦明众人心生不忍。秦明，你们快看！清玄指着墙角悲伤道：“那小女孩妞妞好像冻死了。”果然，那个又冷又饿，把所有希望都放在哥哥科举的小女孩妞妞，竟然真的冻死了。她的双手、双脚、耳朵上全部是冻疮。秦明也霎时间想起，他刚才拼好的尸体，耳朵、手脚上都是冻疮。看来拼凑的尸体就是这孩子。耳边传来王宇撕心裂肺的痛哭声音，他抱着妹妹死去的尸体痛哭流涕。妞妞啊，哥哥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他半刻钟打败我30年寒窗苦读啊！就在这时，酒楼掌柜的带着2名小厮走了过来，一脚踢在了王宇身上。你个穷破书生，住我酒楼2日，说自己能够高中，却输给人家才15岁的少年，简直丢人现眼！快把我们欠我酒楼的3两银子还过来！王宇此时早已经内心被痛苦占据，他只是在不断的哭泣流泪，恨这苍天的不公。那名小厮轻声说道：“掌柜的，这几日清晨书生这么多，咱们包子店就在考场门口，本来能大赚一笔，可是王宇这破书生竟然不还钱，那我们拿什么去买肉？”肥胖的掌柜的转头将邪恶的目光放在了妞妞的身上。既然这穷酸书生还不了账，就用他妹妹来还，给我带走。此时大雪纷飞，等书生王宇反应过来时，妹妹冻死的尸体早就不见了。他急急忙忙一直找到了考场门口的包子店，传来阵阵诱人的香味儿。许多考生出来之后都买包子吃。王宇披头散发的瘫倒在地上。许久，那名和他对视的青衣男子萧晨走了过来，他拿起一个包子扔到了王宇的面前：“吃吧，知道你很饿，我只是想赢了你，并不是想要你的命。我不服气，我30年苦读，我凭什么会输给你？”萧晨脸上邪邪的笑了笑，他低下身来，趴在王宇耳边轻声戏谑道：“30年苦读啊，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个学渣，我就不小心背了首诗，就把你碾压了。你是不是觉得很难过？”哈哈哈！萧晨大笑着被众人簇拥离去，气得旁边的清玄提着乌金刀再次冲了上去，却被秦明一把给抓住了。“别去，这是幻境，可能是曾经发生的事情。你现在去砍他有什么用？这种烂人原本就是学渣烂货，穿越到这里来欺负人，他算个什么东西？”墙角处缩着的王宇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包子，他没忍住咬了一口，结果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他取出来竟然是一枚铁环做的戒指，上面还有写着妞妞2个字。霎时间，王宇整个人跟疯了一般。妞妞，妞妞啊！他起身要去找那萧晨和包子店算账，却一步跌倒，再也没有爬起来。王宇死了，鲜血染红了一大片的雪地。就在这时，周围所有的幻境画面突然消失，天空又一次阴沉黑暗，一股冷风刮过，那屋顶上站着的书生鬼影骤然向着4人冲来。他散落的头发被冷风吹开，满脸都是鲜血。“你们这些该死的穿越者，你们这些该死的穿越者，还我命来！”秦明下意识往左边一闪，这鬼物好像已经通灵2重境界。马强和刘宗火也赶紧退后。然而那清玄却跟个战斗狂人一样，握着乌金刀就冲了上去。他2脚在地上一点，纵身跃起，双手握刀。天赋刀术序列33，发动。轰长达5米的刀影斩落。已经通灵1重境界的他面冷如霜，然而那白色鬼影却瞬间消失在原地。他乌金刀将房屋斩得噼里啪啦作响。秦明刚将落血剑抓在手里，就感觉到耳边传来冷冷的呼气声音。他二话不说，天赋隐匿和龟息灵诀同时施展，身影暴退的同时使出斩天剑诀，修一道剑气杀向黑暗。虽然秦明修为仅有淬体3重，但速度惊人。马强、刘宗火看得惊讶极了。袭击秦明的白色鬼影再次消失。结，周围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白色书生的鬼影到处都是。该死的穿越者，抄袭诗文欺负我，该死！你们全都去死！去死！马强握紧拳头，这鬼故弄玄虚，我们上！
马强握紧拳头，露出爆炸的肌肉，他脚使劲在地上一踩，天赋硬骨序列40，发动霎时间，他的肌肉开始被筋骨凸起，身高足足高了半米。轰！马强一拳砸向身后鬼影，然而这一拳出去竟然落空了。那白色鬼影突然出现在马强面前，等他转过身来时，书生鬼伸出长长的利爪去刺他的喉咙。这家伙竟然一下子就找到天赋硬骨的缺陷，喉咙脆弱。刘宗火又将一个直径1尺的火球砸了过去，他火球在马强面前碎开，那白色鬼影顿时被惊得撤走。众人赶紧过去想看看马强伤势如何，结果鬼影书生却突然又出现在刘宗火的面前。刘宗火赶紧施展天赋火焰，2道火球分别砸空，他心里一紧张，立即转身逃跑，却被鬼影一下子捏住了脖子。你们这些该死的穿越者，全都去死！鬼影书生刚要使劲，清玄一刀当空斩落，鬼影书生捏着刘宗火暴退3米，刚好距离秦明只剩5米。秦明拿出阎罗真匣，嗖嗖嗖，3根阎罗真顺势杀了出去。阎罗真匣对人妖鬼兽都能造成伤害，果然3根针穿过，鬼影书生发出一声惨叫。一个呼吸后，清玄握着乌金刀再次出现，他连续数刀逼得那鬼影步步后退，最终啪的一声虚影消失。秦明立即将感知力提到最大，鬼哭的声音从4面8方传来，一声接着一声，格外凄惨。突然秦明感觉身后一阵寒意，他连身都没来得及转，就将阎罗真匣朝身后释放而出。嗖嗖嗖，3针杀出，鬼影又是一阵惨叫。从地上爬起的刘宗火气急败坏的连续扔出10几团火焰，终于鬼影书生的身影逐渐涣散，他飘至屋顶，却被早已经在那里埋伏的清玄顺这头顶一劈而下，白影书生彻底化为乌有。众人大口大口喘着气，怎么回事？这王宇的怨念明明已经死了，怎么这灵境还不解开？秦明想了想，将目光又一次放在妞妞的尸体上。大家跟我一起把这尸体安葬吧。你确定安葬这尸体有用？不确定，但是根据刚才幻境的画面，我觉得王宇跟他妹妹挺惨的，尤其是小女孩，她没做错任何事，被饿死之后还做成了包子。马强抹了抹嘴角鲜血，不解道：秦明，我不明白的是，既然他妹妹被做成了包子，为何这些尸体碎块会出现在考场的角落？这个简单。清玄双手抱刀从房檐上跳下，参加科考的考生很多人都吃了包子，所以妞妞碎肉残肢才会出现在各个考舍里。秦明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他与众人一起在左边墙角挖了一处深坑，一点一点地将碎开的尸体放了进去，随即又盖上泥土。待他们刚做完这一切，原本周围银石共院的幻境终于哗的一下消散了，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又是刚才残肢断臂的荒芜地带。通过了，这灵境终于出来了。师傅给我们初次选的灵境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简单什么简单？还不是秦明这小子反应快，如果把我圈在里面，圈个10年也出不来。秦明笑了笑，就看到有4块蓝色金魄从空中落下，他们一人取了一块。秦明捏在手里冰冰凉凉的，里面充斥着能量。以前是师傅给金魄拿来升级天赋，没想到这玩意儿得到这么艰难。马强捏着金魄憨厚笑道，自己得来的金魄怎么摸起来感觉这么好？刘宗火长舒一口气道，来之不易啊，差点都被鬼捏死。秦明将金魄收起，他一转身就看到清玄已经朝外面走去，背后那长长的辫子左右摇摆，英姿飒爽。这个女孩还真的是特立独行，刚才在幻境中的战斗作风也异常彪悍，最后那一刀更是将鬼书生劈死。看似简单，实际里面肯定蕴含大量灵力技巧。秦明与3人乘坐马车回到醉仙楼后院，云水瑶早就在此等候。你们几人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了半日，师傅，你也不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这灵境要怎么破，我们差点就死在里面了。每个灵境都只存在一次，没有任何经验之说，根据溢出的煞气可以大概判断强弱，进去是怎样的会得到什么，全靠运气。原来是这样。清玄在旁边小声将灵境中的事情给师傅云水瑶说了一番，特别是秦明的冷静和机智。云水瑶点点头，起身来到秦明面前。秦明，恭喜你获得了加入五行盟的资格，我们五行盟有金木水火土5个堂口，你愿意加入哪个？云水瑶秋水般的双眼饱含欣赏。如果你想加入我炎火堂，我特别欢迎，并且作为拜师礼，我会将清玄的金魄一并送给你。清玄，他一听立即就不高兴了，咬着嘴唇急切道，师傅，你也太偏心了，我的凭什么给他？再说了，
他要不愿意加入就不加入，我又不想多个太监师弟。秦明一听来劲了，云前辈，其实我真的很想拜你为师，只是我不喜欢做小弟子，而且我比较喜欢师妹。如果能让清玄做我师妹的话，我……铮的一声，清玄拔出了乌金刀，直指秦明。你在乱说，放肆！云水遥冷哼一声，秦明，你说的要求不难，师父答应了，以后就让清玄做你师妹。这下把清玄气得脚一跺地。哼！清玄，把你的精魄拿来，借为师一用。师父，这是我好不容易得到的，师父说了给他的见面礼，那就给他，等下次师父到五行盟拿精魄还你就是。说罢，云水遥接过清玄的精魄，放到了秦明的手中。清玄气的两只眼睛瞪着秦明，饱满的胸膛起起伏伏。小师妹，别这么气，你都到通灵境了，你师哥我现在才淬体3重，特别需要精魄来提升天赋，谢谢了哦。哼！清玄扭头就朝着屋里走去，他那白皙的小脸气得鼓鼓的，一边走一边跺脚，嘴里嘀咕道：死太监，等下次师父不在，看我不找你报仇。云水遥将秦明带到旁边密室，密室正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一张红木椅，桌子上放着一坛香炉。云水遥递给秦明3根清香，你既已拜我为师，在这种特殊时候，我们就简单的行拜师礼。跪下！秦明立即接过3支清香，跪在了蒲团上。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先拜我们五行盟的历任盟主。秦明随即冲着香炉行了拜礼。再拜我们现任盟主金阳子，他现在不在银石皇城，等回来了，我会安排你们见面。是，师父。秦明又再次冲香炉行了3拜之礼。紧接着，云水遥在红木椅上坐下，他一袭白衣，袅袅青烟笼罩在他的周围，犹如圣女仙子一般。秦明，今日拜师，你可是真心实意？师父，弟子真心实意。好，行拜师礼。秦明磕了3个头起身。云水遥从袖子里取出1沓银票，足足有近2000两。师父，这全部是为师给你的，你装好，别让其他师兄妹看见。师父，我见咱们醉仙楼生意也不是很好，2000两的银子太多了，你拿着。云水遥语重心长地说道，我既收你为徒，就得真心待你，其他弟子都在宫外，他们的安全由五行盟保护，你却不一样，你身处在那太阴宫，长公主杀人不眨眼，我们有很多穿越者死在他手里，你在宫里生存需要银子打点，装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秦明心里微微有些感动，萍水相逢认了个师傅，他并没有给五行盟做出什么贡献，但云水遥却待他很好，又是给精魄，又是给银子。弟子谢师傅。秦明，你在宫里还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为师帮你的？秦明微微想一想，轻声道，师傅，还真有一件事，我穿越到这世界的时候杀了个叫小晴子的公公，我在宫里冒充的就是他的身份。什么？云水遥十分惊讶，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太监？师傅，我没有说我是太监啊，你们怎么？云水遥面目泛起淡淡红晕，毕竟和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谈是不是太监这样的话题，他是有些不好意思。那是我们误会了，以为你在太阴宫里就是太监，那你岂不是更危险了？师傅，我有特殊的方法，弟子请您帮个忙，就是查查那个小晴子身世，看看有没有相同地方来的老乡在宫里的，我生怕哪天突然露馅，为师知道了，的确是够危险的，这件事刻不容缓。他有没有什么特征？师傅，我只知他的腰牌写着小晴子，他的左眼睛到脖子有道新伤疤，个子跟我差不多，长得与我也有些相似，来自于寒夜城西郡。好，为师知道了，我一查出来就让清玄给你送信，如果能解决的，为师会尽力帮你解决。弟子谢师傅。别谢了，天不早了，赶紧办你的差事去吧。对了，如果有可能的话，给你师叔带点吃的。弟子遵命。秦明买了4个烧饼，他来到镇魔塔后，并没有立即去往穆斯哲所在的炼狱，而是在书架前坐下。秦明给面前摆本书装样子，然后缓缓地运转身体灵力，他取出2团蓝色的精魄，先吞了1颗。霎时间，锁天湖出现字迹，发现精魄能量可升级天赋，请选择升级复制天赋，复制天赋序列9，升级成功，等级2级，可复制其他穿越者天赋数量。2葫芦义父，如果再用1个精魄，是不是可以将复制天赋升到3级？天赋由2级升到3级，需要精魄2个。秦明，算了，还是把这个精魄先加到隐匿天赋上吧。升级隐匿天赋序列103，升级成功，等级2级，可完美隐匿呼吸，隐匿血脉，隐匿修为，战斗时速度提升3倍。真没想到隐匿天赋升级之后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发动袭击时可以提速度3倍，
这不就是暗杀神器吗？666，简直太牛了！秦明再修炼了一会儿，将淬体3重境界巩固，又开始推演繁体文字，一直等到傍晚时分，镇魔塔内变得更加黑暗了。秦明才悄悄地向穆斯哲方向走去。炼狱里的萤火石已经变得非常暗淡，到处昏昏暗暗，哀嚎声不断。两边囚牢里关着的穿越者一个比一个凄惨，他们全部用希冀的目光看着秦明。有一名女穿越者还穿着黑丝短裙，她连滚带爬到炼狱门口。大哥，求求你给口吃的吧，你要对我做什么都可以，求求你了。大哥，我会吹箫，还会弹琴，求求你给我口吃的。秦明觉察到周围囚牢里有7、8个穿越者正盯着他看，这种情况下秦明是不敢赌的，他只能选择狠心无视那黑丝女的要求，转身离开。终于到达穆斯哲的囚牢，幸亏两边没有其他犯人。穆斯哲靠着监牢角落，满身是血。秦明轻轻敲了敲铁门，穆斯哲立即惊醒眼睛，露着欣喜和惊讶。他悄悄地爬到铁门处，轻声道：“孩子，你联系到了吗？”师叔。秦明这称呼，穆斯哲立即就懂了，他满脸欣喜：“你通过临近考核，拜我师姐为师傅了。”秦明点了点头：“太好了，我们穿越者有希望了，有希望了。”他原本浑浊绝望的眼神露着金光。秦明从袖子里取出4块烧饼，偷偷递到他的怀里。在摸到他手臂鲜血的那一刻，锁天湖再次跳出，发现穿越者天赋测谎序列99，是否复制？当前可复制天赋数量剩余1，复制，复制成功，测谎天赋1级，发动时可对目标进行测谎，每日测谎不超过5次。秦明寻思着，现在可以复制2个，隐匿天赋挺好，一直留着。测谎天赋先拿着，后面遇到其他更好的天赋再把它覆盖，毕竟这个世界实力为重。就在这时，外面传来阵阵的脚步声，秦明赶紧给穆斯哲使个眼色。穆斯哲躲去墙角又缩了起来，将那4个烧饼藏得严严实实的。秦明也顺势朝外面走去，所来之人是一对镇魔卫。他们瞧见秦明：“秦公公，你这是？”“我奉长公主的命过来学习简体字的，有几个字怎么学都不会，想找个穿越者来问问，结果一个个都半死不活的。”“哈哈，那当然，这些穿越者都是域外恶魔，半死不活是正常的。”秦明看到他们身后拉着个铁笼，铁笼里关着2名赤身裸体的女子，被打得浑身是血。“各位大哥，这2人是……左边这女的本来是要嫁给刘员外的儿子，结果人家刘员外把聘礼都下了，这女子拿着聘礼又去勾搭隔壁王侍郎家公子。我们镇魔卫刚好到那边办，一听这事儿不对啊，我们大眼国的女子哪有如此放荡？”严刑审讯之下，果然是个穿越者。秦明心里很是惊讶，这种事情在蓝星上可真的是不少。左边那女的被打得胸口血肉模糊，右边这女的成亲后不守妇道，说是自己要追求真爱，就把相公和孩子丢下一个人跑了，结果被我们带到严刑审讯，果然是穿越者。秦公公，你瞧瞧这些穿越者，还追求真爱，简直是淫荡至极。那你们把他们关在这笼子里是？进猪笼。镇魔塔后面有一条满是毒蛇的臭水沟，把他们拉过去，进到水底。秦明，镇魔卫拖着铁笼朝远处走去。那俩女子哭哭啼啼的，却换不来任何同情，反倒是引得2名镇魔卫鞭子打得更狠了。秦明深吸一口气，天已经黑了，他得尽快回宫了。这些女的也真是奇葩，既然穿越到这个世界来了，就不能认清现实低调点吗？落得这样的下场，真是凄惨至极。秦明回到太阴宫房间，他对今日进入的灵境进行复盘。师傅云水瑶说过，灵境或许是破解真相的关键。今天这个萤石贡院发生的事，如果站在原住民的立场上，穿越者萧晨的确不是好人。一个学渣只背了几首诗就穿越过来耀武扬威，将30年寒窗苦读的王宇活活气死，他的妹妹也冻死了遭人分食，这或许也能成为原住民对穿越者憎恶的一个理由。但秦明觉得背后的真相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时，长公主上殿传来一声呵斥：“给本宫滚远点！”紧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碟子碗摔到地上的声音。秦明将门推开，只见长公主上殿门口，12名女子校尉和灵鹰全部都在，地面上摔了好几盘菜和汤。一看到秦明，媚杨校尉仿佛想到了办法，欣喜地跑了过来：“小琴子，你回来太好了，帮姐姐们一个忙。”“怎么了？”“长公主3日前与女帝的战斗应该是受了伤，回来之后不吃不喝，连续3天了。你帮姐姐们把饭送进去。”“你们为什么不送？”“我们送进去被她打翻了，还说如果谁敢再进来就把腿给卸了。”“秦明，那你现在让我去，小琴子就当帮姐姐的忙，那进去万一我的腿被卸了，后半辈子你负责。”
你放心，反正你之前都丢过一条小腿了，再丢2条没关系的，咱太阴宫姐姐们养得起你。秦明没好气地瞪了媚阳一眼，转身进屋。不好意思，媚阳姐姐，咱不去。谁知媚阳笑魏双臂伸展挡在他的面前，那波涛汹涌，差点将秦明弹倒。去嘛！媚阳眼神妩媚，听姐姐的话，去了姐姐陪你看星星。这天空哪来的星星？那姐姐带你去北枯林砍人。秦明，好变态！不去。媚阳顿时脸色一变。那你选择，要么去北枯林砍人，要么那12名校尉姐姐全部来砍你。秦明简直头大。房间门口12生肖全都来了，个个双臂抱在胸前，眼睛里带着欠抽的桀骜不驯。小晴子，你到底去不去？12把刀剑同时露出渗人的光芒。秦明赶紧从椅子上跳起来，去，给主子送饭不是应该的吗？拔啥刀吗？秦明从蒙突的手里接过盘子，他没好气的心里嘀咕道：总有一天我把你们12个人全都抽一遍。长公主上殿门口，眼眶红红的林英看到了秦明，担忧的说道：秦明，小心些，放心，如果长公主要砍我，我转身就跑。林英被秦明逗得差点都笑了，他指了指上面亮灯的11楼，你从这台阶上去，长公在11楼卧室。好。秦明走上楼梯，下面的12生肖全都仰头看着。小晴子不会有事吧？长公主这2日心情特别不好，我们几人跟了她这么久，还被打了巴掌。如果是小晴子估计……林英一听此话，本来就焦急的心更急了。秦明端着盘子上到11楼，这上面的高度比蓝星上筒子楼的20层还要高，基本上可以俯瞰整个银氏皇城。但此时秦明却没有任何心情欣赏风景，他端着盘子走到八卦玄门前，轻轻敲了敲门。长公主，小晴子有事禀报。滚！长公主，属下就进来把这盘菜放下，马上就走。你若敢进来，本宫卸了你的腿。秦明一转头，楼底下12生肖全部刀剑拔到一半，眼睛盯着他。卧靠，你们这群疯批女是搞哪出？长公主，属下说句话就走。房间里长公主没有回应，秦明伸手将门推开走了进去。这间房他从来都没来过，房间很大，呈八卦形状，周围挂了10几个银石灯，铺着红色的地毯，桌子椅子全部由珍贵的红喜木打造。长公主裹着紫黑色的丝绸锦衣，半躺在红喜木椅上，她面目苍白，嘴唇干瘪，带有血丝，但2只眼睛却冷得可怕，似乎要杀人一般盯着秦明。小晴子，你是不是找死？3个呼吸后，本宫让你人头落地。秦明立即发动测谎天赋，测谎天赋发动，测谎结果，谎话。他轻舒一口气，长公主，属下进退两难，不进来你房间就会被12生肖砍掉双手，若进来你房间又会被你砍掉双腿。我想了想，还是留下双手，至少还能在太阴宫干点活。长公主愣了愣神，挥了挥袖子，本宫不吃东西，把这些东西全部带走。带走。长公主，这里除了饭菜以外，还有林英姐姐给你熬的补气治伤的汤药，本宫不喝，拿去扔了。秦明想起了3日前长公主和女帝的战斗，当时林英对他说过，长公主3姐妹明争暗斗，尤其是长公主和女帝之间简直势如水火。秦明犹豫了下，带有赌的成分轻声道，那长公主要不还是拿剑把属下和林英姐姐12生肖全都杀了吧。你说什么？长公主啪的一拍桌子，她连续咳嗽了好几声，伸手指着秦明，本宫要杀了你，你竟然敢说如此放肆的话。测谎天赋发动，测谎结果，谎话。看来长公主此刻并不想伤人。秦明松了口气，继续道，长公主，你看你这么重的伤，又不喝药，任由这伤势发展下去，如果你有个3长2短，太阴宫的所有人谁又能得以保全？不全部都得死？你什么意思啊？属下的意思是，长公主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子，你的身体很重要，比任何人都重要，如果你有事，我们都会遭到陛下的惩处，身首异处。他敢？他韩月里敢？长公主啪的一拍桌子，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捂住胸口，脸色苍白，一边怒吼一边咳嗽。他要敢对付我属下的人，我非杀了他不可。可嗨嗨！长公主连续剧烈咳嗽了好几声，嘴角溢出鲜红的血液，她全身弥漫着寒冷的气息。秦明一眼就看到自己送给长公主的那盆烈火草，竟然就在桌子上放着，可见长公主体质阴寒是不争的事实。她双眼中泛着仇恨，握紧双手。本宫真是后悔，怎么就相信了韩月离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他竟然敢克扣镇魔卫军饷，本宫要杀了他！噗的一声，长公主吐出一口鲜血，顿时她两眼一黑，竟然直直地倒在了地毯上。秦明赶紧冲了过去，长公主，长公主！
长公主的皮肤简直是冷得可怕，这女人到底是人还是鬼啊？这手腕比千年寒冰还要冷，碰一下就让人浑身发抖。秦明将长公主抱起来往床边走去，好香啊！虽然是疯批，但是真的美到极致。秦明深吸一口气，赶紧停止胡思乱想。长公主身上阴寒，自己是男子，灵气乃是纯阳，可以输给她，但是她修为低，还不被长公主给吸干。秦明想起今日抽的大力丸，他二话不说将大力丸服用下去，霎时间体内气息疯狂运动。他坐于长公主身后，两手挥动，将雄厚的阳性灵气推入长公主的身体内。双掌刚刚接触的刹那，秦明动的两只手都结了冰霜。他咬着牙齿坚持着，反正已经打算救他了，干脆就到底。秦明竭尽全力将全身经脉灵力全部输出，整整1个时辰后，秦明已经累得几乎要虚脱，他面色惨白无比。长公主病娇阴寒的身体好了许多，脸上也浮现出点点红晕。秦明将她放到床铺上，拉过被子给她盖好，又把放在桌上的烈火草放在她旁边。秦明正准备离开，却被床头的一幅画吸引了注意。画中一位穿着龙袍的女帝和3个女儿1个儿子坐在桌前用餐，她开心地在给儿女们碗里添粥。这女帝应该是长公主的母后，可是她从没听说长公主姐妹3人竟然还有个哥哥，大燕国境内也没听提起过有个王爷的。看起来全家那个时候其乐融融，3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很好，怎么如今长公主和女帝水火不容？秦明起身想立刻离开这间房屋，他正准备走，忽然昏迷当中的长公主神色显得异常悲伤。秦明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强悍女人这样柔弱。韩月离，你个疯子，我何三妹帮你杀了本要登基的兄长，让你登上皇位，你还想如何？秦明简直大惊失色，这是什么骇人听闻的逆天消息？长公主和3公主杀了本该继承皇位的兄长。韩月离，你逼得三妹出家，你还想夺我手里的镇魔位？你个畜生！母后临死前说过，镇魔位死也不能给你，你要再逼我，本宫就跟你同归于尽。可嗨！长公主身躯一蜷缩，谁料原本裹在身上的丝绸睡衣竟然滑落了，一露出一大片的胸膛雪白。这一下把秦明直接看懵了。天，好白，好怎么办？如果就这样离开，这疯批长公主醒来看自己衣服这样子，还以为我秦明，可是如果去替她去穿衣服，万一这个时候她醒来怎么办？秦明犹豫了3个呼吸，还是决定冒险替她穿衣。他轻轻伸出手，心脏紧张的快要跳出来。这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长公主，是让穿越者都非常惧怕的疯魔 BOSS。他的实力强横到宗师境界，随手一挥就能将自己劈成碎片。这个时候不紧张是不可能的。秦明狠狠地咽了一大口唾沫，脑袋里又冒出奇怪想法。好香啊！话说怎么会这么白？难道是因为银石城经常下雪的缘故？秦明颤颤巍巍伸过手去，拉着丝绸锦衣，终于盖住了。他深深喘了口气，赶紧朝门口走去。外面夜已经深了，12生肖全部都抱着刀剑，焦急等待。也不知道小晴子怎样了，房间里这么久都没动静。刚才长公主发火，后来没动静了。你们说会不会小晴子已经被杀了？林英心里微颤，吓了一跳。不会吧，我估计小晴子肯定被杀了，不然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下个呼吸，只听咯吱一声，房间门打开了，秦明从里面走了出来。他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只是显得非常虚弱，几乎连步子都走不稳。萌兔和媚阳纵身飞起，将秦明扶住，两人架着他胳膊从上面飞起来。小晴子怎么样了？秦明隐去了自己给长公主治疗的片段，他生怕这事情又引起误会，毕竟有皮肤接触，被那疯批长公主知道又得把他宰了。长公主就一直在朝我发泄，各种谩骂，各种鞭子，我吃了好多苦。我告诉你们12位，我都是为你们才去的。我现在全身被打的都是伤，身上虚弱的连一点灵力都没了。12生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林英心疼的上前扶着秦明。那长公主呢？她能有什么事？打累了睡了。长公主有吃东西吗？没有，什么都不肯吃。我已经尽力了，你们别再找我了，我快要死了，我必须回去睡觉。秦明在林英搀扶下回了房间，他一上床什么事都不想干，拉起被子沉沉的睡去。这一天真 TM 的累。清晨一大早，秦明刚从睡梦中醒来，只见眼前房间里竟然站着13位大美女。我这是在做梦吗？前世去过一次会所，也顶多出6名让你挑选，这一下子来13名，是到了天堂吗？秦明拍了自己一巴掌，瞬间清醒，竟然是12生肖和林英都在房间里。秦明惊得从被窝坐起，拉过被子
来把自己卷得紧紧的。你们要干什么？大清早这么多女人来我房间。小青子，你别误会，你一太监，我们能对你干什么？小青子，今天已经第4天上午了，长公主还是没吃东西，我们敲门也不回应，你快出主意啊！小青子，你昨天进去他都没杀你，可见你是有办法的，对不对？秦明，我有个锤子的办法，要不是他当时晕倒了，我绝对被他砍成好几块。林英从旁边凑过来，将秦明衣服递给他，轻声道：秦明，你就想想办法吧，长公主是我们主子，如果她有事，我们都活不了的。林英一说话，秦明立即就心软了。林英姐姐，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端去的吃的她不喜欢啊？我们这几日把御膳房的菜谱都点了个遍，把你那天在外面买的桂花膏油膏都给她买了些，长公主还是不吃啊。秦明想了想，他忽然间想起床头挂的那幅画，长公主的母后在给几位儿女分粥，那粥是什么粥呢？秦明轻轻敲敲脑袋，他想起来了，那不是粥，那是赤豆元宵。对，就是赤豆元宵。他立即从被窝里坐起来，却忘记上身根本连衣服都没有，惊得12生肖和林英纷纷瞪大了眼睛。我想有一样东西长公主应该会喜欢。秦明本想直接说赤豆元宵，但是他又怕这是现代的东西，12生肖都没听过，那自己不就露馅了？如果单纯是从外面买回来的，那就不叫露馅了，就说自己品尝过后觉得好吃。算了，给你们说也说不清楚，我只在外面尝过一次，我去买吧。小青子，你昨天那么累，要不姐姐陪你一起吧？秦明看了一眼什么都大的媚阳，摇了摇头。我不要。媚阳姐姐就知道欺负人。铮的一声，媚阳将羊肠剑拔了出来，指着秦明，你自己选，要么陪姐姐出去，要么姐姐把你戳一剑再拖你出去。秦明脸上立刻就笑了，他将剑拨去旁边。好说好说，不就是陪着大美女出去逛街吗？我秦明乐意之至。醉仙楼6楼天字1号房，掌柜的云水瑶一袭白衣，身材饱满丰润。他坐在桌前，捧着一杯醉仙酿抿了一口，看向眼前微微低着脑袋玩自己辫子的清玄，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我就是不服气，他修为才淬体3重，我都通灵1重了。你修炼多久了？18年。你知道秦明修炼多久吗？不知道。他穿越到这个世界10天都不到。清玄惊了一跳，红润的小嘴微微张大。10天？师傅你怎么知道的？他告诉我的，但是你要保密。可是师傅，纵然他真的修炼很厉害，你也不能让我当他师妹，还把我的精魄拿走。我好歹也跟了你18年啊。师傅找时间去五行盟再拿个精魄给你就是。清玄撅着嘴点了点头。那小师妹的事情呢？小师妹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她脑子很聪明又善良，能拜在位师门下是我们的幸运。清玄本来还想反驳，突然想起在银石贡院临近，秦明的确有过人之处，遇到危险时他修为最低，但是却格外冷静，而且往往能分析出破局的关键。行吧师傅，你让他当师哥也行，但是我不喊。就在这时，二弟子刘宗火跑了进来，神色慌张道：师傅，天道教的贪道人来了。什么？云水瑶立即面色大变。清玄疑惑问道：师傅，这个贪道人是什么人？他是天道教的长老，为人贪得无厌，阴险狡诈，他们天道教一向都认为自己是天命之人，穿越者和原住民只要挡住他们利益的全都杀。那他来我五行盟炎火堂做什么？不清楚，既来之则安之，让他们进来吧。是，师傅。不一会儿，身着青袍的贪道人带着弟子李涯走了进来。他个子不高，微微驼着背，手里握着一根黑蛇拐杖。弟子李涯则一袭白衣，手握折扇，一进门就将瑟瑟的目光放在了清玄身上。云水瑶手握酒杯，坦然自若。他后面站着3名弟子马强、刘宗火、清玄。云堂主，3年不见，依旧是风采宜人啊。贪道人来我炎火堂做什么？云堂主，听说五行盟总部从银石皇城搬去了星光城，这不关你的事。当然关我的事了。我们天道教13分舵在的城外东佛山可是荒凉的很啊。云堂主呆在这城里醉仙楼简直是神仙日子。怕云水瑶将茶杯往桌上一拍：贪道人，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别生气，别生气。云堂主，你看你们4个人的，我就2个人，我又不是过来故意挑事的，我只是想跟你谈谈，我跟你们天道教的人没什么好谈的。唉，云道人这样说未免有些不讲情面了。云水瑶白色袖子一摆：清玄送客。清玄立即走上前来：贪道人，请和你的弟子离开醉仙楼。呵呵。贪道人突然低沉地笑了起来：云堂主，3年没见，还是这般有个性，人美脾气也大。可是人如果脾气大，就得有脾气大的本事，否则
否则怎么？云水瑶脸上生怒，呵斥道：“摊道人，你通灵6重，我云水瑶也已通灵6重，你以为我怕你？哈哈，云堂主，恐怕你现在的境界可达不到通灵5重了。”云水瑶眉头一皱，霎时，他感觉心口一阵剧痛，仿佛有毒液在身体经脉中不断流传。噗！云水瑶嘴角溢出鲜血，卑鄙无耻！你给我下毒了！别乱说，云堂主，我和弟子才到这里，怎么会是我们下毒呢？几乎在瞬间，云水瑶就明白，他们醉仙楼里出现了奸细。清玄拿起师傅的酒杯，往地上使劲一摔，啪！酒杯摔成粉碎。那醉仙酿冒着浓浓白烟，竟然是七魁蛇毒！呵呵呵，中了七魁蛇毒，你越是动得厉害，越会燃烧你的修为。云堂主还是静下来，我们好好谈谈。你们这些无耻之徒！清玄铮的一声拔出乌金刀，挡在师傅身前。谁敢动我师傅，我砍了他的脑袋！小女娃，你不是我的对手，我现在有心情跟你师傅谈事，你们最好退下。如果非要留在这里，你们3个都得死。话音一落，只见那摊道人黑蛇杖上竟然爬出10几条又细又长的七魁蛇。云水瑶这才想起这摊道人的天赋正是玉蛇。他的3位弟子只有清玄到达通灵1重，其他2人还都在淬体境界，自己现在又中了七魁蛇毒，根本不是对手。一念至此，云水摇摆了摆袖子：“你们先退下，师傅，我们要跟你一起。你们先退下。”摊道人再次哈哈大笑，他微微用力，黑蛇杖中的七魁蛇就已经伸出脑袋，吐出红杏子，仿佛马上就要吐出蛇毒。听你们师傅的话，快走，否则留在这里就得死。云水瑶也指着摊道人的弟子李牙，让他也出去。好。李牙嘴角微微一笑，握着扇子出门去。清玄马强流宗火也跟在后面出门。远远的看到人在房间里大声笑道：“忘了告诉你们，我放了10几条七魁蛇在醉仙楼里，我可不保证你们的那些小二丫鬟们会不会全部被咬死。”清玄、马强和刘宗火赶紧朝走廊另一头跑去。秦明和媚阳在银石皇城转来转去，他到处寻找赤豆元宵的踪迹。刚才已经找过了东市，没有发现，现在他们来到了内城。我说弟弟，你说的究竟是什么吃的？别到时候买回去长公主不吃。放心，只要能找得到，她一定吃。哟，这么有自信。媚阳转过身来，脸上带着邪魅笑容，轻轻朝秦明眨了眨眼睛。如果你真的把长公主哄得吃东西了，姐姐一定会奖励你的。怎么奖励？虽然你是太监，但是姐姐还是愿意把穿过的黑丝送给你。秦明，原住民竟然也穿黑丝，看来黄毒入侵不浅啊。媚阳朝着秦明嘟嘟嘴，抛了个媚眼。秦明想起了蓝星上一个很有名的表情包，你好骚啊！这媚阳简直太诱惑。秦明真的担心自己起了反应，暴露假太监的身份。秦明意念探入锁天湖，让自己镇定下来。当前幸运值43点，可以抽取奖励1次，消耗幸运值40点，抽取成功获得毒骨刃。毒骨刃，玄阶上品，传说为上古时期巫蛊族长老所留，刃上含有蛊毒，可让敌人获得5倍疼痛感。5倍疼痛感，啧，这毒蛊刃这么变态。就在这时，媚阳校尉突然停下脚步：“小晴子，这条街吃的很多，你看看有没有？”秦明放眼扫视了一圈，在街角一家铺子，竟然真的看到了赤豆元宵，真是天助我也，还真的找到了。秦明大步跑了过去，媚阳校尉在后面跟着：“是找到了吗？”小晴子，就是这家，你看赤豆元宵，赤豆元宵，我都没吃过。媚阳姐，今日我请你吃。这么好啊，小晴子。媚阳眨了眨妩媚的眼睛。是的，如果媚阳姐姐觉得过意不去，可以帮我付钱，我不介意。切，你小子想得美，欺负姐姐。既然你请客，自然是你付钱了。掌柜的，给我来2碗赤豆元宵。半刻钟后，秦明和媚阳将赤豆元宵吃得干干净净，真甜真好吃。没想到长公主喜欢吃的是这东西。掌柜的，再来3碗，我们带走。这位客官真是太不巧了，赤豆元宵卖完了，就剩下半碗了。半碗怎么够呢？媚阳校尉为难地看了看秦明，怎么办？长公主3天没吃东西了，这东西半碗肯定不够啊。秦明走进店里问道：“掌柜的，你们赤豆元宵还做不做？”“做，当然做，但是还得等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媚阳校尉撇了撇嘴，那太久了，别到时候把主子饿坏了。秦明想再看看周围还有没有赤豆元宵，结果一眼就看到了醉仙楼6楼天字1号房窗口。他师父云水瑶似乎在和一个手持拐杖的老者谈事情。9楼另一边的窗口站着为手持折扇的白衣男子，看起来面目不善。
秦明隐隐觉得师傅状态有些不对劲，时不时咳嗽。随即他走到媚阳校尉身边，媚阳姐姐，这样，你先把这半碗赤豆元宵趁热给长公主带回去，我在这里再等半个时辰，等好了再给她带一大碗，那样就够吃。媚阳校尉想了想，点点头。那行，那姐姐先回去。昨晚睡得不好，我把赤豆元宵送给长公主，再补个美容觉。媚阳笑盈盈转身，扭着浑圆的屁股朝皇宫走去。秦明确定他离开后，才立即转身去了醉仙楼。果然，醉仙楼很不对劲，里面宾客极少，完全没有往日吵吵闹闹的景象。他悄悄地向着醉仙楼6楼摸去，在5楼楼梯口，秦明看到白衣男子手持折扇，守在天字1号房间门口。秦明正思考着自己该如何进到房间里去，忽然，一名小厮端着一壶酒走了上来。秦明一把抓着小厮来到5楼房间里。这酒是谁要的？是天字1号房那个道人要的。客官，您别杀我，我就是个送酒的，我不会伤你，但需要你先睡一会儿。秦明善意的一拳就让小二昏睡了过去。他把小二衣服套上，端着酒往6楼走来。他施展隐匿2级天赋，隐藏修为。恰逢这时，清玄连续清理掉5条七魁蛇，一眼就看到了秦明的背影。清玄很聪明，猜到秦明想进去房间。他在6楼的西侧走廊远远喊了一声：“李衙师兄！”摊道人的弟子李衙打开折扇笑道：“清玄师妹，何事？”李衙师兄，这七魁蛇好可怕，师妹有些不懂，想请教一番。李衙看到美女，心里很来劲，他脸上带着色眯眯的微笑，向着清玄走去。秦明趁着这个机会，端着酒水杀到了天字1号房的门口。他轻轻敲了敲门，很自然地将门推开。房间里的2人立即映入眼帘。他的师傅云水瑶面色苍白，嘴角似乎有血迹，看起来就跟中毒一样，坐在桌前另一个老者，手里拿一把黑蛇杖，有点秃头，长相极丑，面目憎恶。秦明微微驼着背，低着脑袋：“客官，您要的酒。”原本云水瑶还没注意，一听到秦明的声音，他眼皮一抬，顿时心里震惊无比。自己的小弟子秦明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危险的地方，他跑进来干什么？眼前的摊道人可是天道教长老之一，修为通灵6重，用毒手段深不可测。秦明跑进来干什么？太危险了！摊道人抬头看了一眼秦明，不是他认识的云水瑶弟子，浑身毫无修为，他根本没把秦明放在眼里。怎么样，云水瑶，100两银子把你醉仙楼买下来，你答不答应？秦明心想，这糟老头特么有病啊！100两银子买醉仙楼，你他妈大白天做梦呢吧？云堂主，你中的可是七魁蛇毒，现在修为都掉到通灵1重了。如果你不答应，今日你们醉仙楼所有人都得死。但是如果你同意了，我承诺不会伤害，包括你在内。秦明发动测谎天赋，测谎发动，谎言，就知道这个畜生没安好心。秦明将酒杯放在摊道人面前，客官，您请慢用。摊道人端起酒来嗅了嗅，没毒。他一饮而尽，又把空酒杯放到秦明面前。他看着云水瑶，再次猥琐笑道：“云堂主长得这么美，如果你不同意，我今日会将你绑起来带回东佛山，到时候我那300名门下弟子会好好陪你玩玩。我估计云堂主没体会过这种快乐，那么多人一起的话，你会登上云霄的。”云水瑶被气得嘴唇发抖，他很想马上发飙，但看着弟子在旁边，生怕被误伤到，又咬着嘴唇忍了下来。然而他能忍，但秦明不能忍。秦明是个善良知恩图报之人，他深知师父对他的好，既然已经拜其为师，他就不能看到师父被人侮辱。他将酒杯放到摊道人面前，装着准备离开。突然，秦明拔出青色的独骨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那摊道人胸口扎了进去。羞耻！去你妈的！敢侮辱我师父！摊道人以为秦明没修为，大意之下被秦明偷袭成功，他立即动手反击，黑蛇杖重重地拍在秦明身上。啪！秦明被打得往后倒飞而出，独骨刀也被秦明顺势拔出。摊道人痛的身体陡然颤抖，袭击他的是什么刀？怎么这么疼？他从来没感受到过如此剧痛，一把短刀刺中，怎么比身中数刀还要痛苦万分？他正准备再次发起攻击时，坐在对面的云水瑶已经发起进攻。天赋剑心序列18 3级发动。云水瑶袖子一挥，一把白色无尘剑霎时冲出。嗡！摊道人赶紧挥舞黑蛇杖阻挡。砰！2道气息在中间炸开。原本云水瑶中毒，根本不是摊道人对手。可是秦明这一刀让摊道人实力大降，兔崽子敢偷袭本道，找死！想动我弟子，过我这关！2人连续交战数十招。房门外的清玄、刘宗火、
马强也全部冲了过来。贪道人的白衣弟子李涯修为已达通灵2重，竟然一人挡住了清玄3人。云水瑶心脉毒气发作，无尘剑被黑蛇杖震飞，他往后连续退了数步。贪道人突然黑蛇杖往空中一挥，发动天赋御蛇，丝丝3条细长的七魁蛇直冲云水瑶面目。七魁蛇速度极快，难以察觉。秦明袖子抬起，发动阎罗真匣。阎罗真匣总共可以使用3次，这是最后一次。嗖嗖嗖，3根毒针瞬时射出。眼看七魁蛇快到云水瑶面前时，被3根毒针从头顶贯穿，七魁蛇痛苦嘶叫，掉落在地。云水瑶看了弟子秦明一眼，满心感激。就在这时，房间门砰的一声被踢开，清玄握着乌金刀朝着贪道人砍来。刘宗火也顺势冲进来，天赋火焰发动，轰，2米长的火焰冲击而出，但是均被贪道人轻松躲过。他将清玄和刘宗火逼退，恶狠狠地瞪着秦明：臭小子，你用的什么刀？为何能把老夫刺得如此痛苦？想知道简单，我免费再为你扎一刀，让你感受一下。岂有此理，找死！贪道人刚挥动黑蛇杖，白衣李涯冲了进来，神情严肃道：师父，醉仙楼附近出现了许多镇魔卫，镇魔卫可是很多穿越者的噩梦，特别这里是皇城，一旦引来长公主，她会死得很惨。贪道人收回黑蛇杖，瞪着云水瑶：你们给我等着！说罢，他带着弟子李涯快速从窗口跃了出去。云水瑶和清玄同时跑到墙角，将秦明扶起。云水瑶从袖子里摸出手帕，给秦明擦擦嘴角的鲜血。秦明，你怎么来了？师父，我刚好来附近办事，看到这里不对劲，就来看看。你刚才这么做真是太危险了，离他那么近用刀去刺。弟子有把握的，弟子速度快，他没那么快反应过来。云水瑶真的暗暗庆收了秦明为弟子，关键时候又勇敢又冷静又重情义。就在这时，门口马强哎呦的呻吟一声：师父啊，弟子也受了重伤，你和师妹都扶着秦明，咋不管弟子呢？清玄没好气的瞪了一眼：二师兄，你去把大师兄扶着。马强气得赶紧摆摆手：我不要刘宗火，他身上的火味难闻死了。逗得众人都笑了。云水瑶脸上露出劫后余生的喜悦，本来他以为今日是必死之局，自己中毒实力大降，肯定会被那贪道人给杀了。其他3名弟子修为太弱，根本不是对手。没想到关键时候，他新收的弟子秦明却来了。秦明修为最低，只有淬体3重，但是他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秦明，你受伤了，就在师父这里休息休息，我让清玄给你包扎伤口。清玄一撅嘴：师父，我才不要呢，他是你师兄，他是我师弟，不是我师兄。哎呀，云水瑶气道：清玄，你是要气死师父不成？好了好了。秦明摆了摆手笑道：师父，你就别为难小师妹了，我不能在这里久待，我是出来给长公主买东西的，必须尽快回去。可是你受了伤。没事，宫里的药多，我回去随便吃点就好了。师父，贪道人会不会举报你们藏身之处？不会的，虽然3大组织关系不好，但是和原住民的仇恨排在首位。如果天道教随意举报五行盟据点，五行盟也会举报他们诸多据点，那穿越者就彻底废了。秦明点了点头。云水瑶给清玄使了使眼色：清玄，那你去送你师兄，还是我去吧？刘宗火站了出来：清玄师妹衣服上有血，容易引起怀疑，我护送秦师弟回去。也好。秦明点点头：那就有劳刘师兄了。醉仙楼周边街道上出现了许多镇魔卫，贪道人带着弟子李涯已经跑出1里之外，他胸口伤口疼痛不已。这个臭小子的武器有古怪，捅1刀比捅10刀都他妈痛。师父，我迟早会把他杀了，为你报仇。呵呵，还能等到你杀他？师父早就安排好了，他死定了。臭小子，原本今日我不仅可以收了醉仙楼，还可以把那2个美女绑回天道教，全被他给坏了好事。师父的意思是，我自然是安排了其他人杀他。你以为那云水瑶的毒是怎么下的？为师跟你一起从城外来，哪有机会在他酒里下毒？李涯想了想，恍然大悟，还是师父厉害，弟子钦佩万分。秦明胸口肺腑受了很重的伤，贪道人毕竟是通灵境界的高手，刚才拍的那一掌放在普通的淬体3重早已经挂了。秦明依靠大力丸修炼的坚硬筋骨勉强撑了下来。刘宗火扶着他从醉仙楼出来，秦明第一时间去买赤豆元宵，他出宫就是干这事的，带着赤豆元宵回去掩藏行踪。刘宗火扶着秦明，为了躲避大路上那对镇魔卫，他们转身走进了一条小巷子。秦明想着，本来今日找师傅咨询些问题没来得及，干脆问问刘师兄。刘师兄，有件事想请教你。说。
精魄是不是很难得到？是的，可遇而不可求。一般穿越者和原住民发生剧烈矛盾冲突的地方，才可能会凝结灵境。我们进入灵境突破出来，才能得到精魄。如果突破不出来，就永远被陷入灵境。据我所知，银石皇城灵境较少，寒夜城、星光城、极光城要多一些。原来如此，秦明心里暗暗想着，等自己实力再增强些，要去这3个城池看看。刘师兄，天赋到2级以后，每次升级是不是需要的精魄更多？当然，2级升3级需要2个，3级升4级好像就有3个了，但威力同时也会变得更强。你像我的火焰，1级的时候只能喷射2米，但是上次从灵境出来，我就升级到2级，火焰可以喷射到4米。恭喜二师兄天赋升级。就在这时，秦明心里忽然一震，他想起刚才与贪道人的对战场面，门被撞开时，二师兄刘宗火曾经使出火焰对付贪道人，可是他的火焰仅喷射了2米，根本没有对贪道人造成任何伤害。他刚才不是说自己升到2级后，火焰已经可以喷射4米了吗？想到这里，秦明心里陡然警觉，他又想到今日师傅是被内奸下的毒，二师兄刘宗火本来没有多深的交情，却提出主动送他。这一切联系起来，秦明心里出现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刘宗火是内奸。秦明脚步走得慢，他这次故意问道：二师兄，师傅今日被下毒行刺，你觉得凶手可能是谁？凶手是酒楼的小厮，我今日看见那个李涯好像在跟一个小厮说话。秦明测谎天赋发动，测谎天赋施展，测谎结果谎言。秦明面色不变，心里掀起惊涛骇浪，怎么每次都能遇到这么惊险的场面？刘宗火已然淬体6重，他自己现在才淬体3，况且还受了重伤，这可怎么搞？秦明右手在袖子里悄悄握住了毒骨刃，并且利用弯腰咳嗽的机会，把坚硬的镇魔令赶紧藏到胸口。警告：危险程度提升5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50倍。果然，秦明刚刚站起来，那刘宗火的面目就变了。秦明，看你伤成这样，干脆师兄帮帮你。下一呼吸，刘宗火陡然握着刀，冲着秦明心脏直直捅了过来。生死关头，秦明也已经豁出去了，他右手握着毒骨刃，也同时向着刘宗火脖子捅了过去。咣当，刘宗火一刀刺在镇魔令上，根本没有刺进去。他神情一惊，结果仅仅刹那，早已做好准备的秦明握着毒骨刃从刘宗火胸口刺了进去。刘宗火大惊失色，他根本没想到秦明的反应怎么这么快。刘宗火天赋火焰骤然发动，呼！秦明被打得倒飞而出，他摔在地上剧烈咳嗽，衣服被烧得破烂，手里的毒骨刃已经被鲜血浸红。恰好云水瑶因为周围镇魔卫正太多，有些不放心弟子回宫，他和清玄站在最顶楼凉亭上远远眺望，却刚好就看到了刘宗火袭击的一幕。云水瑶花容失色，瞬间反应过来，大喊一声：糟了，原来刘宗火是奸细，快救秦明！刘宗火抓着胸口，疼痛万分，不知道秦明手里握的究竟是什么刀，刺他一下怎么感觉这么痛苦。他手里的火焰再次燃起，炙热的红色火焰窜出4米。秦明想赶紧纵身跃起，结果发现自5脏6腑中七魁蛇毒太过严重，行动力大不如前。啪的一声，秦明被火焰再次砸飞了出去，身上的衣服也被烧得破破烂烂，他摔在墙角，嘴里尽是鲜血。刘宗火抓着胸口伤口，晃晃悠悠走了过来。该死的秦明，今日本来杀了云水瑶，是我进入天道教的投名状，你偏偏要破坏老子的好事，去你妈的叛徒，狗屎一坨！你竟然敢骂我！轰！刘宗火再次使出一团火焰砸在秦明的身上，打得他衰退了好几米，连手中的毒骨刃都震飞了出去。你究竟为何要背叛？师父待你不薄。狗屁！五行盟就是一帮仁慈的垃圾，天道教唯我独尊，追求天命才对。天道教的精魄给的还多，既然杀不了云水瑶，我就割了你的脑袋，当做给天道教的投名状。秦明手撑着想站起来，却根本做不到。5脏6腑受得很重的伤，嘴角鲜血不断涌出。刘宗火被秦明在胸口捅了一刀，行动力也大不如前。他缓缓走过来，握着手中的青铜匕首，咻的一声，匕首刺入秦明腹部。刘宗火愤愤道：让你用刀子刺我，老子让你感受一下疼痛。刘宗火再次拔刀，又刺入秦明胸膛。他拔出血淋淋的刀子，我让你感受一下脑袋是怎么被活活割掉的。青铜刀伸过来，冰冷的刀刃几乎要贴到秦明的脖子。就在这时，刘宗火胸口伤口滴落了一滴鲜血，掉在了秦明的手上。发现穿越者天赋，火焰序列36，是否复制？当前已复制天赋数量2，复制新的天赋会覆盖旧的。
复制，覆盖测谎，复制成功，天赋火焰，序列36，等级1，可喷射2米火柱，威力霸道。刘宗火的刀刚刚碰到秦明脖子，刹那间，秦明右手轻轻一抬，体内仅存的灵力霎时间化作火焰喷了出来，直接对向刘宗火的面目。炙热的红色火焰将刘宗火眼睛、面目烧得剧痛无比，向后倒飞而出。啊！他痛苦万分。你怎么会火焰的？你怎么会火焰的？秦明猛然翻身，一把抓起旁边的独骨刃。刘宗火还抱着受伤的面目眼睛时，秦明扑过去，刀刺入了他的脖子。刘宗火彻底愣住了。刘宗火想抬手反抗，秦明却瞬间拔出独骨刃，再次捅进他的脖子。再拔再捅，再拔再捅。3下之后，刘宗火手臂已经垂了下去。他2只被烧伤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不可置信。秦明再拔刀再捅，去你妈的！刘宗火脖子已经被捅得血肉模糊。云水瑶和清玄从远处冲过来，就看到了这一幕。恰逢这时，秦明的身后响起了噼里啪啦的脚步声。一队约20人的镇魔卫听到了这里的动静。秦明再次捅出一刀，将刘宗火的脑袋都几乎要割下来。他看到师傅云水瑶满脸担心，还往这边走。秦明对他摇了摇头，别来别来，师傅，这个时候过来肯定会被镇魔卫带去审查。云水瑶愣在原地，他心里觉得很对不起秦明，都怪师傅识人不明，我怎么收了这个叛徒刘宗火为弟子？众多镇魔卫已经冲过来，将秦明团团包围。这不是秦公公吗？对，是秦公公，我在镇魔塔见过，是在长公主府里当差的。2名镇魔卫赶紧上来，将已经精疲力竭、满身伤痕的秦明扶了起来。秦公公，这是那名穿越者要杀我，被我给杀了。秦公公可真厉害，此事我们一定会上报长公主。秦明抬手指了指地上打包好的赤豆元宵，一名镇魔卫赶紧拿过来递到秦明手上。秦明忍着浑身剧痛伤势，一步步朝皇宫走去。一名镇魔卫队长看他满身伤痕，将自己的黑色长袍脱了下来。秦公公，您身上的血太多，把这衣服套上吧。秦明点了点头，谢谢。他走得极慢，每一脚踩在地上都能留下一个血脚印来。远远的云水瑶的眼眶早已经红了，他和清玄又不能过来，他很自责。今天的事情全是他识人不明带来的，如果不是秦明，他现在早已经死了。师傅，看起来师弟好像受了很重的伤，他是你师哥，以后不许你再喊师弟。师傅，要不我悄悄跟过去，这么多镇魔卫在后面跟着，你去无异于自投罗网，还会影响你师哥的身份暴露。是师傅，不过这秦明挺牛的，本来就受了重伤，还以淬体3重杀了刘宗火，淬体6重。云水瑶点了点头，满脸担忧。太阴宫上殿11楼，床铺上的长公主睡了1天1夜。那日因为争夺军饷，他与姐姐女帝对战了30回合，其实身体也并未受多重的伤，但是最让他抑郁难受的是来自于内心的创伤阴影。当年他和3妹韩月婵一起杀了兄长，才让韩月离登上皇位。原本韩月离与2姐妹关系极好，可是自从当上帝王之后，他就变了。他逼迫3妹韩月婵交出白羽卫，使得他心灰意冷，彻底遁入空门，更是处处逼着长公主交出手里镇魔卫。为此，长公主和姐姐韩月离整整斗了近20几年。长公主终于醒了，是被饿醒的。她察觉到体内的9阴寒冰毒好像好了许多，经脉中还有一股很精纯的阳气在流走。谁干的？她猛然间想起在晕倒之前正在和秦明说话，难道是小晴子给我身体注入了灵力，还把我扶到了床铺上？虽然是为了救她，可仍然很放肆。一个男人怎么能碰本宫的身体？砰砰砰，林音轻轻敲了敲门。长公主，林音给您送吃的。送什么吃的？宫里那些破玩意儿，本宫不想吃，全部拿走。长公主，这东西你应该喜欢吃的。林音将半碗赤豆元宵热好端了进来。长公主，这是小晴子专门给你找的，说你喜欢吃。长公主面色冷漠，一想到自己身体被男人碰到，她就震怒万分。这小晴子可真大胆，她凭什么断定本宫就喜欢吃她买的东西？拿过来，本宫倒要看看，如果不喜欢，我非要好好惩治她不可。林音也有点把握不住，她将半碗的赤豆元宵端到了长公主的面前。一刹那，长公主愣住了。赤豆元宵，这个甜甜的犹如粥一样的糊糊，在大眼国并不常见。她上次吃还是母后亲手做的。她下意识舔舔嘴唇，将赤豆元宵接了过来。她用勺子吃了一口，味道真不错，好像母后做的一样。她再吃一口，再吃一口，真好吃。站在旁边的林英脸上露出笑容。秦明可真厉害，
连长公主的口味都能猜到。这赤豆元宵小芹子从哪里买的？长公主，听说小芹子在集市上找了很久才找到的，可是人家就只剩下半碗了，所以才就给您带了半碗。长公主将碗底的最后一口吃掉，冷声道：她倒是胆子大得很，敢随意揣测本宫心意。林英心里微微一惊，去把小芹子叫来。长公主，小芹子还没回来，这半碗是妹杨校尉送回来的。小芹子说：你这半碗肯定不够吃，她要等着店家再做一锅带新鲜的给你。长公主秀美的眉毛微微动了动，仿佛有什么击中了冰冷的内心。她想夸一句小芹子做事认真，但是话到嘴边，她还是忍住了。比起做事认真，随意揣测心意罪责更大。12生肖全在后院广场上习武，远远的他们看见太阴宫外雪地上走来一人，他裹着黑色的镇魔卫长衣，步伐走得极慢。萌兔擦擦眼睛，惊喜道：好像是小芹子。媚杨校尉也顺势飞到半空中看了一眼，还真的是他。这家伙今天怎么走得这么慢？怪不得赤豆元宵才买回来。12生肖干脆都不修炼了，飞到屋顶上。秦明刚从长公主房里出来的林英看到秦明，心里一喜，赶紧大声禀报道：长公主，秦明回来了。房间里传来长公主没好气的一声呵斥：回来了就回来了，大惊小怪做什么？萌兔媚阳都从屋顶上飞下来，看到秦明他们很高兴。小芹子，你怎么了？咋走这么慢？秦明忍着身上剧痛，苦笑一声：没事。林英本来想伸手将秦明扶着，但因为在长公主门口又有12生肖在旁边看着，他有些不敢，手已经伸出来了，又不得已缩了回去。秦明艰难地走上台阶，一直来到11楼长公主的房间门口，轻声道：长公主，进来。长公主冷冷一句。秦明走了进去，又随手将门关上。此时此刻，站在下面的林英、萌兔、媚阳等都觉得有些奇怪，今日的小芹子怎么感觉怪怪的，有气无力。你们快看，这地上的脚印上面有血，小芹子是不是受伤了？长公主韩月熙坐在铺着红毯的大椅上，两条修长的玉腿搭在前面桌上。她看到秦明进来，冷冷道：小芹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自揣测本宫心意，属下不敢。啪！长公主一巴掌拍在旁边桌子上，还不敢？本宫问你，你怎么知道本宫就想吃赤豆元宵？秦明身上的伤口痛得剧烈，他用全身灵力聚集在伤口周围，抑制着流血。他咬了咬牙齿，轻声道：长公主，属下看到了你床头的画。长公主心里咯噔一惊，立即转过头去，在她床头那幅水墨画上，画的正是她母后与他们4个兄妹分食赤豆元宵的图。没想到这个秦明这么细心。那本宫再问你，我当日在椅子上坐着，为何醒来在床上？长公主当时气血攻心晕倒了，属下不得已才。你的意思是你碰了本宫身体？警告，危险程度提升2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20倍。秦明心里微微一惊，这个疯批，如果不是为了救你，老子懒得碰你。长公主，当日实在是不得已，属下没有任何亵渎之意。你是不是私自将阳气输给了本宫？秦明点点头。那日长公主寒气攻心，身上全都结冰，你知不知道本宫不允许任何男人触碰？你以为你给本宫输了阳气，本宫就会感谢你，是不是？警告，危险程度提升5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50倍。属下没有这样的想法。长公主气急了，瞬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眼带着凌厉霸道：你声音大点，本宫听不清楚。秦明忍着5脏6腑剧痛，他已经能够感觉到身上刀口不断流血，他挣扎着将声音提高：属下没有这样的想法。长公主一把抓起桌上的月影剑：无论如何，你碰到本宫身体，这是不争的事实，本宫今日就要杀了你。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00倍。铮的一声，长公主月影剑拔了出来，冰冷的剑气霎时充斥着整间房屋。秦明本就伤口剧痛流血，被寒气一入侵力，急痛的几乎站不稳一样。长公主拿着月影剑指着秦明：你揣测本宫心意，私自碰触本宫身体，本宫要杀了你。秦明深吸了一口气，忍着剧痛：长公主刺吧，刺就刺，你以为本宫不敢杀你？修长公主一剑划出，将秦明的黑色锦衣破开，只见他身上刀伤火伤遍布，鲜血直流，惨不忍睹。一瞬间，长公主被震惊的眼睛都看直了。你这是怎么回事？秦明连续咳嗽，嘴角全是鲜血。长公主愣了愣神，手里的月影剑微微颤抖：你这是怎么搞的？买赤豆元宵的时候遇到了穿越者。什么？你说什么？
买赤豆元宵的时候遭遇穿越者。小晴子你说清楚。秦明将手里拎着的赤豆元宵放到桌上，长公主看了一眼才发现秦明的手上全是血，甚至赤豆元宵里面都流满了鲜血。属下无能，我血弄脏了赤豆元宵，我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流血。长公主恕罪。一刹那间，长公主韩月熙那冰冷的心脏突然流过暖流，仿佛有一把无形的大手揪着自己的心一样，疼痛酸楚，这种感觉很久很久都没有过了。长公主，属下先告退，可嗨嗨。说罢，秦明转身一步步艰难地往外走。长公主看到地上的脚印都是血，她为了给自己买赤豆元宵被穿越者袭击成这样，她都快死了还把赤豆元宵带回来，而自己却根本没看到她身体如何，只是在一味地责骂训斥。长公主突然感觉十分后悔，高高在上的她心里就像被刀子刺了一样。秦明替她输阳气，把她扶到床上治疗救治，而她长怎么就偏偏只想到自己被亵渎。她不吃东西，秦明细心看到床头话，满城给她寻找赤豆元宵，她却要怪秦明揣测心意。韩月熙，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小晴子，你站住！秦明停住脚步，他想扶着门却再也坚持不住。七魁蛇毒充斥五脏六腑，加上所受刀伤火伤，一下子全部袭击而来。秦明腿一软直倒了下去，砰，他重重地摔到地上。一瞬间，长公主几乎要窒息一般。小晴子！门外12生肖和林英早就觉察不对，一听到里面长公主大喊，赶紧将门推开冲了进来。小晴子怎么了？小晴子！长公主惊慌失措地冲过来，她说她遭遇了穿越者，你们为什么没有人跟着？为什么没人跟着？快把她放到本宫床上，快啊！长公主将衣袖卷起，搭上秦明脉搏已经微弱到极点，快把她上衣脱了，快！林英、媚阳赶紧手忙脚乱地把秦明上衣扒了下来。只见秦明原本8块腹肌的健壮身材，此时布满刀口烧痕。该死的穿越者，本宫跟你们没完！长公主手臂抬起，一股雄厚灵力凝聚掌心，她拍到秦明胸口，冰霜灵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沿着秦明经脉爬向五脏六腑。五脏六腑里面怎么会有毒？她到底遭遇了什么穿越者？这些可恶的畜生！长公主急得眼都红了，好像是七魁蛇毒。众人倒吸一口冷气，七魁蛇毒乃天下剧毒之一，中毒之人五脏六腑气息紊乱了，还会不断腐蚀灵力修为。韩月熙当机立断说道：12生肖听令，12位女校尉全部跪下。萌兔，找本宫的疯子姐姐把血灵之药来，告诉她，如果她不给，本宫今天夜里就把龙渊祠堂给烧了。本宫说到做到。诺。媚阳，去御医方拿续命草和9转连环丹，哪个御医敢废话，就把他脑袋砍下来。诺。其余所有人带镇魔卫全城搜捕，凡是跟这件事有关的穿越者，全都给本宫砍成肉泥。诺。12生肖领命而去。林英看到秦明的血流到了长公主的被褥上，她心里害怕长公主生气，然而长公主就仿佛根本没看到一样，她如玉的双手再次使出雄厚的寒冰灵力。林英把她扶好，本宫替她把这七魁蛇毒给逼出来。云水遥站在醉仙楼顶楼凉亭里，她远远眺望皇城方向，昏暗朦胧，什么都看不清，映入眼帘的只有那密密麻麻的银石灯。清玄双手抱刀站在师傅身后，他长长的辫子垂在右肩膀上，那双美眸明亮如星。清玄，你师兄秦明不会有事吧？要看长公主愿不愿救他了。都怪师傅怎么就收了刘宗火为弟子，这个叛徒竟然私下勾搭天道教。云水遥叹了口气，他绝美白皙的脸上尽是后悔忧愁。就在这时，皇城黄街道上突然出现了许多镇魔卫，他们每10人一组，四处搜查。长公主有令，挨家挨户搜查穿越者，凡是今日与秦公公被刺杀有关联者，皆格杀勿论。这话一出，清玄和云水瑶同时震惊，看来秦明伤得很重。老天保佑！师父，长公主竟然派镇魔卫为他报仇。云水瑶点点头，所以师父才说他是破局的关键。太阴宫上殿房间里，长公主韩月熙为秦明不断输送灵力，秦明原本的几个刀口被气息冲得裂开，鲜血直流。林英在旁边拿着白布不断擦拭鲜血，她心里又疼又急，都快哭出声来。怎么会流这么多血？长公主你看，秦明血流个不停。萌兔站在旁边，手里端着盆热水，他皱着眉头说道：怎么身上又是刀伤又是烧伤？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这些可恶的穿越者！就在这时，媚阳找来了巡逻的镇魔卫队长。那名队长进到房间，立即跪下。启禀长公主，秦公公所遇到的穿越者修为高，还会使用火焰。末将赶来的时候，看到秦公公把刀子夺过来，在那穿越者脖子上连捅7、8刀。秦公公身上受了致命重伤，末将赶紧把秦公公扶起来，结果他还忍着剧痛把街边的赤豆元宵拎在了手里。一听此话，正在输送寒冰灵力的长公主心里再次被针刺痛。长公主，让末将震惊的是，秦公公杀死的那名穿越者修为在淬体6重。什么？这一下周围好几个人全都震惊了。什么？小秦子淬体3重竟然杀了淬体6重？长公主，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寻常修道者就算自身力量再强，也只能越级1个，越2级就很难了。小秦子竟然越3级把对方杀了，而且对方还会火焰。长公主众人也终于明白秦明为什么会受这么重的伤了。同时让长公主心里震撼的是，秦明不仅对她忠心耿耿，不仅是个修炼天才，他更是一名战斗天才。他心里忽然感觉难受至极，他一定要把秦明救过来，他以后一定要对这明属下好，他绝不能像以前一样。长公主双手挥动，又一股熊然灵力输出，一直到深夜时分，长公主才停下输灵力。她疲惫不堪，脸色苍白。林英一勺子一勺子为秦明喝掉了血灵芝等汤药。秦明身上伤口早已被寒冰冻住，不再流血，他的呼吸比之前沉稳了许多。终于就回来了。林英心底高兴，长公主也舒缓一口气。林英想给秦明换衣服，又担心在长公主这里万一假太监身份暴露就完蛋了。她想了想，鼓起勇气咬着嘴唇道：长公主，秦明身上全是血，林英把他带回去给他擦擦吧，就在本宫这里擦。长公主，她的裤子如果脱下的话有些不敬，还请长公主同意让林英把她带回去。长公主沉默了3个呼吸，摆了摆袖子，那把她带回去吧，放在你房间，你房间炉火温暖。诺。媚阳蒙兔跑过来帮助林英，林英背着秦明，媚阳和蒙兔在身后扶着出门而去。他们刚走到外面，又传来长公主一声：下着大雪，楼梯走慢点，别把它给摔了。诺。这句简单话语让12生肖都深深意识到，长公主对这个小晴子异常重视。秦明连续昏睡了3天3夜，在这3天3夜里，林英给他擦洗身体6次，长公主来过5次，其他12生肖更是来了多次，给秦明灌下了汤药，有近10几种。这也导致此时神志逐渐清醒的秦明浑身充满着力量，有股强劲的气息在经脉中上下乱窜。他能听到守在旁边的林英流泪的声音，但是秦明却始终睁不开眼，仿佛全身的皮肤筋骨都被冰冻住了一样。他的意念看尽锁天湖，看到幸运点数已经高达100，可以抽取2次，消耗幸运点40，抽取成功获得疾风剑诀。疾风剑诀，玄阶中品剑法，总共108招，使用时速度越快，威力越强，剑气过处，寸草不生。听起来很不错。秦明打算等身体恢复就立即去修炼，消耗幸运点数40点，抽取成功获得大力丸。怎么老是给我出大力丸？我要那么强的力量持久力干什么啊？这样吃下去以后，媳妇害怕的得跑。秦明感觉到林英又给他喂汤药了，这次喝进来的不知道是什么，很血腥的味道，一入肺腑就犹如一股热流，温暖着全身器官经脉，体内的气息变得也更加旺盛。在无数股气息的刺激下，秦明感觉到浑身一阵舒爽。终于，他突破了淬体4重境界，他感觉眼皮也没那么沉了，缓缓睁开了眼睛。此时，他竟然处在林英的房间里。身着淡绿色锦裙的林英趴在他床边，眼眶红红的，里面噙满泪水。在旁边桌子上放着大大小小10几个碗，每个里面都有残药，可见自己是喝了多少。秦明伸出手去轻轻摸了摸林英的脸蛋，林英一下子从昏睡中惊醒，他急忙抹了一把眼泪。秦明，秦明，你醒了，太好了。呜呜，秦明，我这就去禀报长公主。林英刚起身，被秦明一把抓住了手臂，他微微摇了摇头，不用，现在是深夜，我就想看林英姐姐，其他人不想见。林英再次擦擦眼泪，坐到床边来，摸了摸秦明的额头。你怎么样了？身上是不是很疼？一点都不疼了。你这为了我吃了多少药啊？是长公主问女帝要了血灵芝，把御医方好几种千年药材都拿来给你吃了。我不信那个虎妞这么有爱心。秦明，长公主脾气不好，但是她不坏。你伤重于晕倒的时候，我看她可着急了，她一直给你输灵力，输了3个时辰呢。秦明微微皱了皱眉头，原来身体里那股灵力霸道的灵力竟然是长公主的，这个疯批有那么好心吗？
秦明见林英手臂冰冰凉凉的，身上衣服穿的也单薄。林英姐姐，外面下着大雪，你怎么穿这么少衣服坐外面？我是一直担心你，随时给你喂药的。秦明拽了拽林英手臂，进来。啊，进什么？进到被窝里来。秦明，林英姐姐听话，我都说过了，以后要娶你为妻的，可不能看着你在外面这么冻着。林英脸红扑扑的，她咬着红润的嘴唇，慌张起身朝门外看了看。大雪纷飞，四处黑暗寂静一片。长公主的房间依旧亮着灯，但没动静。林英将门关好，走到床边来。秦明将她的手臂一拉，将林英拖进了被窝里。穿着单薄的林英心脏扑通扑通扑通直跳，她的脸都红到了脖子根。秦明粗壮的手臂从她的腰间伸来，紧紧把林英搂进了怀里。秦明，我怕，有我在别怕。林英姐姐在我怀里暖和，我又不干啥，你紧张什么？秦明，你靠我太近了。林英伸手轻轻推了推秦明，结果这一推刚好推到伤口，痛得秦明脸上一抽搐。怎么了？秦明，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林英赶紧道歉。谁知秦明将她手臂一拽，拉进怀里。下个呼吸，他转过身来，轻轻吻了林英额头。秦明，你别乱动，身上有伤。我不动。林英姐姐，你手好冷，塞我衣服里吧。你身上全是伤口。那我手冷，塞你衣服里。林英小脸又红又烫。3个呼吸后，她微微的点点头。清晨，天色昏暗，林英从被窝里爬起来，她赶紧整整自己衣服，把房间里的药碗炉火都收拾了一番。不到一会儿，秦明也醒了，他坐起来伸了个懒腰。林英姐姐，这些药效果真好，我伤口好了大半。外面雪下的大，你躺着继续养伤。不了，躺时间太久，身子都要躺废了，我得吸吸新鲜空气。秦明洗漱了一番，林英给他取了套干净白衣，梳理头发，扎成发髻。好一个俊俏的男人。林英越看心里越欢喜。秦明刚将门推开，只见外面站着睡眼惺忪、披头散发的蒙兔校尉。他眯着眼睛揉着脸，慵懒说道：长公主让我过来看一下小晴子怎么样了。秦明故意靠在门边做了个请的姿势。你进去自己看。哦。蒙兔校尉走了2步，觉察不对劲，一抬头，秦明那帅气的脸庞正对着他笑。你醒了？小晴子这家伙长得可真俊，穿着白衣更有气质。忽然，蒙兔起自己还披头散发，起床还没来得及梳洗，他直接转身捂着脸疯狂跑走。妈呀，丢死人了！这一喊，12生肖其他人也纷纷出来了，就连上殿11楼的长公主也站在了窗口。秦明来到外面，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抓起莲花上一块冰，咯嘣咯嘣吃了起来。原来跟着林英吃冰还有点凉，现在自己浑身气血旺盛，吃点冰是真的舒服。咯吱，长公主11楼的八卦悬窗推开了，她梳妆整齐，不知道是没睡还是起得早。大清早的吃冰，伤口刚好，你不怕死吗？秦明笑笑行礼，谢长公主关心，我受伤的时候吃的药太多了，浑身气血旺盛，不吃点冰我都要烧起来了。楼顶上媚阳被逗得偷偷笑了起来，长公主的面子抹不开，面色立即变得阴沉。笑什么笑？小晴子，你给本宫滚上来，本宫还有话要问你。诺。秦明立马上楼，他身上的伤还没有彻底好，依然隐隐作痛。进到房屋后，里面特别暖和，长公主依旧坐在檀香木椅上，修长的双腿白皙亮泽。3日前你回答本宫的问题没有回答清楚，本宫问你，那日你把我送上床是不是碰到我了？是，但是是隔着衣服的，以后不允许这样做，清楚没有？清楚了，以后再遇到长公主晕倒，属下就站在旁边看。长公主韩月熙一下子被对得哑口无言，她抬起头，那绝色的面容上带着些许怒气。那日袭击你的究竟是什么穿越者？是散修还是组织？秦明没想到长公主会问这个，刚好天道教滩道人老是针对师傅，秦明干脆借刀杀人吧。回长公主，杀我的那穿越者好像来自天道教，听说在东佛山。长公主唰地站了起来，本宫早就怀疑东佛山有穿越者潜藏，没想到还真的有，谁给他们这么大的胆子，敢跑到银石皇城撒野，还伤我太阴宫的人？话落，长公主直接手一抬，墙上的月影剑嗖的一声飞到她手里。长公主，您这是要去杀人？长公主，东佛山是天道教的，听说有近300名穿越者，很厉害，个个都是高手，本宫打的就是高手。一刹那，长公主浑身杀气盈然，面目冷得可怕。她拿起旁边墙上的盔甲，只身走到门口，大声一句：12生肖何在？楼顶上刷刷刷10名女校尉纷纷飞下来，跪于地上。2侧房间里
媚阳和萌兔也飞来跪在地上。长公主手里的月影剑扛在肩膀，冷声道：“12生肖听令，立即集结3000镇魔卫，随本宫屠杀东佛山。”诺。秦明站在后面，看得都愣住了。天哪，这长公主真的太虎了！12生肖动作极为迅速，一会儿的功夫，太阴宫外已经密密麻麻集结了许多镇魔卫，他们个个身穿黑色盔甲，骑着雪驹马。12生肖也披甲完毕，手握刀剑。长公主，镇魔卫集结完毕。长公主寒月西袖子一挥，月影剑光芒大振，浮于半空。她御剑飞到镇魔卫上空，冷声下令：“出发！”霎时间，月影剑带着长公主冲天而起。12生肖带着3000镇魔卫在后面赶紧跟上。兵甲摩擦声、震耳欲聋的马蹄声响彻整个皇城。秦明站在上殿11楼门口，远远看着长公主消失在云端，他心里震惊极了。他第一次见识到了长公主的强大，见识到了镇魔卫大军的气势。怪不得穿越者有天赋，人数多却根本无法与原住民正面抗衡。秦明，林英在院子里朝秦明招招手：“你还站在上面干什么？快下来吧！”秦明跑下来，低声笑道：“林英姐姐，这长公主大清早一听说穿越者消息，就疯狂地带人去杀。她怎么就这么喜欢杀穿越者？”林英从花上捏了一块冰放进嘴里，咯噔咯噔咬得直响。长公主虽然喜欢杀穿越者，但是也不会那么迫不及待，毕竟她和陛下那日的战斗，身上的伤还没好。那她这么疯狂，一听说消息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立即出发。林英笑了笑说道：“我猜啊，可能跟你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对啊，长公主在你昏迷的时候就对我们说过，一定会为你报仇，所以她提前把镇魔卫大军都从镇魔塔调来了。”原来如此，怪不得秦明觉得镇魔卫怎么集结的这么快。林英姐姐，你确定长公主是为我报仇？我不信，这家伙太狠了，动不动骂人打人，我躲他还来不及。我也不知道，反正你昏迷的时候，长公主来过你房间许多次，每次都送药材的。我林英跟了她8年了，生病也没见长公主管过。秦明眉头轻皱，心里想着，疯批长公主怎么可能对她好？绝对假的。银石皇城西侧城门，城门守将马延带着2000名白羽卫在城头守卫。这几日大雪不停，流民很多，女帝陛下严命各城门要严格守护，不准随意进出，还特意强调京城的兵马调度都需要陛下亲自给的虎符。就在这时，城门顶上的守兵突然大声喊道：“马将军，有许多兵马！”“什么？陛下有令，这几日不准兵马私自出城。”“这又是哪个将军？岂有此理！”“马将军，这些兵马在城里竟然也骑得飞快！妈的，本将军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守城将军马延握着一把长刀，立即从城头飞了下来，站在大门口，身后跑过来数百名守城士兵。远处的兵马越来越接近，忽然有人惊讶地喊了一声：“是镇魔卫！”“什么？镇魔卫？集结这么多兵马干什么？”“马将军，是镇魔卫，我们敢打吗？”“怎么不敢打？你是白羽卫，你是陛下的人，如果不把镇魔卫挡住，陛下不把你的皮给扒了。”哒哒哒，3000名镇魔卫骑着马快速奔到了西城门口。马将军一马当先跑上前来：“来人可是12生肖，陛下有令，所有进出兵马全部都得持兵符，不准随意调动。”这话刚落，只见头顶云层上一袭黑衣的长公主顺势杀了下来。她浑身杀气凛然，冷冷道：“兵符？本宫还没听过，要什么兵符？带你的人给本宫滚！”长公主！马将军吓得立即跪地。长公主，末将实在是没办法，陛下规定。长公主面露狠色，直接出手。她手在空中一抓，大量雪花瞬间凝结成一道剑影劈了下来。那马将军修为已经到了通灵一重，可是在长公主的面前毫无反抗能力，仅仅一招就被打得飞了出去。他摔到街边大口吐血，连一句话都不敢再说。其他数百白羽卫害怕的赶紧缩去旁边。轰隆隆，门打开了，12生肖跟在长公主的后面冲出城门，消失在茫茫的雪花远处。这一幕被最仙楼的云水瑶和清玄看得很清楚。师傅，长公主带镇魔卫去哪了？看着是去东边，该不会是东佛山吧？好像真是去东佛山。师傅，他们去东佛山难道是对付天道教？云水瑶秀眉微蹙。3日前镇魔卫满城搜索穿越者，跟无头苍蝇一样没有目标。今日突然去东佛山，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弟子不知。意味着你师哥秦明之前肯定是昏迷了，没来得及告诉长公主，而今日他应该是醒了，所以长公主有了目标。原来如此，师傅，你可真厉害。
太阴宫后院，这里长满了红枫树，大雪将许多红色枫叶都打得飘落，也就形成了这里半红半白的绝色美景。此时秦明正在这里修炼疾风剑诀，这部剑诀对普通修道者而言十分难练，就是因为他对移动速度要求极高，108招式几乎都要从不同位置、不同步伐来施展。刚好秦明的隐匿天赋龟息灵诀让他身法格外灵活，他握着落血剑修炼疾风剑诀事半功倍。咻咻咻，秦明一剑斩出，远处的积雪枫叶被他打得纷纷飘起。仅仅半日时间，他就将疾风剑诀练到了小成境界。秦明在地面一点，身法灵活地冲天而起，10米高空，他脚蹬在红枫树上再次跃起，手中的落血剑刷刷刷快速施展，108招将空中落下的枫叶都斩成了碎片。秦明心里畅快不已，他越来越有信心面对强敌了。虽然现在淬体4重，但是如果再遇到淬体6重的刘宗火，10招之内必能将其杀死。秦明刚落到地上，就感觉到左边枫树上好像有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握着剑刷的回头，竟然又是那只白色的黄鼠狼。它的体型好像比之前又大了一圈，尾巴毛茸茸的。嘿，小家伙！秦明对他打招呼。黄鼠狼4只站起来，朝着秦明眨眨眼睛，随即他一转身，不溜一声消失在远处树林。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异兽呢？上次还在自己房间住了半晚上，这次见面又好像没那么熟，真是养不熟。算了，不想了。秦明握着落血剑回到院子，林英正趴在锅灶前往里塞着柴火，俊俏优美的身姿微微弯着腰，绿色锦裙下白色的打底裤衬托出2处浑圆。秦明有隐匿天赋，走路已经悄无声息。他来到林英身后，双手一伸将他眼睛遮住。哎，秦明，别闹，小心被别人看到。谁能看到？他们都出去了。林英这才反应过来，他白皙圆圆的小脸微微一笑，露出些许的绯红。好了，先别闹，我再给你烧水。长公主说你身上的伤还需要用热水来泡澡。我不泡。林英转过头来，眼睛瞪大。什么？你不泡？你不泡怎么行？我都烧了半天水了。秦明突然凑近了林英，温柔笑道，除非林英姐姐陪我一起泡。林英瞬间脸色通红，她微微低着头，手里捏着自己头大辫子。这怎么能行？怎么不能行？就是不行。宫里就咱俩，那个浴桶那么小，我们2个人待不下，待不下那就贴紧点。林英，他手握成小拳头在秦明肩膀上捶了一下，又胡说，不许欺负我。说完他转身朝着屋子里跑去，虽然嘴上拒绝，但是进到房间后，他还是跑到浴桶前看了看，心里比划着2个人究竟能不能待得下。东佛山天色幽暗，大雪纷飞，千尺崖壁上有一座耸立入云的寺庙，前面有一座高100米的大佛，被砍去了脑袋，中间仅有一条登山路，上面铺满着森森骸骨。长公主韩月携带着12生肖3000名镇魔卫抵达东佛山下，她从空中落下，一名身着黑色紧身衣的侍侍后跑来跪下，报启禀长公主，属下抓了名穿越者，已经打听清楚，这里原本的悬崖上有座寺庙，名为天道寺，寺庙里有和尚约1000多人。天道教穿越者来到东佛山，他们觉得只有他们天道教配天道2字，随即300名穿越者就把天道寺1200名和尚全给杀了。中间这条路上的森森白骨就是那些和尚的。长公主眼睛露出愤怒，面色冷得可怕，谁都能从她身上感觉到可怕的杀气。长公主握着月影剑来到众人面前，镇魔卫听令，黑虎、萌兔，你们各带200人从白骨路突围。诺。媚阳、雉鸡、天狗，你们各带200人从东佛山后侧登山。诺。剩下的全部从西面山崖向上包围。本宫就一个要求，山上的一只苍蝇也不能飞走。诺。长公主双臂抬起，体内的寒冰气息疯狂涌动，9阴寒冰诀，冰天雪地。一刹那，周围落下的雪花纷纷凝结成一层薄薄的寒冰，将镇魔卫和12生肖都覆盖了起来，在他们身上形成冰雾，远远看去与天地白雪化为一体。长公主冷声道，行动。霎时间，各个校尉带着镇魔卫向4面8方冲击而去，他们身上结着的白冰，即使山间的哨兵也无法发现端倪。贪道人和弟子李牙已于3天前返回，这几日一直在养伤调息。臭小子用的不知是什么刀，刺的伤口每天都饱受痛苦，又麻又痒。弟子李牙站在他面前疑惑道，看起来那家伙修为不高，但却是最贼的一个，竟然敢偷袭师傅。贪道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肯定已经被刘宗火烧成了灰烬。是啊，师傅。刘宗火淬体6重，
那个秦明淬体三重还受了伤，肯定已经死了。就在这时，门口一名女穿越者走了进来，她穿着白短裙、黑色丝袜，上身带着现代女子的胸衣。摊道人，咱们穿越者晚上有舞会呢，大家都在等你。摊道人摆摆手，你们玩吧，等跳完了舞，你来床上陪我。黑丝女子嘴角微笑，人家跳完舞都累成那样了，哪还能再经得住摊道人折腾吗？摊道人哈哈大笑，你要经不住，就把你的姐妹再带2个过来。行行行，摊道人放心。妩媚女子退下，弟子李涯打开折扇，真是个美妙的夜晚。师傅，我也去跟他们游乐去了。我们天道教本就是一群天命之人，及时行乐才是王道，凡是挡我们路的全部都得死。太阴宫本就4面环树，一到夜晚比其他地方更黑一些。林英烧了整整1大桶热水，他给秦明宽衣解带，脸上又红又烫，微微低着头，连看都不敢看。林英姐姐，你把头抬起来。我不抬。你抬起来看看，我不介意。我不看。林英姐姐，你快看我肚子的伤口又裂开了。林英一紧张，赶紧将头抬起来，哪里裂开了？他这才发现秦明对着他偷笑。你看，这不就看了吗？哎呀，秦明你骗我。他拽住秦明的手臂，你快去浴桶里泡着，长公主说了，只有这样你的内伤才能尽快好。林英姐姐一起来。不行。林英摇摇头，我下午的时候测了，这里面待不下2个人水会翻的。秦明被林英逗得直笑。林英姐姐，我只是说说，没想到你还真的进来测了。林英一下子抬起头来，好你个秦明敢取笑我。他抬起手臂来想打秦明，却是轻轻落在了他肩膀上。随即林英非常自觉地给秦明捏起肩膀。长公主以前说，人的肩膀有很多经脉，多捏捏有助于灵气循环，那你的伤口就会好得更快。林英拿着水瓢舀起一瓢温水，从秦明的头发上浇灌而下，一点点帮他揉搓，手法轻柔细腻。他心里很奇怪，困扰自己那么多年的体内光束，自从遇到秦明后似乎很少发作了。娘说过，如果哪天遇到能让这光束怪病抑制的人，一定要跟着他。秦明靠在浴桶边缘，全身放松。此时此刻是他穿越以来最幸福的时候，看着温柔贤惠、清纯亮丽的林英，秦明心里想，真希望自己穿越者的身份永远都不要被发现。东佛山半山岗亭，2名男穿越者手握刀剑在里面警戒。今天晚上山上面有舞会，我们哥俩却在这里站哨，真 TM 倒霉。没事，让他们跳舞，等慧哥带你去囚牢间享受享受。囚牢间你有钥匙？那当然。3日前我们打劫2家原住民，抓了4个女的回来，水润润的，实在太棒了。我要去试试。这些原住民就是垃圾，就该被狠狠的侮辱。是啊，他们本来就是兽，侮辱兽没什么不对。忽然面前吹过一阵寒冷的风，2名穿越者赶紧握紧刀剑。什么人？唰，一道白色剑气从2人面前飘过，他们瞬间愣在原地一动不动。下个呼吸，身着黑色盔甲、手握月影剑的长公主站在他们面前，她浑身杀气凛然。2名穿越者想大声喊叫，却一声也喊不出来。他们根本想不通自己的喉咙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切开的。噗，2人喉咙鲜血飙飞，跟在身后的萌兔和镇魔卫纷纷冲了上来。4面8方的悬崖小路上，镇魔卫也在快速攀登。他们动静很小，再加上身上结的白色冰霜非常隐蔽。长公主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她在雪地中9阴寒冰诀战力更强，悄无声息之下就将东佛山13处少尉全部割断了喉咙。秦明泡完澡，披着一袭白衣，房间里烧着火炉，一点也不冷。他刚坐在床沿上，林英从外面又提了一桶热水进来，往他旁边一放，伸手就去拉秦明的脚。秦明心里一惊，林英姐姐，你这是给你洗脚啊？不用。秦明赶紧摆摆手，在现代人的思维中，他不会去享受这样的服务。没事，把脚给我，我帮你洗暖和。我娘说了，用热水洗脚对男人好。秦明还想再拒绝，却被林英抓住脚，强行塞进了热水桶。谁好热？好舒服。林英洗脚的手法更舒服，轻轻柔柔的。她蹲在秦明面前，一边洗脚一边脸上露着笑容。林英姐姐，你笑什么？没笑什么，可你脸上一直抑制不住的笑，你到底笑什么？林英微微低着头，用蚊子般纤细的声音说道。难道你不知道？秦明赶紧大脑快速运转，我知道什么？我需要知道什么？女的给男的洗脚有什么讲究吗？难道又是家乡的规矩？林英姐姐，你知道的，我父母去世的早，有些规矩都没有人教我。哦，林英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拒绝让我给你洗脚呢。林英姐姐，这个有什么讲究吗？我这辈子可没机会跟哪个长辈学习这些东西。当然有讲究了。林英轻声道，我娘说女子只能给自己的相公洗脚，如果你给她洗脚了，就代表这辈子就认定她了，跟着她了。原来是这样。秦明庆幸刚才他并没有强行拒绝，否则的话，林英是不是会认为自己根本不想娶她？这文化差异也太大了吧。如果在蓝星上，他坐在床上喊女朋友过来给他洗个脚，说不定洗脚盆都糊他脸上了。1刻钟后，秦明拉着林英在自己旁边坐下。林英姐姐，水很热，你也来洗，我们一起洗脚。那怎么行呢？不能。有什么不能的？这样与规矩不符。那我问你，你们那里难道没有嫁夫从夫的说法吗？当然有了，我们东郡就是这样的。那不行了。秦明笑道，你刚才给我洗脚，就认定了我是你相公，对不对？对啊。那现在相公要你跟我一起洗脚，那是不是要嫁夫从夫？林英2只清澈的大眼睛仿佛天上星辰一样，他还犹豫着，被秦明一把拉到自己旁边，将脚上袜子脱了下来，强行把他的双脚也按进了热水桶里。秦明在水里踩踩林英的脚，林英低着脑袋，连秦明看都不敢看。秦明再左踩踩右踩踩，并用大拇指在林英的脚心里抠了抠。林英被挠得痒痒的。秦明，你再挠我，我就不客气了。不客气就不客气，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忽然，林英的光滑小脚在水里同时挠起秦明的脚心。秦明痒得受不了，笑出声来。2个人你踩踩我，我踩踩你，喜悦声音不断飘荡。太阳宫大雪纷飞，寒风肆虐，但此时这间房里却格外的温暖。长公主一马当先，杀了所有警戒斥候，并且将一个在野外如厕的穿越者直接一刀从脑袋到2腿之间劈了开来。他握着月影剑走在最前侧，剑刃上的鲜血一滴滴落在白雪上。东西南北4个方向的镇魔卫已经纷纷登上东佛山。长公主见时机成熟，她飞到空中，手一挥，冷冷道：杀！霎时间，3000名镇魔卫从4面8方冲出来。边缘房间里的穿越者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围进来的镇魔卫砍得稀巴烂。镇魔卫来了！啊！镇魔卫杀进来了。有穿越者发现情况，开始大吼大叫，但是大部分穿越者在楼上舞厅里跳舞，还放着民国交际的音乐。他们跳得不亦乐乎，根本听不到下面的呐喊。手握折扇的李牙拉着一名现代穿越的小仙女，刚在隔壁黑暗的房间里看完剧本，就听到了下面的动静。他心里一惊，不好，怎么这么多镇魔卫来了？他赶紧快速朝着师傅的上房跑去。镇魔卫杀进来了，都快出来，危险！李牙边跑边大喊。许多房间里住着的穿越者已经纷纷跑了出来，和镇魔卫打在了一起。李牙冲进摊道人房间，将门推开，只见2名舞女的鞋子拖在师傅床头，整个床铺摇摇晃晃的。李牙赶紧跑过来，一把拉开床帘。师傅不好了，镇魔卫杀来了！杀你妹！你没看到老子正在忙？镇魔卫真的杀来了，外面全都是，好像是长公主带队。什么？摊道人一下子紧张地从床上跳下来。你说的真的？是真的，师傅，漫山遍野都是，快去敲响临战铁钟。李牙赶紧跑到门口，在那硕大的铁钟敲了起来。咚咚咚，这钟声响彻东佛山顶，舞会里面的音乐也停住了。众多穿越者爬起的窗口上往下看，谁这么大胆子，带这么多人围攻我东佛山？我东佛山300名穿越者通灵以上境界就有30几个，他们找死！一时间，只听窗口全部炸开，许许多多穿越者从里面跳了出来。天赋，跳跃，发动！一名老者穿越者脚在地上一蹬，瞬时蹦起近10米之高。他手拿一把巨型砍刀，朝着镇魔卫杀去。天赋，遇水发动！划一名女穿越者将水缸中的水吸了起来，那些水珠在天空形成无数把暗器。天赋，隔山打牛！发动！一名身体很壮的穿越者握紧拳头，他一拳砸向身边一名穿越者，结果力量传递到远处一名镇魔卫身上，将镇魔卫瞬间震得吐血而死。天赋，尖刺！发动！一个瘦瘦弱弱的穿越者双手握拳，霎时间全身长满了锋利的尖刺，他跟着众多穿越者杀了过去。镇魔卫人数多，但多数修炼境界仅在淬体3重4重左右，然而这些穿越者大多都在淬体4重以上，通灵境界的更是多达30几人。他们各种天赋施展起来，一瞬间就稳固了局面。长公主和12生肖立于门口的塔楼上，静静地注视着全局。鼹鼠，末将在塔楼左侧那名女穿越者似乎有听声辨位的技能，
镇魔卫始终伤不到他，你去杀。诺。身材纤细的鼹鼠校尉立即飞了出去，在半空中时，他身影后出现一只体型2米的鼹鼠影子，他的速度快了5倍，如鬼随形。那名身材高挑的女穿越者，天赋听声辨位，每当有攻击袭来，他都能轻松躲过。修为淬体8重境界的他，连续杀死了10几名镇魔卫。刷他感觉耳边一阵风刮过，女穿越者正准备转身躲开，岂料那灵活的鼹鼠忽然趴在穿越者耳边一声尖锐鸣叫，嘶嘶，那声音穿透力强，透彻心扉。几乎在刹那，女穿越者2只耳朵的耳膜全被震碎，流出鲜血，她的脑袋剧痛无比。鼹鼠校尉从空中落下，一剑砍断了女穿越者的脑袋。太阴宫林荫房间，林荫也没想到，他在沐浴的时候，秦明竟然来到了他身后。林荫脸红扑扑的低着脑袋，他连秦明看都不敢看。林荫姐姐，你这沐浴都1个时辰了，水都凉了吧？啊，水凉了吗？我不觉得呀。你是不是害怕进被哦？我又不是豺狼虎，你怕什么？没怕什么。秦明，你先去休息，我等会儿就来。秦明凑过来，在他耳边轻声道：“还是我带林荫姐姐一起去吧。”说罢，秦明一下子抓住林荫手臂，将她从浴桶中抱了起来。林荫惊了跳：“啊，秦明别闹！”秦明抱她在怀里朝床铺走去。秦明，我怕，我娘说那样的话，我会怀孕的，怀孕可就完了，在这太阴宫。林荫姐姐，那我们找点其他办法。啊，还有其他办法？有的，很多。贪道人终于带着10名精英属下从主殿里冲了出来，他们每个人的修为到了通灵境。这些镇魔卫真不知死活，东佛山也敢闯。勇士们，拿出你们的天赋技能，把他们全部屠杀。上！远处塔楼上，长公主玉手一扬，12生肖杀，萌兔、媚羊、红蛇、雉鸡、灵猴、黑虎等全部杀出，个个大长腿，身姿窈窕，修为高强。他们身后都出现了可怕凶兽的影子：3眼灵兔、独角魔羊、幽目黑虎、流金玲珑、翠血红蛇、疾风鼹鼠，一个比一个身影巨大霸气。吼！他们的战斗力比平时提升了3倍都不止。霎时间，那些穿越者精英被打得连连后退。天赋为隔山打牛的穿越者被萌兔一脚踢中心脏，直接爆体而亡。2名精英穿越者被红蛇的蛇影卷在一起，活活的勒死。穿越者队伍越死越多，贪道人手握黑蛇杖从远处飞了过来，他远远大喊道：“究竟是谁带你们来的？好大的胆子，敢与我天道教为敌！”他手中黑蛇杖在空中一摆，霎时有近数百条的七魁蛇从周围涌出。天赋御蛇发动，好，你们镇魔卫全都会被咬死，给老子杀！数百条黑色七魁蛇从空中飞窜下去。然而下个呼吸，只见塔楼上的长公主纤纤玉手从袖子里伸出，轻轻一抬，漫天飞雪顿时融化成无数冰晶，那些冰晶上面带着尖刺。她手轻轻一弹，杀！仅10个呼吸不到，数百只剧毒无比的七魁蛇全部被冰晶刺死。贪道人震惊极了，谁？是谁？他一转头才看到从塔楼上升空的长公主。贪道人懵了，他害怕的全身颤抖。长公主怎么来了？这个原住民的大 boss 他竟然亲自来了。贪道人早就听说过长公主不好惹，他早就听说过长公主是个超级恶魔，但贪道人同时也听了一个隐秘消息，那就是前几日长公主受伤了，这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贪道人飞上天空，手里拉着黑蛇杖，大声喊道：“长公主，你身上有伤，别以为我不知道。现在你带着镇魔卫退走，我贪道人给你面子，不予追究，否则的话……”话还没说完，长公主突然从空中飞来，找死！她袖子一摆，轰！漫天雪花被寒冷的气息包裹着，狠狠杀向贪道人冲来。贪道人赶紧将黑蛇杖疯狂旋转，七魁蛇毒从黑蛇杖中弥漫而出。既然你长公主受伤了，老道就不信挡不住你！轰！啪的一声巨响，贪道人黑蛇杖直接被拍成2截，他自己被恐怖的寒冷气息拍在脸上，霎时从空中摔了下去。一招，竟然仅仅一招就将他打废了。贪道人吐着鲜血从地面爬起来，不是说长公主受伤了吗？为什么还这么强？眼看着穿越者被杀得越来越少，贪道人对着后面幸存穿越者喊道：“杨明在哪里？”贪道人，我在这儿，用你的天赋施展给我，快点！杨明的天赋是法强增益，序列53，可以让人的战斗中法力强度增幅5倍，
触发概率 5%， 且维持时间仅有10息。施法效果结束会大幅度影响自身修为。杨明冲到贪道人身后，双掌合璧，天赋法强增益施展，贪道人竟然几率触发成功，瞬间被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他声音轻轻一震，飞一般跃上天空。他从来没有感觉自己这么强大过。现在的他即使面临宗师境界也丝毫不虚。他手心里将黑色蛇毒凝结成毒球，直直向着长公主杀去。时息够了，我看你长公主怎么应对。就算你把这毒球劈碎，蛇毒照样侵蚀你。然而谁也没想到，原本站在空中的黑衣长公主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只紫色可怕的凤凰。那凤凰身影足高达50米，它2只翅膀展开，遮天蔽日，黑色翅膀上散出异常可怕的杀气。下面一众战斗的穿越者全都被吓傻了一般。天魔冰皇，竟然是古兽天魔冰皇！贪道人的毒球刚冲到面前，就被长公主翅膀轻轻一挥震成粉碎。天魔冰皇影子的翅膀再次轻轻一动，一道恐怖的冰雪飓风袭击而来。贪道人实力已经增强10倍，他用尽全力想去抵挡这股可怕的飓风。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贪道人与寒冰飓风触碰的瞬间就被砸得五脏尽碎，摔去地面。砰！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贪道人被彻底吓傻了。他整个人浑身筋骨破碎，经脉尽断，吐血不止。一招，又是仅仅一招，这也太可怕了。仅剩下的30几名穿越者眼睛中露着绝望，他们里面不乏有好几名通灵境界的强者。但是看到天空上的长公主和她身后可怕天魔冰皇，心里惧怕到极点。半刻钟后，12生肖将东佛山300多名穿越者诛杀殆尽。那名被打废的贪道人被铁钩挂住琵琶骨压倒到长公主面前。蒙兔校尉从后面跑上前，在长公主的耳边轻声道：长公主，刚才女帝陛下用通灵鸟传信，说是天道教在银石皇城某处埋设炸药。陛下说他已经抓了天道教2名长老，让您把这贪道人也带回去，一起审讯。长公主一脸冷漠，本来她听到姐姐的命令，心中就有逆反，想着你让我留我就留，你韩月里有这个资格。但是长公主听到关系到银石城许多百姓的生死，最终长公主还是冷声道：把她的握剑右臂给本宫斩了，用铁钩挂住琵琶骨带回。诺。将300名穿越者的脑袋都给本宫带回去。诺。醉仙楼天字1号房，云水遥正低头给五行盟总部写信。他将炎火堂出现叛徒、天道教贪道人过来谈判、长公主的大军袭击东佛山的事情全部写了下来。随即他打开窗户，屋檐顶上一只白色的通灵鸟顺势飞了进来。这种鸟个子很小，飞行速度是马匹的5倍有余，而且通灵鸟格外具有灵性，送信的准确率极高。云水遥将纸条塞进通灵鸟爪子上的小竹筒里，然后将通灵鸟放飞天空。门外的清玄走了进来：师父，今日收到了五行盟总部的来信。说什么？有没有小晴子公公的消息？还没有，师父。云水遥心里很着急，这是他弟子秦明前几日拜托他调查的事情。秦明在宫里冒充的就是这个秦公公，如果不把这公公的身世调查清楚，始终是个定时炸弹。就在这时，大弟子马强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师父，不好了！怎么不好了？长公主带着东佛山300名穿越者的脑袋回来了。清玄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杀的是那些该死的天道教的，死了就死了，你这么激动做什么？不是，我紧张的不是这个。马强拍拍脑袋：我紧张的是那长公主把贪道人给抓回来了。什么？云水瑶一听，立即从椅子上起身。清玄也是脸色大变，这可如何是好？贪道人是见过秦明的，万一长公主把贪道人带进宫，这就糟了。师父，要不我们直接冲进去把贪道人给杀了？云水遥瞪了一眼弟子马强，做事情要动动脑子，你这样冲进去，连贪道人的身都进不了，就会被砍成肉泥。那个长公主有这么厉害吗？他当然厉害，师父在没受伤的时候才通灵6重，而那长公主是宗师1重，这还是他没变身的时候。你想想其中差距。一听此话，清玄和马强均是震惊，不愧是原住民的 boss， 可真强悍。忽然云水遥想到一个办法，你们跟我走，只能去试一试了，为师也没有把握。3000名镇魔卫在这次战斗中只死了100人不到，虽然他们每个人修为并不高，但主子长公主和12生肖实在是太强，他们几乎吊打所有穿越者高手。手段很厉害的贪道人加强暴击天赋，在长公主手里连一招都没过去。此时3000名镇魔卫浩浩荡荡地抵达银石皇城。银石皇城刚刚进城，百姓就全跑到街道上来看热闹。
长公主又杀穿越者了，太厉害了！你们看那车上堆满了穿越者的人头，看起来至少有300多个。众多百姓欢呼，显得十分兴奋。12生肖骑着雪驹马走在最前侧，后面跟着的是长公主的马车和压着贪道人的囚车。镇魔卫与300个血淋淋的人头全在后方跟进。云水瑶的时间紧迫，他带着弟子清玄和马强在人群中穿梭。前几日和贪道人的战斗让他深受七魁蛇毒的困扰，修为已经从通灵6重降到通灵4重。他知道正面硬刚连长公主一招都接不下，所以云水瑶想了一个以乱取胜的办法。马强，为师让你去找牛，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师傅，我特意找了有犄角的公牛。清玄，你那鞭炮买到没有？买到了，待会儿听为师口令行事。明白。长公主在雪驹马车的角落里半躺着，慵懒丰满的身躯显得格外诱人。她微微假寐，闭着眼睛，任凭外面百姓喊她喊得多激烈多崇敬，赞美她有多么的疯狂。长公主的面色依旧面目冷漠，12生肖的黑色盔甲上都沾了些许鲜血。萌兔媚阳走在最前侧，来回对着周围人群打着招呼。萌兔，媚阳骚滴滴地说道，我刚才听到旁边人说我长得比你漂亮。萌兔没好气瞪了媚阳一眼，你除了大一无是处。切，大不好吗？不好吗？你看小晴子每次看我的那个眼神，她看你什么眼神？她看你是胸大无脑的鄙夷。媚阳，小兔子，姐姐跟你拼了。就在这时，忽然前面人群一阵大乱，萌兔手一抬，大军立即停了下来。只见前方街道有8只公牛，尾巴上挂着噼里啪啦的鞭炮，正疯狂地朝大军马车冲来。媚阳立即拔出扬长剑，怎么回事？百姓的耕牛发疯了。其他校尉也纷纷拔刀拔剑。萌兔小小的手臂赶紧摇了摇，大家别杀，挡住就行。陛下今年曾下旨，灾荒之年耕牛较少，不让杀戮。是哦，好像有这么回事。那我们把这耕牛给制服。8只耕牛疯狂地朝大队伍冲了过来，许多镇魔卫察觉到不对劲，也纷纷跑到前侧来。萌兔媚阳更是轻轻卷起袖子，做好了将耕牛制服的准备。突然，长公主韩月熙从马车里呼的一声飞了出来，那霸道的杀气让周围百姓崇拜害怕。长公主冷漠地呵斥道，一群蠢货，都跑到前面去做什么？这明显有诈。长公主滑的袖子一摆，一股凶猛的寒冰气息在空中凝聚，霎时间寒气化作8支白色冰箭，直直向着耕牛冲了过去。那些牛刚到队伍面前就被冰箭刺穿脑袋，啪啪啪，恐怖的寒冰气息将8只耕牛炸得血肉横飞。与此同时，场主站在轿子顶上一下子转过身来，死死盯着囚禁贪道人的囚车。果不其然，他一眼就瞄到了正准备出手的云水瑶和弟子清玄、马强。他们3人蒙着面目。长公主嘴角冷笑，她手一扬，铮的一声，月影剑出鞘。云水瑶手里的无尘剑已然冲向贪道人，剑上带着他天赋剑心的浓浓剑意。清玄也猛然劈出一刀，正对贪道人心脏。然而谁也没想到，无尘剑和乌金刀刚到贪道人面前，就被从天而降的月影剑啪的一声震得倒飞而出。噗！云水瑶和清玄均是心脉剧痛，嘴角溢出鲜血。说时迟，那时快，云水瑶拼命挥动双臂，再次使出3道剑意杀向贪道人。可是强大如斯的长公主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她纤纤玉手在空中一抓，一大团的雪花瞬间凝聚。随着她袖子摆下，那些凝聚的雪花瞬间在贪道人面前形成一道冰墙。砰砰砰！云水瑶的3道剑心全部被冰墙挡住，清玄连续斩出数刀也毫无用处。下个呼吸，冰墙啪的一声炸开，那些碎冰形成的细小寒冰剑直刺云水瑶。云水瑶赶紧后退，这长公主实在是太可怕了，太妖孽！退！云水瑶一声令下，她带着马强、清玄赶紧冲到人堆里，跳进了早已经打开的下水道口。在师徒3人跳下进下水道口的瞬间，长公主的寒冰剑杀道在身后轰然炸响，啪啪啪！进入底下的云水瑶扑哧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弟子清玄赶紧扶着她，师傅快跑！这长公主就是妖孽，她又狠又狡猾，贪道人没杀死，你师哥秦明在宫里可怎么办？长公主从马车上追来，站到下水道口，本来她准备跳下去把这3人的脑袋给取下来，结果里面一股难闻的气味传来，长公主袖子赶紧一挥，倒退而走。她轻轻拍了拍自己衣服，再次回到马车里。杀人可以，但是因为杀人把衣服弄脏，长公主是绝不允许的。12生肖派出百名镇魔卫跳进下水道口去追，而大军则继续朝太阴宫而去。
太阴宫的清晨依旧是昏暗寂静，林英早早就穿好衣服，梳妆整齐来到了外面。她连续在花上取了好几块冰嚼着吃着。秦明穿着一身黑衣站在门口，深深揽腰笑道：林英姐姐，平时就吃一块冰，今天早上吃这么多冰做什么？林英脸一红，还不都怪你，吃点冰把味道遮一遮，省得被长公主发现。林英左手拿着冰，右手胳膊左右上下不断摇晃。唉，这胳膊可真酸啊。就在这时，太阴宫外传来噼里啪啦大军的马匹声音。林英和秦明心里一震，长公主回来了。两人赶紧上前将太阴宫那高达5米的虎头门打开。轰隆，走在最前侧的12生肖纷纷从雪驹马跳下，他们身上的盔甲武器都染着鲜血。长公主马车帘子揭开，她一袭黑色盔甲，面容娇美，浑身一尘不染。秦明不禁心里惊叹一声，这个女人真的太美了，不过那性格实在疯批。长公主下了马车，一眼就看到门口正盯着她看的秦明。长公主眼神凌厉，秦明赶紧微微低下头来。长公主从秦明和林英中间走过，3步之后，她突然回头看向秦明，冷声道：伤势如何？回长公主的话，伤势好多了。两人又陷入短暂的沉默。2个呼吸后，长公主转身朝着上殿走去。太阴宫外的广场上，一辆辆拉着人头的马车过来了。林英看得吓一跳，赶紧捂着嘴巴。秦明也被这一幕深深震撼了。整整近300人头血淋淋的被扔在车上，还有些脖子上挂着现代蓝星的饰品。这么多穿越者，竟然一次性全被杀了！我的天！疯批无敌长公主！忽然，火辣诱惑的媚阳挡在秦明面前，她脸上盔甲沾满鲜血，却媚笑满面，挺拔的胸脯差点弹到秦明。她对萌兔刺激道：你看，咱俩在一起，这小晴子还是第一时间看我，就是因为我长得比你那个傻。切！萌兔撇了撇嘴，2只小手塞在胸口的盔甲里，笑嘻嘻走了过来。小晴子恢复的不错嘛。林英，你怎么黑眼圈这么重？林英，黑眼圈能不重吗？整整1夜，他和秦明就没闭眼。林英，你胳膊咋了？一直摇来摇去的。没事，早上拎水的时候扭了一下。说罢，他眼睛瞪了一眼秦明。其他的女校尉也纷纷走了进来，都关心地问了问秦明伤势。秦明惊叹道：东佛山这么多穿越者都死了，当然，我们12生肖出马，有什么搞不定的？哦，不对，有一个人没死。东佛山的头头叫什么？贪道人，他被带回来了。秦明心里咯噔一颤，贪道人，靠，这家伙可是见过自己的，把贪道人带进宫里来，那可是定时炸弹。秦明赶紧试探性地问道：怎么长公主还把他给留下了？萌兔撇撇嘴，好像陛下要从这贪道人嘴里套消息，要拉去审讯。秦明心里舒了口气，陛下带走就好，反正他秦明又不去掌火殿，只要不见到贪道人，一切都好说。就在这时，长公主上殿11楼的八卦玄门突然推开，她已经换了一身紫色绣着云纹的长裙长发，在寒风中吹起，美艳不可方物。下面的12生肖林英等赶紧对长公主行礼。2个是：第一，把这300穿越者人头给本宫全挂到银石皇城的集市上，警告那些穿越者，谁敢动太阴宫的人，这就是下场。诺。第2件事，小晴子，属下在。从今日起，本宫提拔你为镇魔卫校尉之职，明日清晨随本宫一起去掌火殿早朝领取官印。秦明一下子又惊又喜，愣在原地。林英高兴的赶紧拍拍他的胳膊，快谢恩啊！12生肖也纷纷转过头来，脸上带着笑意，快点谢恩！秦明弯腰双手抱拳，属下谢长公主。长公主那慵懒的娇躯又一次转身回了屋里。一瞬间，12生肖也顾不得刚战斗完的疲惫，林英也顾不得自己的胳膊疼，纷纷围着秦明。恭喜啊，小晴子，你这可是一步登天啊，从来没有直接升到校尉的。小晴子，我们12生肖可都跟着长公主20年以上了，从镇魔卫一步步干到校尉的，你倒好，一上来就成校尉了。秦明心里也没想到，这封批长公主一向对他那么残忍，怎么突然间就好起来了？想不通，真的想不通。但是他忽然又想到个很严重的事情，女帝的掌火殿明天要去，可是这贪道人被押去女帝那里了，万一明天掌火殿碰到贪道人，这可就完大了。算了，现在杞人忧天也没用，走一步看一步，反正能混上镇魔卫校尉是极为不错的，至少自己的安全进一步得到保证，而且还有能力护好师傅和师妹他们。夜深了，秦明看了一下自己幸运点数只有26，还不足以抽奖。
他干脆在房间里运转灵力，开始小周天大周天的循环。一会儿之后，秦明听到窗外传来轻微的敲窗声音，他将窗户打开，全身雪白的黄鼠狼又在外面，他2只眼睛绿油油地看着秦明。秦明招招手，是不是冷了？要不进来？黄鼠狼后腿一蹬，跳进了房间。他抖抖身上的雪，在床尾缩成一团。是不是冷啊？秦明修炼后身体比原来强劲太多，所以他房间里并没有点燃炭火。他从床上跳下来，在炕里面放上炭火。他右手伸出天赋火焰发动，忽一团红色火焰在秦明手心里燃烧起来。床尾蜷缩着的白色黄鼠狼陡然一惊，立即站了起来。他2只眼绿油油的眼睛露着惊讶神色。炕里炭火被点燃，房间里顿时暖和起来。秦明拍了拍手笑道：现在房间暖和了，你可以好好休息了，小家伙。秦明成为镇魔卫校尉，最开心的当属林英了。自从昨天晚上他和秦明在被窝里整整一夜，他已经完完全全把秦明视作自己要托付终身的人。秦明飞黄腾达成为校尉，他当然开心，那样就距离秦明替他赎身带他出皇宫建立小家庭的目标越来越近了。林英想到此，高兴的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夹着被子，又想起昨天晚上秦明在这里闹腾的画面，虽然没有做那种事，但是他的花样可真不少。想到此，林英揉着手臂，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天蒙蒙亮，秦明刚从被窝里醒来，就听到了林英在外面扫雪的声音。秦明披好衣服，看床尾的白色黄鼠狼早已无影无踪。真奇怪啊，这小家伙。他来到院子外面，拿起扫把跟林英一起干活。林英从红菱花上拿块冰吃着，对着秦明笑，他仿佛在看自己相公，怎么看怎么顺眼。秦明也笑笑，咬着一块冰。现在这满院子都是人，他可不能像那天晚上一样跑到林英旁边嬉笑打闹。今日要早朝，长公主起得格外的早，他用完早膳就命人将一套黑色官服送给了秦明。秦明换上衣服，林英给他梳好发髻，整个人精神抖擞。他刚出门，长公主韩月西单手背于身后，站在院中雪地上。他淡淡的吐出一字：走。说罢，长公主脚下月影剑蓝光大震，冲天而起。房顶上的萌兔嘻嘻一笑，温柔道：长公主，秦明没到通灵境，不会飞，不会飞就自己去骑雪驹马。话落，长公主御剑而起，冲进了漫天雪花之中。萌兔校尉从房檐上跳下，给秦明牵了匹白色的雪驹马。小晴子，顺着这条官道一直走到底，然后往西边拐就到长火殿了。记住了，是往西边拐，千万不要去东边，东边是整个皇城的禁地。龙渊祠堂，龙渊祠堂，这4个字让秦明脑袋里升起好几个问号。真的奇怪，他以往看小说，很多皇族祠堂要么叫皇家祠堂，要么叫先祖祠堂，怎么还有龙渊祠堂的？不过秦明也没多问，他跳上白驹马，给林英和12生肖他们告别。小晴子，一路平安。小晴子，官运亨通。秦明2腿稍稍用力，白驹马快速开始奔腾。大燕国的皇宫特别大，所以官员是可以骑马的，但是绝不能在皇宫飞行。长公主是例外，因为女帝管不了她。秦明第一次接触大燕国的权力中心，越往长火殿走，心中越是震撼。这里的3步一高楼，5步一脚亭，10步有花园，精美绝伦。他透过漫天雪花往东边看去，只见龙渊祠堂的方向，一条巨大的黑龙雕像盘旋着直冲天际，那高度至少500-600米。黑龙塑造的惟妙惟肖，那在风雪中挺立着巨大龙头，面目饱含威严，仿佛看一眼就能让人生起无尽的惧怕。这龙渊祠堂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刚想到此，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呵斥声，什么人竟然敢骑着马肆意张望。秦明回头，眼前出现6名白羽卫，他们穿着白色盔甲，手握长剑，一下子将秦明的马团团围住。我乃白羽卫校尉王山，你究竟是何人报上名来？在下秦明，乃是新任的镇魔卫校尉。哈哈，王山旁边的白羽卫突然笑了，他指着秦明笑道：镇魔卫校尉，你就别胡吹牛了，我认识你，你是在太阴宫当差的太监小晴子。王山走到前面来，眼睛中带着傲然与蔑视。太监本就是无根之人，手无缚鸡之力，也敢冒充校尉，真是笑话。秦明快接近爆发点，他本不想惹事，再次轻声道：我的确是新任的镇魔卫校尉，现在要去长火殿，还请王校尉通融。通融个屁，你个太监，给老子拿下！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宫中有哪个太监能当校尉的，还不笑掉大牙。周围5人再次哈哈大笑。秦明从马上跳了下来，既然王校尉觉得在下手无缚鸡之力，要不试试？秦明已经看出王山修为淬体3重，
其他的白羽卫淬体而众。你们瞧瞧，这太阴宫的太监都不得了，与我白羽卫的校尉挑战。今日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白羽卫的威严。王山话一落，握紧拳头就向秦明砸了过来。秦明不慌不忙，在他快接近时，右手忽然抬起，啪，冰破拳冲击而出，拳头上缔结的冰雾直接炸开，震得王山校尉倒飞而出，摔了5米远。他痛苦呻吟着，觉得自己丢人了，气急败坏，给我杀了他，杀了他！一瞬间，其他5名白羽卫纷纷拔剑冲来。秦明的隐秘天赋和龟息灵诀让他的感知力和速度极快，5把剑在他身边来回刺杀，但秦明皆是轻松躲过。他找准机会，冰魄拳快速施展，啪啪啪啪啪，5名白羽卫士兵全被打得摔在地上，嘴里不断吐血。躺在地上的王山震惊不已，一个新太监怎么会这么强？秦明面色越来越冷，他再次上前抬脚，砰一脚蹬在王山胸口，将他打得再次飞出10几米远。就在这时，前面路上有2名官员经过，穿着天青袍，袍上还绣着异兽纹路。他们恰好看到秦明打人的一幕。住手！年轻人，本官看你身着镇魔卫官服，怎能随意在此殴打白羽卫？你是什么时候当上校尉的？为什么胡乱伤人？秦明拱拱手道：两位大人，在下校尉秦明，刚经过此处，这王山校尉带着卫兵对我横加阻拦，出言辱骂，在下是不得已而出手。不得已出手？你有什么证据吗？对啊，那你有没有证据证明是别人先动的手？这位秦大人，这是在陛下的掌火殿周围随意惹事，可是非常严重的。你既然没证据，那就是私自伤人，本官定会禀报陛下。秦明已经看出来这2名穿着官员就是搅屎棍，他正想着怎么应对时，远处走来一道紫黑色身影，正是面如冷霜威风霸气的长公主。2位官员第一时间迎了上去，恶人先告状长公主，我们刚看到秦明殴打白羽卫，秦明将6名白羽卫打得晕死，我问他有没有证据，证明是别人先挑衅，他没有证据，那就说明是他主动惹事。秦明跟了上去，顺势向长公主行礼，他觉得自己在掌火殿附近惹事，刚好被这些无聊的文官看在眼里，长公主肯定要训斥他。秦明连连解释道：长公主，这王山校尉连连挑衅。谁知秦明才说了一句，长公主就摆了摆袖子，不必再说，小晴子，你过来。秦明走到长公主身边，再次行礼，你今日刚刚为官，本宫教你一些处事规则，属下洗耳恭听。记住，如果这世界有人怀疑你做的事情，别去想办法证明，那样毫无意义。你得捏碎他的眼睛，并且告诉他下辈子眼睛常亮点。下个呼吸，长公主突然袖子一扬，空中的雪花凝聚成一把短小的冰晶剑，咻噗，眼前2名官员的眼睛直接被割得鲜血淋漓，眼珠子破碎，他们痛苦地抱着眼睛，哭得撕心裂肺。啊啊，我的眼睛！啊！秦明心里震惊，眼睛都瞪大了。靠！他第一次感觉长公主好酷。长公主转身朝着掌火殿走去，秦明赶紧在身后跟着。冷冽的寒风吹动着她的衣裙，黑色秀发披散在肩头，真的美极了。秦明心里不明白的是，长公主甚至都没听他解释，就选择无条件的相信，怎么感觉她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呢？女帝的掌火殿呈圆形，高达100尺，在掌火殿最顶端，用萤火石雕塑着一只巨大的红色凤凰，凤凰时不时发出耀眼夺目的光亮，将昏暗的云层迷雾都照得透亮。掌火殿四周围墙上也镶嵌着许多萤火石，这个世界黑暗笼罩，人们烛火烛光而居，所以萤火石装饰来显示富贵威严。掌火殿门口站着一名青衣公公，脸部发白，长着一对鹰眼，身材肥胖。秦明一眼就认了出来，这公公正是当初给他们这批太监净身训化的王景。他怎么从进士房跑这里来了？秦明心里忐忑不安，他担心被这家伙认出来假小晴子的身份。他不确定这个王景给小晴子净身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他的面目，不过当时小晴子脸上一道大伤疤，这王景公公应该不能辨别的那么清晰。王景看到长公主，立即对着掌火殿大声喊道：长公主到！长公主从他身边走过后，王景才微微抬头，嘴角带着笑意看着秦明。秦明也报以微笑，点点头。小晴子，给你净身的时候，你脸上有伤疤还蒙着脸，没想到伤疤好了之后竟然这么倔。王公公获奖，恭喜王公公升到司礼监，也恭喜你竟然能担任校尉，前途不可限量。秦明再次微微行礼，赶紧跟着长公主往里面走去。看样子这个王景并没有认出来，又或者他认出来了，但是他是个超级老阴逼，不过这种概率不大。一踏入掌火殿，
这雄壮的气势让秦明为之震撼。他在蓝星上时去过故宫里的太极殿，跟眼前的长火殿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圆形的大堂直径能达到100米，中间18根雕刻凤凰的金柱上面挂满了银石灯，周围两边站着密密麻麻的文官武官。秦明只稍稍感应下，就察觉这些武官将帅个个修为都在通灵以上，真是强悍如斯。怪不得穿越者群体一直打得很艰难。本来百官听到长公主进来，皆是微微低头不敢直视，结果又看到长公主身后带着的秦明，他们不禁惊讶抬头，这个俊俏小生以前怎么没见过？听说是个太监，长公主封他做了校尉。什么？我大燕国什么时候太监也可以为官？虚你找死啊！被长公主听到，当场能把你的脑浆打出来。秦明微微低头，不卑不亢。他跟着长公主一直走到大殿最前方左侧，长公主在一张白玉大椅上坐下，秦明站在她的身后，他眼睛用余光偷偷观察左右。大燕国官员离女的竟然占到1半以上，而且女武将颇多。就在这时，左侧一名瘦瘦高高的公公大声喊道：“陛下驾到！”众臣子将军纷纷跪下，只有长公主仍然坐在白玉椅上，面不改色。忽然，秦明感觉有好几道光影从旁边飞过，他眼睛微抬，竟然是传说中的凤凰，足足10几只，每只长约2尺，羽毛金灿灿的，亮泽无比。好家伙，这世界凤凰都当宠物养的吗？就在这时，长火殿内一股炙热气息传来，秦明皮肤燥热，心底里似乎也燃起火焰。长火殿大厅跪着的许多官员额头都开始冒汗，但没有一人敢抬头。众卿家免礼，谢陛下。秦明抬头，一眼就看到高台皇位上坐着的女帝，她浑身散发着炙热的火焰气息，金黑色的龙袍包裹着傲人诱惑的身躯，那绝美的容颜与妹妹长公主不相伯仲，只是她的身上更多了一份帝王霸气。刚才飞行的10几只金黄色凤凰纷纷落在了女帝的龙椅周围，女帝霸道的目光扫视一圈，落在了妹妹长公主的身上，随即她眼睛抬起，又瞪向了秦明。警告，危险程度提升2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200倍。好家伙，就瞪了一眼，危险程度加了200倍，太变态了吧！坐在白玉椅上的长公主眼睛猛然抬起，一股凌厉的寒冰气息突然释放而出，霎时就将女帝的杀气逼退。秦明身上的压力骤然消失，女帝不动声色，眼光扫视群臣。阵前2日让审讯天道教的长老查出银石城炸药放在何处，有无进展。下面群臣死一般的寂静。3个呼吸后，一名个子不高的将军站了出来：“启禀陛下，末将将他们关在炼狱，连续审讯了1天1夜，但是还没审出来。”女帝韩月离冷眉微动，银石灯的火光瑟瑟颤抖，简直是废物。3个穿越者都审不出消息，你还能干什么？女帝右手一抬，呼的一声，一股深蓝色的火焰骤然燃起，霎时间整个长火殿都炙热无比。那名将军浑身颤抖，扑通一声跪下：“陛下饶命，末将回去再进行审讯，陛下饶命！”轰！那深蓝色火焰直直砸在了那名将军身上，他被打得摔出10米，晕了过去。整个大厅里死一般寂静，蓝色火焰让整个宫殿都热了起来。秦明心里暗暗惊叹，这特么超级疯批啊，比长公主还要疯批。他的蓝色火焰真的是强得离谱。女帝韩月离再次冷声道：“把那3名穿越者长老给朕带上来，朕就不信审不出来。”半刻钟不到，天道教3名长老就被押了上来。贪道人、鬼长老、纣道人，他们手被绑在身后，一根很大的铁钩挂在琵琶骨上。秦明心里紧张极了，他没想到竟然在长火殿碰到了贪道人，这运气也真的是太衰了吧。秦明赶紧悄悄往长公主左边站了站，确保长公主的身体刚好能挡住那贪道人的目光。3名穿越者长老修为都在通灵境界，但是在女帝面前，他们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害怕万分的跪在地上。女帝冷声道：“听说穿越者天道教在我皇城布了一处炸药，说出地点，朕让你们死得痛快些。”贪道人3人披头散发，衣服破烂，满身伤口，他们低着头仍旧不讲话。女帝转头看向长火殿右侧角落，把那3座炼丹炉给朕搬过来。既然他们3个不讲话，那就绑在滚烫的丹炉上，给朕往死里打。不一会儿，3座燃烧着火焰的炼丹炉就被搬到长火点正中间。贪道人、鬼长老、纣道人分别被绑在3座炼丹炉上，滋滋滋，他们背后几乎要被烤糊。啊！陛下饶命！啊！3名手握长鞭的将军来到八卦炉前，开始甩鞭抽打。啪啪
每次一鞭子下去，都打得三人皮开肉绽，鲜血飙飞。他们痛苦地嘶吼求救，但是三人仿佛提前串通好一般，就是不回答炸点何处，可能想以此为把柄，让自己活得久些。女帝右臂轻轻托着白皙的下巴，翘着二郎腿。秦明用余光看了眼长公主，长公主同样眼神冷得可怕。这两姐妹可真的是绝配啊！10个呼吸后，一名将军禀报道：“陛下，贪道人被打死了。”秦明舒了一口气，死了好，死了真的太好了。贪道人死了，他的身份也不会暴露了。谁知疯批女帝突然御手一招，国医圣手，臣在，把他给拯救回来，活了后继续打。秦明真的是只能用丧心病狂4个字来形容。他难以想象，如果哪天自己身份暴露，落在这疯批女帝手里，会有多么的惨。国医圣手很快扎了10几针下去，那贪道人果然活了，嘴里依旧吐出血。他痛苦挣扎哭喊，女帝眼睛瞪了一眼那名将军，将军立即用纸团将三人嘴塞起来，又开始了疯狂鞭打。女帝在皇位上坐直了身体，看着众多臣子，有事奏报。站在第3排的矮个子官员站了出来，启禀陛下，韩邺城遭遇血兽袭击，守城士兵和百姓死伤超过10万人。女帝突然眼睛凌厉至极，蓝剑心是干什么吃的？区区血兽就能够把韩邺城打成这样，真是废物。朕派去的3万白羽卫呢？启禀陛下，根据传回来的消息，白羽卫损失殆尽。女帝一巴掌将旁边桌子拍成粉碎，她呼的一下站起来，身上又一次燃起蓝色火焰。废物，都是一群废物。告诉蓝剑心，朕会再派人去，让他给朕把韩邺城守好。如果再发生类似伤亡，朕砍了他的脑袋。启禀陛下，臣有本要奏，户部左侍郎杨帆的小妾被发现是穿越者，已经处极刑。但小妾被杀之前，左侍郎杨帆流了眼泪。臣以为左侍郎此举不妥，应该闭门思过，引以为戒。闭门思过。女帝再次在皇位上坐下，玉手指着旁边的一名将军，一个堂堂左侍郎竟然对穿越者生出同情心，还掉眼泪，简直是疯了。去，将左侍郎杨帆凌迟处死，把他家人都拉过去观看，但凡有人敢掉眼泪者，一并处死。秦明听得惊心动魄。如果说长公主是个疯批，那这女帝真就是个魔鬼。就在这时，那被绑在丹炉上的纣道人实在是忍不住疼痛，他用尽毕生气力将绑着的铁链挣断，第一时间往嘴里扔了颗白色丹药。秦明刚看到纣道人气息在快速增长，突然长公主和女帝同时抬起了手，长公主的寒冰之剑直接从纣道人心脏穿了过去，露出硕大的血窟窿，而女帝的一团蓝焰之火直接砸在纣道人的脑袋上，仅3个呼吸不到，那脑袋就被烧成了一堆灰烬。整个掌火殿文武百官均是低着头，秦明也是第一次见识到了原住民的2个超级 BOSS 是多么的可怕。这时候掌印太监喊了一声退朝，文武官员纷纷转身往外退去，长公主却依旧没动，秦明也不能动。掌火殿中间被绑在八卦炉上的贪道人和鬼长老依旧痛得龇牙咧嘴，他们痛苦地朝四周张望，刚好秦明旁边的官员都退走了。贪道人一眼就看到了秦明，他眼睛前面散乱着头发，看得并不是很清晰，正在仔细辨认时，秦明已经发现了。他灵机一动，立即低着头凑近长公主。长公主，那个贪道人眼睛色眯眯的在看你的腿。长公主一愣神，随即左手抬起，咻，一道寒冰剑飞了过去。贪道人瞪大眼睛，还在辨认秦明时，那寒冰剑噗的一声将他2只眼睛割得血肉模糊，眼珠子爆开。贪道人痛得撕心裂肺，满脸是血。秦明心里庆幸，幸亏老子反应机灵，否则被贪道人指认出来，那不就芭比 Q 了？2大魔女夹击，哪还有活路？女帝心浮气躁的指着2个穿越者囚犯，压下去，给朕压下去。长公主起身抬头看着女帝韩月离，本宫带她过来给你看一眼，从今天起她认朕魔卫校尉。放肆！韩月熙，没有朕的诏书官印，你敢私自任命官员？我认就认了，你能怎么样？韩月熙，你放肆！你之前12生肖任命，朕睁只眼闭只眼，可是你今日竟然带个太监过来当校尉，你是疯了吧？太监又如何？我大燕国开国至今什么时候有太监出任朝廷官员？那就从我韩月熙开始。女帝气得那饱满的胸膛起起伏伏。我带她过来给你看一眼，已经是给你面子了，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你说什么？女帝唰的一下站起身来，浑身又一次溢出蓝色火焰，可怕至极。长公主丝毫不惧，也是目光凌厉地盯着女帝。2姐妹再次剑拔弩张。秦明感觉到自己身上一会儿热气扑来，
一会儿寒气扑来，2大疯批，简直牛逼的不行。5个呼吸后，女帝表情似乎有所缓和，她冷声道：“想让他当校尉也不是不可以，我大眼国一向重视人才，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当校尉。”他眼睛突然看向秦明：“你小秦子想当校尉，就把这2名穿越者长老给朕审出来，朕要知道爆炸的点在哪里，你敢不敢接？”长公主还没等秦明说话，直接摆袖子拒绝：“你自己白羽未审不出来，你也审不出来，让一个刚当校尉的人去审，你好意思？如果他不答应，那就别想从朕这里拿到官印。韩月离，你不给官印试试看？真是放肆！韩月熙，莫非你还想跟朕打？打就打，真以为我怕你？”霎时间，女帝2手凝聚2团精纯的蓝色火焰，威力强得可怕。秦明隐隐感觉女帝境界要比长公主高很多，长公主手中也凝聚了寒冰剑气。秦明不想长公主因为自己和女帝打起来受伤，长公主伤了对太阴宫没好处。况且对于审讯犯人，他想起了蓝星上看过的一些案例，应该可以试一试。如果退缩，反而不是明智之举。千钧一发之际，秦明立即上前：“陛下，您和长公主消消气，微臣愿意一试。”这话一出，长公主和女帝全都愣住。女帝眼睛看向秦明，杀气中透着一丝欣赏：“好，有志气，那就将2名穿越者长老押入镇魔塔，朕给你1日时间，审出来有奖。审不出来，你不仅当不了校尉，还要小心自己的脑袋。”微臣遵旨。长公主抓起官印，气鼓鼓地瞪了一眼秦明，想骂一句，却始终没骂出来。高台上的女帝单手负于身后，转身离去。长公主也生气地瞪了眼秦明，气冲冲朝着火殿外走去。秦明赶紧快速在后面跟着。长火殿外大雪纷飞，地上的积雪几乎已经深到1尺，天气严寒，北风呼啸，与那炙热的长火殿形成鲜明对比。长公主并没有御剑飞行，而是沿着那条直道一直往前走。秦明在后面跟着，满地白雪上留下2条长长的脚印。1刻钟后，穿着黑色锦绒大衣的长公主突然转过身来，眼睛瞪着秦明：“你说，你是不是傻子？不是，你就是。本宫说了，这差事不能接，谁让你接的？你知不知道这差事完不成会掉脑袋？知道，知道了你还接？你个傻子！”长公主往秦明面前走了2步，眼睛中透着寒冰剑气，将秦明逼得全身彻骨寒冷。“你告诉本宫，你就这么想当官？为了当官连命都不要吗？给，本宫把这官印给你，你好好当，我看你能当几天。”长公主将校尉官印扔到了秦明手里。秦明追上长公主摇了摇头：“我不是想当官。”他把官印又放回了长公主手里。我早就对长公主说过，来宫廷里有吃有喝就很知足。长公主愣了愣神，双手插在腰间，气势汹汹地呵斥道：“那你为什么要接下这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伤。本宫身上有伤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你伤了，不能再和女帝打了。”长公主突然就愣住了，原本双眼之中冰冷的凌厉杀气瞬间消散许多。她沉默了整整10个呼吸，看着秦明的眼睛说道：“真是个傻子，本宫伤就伤了，跟你有何关系？”说完这句话，长公主寒月熹唰的转身，她玉手轻抬，月影剑铮的一声拂在脚下。她没有再看秦明，而是直接御剑冲天而起。在长公主飞入漫天大雪的那一刻，她突然感觉心里又酸了，眼睛也有些不自在。这该死的雪花非要飘进本宫的眼睛。长公主消失在远处天边，秦明也没有再返回长火殿牵马，他就顺着这条长长的雪路往前走去。他又看到了那穿入云霄的龙渊祠堂，那条高大壮观拔天而立的巨龙雕刻，真是有种莫名的强大压迫，人在他面前渺小的犹如蚂蚁一般。也不知道这世界如此庞然大物是否存在，如果真存在的话，那得多强大的修道者才能与之抗衡。一阵寒风吹来，秦明裹紧了衣服。穿越到这世界，每一步都走得好艰难啊，路又长又充满荆棘。秦明搓搓手，哈哈热气，嘀咕道：“虽然如履薄冰，但我应该能走到对岸的吧？”太阴宫院子里架起了一堆柴火，正在烧热水灵音和12生肖围着火炉而坐，烤着火嗑着瓜子。萌兔嘴巴小小的，2颗小虎牙磕得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一把瓜子嗑完，再抓一把，又一把嗑完，他伸手还去抓。灵音赶紧将瓜子袋拽回来，抱在怀里：“不许你再嗑了，小嘴嗑得太快，这个给小琴子留着。”啧，灵音，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什么事情都以姐姐们为主，现在竟然把小琴子排在我们前面。对啊，灵音，你该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媚阳校尉妩媚的眼睛一瞥，凑到林英耳边轻声道：“姐姐告诉你，太监不能那个啥的，你别把真心错付了。”这话一出，林英整个脸都红了，他握着小拳头拍了媚阳一下，起身朝屋里跑去。不和你说了。12校尉被林英逗得纷纷笑了起来。就在这时，天空之上，身着黑衣的长公主从天而降，她落在了地面上，震起漫天飞雪。原本嗑着瓜子的12生肖赶紧停了下来，因为他们发现主子的面容很冷，仿佛生了很大的气。长公主单手负于身后，朝上殿走去，一直到达11楼八卦玄门的门口。她转身冷冰冰道：“蒙兔、媚阳，末将在。晚上带那不知死活的小晴子去镇魔塔审讯贪道人和鬼长老，审不出来拉倒，让他自己去长火殿找女帝领死。”说罢，长公主一步跨入房间，门啪的一声关闭。下面的12生肖面面相觑，皆不知发生何事。但是显然这件事好像不小。林英在房间也听到了，神情焦急地跑出来：“审讯什么犯人？到底什么情况？”12生肖也是一头雾水的直摇头。他们在门口等了半个小时后，秦明终于回来了，他身上落满积雪。蒙兔、媚阳等都纷纷围了上来，一边替他拍着衣服上的雪，一边赶紧询问情况。秦明简要地说了个大概。这一听，众人全都懵了。原来长公主说的是对的，小晴子真的是在找死。看来女帝陛下真要处死她了。小晴子，贪道人和鬼长老被白羽卫整整打了1天1夜都没交代，你觉得你能审得出来？对啊，小晴子，这2人肯定将生死置身度外了，怎么审得出来嘛？你怎么接这个差事？秦明对着众人笑笑，脸上露着轻松神色。没事，不试试怎么知道呢？说罢，他抱着衣服去往房间。吃晚饭的时候喊我，吃完了我们去镇魔塔。秦明的风轻云淡倒是让12生肖和林英有些懵了。这家伙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啊？秦明换好衣服坐在床边，回来的路上他将审讯这件事想了想。他不觉得这2人将生死置之度外。既然他们是天道教，天道教的宗旨就是以自我为尊，党利益者皆杀。这一看就是群自私自利之人，他们怎么可能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之所以守口如瓶，就是因为他们清楚，一旦讲了就失去价值，会被杀；不讲反倒还能活一段时间。有了这个前提条件在，秦明有办法能让他们开口。已经1天半没抽奖了，秦明意念探尽锁天湖，当前幸运点数40，消耗幸运点数40，抽取成功获得闭气丹。闭气丹，2品丹药，服用后全身气息关闭，进入假死之态，维持时间2个时辰。闭气丹能用来做什么呢？突然他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今日接到镇魔塔审讯的机会，是不是有可能把师叔穆思哲给救出去？无论怎么说，穆思哲对他有指路的恩情。秦明想了一会儿，有了主意。林英今日早早就从御膳房领饭，他知道夜间秦明有重要的事情。吃饭时，秦明依旧神色风轻云淡，连续吃了2大碗，惊得林英、蒙兔、媚阳等都心里暗想：这家伙可真的是一点都不怕死啊！但是秦明不怕死，不代表其他人不担忧。林英担心的连半碗饭都没吃下去，好不容易和秦明待一起，体内奇怪的光束才能压制住，万一秦明出事，可咋办啊？蒙兔、媚阳也是吃了一点就将碗放下，毕竟小晴子来到太阴宫的这段时间，他们相处愉快，突然面临这么艰巨的任务，还要被陛下处死，谁心里都不好过。上殿11楼的长公主连1粒米都没吃，她手里拎着酒壶，大口喝着酒，任由那清澈的酒水顺着嘴角流入胸膛，她也全然不在意。夜幕更黑了，秦明、蒙兔、媚阳带着200镇魔卫向镇魔塔出发。2位姐姐，等会儿我们从玄武街走，去醉仙楼买3坛醉仙酿带着。小晴子，都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喝酒？当然有心思了，审得出来就喝庆功酒，审不出来就喝断头酒。哈哈！秦明笑了一声，骑着雪驹马跑向前方。蒙兔轻声抱怨一句：真是疯子，还断头酒。醉仙楼宾客满座，楼内柱子上悬挂着很多灯笼。酒楼掌柜的正坐在酒楼前台敲着算盘算着账，他端庄静美的脸上挂着点点忧愁。他心里一直担心弟子秦明的安全，担心这贪道人进宫会给他惹来麻烦。喂，掌柜的！坐在1楼中间大桌上的青衣小厮忽然站起身来。掌柜的，你长这么漂亮，我家公子问你成亲了没有？云水瑶抬起眼皮看了一眼，那桌总共坐了8人，最高的修为是中间的白衣男子，淬体3重。云水瑶没有搭理，继续埋头算账。掌柜的，我家公子让你过来陪着喝一杯，今晚我们可以把这里包场。云水摇头连抬都没抬，淡定说道：想喝酒就喝，
不喝酒就请离开，别耽误我们做生意。哈哈！白衣公子笑着站了起来，手中折扇唰的一下打开。让你掌柜的过来陪着喝杯酒，你都不愿意，我看你这生意是真的不想做了。说罢，白衣公子盯着酒楼上下扫视一圈，大喊：各位，在下薛怀，家父乃白羽卫将军薛蟠。这女掌柜不识相，今晚上所有人都不准再买酒，我看他生意还怎么做。转眼间，楼上楼下众人皆是悄声议论，没想到这薛怀竟然是薛蟠的儿子，怪不得这么飞扬跋扈。今晚上这醉仙楼掌柜的不好过了。话说这娘子生的可真漂亮啊！果然，上上下下的宾客没人再过来买酒，那薛怀就带着7名属下戏谑地看着云水瑶。云水瑶目如秋水，面色淡然，依旧低着头敲着算盘，连他们理都不理。就在这时，秦明从门口走了进来，他一眼就看到柜台上正低头算账的师傅。掌柜的，3坛醉仙酿。云水瑶没有抬头，只是淡然说道：今晚上的酒不卖了，他不想给其他顾客带来麻烦。白衣公子薛怀顿时哈哈大笑，看到了吧，掌柜的被吓得不敢卖酒了。这位兄弟是镇魔卫吧？很遗憾的告诉你，今晚上这里不卖酒，快点离开。我家老爷乃是白羽卫将军，不是你一个小小镇魔卫能够得罪得起的。掌柜小娘子，过来陪喝酒。秦明听到师傅受辱，脸色微怒，继续走向柜台，说道：掌柜的，3坛醉仙酿。1楼的薛怀和小厮顿时生气了。正在低头敲算盘的云水瑶突然察觉，这声音好熟悉。云水瑶抬头一看，霎时震惊无比，竟然是自己弟子秦明。秦明不仅伤好了，还成了镇魔卫，能让长公主那个魔头信任，得付出多大努力。云水瑶虽心里千言万语，但仍旧面不改色。她轻轻摆了摆白色的袖子：这位客官，今天晚上的醉仙酿不卖，你也别惹麻烦，走吧。云水瑶不想弟子刚当上镇魔卫就惹到白羽卫，岂料秦明转身看着薛怀几人笑道：我今日还就要买这醉仙酿，找死！薛怀唰的一下从桌前站起来，7名小厮也纷纷站起来，拔出刀剑。薛怀起身打开折扇笑道：一个小小镇魔卫就敢在这里惹事了，也不怕丢了自己饭碗。我告诉你，我爹可是白羽卫将军，得罪了我，你可就完了。云水瑶眼睛里露出担忧。醉仙楼5楼栏杆处，清玄和马强面色急切，他们早就想提刀下来将这薛怀给砍死，奈何师傅云水瑶一直朝他们摇头。毕竟穿越者的身份敏感，越低调越好。你这镇魔卫真是找死！你难道没听过白羽卫薛蟠将军？秦明淡定笑了笑道：没听过，没听过是因为你是一个小喽啰，你怎么可能会听过将军名号？去，把这臭小子给我抓过来打死！打死他！几名小厮刚准备行动起来，秦明朝着醉仙楼外面大声喊道：来人！刹那间，近100名的镇魔卫持着刀剑跑了进来，他们个个身怀修为，气势霸道威严。刚刚飞扬跋扈闹事的薛怀瞬间就怂了，他赶紧擦擦眼睛，看向秦明衣服，他的袖口竟然绣着云纹，他是镇魔卫校尉。这话一出，让前台的云水瑶和5楼站着的清玄马强全都震惊了。前几日见面才是个公公，怎么今日就已经成为镇魔卫校尉了？要知道，镇魔卫中除了长公主以外没有将军，下面官员就是校尉。薛怀立即意识到踢到硬茬，但是他也不认怂，因为他爹是白羽卫将军，纵使不得罪镇魔卫校尉，至少也不能丢了面子。既然你是镇魔卫校尉，那今日都是一场误会，我们双方就不要计较了吧？误会？不，我看根本不是误会。秦明转身，眼神冷漠，大声说道：镇魔卫听令，这里有人公然挑起镇魔卫和白羽卫仇恨，其险恶用心就是挑起陛下和长公主的矛盾，如此大逆不道之人，应当立即处死。铮镇魔卫全部拔刀拔剑冲了上去。那薛怀被吓得大声哭闹，但随即就传来脑袋被劈掉的声音。10个呼吸不到，刚才挑事的8人全部被砍了脑袋。满酒楼上下看得惊心动魄。秦明再次走向柜台，轻声温和道：掌柜的，3坛醉仙酿。云水瑶装作慌张的给弟子拿过3坛酒来，这酒不要钱，送给兵士们喝的。掌柜的做生意不易，怎么能不要钱呢？秦明将提前准备好的3两银子放到桌上，他拎起3坛酒，转身就走。身后的100名镇魔卫快速跟上。出了酒楼，秦明扔给马上的萌兔和媚阳各1坛酒。萌兔激动道：小秦子，看来你还真有几分将帅气质，刚才好酷啊。媚阳喝了一口酒，也调戏道：一个不带把的，怎么会这么有男人雄风？秦明喝了口酒，很是无语。迟早有一天，我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雄风。
清玄和马强从楼上跑下来，到师傅身后，两人神色惊讶：“师傅，秦明他怎么成镇魔卫校尉了？”“对啊，师傅，这师弟也太厉害了吧，这么快就成为镇魔卫校尉了。”清玄抱着乌金刀皱眉道：“那他在镇魔卫都当官了，还能记得自己身份吗？会不会以后不认我们了？”云水摇摆了摆袖子：“胡说什么呢？一日为师，终生为师，他是我弟子，永远都是。师傅说的对，师弟秦明性格稳妥，这次却公然杀人，肯定就是因为那些人对师傅出言不逊。”云水摇点点头，收拾银两。他捏起秦明给的3两银子，感觉有些不对，银子上好像刻着字。云水摇将银子翻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乱葬岗救师书。云水摇心里一惊，难道秦明要想办法把师弟救出来，让他们提前到乱葬岗等着？这风险也太大了吧，人家那么多镇魔卫跟着，还有2名女校尉也跟着。虽然云水瑶也很希望能把师弟救出来，但是他觉得这太难了，怎么可能从镇魔塔救人出来？一到达镇魔塔内部，秦明对萌兔和媚娘说道：“2位姐姐先喝酒休息会儿，我们等深夜这2人最困最累的时候进行审讯。”说罢，秦明直接去往放穿越者书籍的地方。今天晚上他打算对这2人用囚徒困境的计策，但防止后续这个计策被人追问，所以秦明提前来这里做好准备。他在书架上找到有1名警察穿越者写的警务笔记，秦明趁着周围没人，模仿这位穿越人的笔记，在里面用简短的话语描述了囚徒困境，这样如果后续长公主等人问起来，他也好有个说辞。秦明来到炼狱深处，给萌兔和媚阳交代一番，然后让他们负责审讯鬼长老。秦明对付贪道人，他这把贪道人单独带到一间禁闭囚牢，这里距离穆斯哲的囚牢不远。此时此刻，贪道人已经疲惫惨烈至极，他双眼被长公主割了之后什么都看不见。秦明走进来坐定，贪道人随即冷笑一声：“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审来审去的有什么意思？本道人是不会说的。”秦明喝了口茶，故意将声音沙哑笑道：“没事，我就是在这例行公事，你不说就不说，隔壁的鬼长老肯定会说的。你以为鬼长老会信你们这些原住民？他当然不会信我，但是他更信不过你。”贪道人眉头一皱：“你什么意思？”“因为炸药事关重大，所以陛下妥协了。你和鬼长老同时分开问话，谁指出爆炸点在哪，谁就能获得释放，而另一个人将被一刀刀凌迟处死。如果2个人都不说，那就一直在这里囚禁致死。”秦明说完，转身又坐在椅子上。囚徒困境重在心理博弈。你说完了？贪道人质问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们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无所谓，贪道人你就硬杠着吧，就是不知道鬼长老会不会出卖你。如果他说了你扛着，他获得释放，而你将会被一刀刀凌迟处死。贪道人咬着牙齿，紧皱眉头。我不信女帝会有这么好心把我们放了，那我们就等等看。1刻钟，2刻钟，3刻钟过去了。萌兔校尉提前安排好人，故意大声喊道：“给鬼长老送去纸和笔。”诺。这声音喊得很大，贪道人和秦明全都听到了。贪道人微微抬起头，2只已经瞎掉的眼睛依旧流着鲜血。你听到了吧？鬼长老那里已经送去纸和笔了，时间不多了。贪道人。秦明从椅子上起身，拍了拍袖子：“你要再不讲，我们可就彻底放弃你了，你就等着被一刀刀凌迟处死。”秦明转身朝着囚牢外面走去，刚到门口，贪道人立即沉声道：“等等。”秦明心里微微一喜，转身走了过来。贪道人，你有新的想法？我是有新的想法。秦明返回2步。那你说炸药点究竟在何处？呵呵，贪道人脸上露出冷笑。你们这些原住民一向都很蠢，没想到竟然也会用囚徒困境。秦明心脏咯噔猛然一跳。你们用囚徒困境把我和鬼长老分开，你以为我会上当吗？这贪道人可以啊，穿越前干什么的，脑子反应这么快。但是贪道人反应快，秦明比他更快。既然囚徒困境你们这么懂，那就实行第2套方案。好，很好。秦明对着远处2名镇魔卫招招手，2人边往这里走，边故意说道：“大人，那边鬼长老已经招了，萌兔校尉让现在就把贪道人凌迟处死。”但实际上2名镇魔卫冲着秦明摇手，意思是根本没有审问出来。贪道人愤然骂道：“鬼长老不可能招的，不可能！”秦明走到2名镇魔卫旁边，突然手掌一扬，砰砰2声，2名镇魔卫被打得晕了过去。镇魔卫确实被打晕了，倒地的声音听得真切。贪道人坐在囚牢中间，有点懵，他完全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秦明3步并作2步跑上前来，听着，贪道人，你认识囚牢困境，那肯定是来自于蓝星现代，对不对？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刚才的表现很好，总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现代人。贪道人面部震惊问道：你是？我是被996坑惨，穿越到此地的程序员。真的？贪道人惊讶至极。那你告诉我，爱因斯坦是谁？爱因斯坦是犹太科学家。赵高呢？赵高是谁？赵高是秦国的阉人，指鹿为马的那个。这话一答，贪道人彻底信了。原住民纵然看书了解，也不可能如此熟悉。兄弟，没想到你竟然潜伏在镇魔卫里面。贪道人，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一条共赢的路。我明确告诉你，我跟现在审讯鬼长老的镇魔卫正在竞争校尉之职，鬼长老已经交代了，他带着人去炸点了。我需要知道地点，我需要这份功劳，同时作为回报，我会给你1枚大力丸，并且于今天深夜把你放出去。你说真的？秦明当即取出之前剩下的1枚大力丸。贪道人右臂已经没了，眼睛又瞎着，全身重伤。纵使服用大力丸，蒙兔和媚阳想收拾他也非常简单。秦明将大力丸放到贪道人的鼻子前，贪道人嗅了下，果然是真的。大力丸1颗就能让他体内灵力恢复很多。秦明顺势掰了一半，直接给贪道人喂进嘴里。快点！如果被他发现太早于我这份功劳就没用了。贪道人仍旧犹豫不决。谁都想活着，谁都想渴望权力。我想进步，你想活，你现在唯一的机会的就是相信我。贪道人嚼着大力丸，身体恢复着灵力，陷入沉思。他已经完全性确定，眼前的人肯定是穿越者，而且来自于蓝星现代。相信穿越者比相信原住民可靠多了。等等，万一你拿到消息后反悔不救我怎么办？这贪道人脑子还真是够用。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我毕竟是穿越者，我整天忐忑不安，我很想要寻求个组织来保护我。我把你放出去后，希望你能介绍我入天道教，拜托了。原来是这样，贪道人心里放心了许多。哪个穿越者混在原住民里面不慌？好，我贪道人就赌一把。在西市花灯桥，本来是想等春节元宵会的时候爆炸，炸死这帮原住兽民。好，谢谢。秦明毫不犹豫将另半块大力丸又递到他嘴里。这下贪道人笃信不疑，自己都收了消息，对方还给他大力丸，可见真的要救他。贪道人，等会儿你在这里调息，不要发出任何声音，等夜深了我就过来带你走。好，小伙子，我贪道人一定会报答你。秦明快速从里面囚牢出来外面，恰逢蒙兔和媚阳在桌前愁眉苦脸，他们摇了摇头，意思是这鬼长老仍然没有审讯出来。小秦子，我们尽力了，可他嘴太严了。秦明眼见旁边没其他人，他凑近了媚兔和蒙阳，轻声道：蒙兔姐姐，你现在立即带人去西市花灯桥搜索。蒙兔和媚阳瞬间震惊的眼睛瞪大。你审问出来了？听说那贪道人比鬼长老还难缠，你竟然能审出来？蒙兔快去搜查，说是准备春节花灯会的时候引爆。好嘞。蒙兔给秦明竖了2个大拇指，快速带着10几名镇魔卫出塔而去。媚阳柔媚眼睛中闪着亮光。小晴子，你可真让姐姐刮目相看，姐姐以前都看你外表，看来以后要扒了衣服仔细瞧。秦明，这种分开审讯的困境下，就是心理博弈，谁都不想被对方出卖。小晴子，姐姐陪你喝2杯，既然消息都出来了，鬼长老就不用再审了。审？当然要审。秦明抓起赌骨认认真道，鬼长老再审一遍就能确保消息的准确性。秦明走进鬼长老的囚牢，媚阳在后面跟着。身材佝偻的长老被绑在凳子上，嘴里吐着鲜血。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消息。哦，是吗？秦明笑笑。贪道人不是这么想的，他在听到谁先招谁就能活着的消息时，他招了。他让我们不要告诉你，最好把你凌迟处死。你胡说什么？贪道人不会背信弃义。绝不会。贪道人说的地点，我就讲2个字：花灯。那鬼长老瞬间眼睛瞪大，整个人神情都不对了。他怎么能这样？我们约好不把这消息说出去，确保手里有把柄在，才能活着。他怎么能出卖我？秦明站起来，手一扬，来人，将鬼长老拉出去，一刀刀凌迟吧。今天晚上刚好看看一个人能凌迟多少刀，切得越薄越好。听说人肉味道还不错，我们可以尝尝。媚阳眼睛都瞪圆了，这家伙怎么说起话来这么狠啊？3个呼吸后，本来倔强无比的鬼长老妥协了。既然贪道人都招了，他再坚持还有个屁用？我还有用的，我可以告诉你们，那炸药有整整3车。什么时候布置的炸药？
应该是3个月前。我没有参与埋设，我只知道在花灯桥下面，这个我说的是实话。我这个时候不会再骗你们了，求你们别把我凌迟。贪道人是个畜生，他出卖同门，请你们把贪道人凌迟处死。还有没有其他炸点？你说出来就不凌迟。没了。都这个时候了，我没说谎，真的没了。秦明眼见再也没有什么新消息，他和媚阳来到了镇魔塔门口。不一会儿，一名镇魔卫急匆匆跑来，启禀秦校尉、媚阳校尉，我们把花灯桥下面都搜遍了，水里都查看了，没有炸药。这话一落，秦明顿时眉头紧皱，媚阳满脸疑惑，怎么可能呢？小晴子，难道他们两个骗人？秦明摇了摇头，两个人同时确定的消息应该不是假的。秦明抬头看着镇魔卫问道，这桥近3个月以来有没有修过？好像修过。修的哪里？好像修的是桥柱。秦明恍然大悟，去把新修的桥柱劈开。炸药共有3车，搜不齐就检查其他桥柱、桥面。诺。秦明转过身来，旁边的媚阳正盯着他看，勾着唇露出妩媚的笑容。媚阳姐姐，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你看得这么认真，看帅哥可是要付钱的。切，你天天盯着我凶看，我都没向你收钱。秦明，我说小晴子，你怎么这么厉害？原本我也不懂，是看穿越者写的书本，我从上面看到的。说罢，他把《景物实录》扔到媚阳怀里，中间有一篇是他补了几百字的囚徒困境。媚阳简体字认识不多，但能认个大概。牛，太牛了！小晴子。秦明趁着蒙兔还没回来，悄悄来到穆思哲的囚牢门口。穆思哲看到秦明两眼露出惊喜，他警惕地朝四周看看，发现没有镇魔卫跟着，他悄悄地从地上爬过来。秦明蹲下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随即把那闭气丹塞到了穆思哲手里。闭气丹可以让人呼吸心跳全部停止2个时辰，跟死了之后没什么两样。秦明再次来到贪道人牢房，开始了进行连环计救人。贪道人，你怎么样？大力丸吃了后灵力是不是恢复了很多？谢谢。的确恢复很多，就是这胸口刀伤还是剧痛。五行盟那臭小子，不知道用什么刀刺的，老夫一定会报仇雪恨。秦明脸上露出微笑，等会儿还有让你更疼的时候呢。贪道人，塔内人越来越少了，等会你只要听到我在远处咳嗽，你就起身把牢房门踹开。兄弟，你不带着我一起走吗？我听说这魔塔里有机关，我得在外面把其他守卫全部引开。不过我想到一个主意，你出了囚牢之后，左手边第7个囚牢里关了个中年男人，这个人是个很有地位的穿越者，长公主对他挺客气，你只要把他挟持着，其他镇魔卫一定不敢对你使用机关。此话当真？都这个时候了，我骗你有什么好处？但是你要记住，那个人你只能挟持，不能杀他。他是个很厉害的穿越者，跟我们是同条船上的，我不想在穿越者组织里结仇。好，我知道了。半个时辰后，秦明在镇魔塔门口等到了回来的萌兔。萌兔跳下雪驹马，揉搓着2只冻红的小手，他显得很是高兴。小晴子，兔姐姐回来了，也不赶紧给我拍拍雪。怎么样，找到炸药了没有？找到了，小晴子，你立大功了。媚阳校尉一看后面3辆马车上堆满了炸药，感慨道，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藏了这么多炸药。小晴子，你猜的可真准，我们把新建的桥墩砸开后，里面是空心的，满满的堆放着炸药。这些穿越者真禽兽，花灯节的时候这桥上还不知有多少人，万一发生爆炸可就麻烦大了。小晴子，那鬼长老和贪道人我们是关起来还是？秦明必须要把他们杀了，防止消息泄露。这种该死的穿越者肯定的杀了，而且我们还有不得不杀的理由。他看向媚阳和萌兔，这次审讯的方法你们俩是不是会了？萌兔和媚阳点点头。如果这2人不杀，女帝知道消息绝对要把他们提走。询问究竟是如何审出来的，我们镇魔卫的独门方法不就泄露了？有道理，姐姐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秦明先和萌兔媚阳来到鬼道人房间，看起来妩媚诱惑的媚阳杀起人来可是一点都不含糊，他那细长的羊肠剑直接捅了鬼长老几10下才停下。秦明故意连续高声咳嗽了好几声，当然他这咳嗽是给贪道人送信号。贪道人听到声音立即开始行动，他脚上绑着铁链，轻轻一震，铁链断开，腿上刚恢复了些许灵力，行动比之前好多了。他踹开囚牢大门，按照秦明所说的朝左边第7间囚牢摸了过去。秦明和媚阳、萌兔说说笑笑往里面来，刚走到半路，他们竟看到那贪道人左胳膊勒着穆思哲的脖子走了出来。
谭道人，你好大的胆子！谭道人急了，心想剧本不是这样的。他神情紧张，脑袋一片混乱。刚才救他的人分明讲了，他会把镇魔卫引开了，怎么这个时候又来了这么多？你们放我离开，不然我把手里的人杀了！蒙兔和媚阳根本不顾所以，拿着刀剑继续往前走。谭道人紧张的连续后退了好几步，结果就在这时，他挟持的穆思哲竟然眼皮一翻，直直倒在了地上。谭道人懵了，他根本没有用力啊，这家伙在地上装死。不好！谭道人把穆思哲勒死了，真是找死！蒙兔霎时间跳了起来，在他身后，三眼灵兔的身影骤然出现，浑然的气势让他的战斗力提升了好几倍。谭道人本就失去拿剑的右臂，身上又重伤瞎眼，他才使出2招就被蒙兔一脚踢得吐血倒飞而出。他刚想爬起来，秦明握着独骨刃冲来，一下子跳在了他的背上，独骨刃一下子从他的脖子一抹而过，鲜血扑得飙飞而出。谭道人浑身颤抖，痛，痛，太痛了！他突然感觉割他脖子的这把刀所带来的疼痛似曾相识，他仿佛恍然大悟，刚想大声喊出来，秦明手中独骨刃再次使劲将他脖子彻底割断。他悄声在谭道人的耳边说道：“让你欺负我师父，我说过会亲手杀了你。”谭道人瞬间眼睛瞪大，脖子里鲜血喷出，死不瞑目。秦明刚起身，蒙兔和媚阳就走了过来。我们看过了，那穆思哲的确被他勒死了，呼吸没了，心跳也停止了。秦明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死了就死了，死个穿越者长公主也不会在意的，派人把尸体扔到乱葬岗去。2位姐姐，我们也该回去了，累死了，我得回去吃林英姐姐做的夜宵。媚阳娇媚的深深懒腰，我回去要美美的泡个澡，再美美的睡个觉。媚阳姐姐，我也想泡澡，考虑到林英姐姐烧水不容易，要不咱们省省，一起泡。媚阳，你想得美，你就不怕被长公主砍了脑袋？长公主知道我是太监，太监又能有什么坏心思？媚阳和蒙兔都被逗笑了，这家伙有正形的时候真的蛮厉害，没正形的时候真是个活宝。太阴宫上殿11楼，天色严寒，已至深夜，周围静悄悄的，只能听到空中那些徘徊着的噬魂鸟发出低沉沙哑的叫声，犹如鬼魅一般。此时此刻，长公主韩月熙心乱如麻，她披着甲胄，握着月影剑在房间里踱步，也不知道镇魔塔审讯的怎么样了。唉，还能怎么样？韩月熙啊韩月熙，你难道还能对小晴子抱有希望不成？连那些专门使用酷刑的白羽卫都搞不定的事情，小晴子一个出涉官场的校尉怎么可能？一念至此，长公主韩月熙将手中的月影剑抓得更紧了。她已经做好打算，如果今天夜里审不出来，她就连夜去找韩月里，想办法为小晴子求一条生路。太阴宫西侧厢房，一身淡黄色锦裙的林英蜷缩在床上静静的发呆，满脸担忧。原本今日上午秦明要去掌火殿领取官印，他兴奋的一整天都蹦蹦跳跳，可是谁能想到下午回来就接到这么个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而且据长公主说，如果审讯不出结果，女帝肯定会找理由将秦明除掉，怎么办呢？就在这时，院子外面传来雪驹马的蹄声，林英赶紧把门打开，长公主也立即推开上殿11楼的八卦轩窗。红蛇校尉从外面奔跑而来，他看到长公主立即跪下，启禀长公主，镇魔塔那里。红蛇校尉赶路赶得太急，气喘吁吁的。镇魔塔怎么了？快说！长公主御着月影剑从窗口飞了出来，她生怕那个疯子姐姐提前对秦明动手，准备提前去找她。红蛇校尉拍拍胸膛激动道：长公主，审出来了。长公主刚飞到半空，听到这话突然愣住。什么？长公主，镇魔塔那里传来消息，小晴子把炸点的位置审出来了，而且已经派人把炸药也取了出来，就在花灯桥。长公主内心瞬间激动惊讶，小晴子到底是怎么审的？还真的是个人才。林英拎着裙摆奔了过来，红蛇，你说的可当真？真的审出来了？当真，花灯桥那里总共取出3车炸药，如果这次没审出来，元宵节的时候后果不堪设想。长公主落下地面，紫色袖子一挥，快给本宫说说她是如何审出来的。长公主，你这话可问到末将了，具体小晴子再怎么审的，末将并不清楚，您还是回来问她吧。但是我到花灯桥那里去了，最开始我们把花灯桥翻完了，连水里都找了，就是没有找到炸药。后来小晴子提醒桥是不是修过，果不其然，真在新修的桥柱里找到了炸药，整整3车的炸药啊！这些穿越者真是丧心病狂。好，
长公主手在石桌上一拍：“审出来就好，这个小晴子还真是让本宫刮目相看。”林英也是欣喜不已，她看着长公主离去的背影喊道：“长公主，您晚饭未吃，林英给您把菜热一下。”好。大燕国长火殿内殿，女帝韩月离穿着一身红袍伴躺在御椅上，在她旁边的亲卫上官青儿手里捧着奏折，轻声念读：“陛下，这是韩邺城城主蓝剑心的奏报。陛下，末将惶恐上报，近日血兽20万突袭韩邺城，守军3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皆因缺少武器装备粮食，望陛下能予以尽快补充。陛下，令本奏折乃是白羽卫白起将军的。陛下，末将上奏，已接近年关，百姓采购闲逛次数频繁，但天道教穿越者所埋之炸药到现在仍无消息，末将担心万一爆炸将损失惨重。”女亲卫念完了奏折，女帝并没有讲话，她2只玉手抬起，轻轻按着太阳穴。沉默了10个呼吸后，她突然抬头问道：“青儿，你说我那妹妹选的那个小晴子能够审出消息吗？”“陛下，青儿觉得不可能，白羽卫连续审了那么久都没有消息，那贪道人和鬼长老嘴硬得很，看起来朕的妹妹好像很重视这个小晴子，不过她审不出来，朕还是一样砍了她的脑袋。”就在这时，长火殿外殿，面目粉白的公公王景跑进来跪下：“启禀陛下，宫外传来消息，太阴宫的小晴子审出了消息，并且把炸药给找出来了。”“你说什么？”女帝唰的一下从白玉椅上坐起来：“陛下，小晴子把炸药找出来了，整整3车。”女帝神情很是惊讶：“那她是怎么审出来的？这个属下不知，而且听说那个小晴子还判断出炸药藏在花灯桥石柱里。”女帝沉吟片刻，沉声道：“照这样看来，她是个人才，这样的人怎么会跑到我妹妹那里去了？她就应该为我大燕国效力。宣旨，小晴子找出炸药有功，赏纹银500两，悬阶功法1本，让她自己到天意书院去挑。诺。”乱葬岗位于大燕国东郊，这里扔的尸体多数都是无名无姓的流民，或者就是穿越者，孤魂野鬼的叫唤声此起彼伏。大燕国百姓修道者都很少有人会来这里，阴气太重。但是此时此刻，云水瑶却带着2名弟子清玄和马强登上了山岗。“师傅。”马强轻声道：“我刚才特意打听了下，东城门晚上好像没有送尸体过来，刚才没送不代表等会儿不送，我们在这里守着。”一身青衣的清玄手里抱着乌金刀，他头上高高的发髻竖起，面色镇静，周围道道的白影残魂发出鬼喊鬼叫，他都完全不在乎。“师傅。”清玄来到师傅云水瑶旁边：“我不是不相信秦明，就师叔出来简直太难了，镇魔塔里面全都是镇魔卫，12生肖个个修为高，又狠又毒，他秦明怎么可能？”马强接在后面说道：“师傅，我也觉得不可能，毕竟人家现在是镇魔卫校尉，怎么会冒生命危险为我们救人？”“说什么呢？”云水瑶突然生气了，她原本绝色白皙的脸上带着微微怒气：“马强，你师妹清玄不懂事，一口一个秦明就罢了，你作为大师兄怎么能这样说自己师弟？且不说秦明在灵境中还救过你们，就拿今日在酒楼他的表现，他哪里有忘本？他就算是镇魔卫校尉，但也是我云水瑶的弟子，拜师礼成，一辈子不变。师傅，我不是怀疑师弟秦明的人品，我知道他很好，主要是救人太难了，怎么可能从镇魔卫手下把师叔救出来吗？”马强这句话也深深地落在了云水瑶心头，他秀美的眉毛轻皱：“是啊，弟子马强说的对，镇魔塔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原住民2号 BOSS 长公主打造了上百年的地方，犹如铁塔一般坚固，那些镇魔卫一提起穿越者就跟猫见了老鼠一样，恨不得冲上去把穿越者剁成肉泥，怎么可能会让师弟穆思哲平安归来呢？”云水瑶刚想到这里，忽然清玄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师傅，那边有几个镇魔卫来了。”果然，借着周围的皑皑白雪，他们隐隐约约看到几名镇魔卫驾着一辆拖尸马车，晃晃悠悠地往乱葬岗而来。或许是周围的鬼哭狼嚎声太过可怕，4名镇魔卫并没有往深处走，直接将马车上3具尸体拖下来，扔到了山岗。随即他们就匆忙拉着车离开了。云水瑶没有立即起身，他们在原地又待了近30个呼吸，确保那些镇魔卫彻底离开。云水瑶才飞一般向着3具尸体冲来。第1具尸体竟然是贪道人，他浑身上下全都是伤，连右臂也被砍了，他的致命伤是喉咙上的那一刀。云水瑶几乎刹那就认出来，那伤口上的锯齿纹正是弟子秦明那把独骨刃所留。秦明杀了贪道人，自己收的这弟子可真有本事。师傅，师叔在这里。云水瑶冲过去抓着穆思哲脉搏，毫无心跳，摸鼻子也没有呼吸，额头上冰冷一片。
师傅，师叔已经死了。云水瑶右手掌心灵力涌动，天赋剑心施展。他的剑心不仅是战斗技能，还能探入对方的经脉，感应对方体内剑气。这一感受，云水瑶一颗悬着的心就放下了。如果人真正的死了，那不仅仅是没呼吸没心跳，他体内经脉中的灵力也会停止运转。而此刻穆思哲经脉中还有气息涌动，那就证明他是假死，得立即将他唤醒，否则心跳呼吸长时间停止，很可能就彻底失去了。马强、清玄，扶好你师叔。云水瑶白皙的双臂在空中运起，他两只手心里各孕育出白色剑气。5个呼吸后，云水瑶突然发力，体内澎湃的灵力从手心里喷涌而出，啪啪2掌，云水瑶拍在了穆思哲的后背上。穆思哲头微微扬起，嘴里一口黑色的血液喷出，噗！穆思哲大口大口喘着气。清玄马强震惊极了，云水瑶也是欣慰不已。师傅竟然真的救活了！师傅，你说我师弟这么厉害，镇魔塔这种地方他都能救人出来。清玄也打心眼里佩服秦明，但是他依旧表情淡然，不喜怒形于色。穆思哲睁开眼睛，十分欣喜。师姐、清玄、马强，终于又见到你们了。师叔，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很好。自从秦明来到镇魔塔后，他经常我过来看我，吃的喝的都送过，还送过药，所以我伤势恢复得很快。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今天竟然真把我救出来了。穆思哲激动的神色看着云水瑶，师姐，你能把他收为弟子，真是太有眼光了。云水瑶听到穆思哲夸秦明，心里很高兴。做师傅的谁不想看到弟子有出息？他们在下山时，远处一只红色的传音鸟飞了过来，云水瑶伸出玉手，那鸟儿往他手心里一落，留下一张竹筒纸条，随即再次飞走。看来为师让五星盟总部查的那小晴子应该有消息了。云水瑶打开一看，还真的猜对了。小晴子，寒叶城西郡雪桃村人，家中亲人尽数病死饿死，与其一起来银石城的有2人，一是进士房小六子，目前死亡，另一人汤卫在天意书院门口认书童。什么？天意书院？穆思哲一听，赶紧把纸条接了过来。如果汤卫在天意书院门口，那秦明真的危险了。师弟，你这话的意思是？秦明在监狱的时候对我说，他奉女帝的命令审讯贪道人，照刚才的情形来看，他应该是审讯成功了。而大燕国这位女帝给奖励多数都有天意书院的功法武技，这些功法武技需要获奖者自己去往天意书院领取。听到此处，云水瑶角色的脸上立即浮现焦急担忧。秦明救了你出来，就证明他完成了任务，回去交差了，那么很快就会被带往天意书院选取功法。云水瑶咬了咬红润润的嘴唇，清玄马强，你们先送你师叔回去，师傅去一趟宫里。不行！清玄一把拽住师傅，你本来就中了贪道人的七魁蛇毒，那天又被长公主伤到，你现在进宫太危险了。可是秦明那里必须尽快把消息送到。清玄将垂到耳边的辫子甩到身后，脸色倔强地说道：我去。秦明和媚阳、萌兔回到太阴宫时已经深夜，但是那本该孤寂清冷的大门口却站着许多人，12生肖其他10人和林英全都在。他们看到秦明回来，纷纷迎了过来。小晴子，你是怎么审出来的？小晴子，我们都以为你这次死定了，没想到你又逢凶化吉，你可真是太阴宫的福星啊。林英从人群里挤进来，捧着个刚刚剥了皮温热的鸡蛋伸到秦明嘴边，快吃了吧，肯定饿了。秦明二话不说，一口就将鸡蛋给吞了。身后走来的萌兔撅着嘴调侃道：哟，这一晚上出去行动的又不止小晴子，我萌兔也去了。哎呀，这肚子可真饿。还有我这细柳软腰都饿瘦了，也没谁给我剥个鸡蛋吃吃。这话逗得12生肖全都笑了。林英也被讲得脸上泛起红晕。去，院子里我煮了10几个鸡蛋的，想吃尽管去吃。媚阳笑嘻嘻地凑到林英面前，装作一副涩涩的样子撒娇道：人家不嘛，我就要吃林英包的鸡蛋，还要喂到我嘴前。哎呀，那种鸡蛋吃起来才香呢。媚阳调侃完，刚刚转头，天！12生肖其他人已经纷纷跑到院子，一人手里抓个鸡蛋。他着急道：哎呀，给我留点，别全拿走啊，饿死了。林英也着急地提着裙摆跑了过去。你们一人吃一个就行了，别把秦明的给吃了，我多给他煮了2个。喂，红蛇，你拿了3个鸡蛋，快还回来。萌兔，快还我鸡蛋来。望着空荡荡的锅，林英气得撅嘴跺脚，都是饿死鬼投胎，把秦明的都抢光了。秦明从后面走过来，柔声道：好了，林英姐姐，我刚才不是吃过了吗？再说我也不饿。
林英看到秦明胸前的扣子开了，正准备伸手去帮他扣好时，突然他听到了上殿八卦玄门推开的声音，吓得林英赶紧缩回手。长公主一袭黑衣，还穿着盔甲站在窗边，沉声道：“小琴子，过来。”诺。秦明沿着楼梯朝11楼跑去，他心里嘀咕道：“怎么夜都这么深了，这疯批长公主还没睡觉，大半夜的还穿个盔甲，难道是做好随时去杀穿越者的准备吗？哎，真的是战斗狂魔，疯批无敌。”秦明敲敲门，进去之后又把门关上。长公主坐在一张白玉桌前，桌上亮着一盏银石灯，银石灯旁边还放着秦明送给她的烈火草。给本宫说说是怎么审出来的。秦明将囚徒困境的审讯过程给长公主说了一番，当然后面他自曝身份为穿越者，勾引贪道人上钩的情节全部隐去了。长公主越听越觉得惊讶，你这个方法起初听起来并不惊艳，但是如果细想，还真的是那么回事。人心叵测，就算提前达成了不说实话的联盟，但是分开审讯，谁也不能确保自己会不会被对方所出卖。是的，长公主就是利用这种博弈心理，逐个击败他们。长公主笑笑，抓起旁边的醉仙酿酒壶，正要倒酒，秦明赶紧顺势接了过来。我来。秦明倒了一杯放到长公主面前，没想到长公主竟然把酒推到了他的面前。本宫夜深了不饮酒，这是给你倒的。秦明母老虎这么好心，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谢长公主。长公主突然间再次冷声道：“你刚才所说的这种审讯方法很好，可是我们大眼国似乎没有过，你究竟是怎么会的？”秦明早就知道这长公主一向细心又疑神疑鬼，所以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从袖子里取出那简体字写成的警务实录，他翻到中间自己模仿字迹写成的囚徒困境。长公主，那日在学他们简体字的时候，偶然翻到了这个故事，我觉得有趣，没想到今日就用上了。长公主认识的简体字不多，但是这里面讲的博弈审讯她还是能大概看得懂的。她点了点头，将书放到边上。秦明松了一口气，幸亏自己机灵，知道提前留一手。长公主的话问完了，他心里似乎想找点话题，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两人陷入短暂的沉默。整整5个呼吸后，秦明率先打破僵局：“长公主，那夜深了，您先休息。”长公主左臂抬起，指着餐桌上放置的饭菜：“林英刚才端过来的还热着，本宫什么都不想吃，你端走吧。”秦明看这些菜连动都没动，这疯批长公主又没吃晚饭吗？这长公主，您要不吃一点，本宫没有胃口。长公主面色忧郁凝重。秦明想到长公主那天晚上睡觉时说的梦话，说是她和三公主帮女帝杀了兄长，而事后女帝翻脸不认人，甚至逼迫的三公主出家为尼。他犹豫了3个呼吸，轻声道：“有句话属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那就不要讲。”秦明，这怎么不按照套路出牌呢？他无奈用盘子将4个菜一个汤端着，正准备退走，长公主又突然喊道：“回来，你讲。”秦明简直无语，这个疯批绝对有神经病，像这样的女神经一定要抓住给打针，1天打1针，把病给治好。本宫让你讲刚才那话，你讲。长公主，我娘以前给我讲过一句话，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长公主韩月熙突然抬起头来，2只眼睛中带着寒冷的目光。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什么？秦明自然反应极快，他可不能把自己听到长公主说的梦话讲出来，那样离死就不远了。长公主，属下是觉得您的心事肯定是因为跟陛下不和，那日你们打架我是看见了，我今日上午随你去掌火殿，在我看来陛下就是蛮不讲理，无论他和你争执什么都是他的错，你不要用他的错来惩罚自己，那样得不偿失。长公主眼里震惊极了，她往秦明这里走了几步：“小琴子，你胆子可真大，你敢骂大眼国皇帝，你可知这是杀头的罪孽？”属下自然知道，不过长公主肯定不会告发我的。哦，那又为何呢？如果去告发我的话，显得太掉价了。我们太阴宫长公主是什么人？高贵有气质，怎可能会向蛮不讲理的陛下低头？长公主扑哧一声笑了，她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敢骂姐姐的。长公主，那您早点休息，属下先告退了。秦明肚子饿得咕咕叫，眼前的4菜1汤看起来非常诱惑，他必须赶紧去房间大快朵颐。等等，长公主来劲了，招了招手，把饭菜端过来，本宫突然又想吃东西了。秦明，不是，大姐是你自己说的不吃，我都做好了吃的准备了，你这突然间又要吃了。人家说女人的脸犹如6月的天，说变就变，真的是果不其然。
秦明又把4菜1汤摆在桌上，把筷子递给长公主。长公主，那您先吃，属下就先告退。告退？谁让你走的？坐下。啊，本宫让你坐下。哦。长公主轻轻抿了一口汤，你好像显得很不自然。长公主想听实话还是听假话？假话实话有何不同？如果是假话的话，我会说长公主长得太美，属下坐得这么近，诚惶诚恐，所以不自在。那真话呢？真话就是我有点怕。噗！长公主喝到嘴里的汤差点吐出来。长公主无语道：本宫有那么凶吗？秦明心里呵呵了一句：凶？你当然凶了，比那母老虎都要凶几10倍。当然，他可不敢这么讲。长公主不凶，只是属下长得丑，每次只要一出现在长公主面前，就惹你生气。你一生气就要砍我，所以我怕。长公主吃了一口菜，没有看秦明，淡然道：你长得不丑。秦明心里微微一喜，心想我秦明本来就帅，你终于有了发现俊的眼睛了。小晴子，给本宫讲讲你家乡的事情。秦明一下子头大。我的家乡在兰心华夏打螺丝县996镇福报村，这寒夜城咱可没待过啊。哎，这可咋说呢？不过秦明立即想到，寒夜城既然全是黑暗又常年冰封，那就往冰上靠拢，总不会错的。反正长公主也不可能派镇魔卫去寒夜城调查。秦明拿出了自己胡编乱造的本事。长公主，我家里总共兄弟6个，我排第6。哦，老6。长公主，是第6，不是老6。长公主将筷子放下，饶有兴趣地说道：我们银石皇城很多富贵人家也不敢生这么多孩子，你父母在寒夜城这种地方竟然能生6个儿子，这个长公主怎么角度这么尖酸？你听故事就好好听就是了，说一句你反一句，那这故事还怎么讲？长公主，其实这个也是有原因的，我爹呢身体比较好，具体是他的腰好，再加上我们那里常年黑夜又干不了其他事儿，所以我爹经常睡得比较早。还有我们那边冷，所以我爹我娘一般很早就进被窝了。长公主扑哧一下子被逗笑了。你的意思是你爹和你娘就喜欢？长公主的话戛然而止，她取出手帕擦了擦红润沾了点油的嘴唇，来掩盖自己刚才的微微失态，接着说：秦明有点头大。我说长公主，大半夜的咱能不能睡觉啊？我编到这里编不下去了呀。不行，我得找个合适的由头，让这段故事戛然而止，同时还有着不能再讲下去的理由。秦明脸色故意变得悲伤，但是好景不长，家里就没粮食了，几个孩子饿得不行，我爹出去打猎被雪兽咬死了，我大哥、二哥、三哥结队去寻找我爹，结果也失踪了。长公主眉头一皱，然后呢？然后家里断了劳力，我娘没过多久就病死了，我4哥和5哥出去乞讨也下落不明。长公主心里惊讶，她抬头看秦明，神色悲伤，没想到小晴子的身世这么惨，怪不得她这么珍惜来太阴宫的机会，所以才能够这么忠心。那后来呢？后来我就出去流浪，跟着人家后面就来到了银石皇城，没想到你的身世竟也这样可怜。长公主，所以来到宫里看到这些菜，天天就跟过年一样。长公主指着桌上的饭菜，你拿起筷子也吃吧。长公主，属下不敢，让你吃就吃，既然以前那么挨饿，现在至少不会让你再饿着。谢长公主。秦明吃了一口豆腐烧鱼，我的妈呀，这御膳房的厨师真的该拉出去枪毙，怎么能把菜烧得这么难吃？秦明又吃了一口青菜炒蘑菇，索然无味。他又尝了尝另外2道菜，好难吃，真的没有一道菜能比得上兰心的。秦明本来肚子还有点饿，很有胃口，结果现在他一下子就饱了。长公主您吃吧，属下不饿。怎么会不饿呢？你刚才说的家里那么多人都饿死了，来到宫廷这些饭菜对你来说像过年，那你就好好吃。长公主把4盘菜全推到秦明面前，还有1碗饭1碗汤，她指着说道：吃，把它们全吃得光光的，不要跟本宫客气。你今日表现得很好，本宫允许你全部吃完。秦明爱简直头大。清晨天蒙蒙亮，秦明看了看锁天湖目前的幸运点数只有30，还不够抽取。他又拿着落血剑去往西院练剑。不一会儿，林荫萌兔都跑来西院找他。秦明，快，司礼监太监周昌找你。周昌找我干嘛？秦明将落血剑收起，把挂在枫树上的长衣披在身上，边走边扣扣子。萌兔笑笑说道：还能找你干嘛？还不是要奖赏你啊。听说昨日你审讯出炸药的消息，陛下龙颜大悦，专门让内侍太监周昌过来的。秦明，这个周昌公公很厉害的，宫里很多人都怕他。萌兔也是神色严肃的点点头。
听说原来是周昌公公在换洗间刷马桶洗衣服的。后来机缘巧合之下，他竟然顿悟了，修为精进神速，现在已经到达了淬体9重境界，被陛下调去了掌火殿。秦明点了点头。他刚从西院出来，远远就看到院子那红枫树下站着的太监周昌。此人个子高大，两鬓斑白，身上溢出淬体9重的强大气势，在太监中他应该算是高手了。周公公早。秦校尉早。周昌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从袖子里取出圣旨，高声道：秦校尉，听说你前几日遭了穿越者袭击，陛下特许可以不用跪着接旨。谢陛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阴宫小晴子审讯有功，破获炸药隐患，朕特赐白银500两，玄阶功法1本。钦此。秦明接过圣旨来，心里高兴。玄阶功法他虽然有，但是多多益善，500两的银子在这世间的购买力还是很强的，有钱在身心里不慌。走吧。周昌公公做了个请的手势。秦校尉，陛下所赐玄阶功法，让你去天艺书院自己挑选，还可以自己挑。那当然了。周昌公公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天艺书院所藏的功法武技很多，可根据自己兴趣需要来挑选，但是只能挑选1本。好，谢陛下。谢周公公。秦明跟在周昌后面前往天艺书院。秦明跟着周昌公公走的时候，长公主还睡着美容觉没醒。蒙兔和林英在院子里早早开始了打扫。林英啊，你最近气色怎么这么好？整天春风满面的。啊，蒙兔，有吗？我不是和以前一样吗？不一样，以前你虽然每日也笑，但眼神中带着深宫女人的幽怨，但是这段时间那幽怨没有了，换之而来的就像什么？就像是少女怀春了一样。林英俏脸一红，握着小拳头拍着蒙兔肩膀。你又取笑我，小心我咯吱你。我哪有取笑你，我说的是真的。林英干脆卷起袖子来对着蒙兔一顿咯吱咯吱，逗得蒙兔在雪地院子里转着圈逃跑。林英啊，我得提醒你，你可别像宫里那些宫女一样自己玩自己，小心把身体玩坏了。还说你还敢乱说，看我今天饶不了你。嬉嬉闹闹的逗趣声音从太阴宫里回荡，为这昏暗的大雪清晨平添了几分乐趣。御花园青石小径上面落满积雪，秦明跟在周昌后面，两人踩的积雪歌吱咯吱作响。秦校尉，你年纪轻轻就得到长公主的赏识，这一次更是得到陛下奖励，前途不可限量啊。周公公过奖了，咱们都是在宫里混口饭吃，咱家可是一点都没过奖，我们公公混口饭吃，混来混去也是公公。你在太阴宫不一样，长公主竟然把你提拔成了镇魔卫的校尉，这可谓是一步登天啊。你要知道，镇魔卫里没有将军，12生肖也是校尉，你现在的地位可是与他们一样。秦明忽然意识到这点，他原以为校尉是个小官，可是放到镇魔卫里还真的是个大官。秦校尉是哪里人啊？寒夜城。寒夜城我没有去过，但听说那里很黑很冷。是的，一年到头都是如此。秦明赶紧把话题引到周昌身上，寒夜城说多了他不会编。那周公公是哪儿的人啊？星光城。星光城，我听人说是很好的地方，我是没去过。周昌公公一边笑着一边柔声道，星光城比银石城要亮堂多了，几乎可以说没有黑夜，一年四季天空顶上都是满天繁星，亮晶晶的十分漂亮。但是雨季很多，洪水也很多，所以当时咱家所在的村子大家都住在树上，听起来挺不错。秦明陷入沉思，这大燕国4大城池还真的是有些诡异，怎么会这么奇怪呢？寒夜城一片黑暗，一点光都没有，往北到达银石城稍微有些光亮，但整天也是昏昏暗暗的。到了星光城却没有夜晚，天上繁星满天。极光城就更是非常明亮的极昼，光明一片。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谜团。两人穿过御花园，秦明看到一座简体碑，上面写着曲径通幽。在简体碑旁边站着一名青衣公公，他个子不高，低着脑袋，看到周昌过来立即上前。周公公，小的有事禀报。周昌公公看向秦明笑笑，他指着远处在云雾中的一排建筑。秦校尉，咱家就不送你了，你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到达天艺书院了，到那里会有人接待，让你取功法的。好，那周公公您忙，在下到此。秦明往前离去，他的龟息灵诀带来感知力的提升，能够隐约听到御花园的声音。那周昌声音仿佛冷了几分，大清早的找我何事？周哥，当然是大事，您不是说了吗？宫廷中如果出现穿越者，让第一时间禀报。你说什么？有穿越者？是的，有穿越者，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精魄。周公公扫视了周围一圈，声音压得很低。普通穿越者身上哪有精魄？周公公有所不知，五行盟自认为在宫里有一条穿越者暗线，
可是我们早就察觉了，并且一直在监视这个女穿越者就是走的这条暗线。只要把她抓住，我们就能从五行门换取精魄，我们就能升级天赋。在100米远处的秦明早就停下了脚步，他靠在一座假山后面，将龟息灵诀和隐匿天赋施展到最大。周昌和那名小公公的谈话全落在他的耳里。真是想不到，这世界特么跟谍战一样，到处都是杀戮。没想到女帝的掌火殿也被穿越者渗透。可这周昌是怎么逃过血脉检测的呢？幸亏自己在他面前没有表现出痕迹，否则又得跟以前一样遭遇他的背刺。秦明听到两人的脚步往前走，他也顺势赶紧往前。但秦明气息隐匿，步伐隐匿，纵然淬体8重的周昌也无法察觉。小凳子，你说的那名穿越者现在何处？周公公，我与大奎、兰花已将他逼到了青池冷宫，他躲在里面应该是等着天黑。做得不错，他究竟是五行盟什么人？目前还没有查清楚。他穿着青衣服长辫子。一听此话，秦明脑海里第一时间跳出一个人影：清玄。青衣服长辫子应该没错了。可是清玄来皇宫来干什么？难道是为了找自己？周昌带着小凳子公公从左边青石右拐离开。10个呼吸后，秦明出来悄悄跟着，他的速度很快，同时气息和步伐隐匿。周昌带着小凳子一直在前方行进，连续拐了近10几道弯，到达一片荒无人烟的冷宫。这个地方秦明从来没来过，周围也是种满了红色的枫叶树，被雪花打下的枫叶满地都是，常年无人清扫，形成厚厚的树叶层。周昌和他嘴里所说的兰花、大奎集合到了一起，4人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将青池宫围了起来。随着周昌手一挥，他们4人从4个方向向青池宫内部袭击而去。秦明一眼就看出了他们修为。周昌淬体9重，是个高手，小凳子、大奎都是淬体7重，那宫女兰花修为也不弱，淬体8重。他们身法迅速地冲进青池宫内部。秦明悄悄地趴在屋檐上，幸亏今日穿的是白衣，与这屋檐上的雪融在一起，还真的很是隐匿。周昌4人向青池宫上殿部不接近，那太监小凳子握着一把长剑上前，刚将上殿门推开，突然一道寒冷的刀光直冲着他的面部劈来，惊得太监小凳子往后倒退，脚在雪地上画出一条弧线来，轰！屋子里的大刀劈空，一道青色的身影瞬时卷了出来，长长的辫子在肩头飞舞。秦明一眼就认出来了，果然是师妹清玄，看起来她身上好像受了些伤，应该是进宫之后遇到了袭击。转眼间，身材又矮又壮的大奎从左边袭击而来，他手中没有武器，紧紧握着拳头。清玄见状，手中乌金刀顺势往左侧一劈。大奎捏住拳头，天赋铁臂序列135，发动霎时，他的右手拳臂变得犹如钢铁般坚硬。轰！砰！清玄的乌金刀竟然被生生挡住了。清玄立即暴退，喘了一口气。谁知右侧的宫女兰花又一次杀来，兰花双手抬起运气，庭院长着的10株兰花花朵全部浮上天空。天赋花剑序列201，骤然发动，以花为剑，40几朵兰花瓣同时袭向清玄。清玄身子一卷，腾空而起，他手中的乌金刀大开大合，从身体前侧斩出3刀。轰轰轰！每一刀都带着他通灵一众的强大气势，刀锋将这些暗器花瓣全部挡住。秦明看到清玄的面色有些惨白，应该伤得不轻。他观察四周，在找最佳的救援和逃走路线。清玄再次飞到半空，想喘口气，谁料捏着拈花指的周昌公公突然袭击，身法诡异极快。清玄本就受伤，灵力还在恢复，他赶紧将乌金刀护在身前。砰！拈花指震的乌金刀连连后退。周昌的天赋寸劲序列93突然发动，他2只手指伸出，再次狠狠点在刀面上。啪！刀身一下子被打得向后反弹，狠狠拍在了清玄的腹部。清玄从空中直直坠落。周昌、大奎、小凳子、兰花4人从4面跳下，他们4人站在了一起。秦明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用黑布遮住面目，握着落血剑杀了出去。隐匿天赋施展，速度诡异迅速，4人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人接近，一直到秦明的剑刺到面前时，那周昌才大惊失色。什么人？周昌赶紧施展拈花指寸劲，将秦明的落血剑挡住。砰！正是这一瞬间，秦明左手拍出火焰天赋发动，轰！一股红色火焰喷涌而出，将站在一起的大奎、兰花、小凳子全部逼迫的后退了4、5步。红色火焰冒着浓浓黑烟，他们赶紧用袖子拨打着。等到浓烟散尽，4人定神一看，眼前哪里还有清玄的影子？
早被秦明带着消失得无影无踪。妈的，让他们给跑了，他们跑不掉的。周昌袖子一扬，顿时飞到楼顶。他扫视一圈，指着冷宫深处，他们在清池宫深处。追！大奎、兰花、小凳子、周昌纷纷向冷宫里面追来。秦明抱着师妹清玄往里面狂奔。把我放下来！你是谁？还能是谁？秦明蒙着面目瞪了他一眼。还有谁愿意冒生命危险过来救你这傻姑娘？一听声音，清玄认出来了。秦明，你怎么知道我来了？心有灵犀呗。谁跟你心有灵犀？快把我放下！叫师哥。不叫。快把我放下！秦明察觉到身后追来的4人，他窜进一座巨大的宫殿，一脚将门踢开，带着清玄闯了进去。秦明将清玄放下，两人沿着左侧长廊往深处狂奔。秦明，这是哪里啊？我也没来过，这地方是冷宫，平时不会有人来的。秦明带着清玄再次闯入一处幽深的宅院，这里积雪落了1米多厚，奇形怪状的杂草从雪地里窜出来，在风中摇曳着。院子里的树木形状奇怪，没有叶子，黑漆漆的树干犹如鬼爪一样，看起来这座冷宫已经很久没人来了。然而当秦明带着清玄从一处圆形拱门踏进来时，二人顿时懵了。整个院子四周长廊上挂着许多红色的灯笼，红光衬托着院子的树木花朵，血红诡异。每扇窗户上面都贴着大大的喜字。这是啥情况？正当两人觉察不对劲，想退走时，身后周昌4人已经追来了。他们闯进了宅院，将秦明和清玄包围。把你的脸上布取下来吧，秦校尉，你的这身衣服我可是熟悉的很。真没想到，刚刚在陛下那里立了功的秦校尉，竟然也是穿越者。4人的武器纷纷拔了出来，大战一触即发。就在这时，忽然，空荡荡的院子角落竟然传出一阵稀稀碎碎的女子声音，仿佛有10几个女子在笑，显得很是欢愉，惊得在场的6人全瞪直了眼睛。院子里变得越来越昏暗，除了那亮着的灯笼，其他地方都黑了。3个呼吸后，突然，笑声角落走出来一个又一个的宫女，她们身姿窈窕，面容精致，手里端着美味佳肴食品盘子，一个接着一个扭着腰肢，竟然整整有18个。清玄拽了拽秦明的衣袖，轻声道：秦明，你快看，这些女的全都没有脚。这一提醒，众人全看去，原来18位女子竟是浮在空中的，她们面色惨白，露出瘆人微笑，端着盘子从面前经过时，院子里的灯笼更亮了，四周围也全部变得通亮起来。屋檐上、树上、房屋上全部挂满了红色的彩布红灯笼，到处张贴着喜字。秦明反应了过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是误打误撞闯进了灵境。灵境？周昌4人面色惊慌。我们只听过灵境，但从来没进过。周老大，我听说灵境是穿越者和原住民之间矛盾仇恨所留下的残魂怨念凝聚而成，灵境里面特别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死。大奎愤愤然道：大不了我们一起遇见，将这破地方给砸了。清玄无语地看了一眼，真是脑大愚蠢。灵境最基本规则就是切勿肆意妄为，一旦你乱打一通，很可能被困在其中，永远都出不去。突然，小凳子公公叫了一声，指着墙角落：那里有人。众人循声看去，只见右边墙角站着一位红衣女子，她穿着红色的绣花鞋，头上戴着红盖头，2只惨白的手合握，至于腹部，指甲血红。她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身影虚幻，若隐若现。众人吓了一大跳，纵使都是修炼者，面对这种情况仍然不寒而栗。身材壮实的大奎握紧拳头，大声问了一句：你究竟是谁？说话！我问你究竟是谁？再不说话，老子打爆你的嘴！告诉我们，要怎么才能出去？4人的老大周昌立即伸手拦住了大奎，他冷静地说道：你伤不了他的，我刚才是过了，扔了3根回旋真拳都穿体而过，却丝毫没有任何用处。秦明心里惊讶，心想这个周昌修为的确高，什么时候放的真自己都没察觉。站在秦明左侧的清玄顺势往前踏了半步，看似无意，但秦明知道清玄肯定是觉得这周昌的暗器太厉害，替自己挡住了大半个身体。我这小师妹真不错。她不见了。小凳子再次惊呼一声，指着角落，她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再厉害的修行者也不可能做到这样。秦明也意识到了这次灵境的棘手，如果再面临周昌4人被刺，就更难了。一念至此，他盯着眼前的4人冷声道：你们都看到了，刚才那个不是人，他是残魂怨气凝聚的鬼，不管你们暗器拳头多厉害，对他没有任何用处。秦明手一抬，呼的一声，
一团红色的火焰骤然出现。但是我这火焰对付鬼怪绝对有用，我警告你们4人，在灵境里不要有任何小动作。我和师妹只要被谁莫名其妙偷袭，那大家一起在灵境里玩玩。周昌公公立即露出笑容，秦校尉严重了，大家共同闯出去才最重要的，个人恩怨不重要，不重要。秦明招招手，带着清玄往里面走去。刚踏上台阶，他感觉一股极寒的气息从刚才鬼女所站的右侧传来。秦明犹豫了下，往右边走去。小凳子在旁边惊讶道：“周老大，那家伙胆子可真大，鬼站过的地方他也敢去。你懂个锤子，这家伙天赋是火焰，阳气最盛，他肯定不怕。”其实秦明心里也怕得要命，他刚才就评估过了，就那鬼新娘的等级，他就是放出火焰估计都没用。之前在银石贡院的时候，火焰对那书生的确没太大用处。秦明来到鬼新娘的站处，好冷，比起长公主身上的寒，这里更是一种阴，就仿佛来自地狱的阴气，刺得人灵魂生疼。秦明手轻轻一挥，一团温和的火焰将此处照亮。只见鬼新娘所站之地的柱子上刻着一行字迹：炸药炸出了坟墓，香水变成了毒药，我那看书的眼，我那吃饭的嘴，负心郎，我只想成个亲。众人愣在原地，脑袋里回味着这几句话。大家都是穿越者，对香水和炸药一点也不陌生。看起来刚才那个鬼新娘对香水和炸药怨气颇深，难道她是被穿越者给坑了？肯定是，穿越者欺负原住民，怨念残魂形成灵境。众人正在若有所思时，忽然从前面门口的黑暗里飘出来6张红色卡片，6人一人捡了一张，上面明晃晃的几个大字：婚帖。秦明翻开婚帖，上面一行写着鬼娘冥婚，请新郎登记信息，如意郎君将从你们众人中挑选一位。在婚帖的最下面还挂着只小小的毛笔，早已蘸好了墨汁。周昌4人面面相觑，周老大怎么办？既然让填信息，就把个人信息填婚帖上面，随他怎么选。秦明拿起笔来，姓名秦明，性别男。他忽然想到什么，看向旁边的清玄，清玄也将名字写好，笔刚刚落到性别一栏，他准备写女，被秦明拽住了胳膊。他指了指自己写下的男字。清玄虽然不懂为何，但他觉得秦明一向厉害。他根据秦明所说，把自己性别登记为男。填完登记信息后，婚帖最下方出现一行字：请给新娘一次难忘的婚礼吧，你们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顿时6张婚帖飞进了内院黑暗。10个呼吸后，眼前内部的院子忽然全部亮了起来，每一盏灯笼都红得透亮，而秦明他们身后刚带的院子里亮着的灯笼却一盏盏熄灭，仿佛在催促他们往内院走一样。周昌公公第一个踏进内院，身后众人也跟着。院子的正中间摆着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桌子上各种瓜果点心摆了好几盘，两侧长廊被灯笼照得红色朦胧，时不时传来一些诡异的嬉笑声。清玄拽着秦明对袖子抬手指着半空，秦明这才看到天空有4个写满字的灯笼缓缓飘了下来，看起来写得像是灯谜。周昌公公往前走了几步，沉声道：兰花，你在宫绣房当差，这种灯谜应该最是熟悉，去看看。兰花没有回应。兰花人呢？众人唰的一下纷纷转过头去，刚才还在身后跟着的宫女兰花竟然不见了。秦明感觉左侧有一股阴寒气息吹来，他顺势手里燃起一团火焰向左侧扔去，莹莹的火焰将那角落彻底照亮。众人看到时大惊失色，只见宫女兰花不知何时竟被吊死在门上，她舌头吐出1尺多长，披头散发，2只眼睛充血，鼻孔里一滴滴的鲜血落在地上。她死了，她怎么突然就死了？小凳子吓得面色苍白，他好歹也是淬体8重境界的高手，怎么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死了？大奎震惊的颤抖道：我听人说过，灵境里面这些残魂冤孽实力极为强横，别说是淬体境界，就是通灵境的人进来，该死也得死。先不管了，往里面走，走一步是一步。秦明来到兰花身边，看他脚下扔着刚才填写的婚帖，秦明捡起来看了下，兰花在性别的一栏填的是女，清玄填的男，活着，兰花填的女，死了，可见自己刚才猜对了。清玄在秦明旁边也看到了不同，他趁着周昌3人走远，在旁边轻声道：这是什么原因？你刚才怎么知道让我填男的？我是凭直觉猜的，既然这鬼新娘冥婚，她肯定要嫁一个男人，如果你把性别填成女，很可能直接死亡。我猜对了，兰花果然死了。清玄眼神里露出一丝感激钦佩，他师父说的对，秦明果然很冷静，很聪明，跟着他即使在这么危险的环境里
也有安全感。兰花本就是淬体8重的高手，一声不吭，一招未发就被吊死在房梁上，这让周昌3人面容担忧，也更加慎重。他们第一时间跑去了4个灯谜的地方，秦明、清玄也走了过来。4个灯谜灯笼背面都写着统一的字：聘礼。既然鬼新娘要成亲，那这聘礼就很容易理解。只是聘礼是什么东西？秦明盯着灯笼上灯谜说道：应该就是这4个灯谜的谜底。第一个灯笼上弯弯扭扭的写着灯谜：白头到偕老。大奎看得一头懵，拍拍脑袋：我在蓝星上时也没多少文化，现在让我猜灯谜，猜个鬼啊！周昌公公也是看得一头雾水，他眼睛看向秦明：秦校尉，在场的都知道你聪明，正如你刚才所说，大家是个团体，只有完成鬼新娘冥婚才能从灵境出去，你就别藏着掖着了。猜一猜这4个灯谜究竟是什么？清玄轻轻摸着下巴，还在思考。秦明已经猜出来了，其实并不难猜。他对古代成亲事情有过大概了解，聘礼大概包含哪些东西，他也是知道的。这第一件聘礼，白头到偕老，应该指的是梳子。梳子，清玄想了想，点点头，很对，白头到偕老应该指的确实是梳子。第二个灯谜，一点铁一点铜，一点木头一点绳，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大奎一脸懵逼，旁边的小凳子眼睛瞪得又圆又大。这个我知道，我在皇宫御药房里面当差。这个一点铜一点铁一点木头一点绳，指的应该是秤。秦明点点头，秤，那就对了。古代聘礼里面经常把秤叫做如意秤。第3个灯谜，夏天瘦冬天胖。清玄第一时间就猜出了谜底，这个是被子，夏天瘦冬天胖。秦明点点头，给清玄抛去欣赏的目光。师妹猜得很对，的确是被子。这第4个灯谜的看起来绕绕弯弯的好难啊，南面坐，北面朝，向悠一悠，向洗一洗。这句话读起来比较绕，但秦明还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其中意思。这句话他见过，在《红楼梦》里面，是林黛玉曾经出的一个灯谜。这个也不难，指的就是镜子。镜子，对哦。周昌公公恍然大悟，给秦明竖了大拇指。秦校尉果然聪慧，的确是镜子。大奎在旁边着急问道：我们猜出聘礼的4件物品，镜子、梳子、如意秤、喜被，然后呢？然后要干什么？我看前面的门也关着，没路可以走啊。周长公公扫视了一圈，我也算是宫里的老人了，成亲仪式也接触过，既然知道了聘礼是什么东西，那就得在这一圈房间里寻找，找到了聘礼，我们带着自然就能通过那大门了。可是聘礼只有4件，我们这里有5个人。小凳子说到一个致命要点，几乎在每个人心里升起一个想法，聘礼只有4件，人有5个，那就代表这一关至少得死1个，谁都不想成为那第一个死的人，所以大家心照不宣，立即向4周围散去，赶紧寻找聘礼。秦明第一时间来到左侧厢房，古代富人庭院，小姐肯定是住在左侧上厢房，右侧一般是给丫鬟住的。在小姐的房间里，镜子、梳子、被子总能找一样吧。门上挂着一把金黄金铜锁，秦明握着拳头砰的一声砸了下去，咔嚓，锁断掉，门也顺势打开了，扑面而来一股阴森的寒气，仿佛渗透到灵魂深处，让人不寒而栗。房间里黑漆漆的，秦明右手抬起，天赋火焰释放，忽右手上升起一团红色火焰，将房间照得通亮起来。秦明没有猜错，这的确是小姐的房间。中间是鸳鸯戏水的屏风，桌子架子上面均摆着青花瓷瓶，上面的图案几乎都是成双成对，不是喜鹊就是鸳鸯。秦明上前右手中指一弹，一朵火焰窜上去，将桌上的烛台哗的一下点燃了。蜡烛高约2尺，红色燃烧的烛水仿佛鲜血一样一滴滴的滑下。秦明不敢耽误时间，他扫视一圈没有看到镜子梳子，然后又立即往内侧床铺看去。床上倒是有一床被子，但是被子是绿色的。这鬼新娘一心想成亲，喜被拿个绿色被子显然很不吉利。秦明转身又朝外走，他一眼落在桌子下面的抽屉上。秦明使劲将抽屉打开，抽屉正中间竟然真的摆着一面红色镜子，不过是反扣着的。秦明赶紧拿出来反过来一看，这镜子虽是铜镜，但极为明亮。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00倍。刷镜子上可以看到他身后有一道身影闪过，什么东西？秦明赶紧转过身来，结果身后空空荡荡，他眼神回过来，在镜子中再望了一眼，这一下那刚才戴着红盖头的鬼新娘竟然就站在他身后1米的地方。无尽的阴冷寒气扑面而来，秦明感觉脊椎发凉，整个身上汗毛竖起，他手里燃起火焰，立即转过身来，结果身后仍然什么都没有。
可是他侧眼看向镜子，镜子里分明可以看到，他背后就是站着鬼新娘，而且那鬼新娘正在一点点的将红盖头揭下。秦明心里砰砰砰的狂跳，这红盖头下有什么？是一个骷髅头的脸，还是一个即将腐烂的死人的脸？他似乎一点都不怕火焰，他身上的强大阴气，就算是通灵境界的，估计也是毫无办法。终于他红盖头拉到了下巴位置。秦明通过镜子看到这鬼新娘脖子左侧有一颗鲜红的赤红盖头依然向上拉，露出了一张红嘴的樱桃小嘴。他小嘴慢慢咧开，右嘴角带着丝丝微笑。秦明陡然一震，再也不想在这里逗留下去。他啪的一下将镜子扣起来，放在掌心，转身就跑。一推开门时，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想把他抓回去。秦明右手往后一扬，轰！一道火焰砰然燃起，那股巨大的爪力瞬间消失。秦明冲了出去。院子里不知何时摆了4个红色盘子，看样子是用来放聘礼的。秦明快速冲到第一个盘子，将手中的镜子放了进去。霎时间，笼罩在他周围的阴气陡然散开。看来这件聘礼算是找对了。就在这时，右侧的一间房门砰地打开，清玄青色的身影在空中旋转着飞快冲来，在他身后跟着3名虚幻的鬼影，正是之前来的时候从墙里钻出来的女子。他们嘻嘻笑笑，手里拿着手帕追着清玄。秦明赶紧上前，右手火焰发动，轰！一道红色火焰喷出，那些嬉笑的鬼影全部散开。清玄跑过来，大口大口喘着气，他手里抱着的正是一床喜被，红色的，上面绣着鸳鸯戏水，中间一个大大的喜字。清玄将喜被放到第2个盘子中，15个呼吸后，身后房间里周昌跑了出来。他的样子显得很狼狈，身上衣服撕裂了一道口子，脸上也有鲜血流出。他手中拿着的正是一把梳子。妈的，这都是什么鬼东西？我的拈花只寸劲打出去，就像打到棉花上一样，一点用都没有。他走过来，将梳子放到第3个盘子里。就在这时，右前侧房间的门被推开，大奎和小凳子2人同时从里面冲出来。小凳子手上抓着一把是如意秤，大奎在身后猛追他。这秤是我的，我先找到的。小凳子大声吼道，谁先拿到就是谁的。大奎仿佛很是震怒，他脚在地上一踩，霎时间跃然而起。那小凳子刚刚要冲到，被大奎一拳打中了脑袋太阳穴，鲜血飞溅。去你妈的！大奎又飞出一脚，将小凳子踢飞到墙角树上。他拿着如意秤走过来，往第4个盘子里一放。果然下个呼吸，正前方一道5米高的红色大门轰隆隆一声打开了，4个盘子里放着的聘礼竟然自动飞起，朝里面而去。秦明往门口走去，4人刚踏入下道门，就看到刚才摔在墙角的小凳子竟然拼了命地抓着地上的土往自己嘴里塞，一把又一把。这家伙疯了吗？周昌公公喝骂一声，你是不是有病啊？吃土干什么？小凳子停都不停，仍然在不断地挖土吃土，挖土吃土，直至双手血淋淋一片，他整个人满嘴喉咙里塞的都是土。最终他一头栽到泥土里窒息而死。秦明看了清玄一眼，看来我们猜的是对的，4件聘礼没有拿到的人肯定会死。就在这时，前面院子里出现2个飘在空中的纸娃娃，一男一女，两边脸涂着腮红，嘴巴红润润的有种鲜血般。他们的2只手软绵绵的在空中随风晃荡，但是那双眼睛却跟人眼一样左右转来转去。这些鬼东西！大奎握紧了拳头，周昌一把拦住大奎，别冲动，这2个纸娃娃应该是指路的。果然下个呼吸，2个纸娃娃那软绵绵的右手臂抬起，指着左前侧大堂，那里面似乎亮着许多灯笼。众人跟在纸娃娃后面走进大堂，大堂的正中间摆着一张书桌，上面放着一幅空白字帖和笔墨纸砚。桌子正上方一张喜帖上写着几个金色大字，请新郎提婚诗。这种提示考核如果放在一般的穿越世界，文超公是最顺手的，但是这个世界文超公就意味着死，如果让他们平白无故写出一首婚诗来，那样更难。秦明也没有那样的才华。房间里一股冷风吹来，大堂周围挂着的灯笼摇摇晃晃，斑驳的灯光照亮了大堂四周。秦明看到左侧悬空挂着好几幅画，第一幅画画着一个穿着黄色锦裙的女子在教授士兵制造炸药，炸药爆破效果很好，得到旁边将士们的一致鼓掌欢呼。第二幅画，黄色锦裙女子教授许多女孩制作香水，她们将香水涂在胳膊上闻着，欢笑开心。第三幅画乃是皇帝娶亲图，有个身着红衣的少女满面笑容，和皇帝牵手走进轿子，旁边许多官员高兴的鼓掌。然而
在人群后面有一绿裙女子，满脸泪水，神情气愤哀怨。看到这里，那大奎陡然一拍脑袋，我明白了，我听说很多灵境都是穿越者碾压欺负那些原住民，引起他们的仇恨。这个灵境肯定是因为这穿越女子又是制作炸药又是制作香水，然后赢得皇帝欢心嫁给了他，所以旁边哭泣的这女子肯定是皇帝的其他妃子，失宠了，所以对穿越女产生怨恨。这个灵境就是这个失宠的女子怨气所造成的。周昌公公摸了摸下巴，也赞同道：我觉得也是，所以现在这里肯定不能文抄功，谁抄下诗词，这个对穿越者怨恨的鬼新娘绝对会将他掐死。清玄皱着眉头想来想去，他觉得大奎和周昌公公讲的有道理。想到此处，清玄转过头来看着秦明，只见秦明那俊朗的面容上带着丝丝疑惑。秦明，你怎么看？大奎在旁边笑了一声，什么怎么看？这里就是个骗局，故意引诱你文抄公暴露身份，从而把你弄死。清玄轻轻拽了拽秦明的袖子，秦明，他们俩已经超前走了，这个提示应该就是陷阱，你一抄诗文就知道你是穿越者。不对，秦明摇了摇头，你还记得最开始鬼新娘留下的那句话吗？炸药炸出了坟墓，香水变成了毒药，我那看书的眼，我那吃饭的嘴，负心郎，我只想成个亲。这句话我也想过。清玄轻声道，难道不是鬼新娘埋怨穿越者，说是穿越者的炸药给自己炸了坟，她的香水就是自己的毒药？秦明摇摇头，这句话应该不是这样理解的。秦明刚想到此处，只见5大3粗的大奎两手抓着后面的大红门，使劲的推门。这一关本就是骗局，不能作诗，我们把门推开就过去了，要文抄公那就是死。然而这话刚落，突然间红门上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紧接着一把长2米的明晃晃的铡刀从上面直直砍了下来。大奎惊了一跳，但是毕竟是修炼者，他立即运用灵力想从这里跳走。哪岂料在门的4角忽然伸出4只惨白的手臂，将大奎双手和双脚抓得紧紧的，无论他如何使用灵力也毫无作用。老大救我！咔嚓的一声，铡刀直直的砍下来，将大奎从脑袋到2腿中间砍成了2半，鲜血四溢。周昌公公被吓了一大跳，又一次老老实实的退了回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还非要我们去文抄公进陷阱吗？清玄手里握着乌金刀，眼睛死死盯着后门。刚才那4只小手从哪来的？他有些慌张，既然这样，那这关怎么过去？他焦急地转头看秦明，见秦明竟没有一丝慌张，仍然在很冷静地观察3幅图画。清玄不禁心生佩服，秦明可真厉害，这种时候还能如此冷静。秦明再次将目光放到第1幅画上，那穿越者黄衣女子正着脸，仿佛对着他笑。秦明细细观察，突然他竟然看到那黄衣女子脖子上似乎有个红色的痣。秦明转看第2幅画，穿越者黄衣女子脖子上仍旧有个痣，那就说明这2个是同一个人。还有第3幅画，那哭泣的绿衣女子脖子上也有同样的红痣。秦明心里震撼，他想起刚才取镜子的时候那红衣的鬼新娘脖子上的红痣，那就证明这个鬼新娘不是原住民，而且穿越者。这个灵境里受委屈的根本不是原住民，而是穿越者。清玄，研墨。什么？秦明，你要写诗文？你这里抄诗文就代表你是穿越者？你会死的。研墨，相信我。哦。秦明抓起毛笔来，轻轻点了点墨水，虽然字写得丑，但仍然在白纸上写下一首短短的诗文：遗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秦明刚写完诗文，纸划的一下飞了起来，在半空中徐徐燃烧，随即只听轰隆隆一声，后面的大红门打开了。猜对了，秦明心里长长舒一口气，没想到这个灵境竟然是穿越者的怨念产生的。清玄和周昌都满脸疑惑，周昌面容阴冷，心里却在暗自庆幸，幸亏刚才没有偷袭这臭小子，没想到他脑子这么管用。秦明带着清玄第一个从红门走了出去，周昌跟在他们后面。眼前出现了3间房屋，一模一样，每间房子的窗口门上全都贴着喜字，在房梁正中间写着2个红色的大字洞房。3人均是深吸一口气，看来这是鬼新娘灵境的最后一步洞房。3人几乎立即明白，3间房是让他们3人一人一间进行最后一关。清玄朝着秦明点点头，第一个向着中间房子走去。太监周昌也是咬着牙齿走向了最左侧房间。剩下的第3间房，秦明也推开门进去了。房间装饰的古色古香，山水屏风上面绣的是鸳鸯戏水，红色的烛台旁边摆着许多瓜果坚果。
他推开房间里门，一张红木打造的婚床出现在面前，喜被、红枕头、红帘子，精致又漂亮。秦明来到床边坐下，突然他听到了周昌公公的惨叫。怎么回事？刚开始洞房就死了。秦明忽然想起周昌公公是个太监，他进洞房跟刚才那名帖上填性别女没什么区别。一念至此，秦明立即意识到清玄有危险，他必须去找师妹清玄。如果不和清玄在一起，清玄是女的，洞房的时候必死无疑。他是为了自己来到宫里来送消息的，可不能就这么莫名其妙糊里糊涂死了，到时候怎么给师傅交代？秦明刚跑到清玄的洞房门口，就感觉到身后一阵阴影的气息。警告，危险程度提升2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200倍。他一转身，看到那第一间房门口站着鬼新娘，她穿着红色嫁衣，戴着红盖头，静静地站在那里。她放在腹部的双手上面沾满鲜血，一滴滴落到地上，真 TM 诡异至极。鬼新娘动身朝第二间洞房走来，具体来说，她是飘的，她的腿根本就没动。秦明赶紧迈过门槛，朝房间跑了过来。此时此刻，第二间洞房里的清玄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周昌公公死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这个鬼新娘的临近，女人进来应该是个必死局。最让他后悔的，并不是现在就要死，而是他还没有把重要的消息告诉秦明。这可怎么办呢？师傅，清玄辜负您的期望了。门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显得很急促。清玄手轻轻放在握紧乌金刀，无论如何，哪怕这些冤孽不可战胜，我也要跟他拼了。唰，一道身影闪了出来，清玄立即拔刀，正准备劈来时，秦明速度超快的一把抓住他的刀柄。秦明，你来我这里干什么？秦明二话不说，把清玄往床里一推，自己也跳了上来，坐到他的外面，将清玄挡在身后。秦明，嘘，不要讲话，他来了。清玄忽然感动至极，房间里越来越冷，桌上的红烛火苗一颤一颤。终于，秦明余光看见一双红色的绣花鞋迈进来了，那一身红衣的鬼新娘缓缓飘到窗前，她戴着红盖头，两只双手不知何时洗得干干净净，只是这指甲却血红一片。警告，危险程度提升3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300倍。坐在秦明身后的清玄心脏砰砰砰直跳，他心里害怕，乌金刀握得紧紧的。忽然，那鬼新娘的右手抬起，指了指自己头上的红盖头。秦明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他知道鬼新娘让他揭盖头。秦明拿起床边放着的如意秤，缓缓伸过去，将红盖头一点一点的揭开。躲在他身后的清玄眼睛瞪得大大的，用被子紧紧蜷缩着身体。缓缓的，那鬼新娘白皙的脖颈露了出来，又是那颗鲜红的痣。可是等秦明把盖头全部揭开时，他吓得几乎魂都要掉了。只见那鬼新娘竟然没有脑袋，没有脑袋！靠！就在这时，突然画面一转，在秦明和清玄的面前出现了许多当年的画面。画面中，一个穿着黄衣的少女长得青春靓丽，她笑容很美，脖子上长着一颗鲜红的痣。她是一名穿越者，来到这个世界后，她就用自己的能力知识为百姓谋福利。她制造了肥皂，她还在皇城里开了第一家书店。她的才华引起了四皇子的注意，四皇子风流倜傥，承诺会娶她为妻，让她当未来的皇后。她为给四皇子夺皇位，制造了炸药，帮他出谋划策，帮他卖香水卖书，建立商行来筹措资金，整整当他的军师8年。然而等到四皇子登基的那天，皇后却根本不是他。原来太后、四皇子的一直都是在利用他，他们总觉得一个能发明出各种东西、思维叛逆的女人是妖女，这种妖女绝不能成为皇后。那日天下着大雪，皇帝和另一个女子成亲了，而她却被太后当作妖女处死。皇帝觉得她行为古怪，思维奇特，就像一个域外恶魔，要想彻底消灭她，就得把她的脑袋砍下来，让她永世不得超生。画面到这里戛然而止，被窝里的清玄看得心酸，仿佛现在穿着嫁衣没了脑袋的红衣鬼娘也并不那么可怕了。房间里响起一阵阵低沉的哭泣声，那鬼新娘右手缓缓抬起，放到了秦明的脸上，她的手又冰又冷，仿佛触及灵魂一样。唰，秦明打了一个舒服的冷战，他眼前犹如湖水炸裂一般，整个灵境逐渐扭曲涣散。他和清玄又一次出现在青池宫，大魁周昌等人尸骨无存。就在这时，秦明手里出现了3块亮晶晶的金魄，清玄手里出现了2块。秦明将金魄收进袖子里，他惊讶地发现袖子里竟然还有一枚红色的戒指，
上面3个字：郎君剑。郎君剑，鬼新娘所赠，一次性消耗品，可邀请鬼新娘出手1次。还不错啊。刚才鬼新娘明显境界高强，通灵以下的人几乎是没法阻挡的。如果有她出手1次，自己的安全又得到一份保障。清玄还心有余悸地喘着气。秦明，结束了。结束了。这个灵境太吓人了，我想问你，你最后跟他干嘛了？什么干嘛？刚才最后一关冥冥洞房，你跟那个无头鬼新娘有没有？你不是当时在旁边看着吗？我能干什么？可是那周昌是太监，冥冥洞房的时候死了。你怎么过的？这个你回去后问师傅。你先告诉我，你来宫里找我做什么？差点把正事忘了。清玄赶紧神色镇静道：师傅让我告诉你，你的资料查到了，你家寒夜城雪桃村，你家人已经全部都死了。跟你一起来银石城的有2个人，一个小六子死了，还有一个汤卫在天意书院门口当书童。秦明立即感觉庆幸无比。师妹，你来得太及时了，我本来就是要去天意书院的，你要不讲我肯定从正门进去，被撞个正着。清玄眼见时间不早了，话已经传到了，我先走了。秦明一把拽住他的袖子，将自己的一颗金魄拿出来。这个给你。给我做什么？上次师傅拿了你的金魄给我，这次还给你。我才不要呢，你把我清玄当什么人？再说了，你刚才也救了我。说罢，清玄转身朝小门跑去。你怎么出去啊？我们五行盟有秘密路线，注意安全，小师妹。知道了，师哥。哟，小丫头片子，终于肯叫我师哥了。秦明笑着微微摇头，整整衣服，赶紧朝天意书院而去。走在路上的时候，秦明又对刚才灵境进行了复盘。这一次灵境跟第一次完全不同。第一次穿越者无德欺负了原住民，导致那白衣书生产生怨念，而这一次的灵境既然是穿越者为皇帝做了那多事，最后却被谋杀怨恨而死，产生了怨念。1000多年以来，这种类似的事情估计发生了许多起。这些所有的仇恨怨恨堆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穿越者和原住民矛盾的起源呢？但秦明隐隐觉得肯定不会如此简单。穿越者来到这世界，毕竟影响力是有限的，最多干涉到周围几人甚至几百几千人的喜怒哀乐，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整个大燕国上上下下全部都仇恨穿越者，就想杀之而后快。这种情况就不简简单单的是个人恩怨了。那真相究竟是什么呢？秦明将意念探入锁天湖，现在有了3枚金魄，他第一时间选择升级天赋复制。天赋复制升级成功，序列9，可复制天赋数量3，当前剩余可复制天赋1。葫芦，是不是序列越靠前的天赋就越强？原则上是这样，但是人不同，天赋的施展不同。那你告诉我哪里有顶级天赋，我去4级复制。其实师傅的肯定不错，只是师傅没流血的时候不好操作。锁天湖友情提醒，排名前10的天赋皆有自我保护机制，复制较为困难，可尝试将复制天赋升级至5级以上，自我探索。你的意思是，我的复制天赋只有到5级以上才可以复制序列前10的天赋？的确如此。那这些天赋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谁赋予给穿越者的？问题超出锁天湖认知范围，请自行探索。还有个问题，原住民跟兽之间有何关系？超出锁天湖认知范围，请自行探索。我靠，要你这葫芦有何用？秦明想着想着，走到了天意书院的侧门。他特意悄悄寻找了一番，果然，天意书院正门口站了个书童，他的面目清明，似乎有点熟悉。穿越那天晚上集合时，应该是无意间看过这张脸的。那无疑，那个书童绝对就是汤卫了。这个汤卫是一大隐患，但是他周边站了很多强者。秦明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机会去消除隐患。他转身避开汤卫，走进天意书院里面。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题诗台，看旁边的介绍，似乎有好的诗都可以提到上面供众人鉴赏，但事实是这题诗台却空无一字。如果是普通的穿越世界，穿越者文超公随便提一首都能让众人震惊，可是现在这世界，如果你写首诗出来，估计要被砍成肉泥。再往前走，秦明看到教室旁边有许多异兽骨骼，那些骨架都是5米以上，甚至有的达到了惊人的30米。一些书生学子围绕着骨架指指点点，似乎在学习着什么东西。秦明很想了解原住民与兽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教室旁边仿佛有着很强的禁制，他每次接近都会被挡住，而且那些学子所说的话也飘不出来。再往前，秦明终于听到夫子在给年轻学子们上诗外课，凡随意抄诗者，杀无赦。这是辨别穿越者的最基本原则。1000年以来，我们杀死的穿越者有近半数都是因为抄书背诗暴露的。
秦明，凡用恶性思维经商暴富，垄断饿死同行的，大概率为穿越者。凡要给百姓分田，提倡男女平等，提倡一夫一妻，多数为穿越者，见到杀无赦。凡女人不遵妇道，讹人彩礼，搔首弄姿，自称小仙女的，直接砍成肉泥，准没错。秦明，有点无语啊。就这样恐怖的杀人原则，大部分穿越者在过来前1个月之内必死无疑。秦明很快找到了天意书院的书阁，这里是大眼国藏书中心，上下总共有6层，不过秦明只能在第1层和第2层挑选。他选来选去，找到一本玄阶中品的抽筋碎骨手。这本功法里面详细记载了人体108骨头分别捏碎的要诀。他现在有隐匿天赋的速度，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快，配合抽筋碎骨手，绝对会事半功倍。就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一声：“秦校尉，这要巧。”秦明转身就看到微微有些驼背，手拿拂尘的公公王景。他现在是司礼监的传话太监，也是之前秦明刚来的时候给他们训话的人。王公公，我是奉陛下的命过来挑选功法的。咱家知道，恭喜你啊。秦校尉，你的确是咱家晋升的这一批里混得最好的。秦明赶紧把话题扯开。王公公来这里是？我来是给陛下找本书。王公公真厉害，这天一书阁总共6层，我也只能在1层2层看看，王公公都能上得去。上得去没什么了不起，等你再混混3、4、5层就都能去看了。只是这天意书院的第6层是绝对不能去的。秦明面露疑惑，装作又单纯又傻的样子。我毕竟才来京城不久，这些还真的没人对我提起过，不懂。王公公拽拽秦明的袖子，带着他一起从天意书院离开。在路上，他友善地提醒道：“秦校尉，你是我近身的，与我有缘。现在我在司礼监，你在镇魔卫，以后要多多帮衬才是。”王公公，应该的。看在你小子机灵懂事的份上，我就提醒你一句，在咱们大眼国皇城里有3个地方是万万不能去的。第一个你应该见到过，就是龙渊祠堂。秦明若有所思。第2个就是镇魔塔上面的第15层到第18层。秦明脑海里不断思考，镇魔塔1层、2层他都转过，只不过3层以上他没有钥匙。还有第3个就是这天意书院的第6层。秦明点点头，这下记住了。谢王公公。秦明不敢问的太多，很多事情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会引起怀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3个禁地究竟里面有什么呢？回到太阴宫，秦明第一时间开始了修炼。他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突破淬体5重了，得再加一把力。他来到太阴宫的西殿，这里有一片很大的空地，白雪厚达3尺。秦明先是打了会儿冰魄拳，身体发烫之后取出抽筋碎骨手，他练得格外认真，2个时辰时间就将108招式全部熟练掌握。秦明还特意在太阴宫书阁找了10几本步法、拳法、剑法等，这些功法等级颇低，秦明放在这里就是为了掩人耳目，防止他练出斩天诀、疾风剑诀、归西灵诀被人怀疑。秦明一直修炼到傍晚时分，整个人经脉通畅无比，浑身发热滚烫。终于，他突破到了淬体5重境界，整个人身上气势都变了。如果说之前他与敌人战斗最多1刻钟就会感觉疲惫，而现在连续战斗1个时辰不成问题。醉仙楼天字1号房间，云水瑶一袭辉月长袍，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坐在高椅上。他的弟子清玄双手抱着刀站在面前，将临近的事情一一禀报。清玄没有添油加醋，他就将自己所见所想全部都说了出来。云水瑶听完之后沉默了10个呼吸。师父曾经总共去过3个灵境，但完全不像你们去的这么危险。如果不是秦明从头到尾这么冷静，思维敏捷，你们很难出得来。清玄认可的点点头。师父，师哥在里面至少救了我2次，这2次本来我都是必死无疑的，一次就是刚开始喜帖我性别准备铁女的，如果铁女在鬼新娘临近会直接被杀。还有就是洞房，我一女的怎么跟鬼新娘洞房，然后师哥就从旁边跑到我这里来了，他也不怕违反规矩被杀了。云水瑶抿了一口清茶笑笑，怎么现在叫起师哥来了？哎呀师父，弟子在跟你讲重要的事，你怎么还关注这个？云水瑶笑笑，这就是师父和你师叔看重秦明的原因，他不仅聪明，还有一颗善良重情的心。他知道自己如果不来你洞房里，你肯定会死。他也知道，他如果违反规则从房间出来，有很大几率会死。但是他还是去找你了。清玄神情愣了愣，点点头。师父，还有个问题，那个周昌是个太监洞房的时候就死了，我师哥也是太监却没死，我还看到他打了个冷战。云水瑶，冷战？是啊，为啥？云水瑶忽然想到弟子和鬼新娘打冷战的事情，有点尴尬。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后来呢？临近结束后，他要把精魄还我，我没要。好，
他现在正是最需要精魄的时候。师傅，这次送进去的消息太及时了，我碰到他的时候，他竟然刚好要去天意书院。如果我不提醒，他肯定就要暴露了。师傅，能不能叫五行盟的人把那汤卫给干掉？不行的。云水摇摆摆袖子，这个为师早就想过了，天意书院周围有很强的禁制，想在里面杀人很难。就在这时，马强从门口走了进来。师傅，师叔说接到了五行盟总部的消息，让您前往星光城参会。秦明修炼到半夜，身上滚烫无比，他干脆把旁边的冰河给凿开跳了进去，冰冷的水钻进毛孔，与身体里滚烫热气互相冲击，这种感觉真的爽爆了。秦明刚从冰水里抬头，就看到长公主上殿11楼西侧的八卦悬窗打开了。长公主韩月熙正半躺地靠在窗户上，左手拎着一坛醉仙酿，眼睛直直地看着他。修炼就好好修炼，为什么要跳到冰水里？长公主，末将身上燥热，这冰水才舒服。你一个无根之人，身上怎会燥热？你今日去天意书院拿的什么功法？长公主拿的是抽筋碎骨手，打一遍本宫看看。秦明唰的从冰水里跳出，将抽筋碎骨手108招从头到尾打了一遍，气势强劲，浑然天成。秦明用隐匿天赋将修为控制在淬体3重，这拳法看起来还不错。你过来。长公主，属下衣服都湿，回去换一身再来。谁知长公主突然抬起右手，轻轻一握，霎时间秦明衣服里的水迹被全部抽出，在空中凝结成漫天雪花，飘然而下。秦明不禁大为感慨，这风批修为可真高。这下衣服干了，过来。秦明来到长公主房间，推门而入。房间里挂着一盏饮食灯，西侧角落的壁炉里生着冉冉火焰。此时长公主正趴在铺着绒毯的玉床上，身上裹着的黑袍衬托出完美诱人的曲线。小青子，你刚才修炼的抽筋碎骨手不错，过来施展，给本宫按摩。秦明头大且无语，我这抽筋碎骨手是修炼的杀人技，你让给你按摩，捏哪里？就不怕捏爆了吗？长公主招了招手。小芹子，愣着干什么？秦明快速跑了过来，一股淡淡的诱人香气扑鼻而来，好像不是什么花草，应该是长公主与生俱来的。秦明轻轻地给长公主按起肩膀来，没想到打架凶悍的长公主，这皮肤可真的是又光滑又柔软。小芹子，你的抽筋碎骨手使出来。秦明将灵力运到手掌，把招式逐渐使出。他将长公主肩膀的骨头轻轻一捏，原本以为会捏得她很痛，结果长公主竟然舒服地呻吟了一声。你今日这功法学得挺好，继续。秦明捏完肩膀，捏背部，他已经感觉到这女人看似柔软的身躯，筋骨其实特别坚硬。他不禁又想到原住民和兽之间的关联。小芹子，腿也捶一捶。诺。秦明转头看着这双修长如白玉般的腿，灯光下雪白发亮。秦明使出抽筋碎骨手，捏捶着2条玉腿，甚至是到了大腿根部。他的心跳加快了好几倍。长公主背靠着床缘，闭目养神，轻声道：小芹子，你是太监，也这么喜欢女人的腿吗？秦明，你刚才捏背的时候心跳尚且正常，这一捏腿就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秦明心里瞬间紧张，他调整了下双腿位置，生怕暴露。长公主睁开眼睛，嘴角露出一丝妩媚。天意书院曾经说过穿越者这么一句语录，说男人一辈子都很色，除非哪天挂墙上。本宫以前不信，现在信了，连你一太监都这样的，更何况正常男人。秦明，小芹子，是不是这样？属下不敢。你幸亏是太监，本宫才能把你留在身边，否则龙渊祠堂的祖宗早跳出来，把我韩月熙撕成碎片了。长公主的意思是皇城老祖宗们不让出嫁，自从兄长事件发生后，我的疯子姐姐就不允许我和三妹再接触男人了。秦明心里琢磨着兄长事件，难道就是长公主和她三妹一起杀死兄长的事吗？他目光不由自主地放在了床头的那幅画上，提到兄长，长公主韩月熙的神情陡然变得悲伤抑郁，她眼睛也看着那幅画。坐在母后旁边的那个俊朗年轻人就是我皇兄，怎么样，他是不是长得很俊？秦明点点头，是的，但是我跟三妹杀了他。长公主突然自嘲般低声道，本宫仍然记得当我月影剑刺破他心脏的那一刻，他那双幽怨的眼神我忘不了，到现在都忘不了，他无时无刻都在折磨着我。长公主看秦明没讲话，她转头来看着秦明，本宫对你说我杀了兄长，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是不是觉得本宫很无情？秦明摇了摇头，他将长公主的双腿放到膝盖上，轻轻地给她捏着脚。长公主，这个问题我依然有实话和假话，你想听哪个？听实话。听实话的话，
你不要骂我。说，其实那天晚上你晕倒的时候说梦话了，我之所以不惊讶，就是因为我听到了。长公主神色微微惊讶，她随即有些痛苦地捏着太阳穴。我原本不想杀她的，真的不想。长公主突然间将双腿收了回去，她面色又变得冷漠，眼神中尽是凌厉。我杀她，不仅因为姐姐韩月离的命令，也是因为她非死不可。长公主忽然转过头来盯着秦明，本宫那皇兄韩玉龙有才华，有气魄，有能力，他如果当皇帝，一定能当得很好。可是，他偏偏爱上了一个穿越者。秦明脑海嗡的一震，他眼神震惊地看着长公主。他爱上穿越者，还要娶她为妻，还要当皇后，这怎么能行呢？大眼国的先祖不会原谅他的，母后不会原谅他的，所以我跟三妹一起把他杀了。我们怎么能允许一个穿越者当皇后？长公主突然神色变得极为悲伤，她微微转过头看向窗外，似乎想起了往事。你知道吗，小晴子，那天你身上受伤带回赤豆元宵，又让我用剑刺你心脏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兄长。当时我和三妹去杀他，他看到我们两个拿着剑，当即就不再反抗了，任凭我们的剑刺穿了他的心脏。本宫真的很不理解，他一个好好的帝王继承者，为什么会喜欢一个穿越者女子？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长公主神情再次变得冰冷。秦明眼见情况不对，起身后退了几步。10个呼吸后，长公主抬起手来，轻轻摆摆袖子：“你退下吧，本宫想静一静。”诺。秦明巴不得立即离开。果然是个疯批女人，上一秒还温柔的说话，又笑又妩媚，下一秒就突然疯批的要杀人，赶紧躲得远远的。秦明从上殿出来，此时已至深夜，周围12生肖的房间早已经熄灯，只有西侧林荫的灯还亮着。当秦明下了上殿台阶时，林荫房间的灯忽然熄灭了。秦明沿着青石小路往自己房间走去，经过林荫窗口时，他听到里面砰砰2声轻微的敲窗声。秦明绕了一圈，来到林荫房间的后窗口，轻轻敲了敲。林荫姐姐。林荫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把后窗打开。秦明眼见四下无人，悄悄钻了起来。林荫姐姐，你怎么到现在还没休息？都这么晚了。我失眠。你是不是一直看着长公主房间，生怕我有事？林荫微微低着头，但秦明能感觉到她的脸有些红了，可能被自己说中了心事。她穿的衣服单薄，只有绿色的肚兜和白色亵裤。快进被窝吧，别冻着了。秦明拉开被子，躺在了林荫旁边。林荫稍作犹豫，转过来，身体蜷缩在一起，钻进了秦明的怀里。秦明，你手别乱动，我想跟你说说话。好。宫廷里龙渊祠堂，你千万都不要去，不要接近。林荫姐姐，那里究竟有什么？今天王景公公对我说那里是禁地，我自然是不会去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反正很可怕，宫里的人都不敢接近的。就在这时，林荫突然感觉手心里滚烫，他知道那诡异的光束又要照耀出来了。他赶紧攥紧了小拳头。这个时候怎么能行？秦明在房间里，万一被发现怎么办？他根本解释不清，他也不知道这光束究竟是什么。林荫姐姐，你怎么了？我没事。秦明，你别乱动。好。秦明点点头。林荫顺势握紧拳头，从被窝里钻了下去。一直到黎明时分，秦明回到了自己房间。他修炼了一会儿小周天和大周天的循环，将淬体5重的境界彻底稳固。秦明查看锁天壶，现在的幸运点数43，够抽取一次了。消耗幸运点数40，抽取成功，获得气骨丹。气骨丹2阶丹药，服用后可有效淬炼筋骨，补充灵力，能让身体各部位更加坚硬有力。听起来很不错啊！只要有丹药能够加强体魄筋骨的，秦明来者不拒。他直接将气骨丹扔进了嘴里，丹药入口即化，一股凉凉的感觉爬遍全身。他仿佛能够感觉到筋骨正在淬炼，里面咯吱咯吱作响，整个人也是神清气爽。昨天夜里在林荫房间消耗的精力，现在彻底补充完毕，真的爽快。就在这时，长公主太阴宫外突然传来一阵兵甲的脚步声。秦明刚从床铺上跳下，林荫就慌慌张张地跑来。秦明，掌火殿的王景公公来了，说是陛下宣你去掌火殿。秦明穿戴整齐从房间出来，院子里身材微驼背的王景公公满脸带着笑容。秦校尉，我们又见面了。王公公早。陛下有命宣秦校未入掌火殿。王公公，今日不是休沐吗？陛下宣我是。这个老奴就不知道了，等秦校尉到了之后，陛下自会言明。秦明没有办法，这大眼国最大的 boss， 他必须得去。秦明抬头看了眼长公主的上殿房屋，门窗依旧关闭。长公主应该是昨夜睡得晚，现在还没起。秦明抱拳拱拱手，
那就有劳王公公带我前去。秦明快接近长火殿门口时，王景公公突然轻声道：“秦校尉，昨日周昌公公过去宣旨，说带你去天意书院，后来一直没回来。”秦明心里陡然一颤，难道变态女帝找我是因为这件事？那该怎么解释呢？王公公，在下不知你是什么意思。昨日周昌公公带我到半路，指了方向后自己就离开了。王景笑了笑，用拂尘指着长火殿内部：“我就是多嘴提一句，秦校尉莫要往心里去。陛下在长火典殿内，你进去吧。”秦明心里开始有些忐忑不安，毕竟周昌是怎么死的他心里清楚，王景那里可以轻松隐瞒。但是女帝是什么人？她变态狠毒的眼神与气势，让一般人在她面前根本不敢撒谎。秦明一边往里面走，一边调整着心态，淡定淡定，一定要冷静下来。越是慌张，死得越快。秦明立即想到2点：第一，那周昌公公淬体9重境界，他自己将修为隐匿到淬体3重，就算女帝能够发现他淬体5重，那他也不可能杀死淬体9重的。第二，秦明有着隐匿血脉的天赋，所以他不怕。想到这里，秦明抬起头来，大步朝内殿走去。秦明被王景带走之后，林英在院子里左右徘徊，他清扫一会儿积雪，觉得有些不对劲。明明休沐，陛下找秦明干什么？毕竟陛下和长公主之间有冤仇，这一点整个宫里的人都知道。为了秦明的安全，林英豁出去了。他将手中的扫把往地上一扔，转头拎着裙摆跑向长公主的11楼。砰砰砰，房间里没有应答。砰砰砰，长公主仿似十分不耐烦地冷漠一句：“何事？”长公主，林英有事禀报，说刚才长火殿王景公公过来，将秦明带走了。什么？一个呼吸不到，房间的门啪的一声被长公主推开了，速度快的林英都被惊了一跳。长公主全身只裹着一件薄薄的紫色纱裙，露出曼妙的身材和雪白胸膛。你说什么？韩月离把小晴子带走了？是的，林英也把不准究竟要做什么，所以特来禀报。长公主目光一冷，她手一伸，唰的一下，床铺上放着的紫黑色长袍霎时套在了身上。她抓起月影剑冲天而起。林英终于放心了些，只要长公主去，秦明应该不会有事的。长火殿内殿，女帝一袭红色长袍裹着曼妙身躯，光滑的玉脚上穿着长长的黑色筒靴。她的贴身女亲卫上官青儿站在旁边。青儿，周昌莫名消失这件事你怎么看？陛下是怀疑那个小晴子，周昌是带她去天意书院的，应该也是最后见的人之一，朕当然怀疑。可是陛下那小晴子的修为才淬体3重，应该不至于能对付周昌，朕也只是怀疑，并不是说小晴子就有问题。不过她能审讯出来贪道人，算是有些本事。这种有本事的人怎能留在我妹妹身边？陛下的意思是要把她杀了？不能杀，你看韩月熙的样子，如果朕把这小晴子杀了，她得跟我不死不休。不过朕想到了一个办法，让她不得不跳进去，九死一生。而且我妹妹也没有话说。就在这时，一名宫女在那殿门外跪下：“陛下，秦校尉来了，叫他进来。”诺。这是秦明第一次进入女帝长火殿的内殿，他刚踏进来就浑身燥热，额头上渗出汗水，整个房间里炙热无比，四周围放置许多引火石在冲火能。女帝韩月离坐在最上方的龙形大椅上，面容绝色，身上散着淡淡的蓝色火焰，周围好几只金色凤凰围着她飞舞。秦明上前行礼：“拜见陛下。”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00倍。秦明很无语，自己刚进来，女帝就产生杀意，有病吧？小晴子，那周昌公公是你杀的？秦明一下子心脏都几乎跳出来，他故意装作一脸茫然的样子：“陛下，这从何说起？昨日周昌送你去天意书院，一直没回来，宫中找遍了也没他的影子。陛下，昨日周公公带我到达曲径通幽园就分开了。”他指了指方向给我，然后说自己有事儿，末将实在不知。唰，整个房间里强大的威压升起，逼得秦明几乎喘不过气来。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5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50倍。女帝面目变得冷漠霸气：“小晴子，说实话。”陛下，末将说的是实话。再说末将只有浅薄修为，周公公已然淬体9重，不知是哪个造谣的，在陛下面前胡说，末将冤枉。警告：危险程度提升2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200倍。女帝双眼散出蓝色火焰，她盯着秦明，整整10个呼吸后，她神色缓和，手臂轻轻一抬：“起来吧。”谢陛下。
就在这时，2名女亲卫急匆匆地从门口跑来跪下：“启禀陛下，长公主来了。”“她来做什么？”女帝眉眼生出怒气：“给朕挡住！告诉她，她若敢闯进来，朕就杀了这个小禽子！”长公主已经在殿外破口大骂：“韩月离，你若敢动我太阴宫之人，我与你不死不休！韩月离，你这无耻的泼妇！”秦明眼前一亮，长公主霸气了：“韩月离，难道我太阴宫就不能有人才？你非要赶尽杀绝，那就鱼死网破！”女帝满眼怒火，她气得那傲然胸膛起起伏伏。其二，末将在，你去叫他不要再喊，乖乖待在殿外，朕不会伤这小禽子。如果他再骂朕，朕就把太阴宫所有人都剁成肉泥，烧成灰烬。诺。上官七儿刚出门，女帝手指一弹，一团火焰就将红色大门轰隆隆关闭了。房间里仅剩下了秦明和女帝。韩月离小禽子，你家是韩邺城的？是。那你对韩邺城很了解？秦明愣了愣神，回答道：微臣的家在韩邺城西郡，那片地方相对了解，其他地方不熟。朕是指的韩邺城那黑暗冰雪的环境，你应该很熟悉。是的，韩邺城雪兽作乱，百姓民不聊生。近日穿越者的青龙公会、天道教还有五行盟有大量的穿越者过去韩邺城，不知所为何事，导致韩邺城主蓝剑心压力颇大。秦明微微低着头，心里嘀咕着：女帝给他说这个做什么？朕考虑，你既是镇魔卫校尉，帮朝廷送批物资和引火石去韩邺城，如何？秦明脑袋已经在快速运转。女帝为什么让自己压东西？白羽卫里有那么多人，可能性就只有2点。第一，他秦明现在跟着长公主，女帝就是借此事削弱长公主，弄死自己。女帝又不能明面上弄自己，所以派自己去往韩邺城。这一路上充满艰辛困难，说不定就会丢掉性命。第二点，对韩邺城熟悉的白羽卫将领不多，知道是圈套，他秦明能拒绝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在帝王面前，尤其在这么变态的帝王面前，你敢说一个不字，别说当官，命就得到头了。而且秦明得知五行盟等穿越者都去了韩邺城，说不定那里有什么特殊的好东西。再说现在皇宫里这么危险，出去相对来说还自由一点。末将乃大燕国校尉，自然按陛下命令行事。好，年轻有为，朕心甚慰。女帝从黄金龙椅上起身，旁边的几只金色凤凰也扇着翅膀飞了起来。大燕国内忧外患，外有雪兽妖作乱，内有这些该死的穿越者到处肆虐，民不聊生，朕心甚忧。你如果能把这趟差事办好，顺利将物资送给蓝剑心，朕必有重赏。诺，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陛下，末将有个不情之请，镇魔卫已经2月没发军饷了，他们斩杀穿越者，维护京城安全很辛苦，还请陛下。女帝往前走了2步，眼睛露着淡淡怒火看着秦明：你倒是很会替我妹妹办事。罢了，你说的也有理，抓穿越者维护京城安全的确很辛苦，朕会把军饷送到，但是要到你启程的那一刻。末将谢陛下。桌上有2000两银票，你带着算是这趟差事的酬劳。诺。末将谢陛下皇恩，回去准备一下，2日后出发。秦明深吸一口气，点点头。诺。秦明从长火殿出来的时候，长公主正站在外面的风雪中，她长长的黑色大衣在风中飘摇，一头乌黑的头发上落满了冰雪。一看到秦明出来，长公主顺势转身，单手附在身后朝远处走去。秦明赶紧在后面跟着，走上一条落满积雪的青石小路时，长公主忽然间停下脚步，转头冷声道：她说什么了？长公主，陛下让我押送一批物资去韩邺城。你说什么？长公主突然面目变得震怒。陛下让末将押一批物资去韩邺城，你拒绝了？我答应了。长公主霎时生气地上前2步。你傻不傻？谁让你去的？长公主，那种情形下末将不能不答应。韩月吸气的脚在地上一震，啪的一声，路上的积雪被他震得纷纷飞舞。这个韩月离欺人太甚，本宫要去找他算账。他一步刚踏出，秦明瞬时双臂展开挡在他的面前。不要去了，长公主，女帝修为太高。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本宫打不过他？末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长公主身上有伤，还是别和他打得好。你给本宫让开。不让。让开。长公主一把将秦明推去边上，气势汹汹地朝长火殿走去。秦明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什么办法能拦住他。他看到地面上全都是皑皑白雪，忽然秦明灵机一动，他抓起一把雪来揉了个小小雪球。长公主气势汹汹的正往前走，身后突然一个雪球扔过来，砰的一下，
打在了他脑袋上，雪球散开，白色的雪花飞满他如玉般的脸庞。长公主愣住了，她眼睛直直地盯着秦明。你敢用雪球打本宫？你再打一下试试。秦明又捏了一团雪扔了过去，长公主也不躲开，任由雪花再次落在脑袋头发上。这下长公主怒了，她手一抬，大面积的雪飞聚过来，被她捏在手中。小晴子，本宫要打死你！轰！一大团雪向着秦明扑来，秦明赶紧往前跑。啪！雪球打到秦明背上，雪花散进他的衣服里，凉飕飕。他顺势再捡起团雪捏成雪球，又一次冲着长公主扔了过去。啪！这次竟然打在了长公主胸膛。秦明眼睁睁地看着雪花从他肚兜滑了进去。糟糕，完了，快跑！长公主气急败坏地捏着2团雪在后面追。你给本宫站住！小晴子，你给本宫站住！秦明没敢使出隐匿天赋，他只是快速沿着雪地奔跑。半刻钟后，他身后没了动静。秦明疑惑地转头，就看到长公主正站在他面前。他2只手各捧着直径1米的巨大雪球，一下子向着秦明面部扔来。砰的一声，大团的雪将秦明打得倒在地上，连脑袋都被盖住了。长公主双手叉腰，站在雪地里咯咯直笑。秦明偷偷的手在地上搓了团雪，在长公主笑的时候，他一下子扔过去，那雪球不偏不斜，正砸在长公主的嘴巴上。长公主一下子愣住了。小晴子，本宫要打死你！秦明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跳起，疯狂往前跑。长公主举着2团雪在身后猛追。你给本宫站住！站住！大雪纷飞，两边的红色枫叶一片片飘落这条安静祥和的白雪路上，留下2串歪歪扭扭的脚印，一直通向远处。这天夜里，天色漆黑，秦明静静地坐在床铺上运气修炼。忽然，房间外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秦明以为不是林音就是媚阳，他开玩笑说道：“姐姐进来吧。”结果门一推开，一身紫黑色长袍的长公主正站在门口。她浑身透着摄人的冰冷气息，让整个房间的温度都似乎降低5度以上。秦明浑身一震，赶紧从床铺上跳下来。长公主！长公主瞪了他一眼，冷声道：“你喊谁姐姐？”长公主，末将喊错了。站在长公主身后的媚阳和萌兔用袖子掩着嘴偷笑。长公主对秦明招了招手：“小晴子，本宫带你去镇魔塔挑件武器。”诺，谢长公主。秦明将长袍套好，从房间跳出来。长公主单手背在身后，走在前侧，秦明跟在后侧。让他奇怪的是，媚阳、萌兔竟然都没有跟过来。林音、红蛇等站在院子雪地上窃窃私语。听说小晴子从陛下那里接了去寒夜城送物资的差事，怪不得长公主要带她去挑武器。咱主子对小晴子是真的好啊。林音今日在御膳房当值，才刚回到太阴宫，一听秦明要去寒夜城送物资，顿时满心担忧。寒夜城是什么样子，他比所有人都清楚。萌兔、媚阳，你们说的是真的吗？秦明真的要去寒夜城？当然是真的，陛下的命令，秦明接了圣旨。林音顿时满心的担忧，就好像刚有了依托的新媳妇，忽然得知相公要上战场一样。本就很昏暗的银石皇城，一到夜间显得更加漆黑。皇城宽阔的街道两边挂着莹莹的银石灯，路上的旧积雪还没融化，天空的雪花又飘了下来。秦明驾着马车，车里坐着长公主，没有其他侍卫和镇魔卫跟着。长公主坐在车里面不讲话，秦明却思绪万千。他根本没想到长公主会带他来镇魔塔挑武器，也不知道镇魔塔的武器藏在第几层。马车在高耸入云的镇魔塔前刚停下，镇魔卫就被马车吸引的全部转身。秦明从前面驾驶位跳下，把车帘揭开，一身紫黑色绒衣的长公主从马车迈出腿。霎时间，5000多名镇魔卫跪了一地，拜见长公主。长公主面色冷漠淡然，身上散出冰冷寒气，让众多镇魔卫头都不敢抬。她走进镇魔塔，秦明在后面跟着。等到他们没入镇魔塔黑暗，众多镇魔卫才抬起头来，心里震惊无比。秦校尉真是深得长公主器重啊！我刚看到秦校尉竟然扶着长公主的手从马车上下来，我的天！其他人多看长公主一眼都会被挖掉双眼，她竟然可以扶着手臂。镇魔塔总共18层，秦明之前就来过第1层和第2层，这下面关的多数都是些抓了不久的穿越者，修为也相对较低。第1层许多穿越者看到长公主，个个颤抖着又缩回墙角，头贴在地面上，连看都不敢看。秦明可以想象长公主在穿越者心中真的是一个超级恶魔。终于到达第2层的底端，这里有通向第3层的螺旋楼梯。
秦明之前跟着媚阳到这里来过一次，但是他们都没有权限上去，因为这道楼梯上布置着很强的禁制。长公主从袖子里取出一枚黑色令牌，令牌上正面刻着一只紫色凤凰，背面刻着“镇魔令”3个字。长公主袖子一摆，黑色镇魔令顿时飘了出去。原本空荡荡的楼梯上突然显示一道禁制之门，犹如流水般飘在半空。镇魔令高速旋转，将禁制撕开一道裂缝。长公主只身踏了进去，秦明跟在后面也走了进去。一股强烈的血腥腐蚀味道扑鼻而来。这镇魔塔第3层与第2层完全不同，四周墙壁上刻着许多诡异的符箓禁制，禁制连接着每间囚牢。第一个映入秦明眼帘的是一名瘦弱书生，他的蓝衣已经破裂，缩在墙角处，目光无神。秦明看他脚上穿着一双耐克运动鞋，是穿越者无疑了。再往前走，竟然有近上百名的书生，有男的有女的，但他们身上都有非常明显的穿越者穿衣特点。他们个个眼神空洞，很惧怕地看着长公主。在长公主从囚牢前经过后，他们目光又全部放在秦明身上，似乎在打量着这个从来没有进来过的陌生人。就在这时，长公主突然停下脚步，秦明正全神贯注看着旁边，若有所思。他一不留神，竟然脑袋撞到了长公主的背上。秦明惊了一跳，赶紧往后退了2步。长公主恕罪。这一幕让许多穿越者震惊，都替这个年轻男子捏把汗。谁都知道，这狠辣无比的长公主接下来就会一巴掌将这男子拍成肉泥。他们当年被抓的时候就是如此，谁敢反抗谁就得死。可是谁都没想到，长公主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轻声道：“小晴子，这里第3层总共关了140名穿越者。大衍1623年，京城组织了一次科举，那次的考试有诗词、算术、修炼，有国策。收完卷子之后，所有考生并没离去，而是当场根据卷子来判定穿越者。一个考场抓了140名穿越者，全关在此处。”秦明心里震惊不已。大衍1623年不就是100年前，怎么会有这么多穿越者全跑来科举呢？秦明忽然想到，他自己如果穿越到外面，听到京城科举的消息，大概率也会报名参加。毕竟大部分穿越者不可能那么快了解到这世界真相，都会想着文超公，做数学飞黄腾达。岂料这个世界竟是如此，在考场上当场抓穿越者，真的变态啊！秦明不敢问具体抓的细节，但是有个问题他倒是能问的。他追上长公主，在旁边轻声道：“长公主，末将不明白，都100年过去了，这些穿越者怎么都还活着？本宫也不明白。我们原住民需要修炼，需要炼体，才能逐渐提高寿命，而这些穿越者的体质很特殊，能活200年甚至更久，所以这也是把他们关起来研究的原因之一。”秦明听得一头雾水，葫芦咋回事？超出锁天湖认知范围，请宿主自行探索。要你何用啊？来到第4层，这里有许多民国来的，他们穿着衣服非常独特明显，还有许多女子穿着那种蓝色齐膝的裙子，看起来单薄朴素，身上伤痕累累。这里的人数不多，约莫有50多人。秦明想着以后有机会的话，要跟这些穿越者聊聊。接下来第5层、6层、7层、8层，全部都需要长公主用破解禁制才能进。这4层关押的都是些古代穿越的人，他们全部饿得骨瘦如柴，手里捏着书本，颤颤巍巍的。他们看到长公主，个个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身上的伤疤看得出曾经受过很多毒打。但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就是修为并不高，多数都在淬体4重以下。第9层禁制打开后，长公主给秦明提醒了一句：“从这边开始往上，穿越者修为会提高，你要走在中间，防止被他们伤到。”诺。第9层、10层、11层所关的穿越者，多数修为都在淬体5重至通灵境界之间，他们已经不像下面关的穿越者那么虔诚。当长公主带着秦明从中间走过时，许多穿越者眼睛里露出恨意，但是却没人敢骂出声来。或许所有人心中都清楚，招惹了长公主就是找死。秦明也从长公主嘴里了解到，这3层所关的穿越者总人数不到200，但是在世间干了很多为非作歹之事，仗着有修为在身，欺负原住民女子，做生意搞垄断，害他人倾家荡产，心狠手辣，恶贯满盈。秦明暗暗心惊，真是各种类型的穿越者都有啊。当第13层的门打开之后，浓浓的血腥气息异常难闻，墙壁上那些诡异禁制条纹里都是鲜血，鲜血里充满着灵力。囚笼里的穿越者每个人脑袋上连接着一条很诡异的符箓线，那符箓线无时无刻地从他们身体里抽取灵力血液。秦明震惊极了，这究竟是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多穿越者的脑袋被牵着符箓线？
他的心脏扑通扑通直跳，这也太变态了！难道原住民把穿越者抓住吸血和灵力来滋补自己吗？长公主仿佛察觉出来秦明脸色不对，小晴子，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长公主，末将踏入修炼不久，所以很是迷糊。这个别说你迷糊，本宫也迷糊。秦明，13层是镇魔塔的小地狱，里面所关的都是通灵境界以上的穿越者，他们脑袋上的符箓线会通到18层。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那18层又有什么？本宫也不清楚。秦明点点头，简直一头雾水。怪不得王景公公说镇魔塔15层以上是禁地。长公主，那穿越者被这样吸，岂不是死得很快？没那么快，他们身上有种被称为天赋的东西，吸取灵力的速度很快，通灵境界以上的抽取50年都死不了。秦明惊得一身冷汗，下面穿越者都没被废去修为，感情是等着他们修炼到通灵境界，然后拉上来被当作养分。这第18层到底是什么鬼？难道是很恐怖的异兽，专门吸穿越者血的那种？13层的穿越者有大概50人，男的女的差不多数量。一看到长公主和秦明过来，个个跟疯了一样，用手砸的囚牢选铁门砰砰直响。韩月熙，快把我们放了！长公主，求求你把我们放了吧，我做你小弟，我以后就是原住民。韩月熙，你真是越来越美啊！长公主单手背于身后，大步流星，脸色冷漠的像要杀人。他们又将调侃目标放在了秦明身上，看来长公主也缺男人。小太监，你是不是陪床的呀？小太监，长公主是不是很润？整个14层到处传来哈哈笑声。长公主突然怒了，她一转身，右手抬起，轰！一道寒冰剑气直冲墙壁上的符文禁制。刹那间，那些诡异符文血光大震，寒气通过禁制渗透进每名穿越者的脑袋。啪啪啪，连续50声响，每个穿越者都被打得脑袋结冰，七窍流血，痛得撕心裂肺。真是找死！长公主冷声呵斥道：“再敢出言不逊，本宫捏碎你们的脑袋！”秦明忽然感觉长公主在镇魔塔里仿佛比平时要强好多，这些符箓禁制好像完全在她掌控中一样。秦明眼睛看向旁边一名女穿越者时，那女子忽然将自己上衣脱掉，露出一大片傲然雪白。秦明被惊到的瞬间，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奇异的画面，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在蓝星上的父母，他仿佛看到在996福报里挣扎的画面，他又好像看到硬盘里的108位小姐姐。不对劲，不对劲！秦明一下子回过神来，将意念探入锁天湖，刚才混乱的幻象画面全部消失。他大口大口喘着气，额头上全是冷汗。他眼睛再次盯上那女穿越者，才发现她的衣服根本就没变化。那女子穿越者正伸出手去抓秦明，咻！一道寒冰剑气突然杀到，那女子手掌被直接砍断，鲜血飞溅。她撕心裂肺的在囚牢里打滚，一滴血液飞到秦明胳膊上。发现穿越者天赋混乱序列69，可让对手思维陷入短暂混乱，根据修为高低持续半息到10息之间。是否复制？当前剩余可复制天赋数量1，这个天赋很不错啊。复制天赋复制成功，当前剩余可复制天赋数量0，当前复制天赋等级3，隐匿天赋等级2，火焰等级1，混乱等级1。小晴子，过来！秦明一下子回过神来，长公主眼睛瞪着那女穿越者，任由她在角落疼得翻滚。这个贱货有让人思维产生混乱的本事，以后走到这里要小心些。诺。秦明心里很高兴，没想到捡到个意外天赋。长公主将镇魔塔第14层打开，映入眼帘的是许多法宝武器，多数的等级都在黄阶。长公主没做停留，带着秦明来到第15层。15层放置的法宝武器等级明显提高，基本全部都在玄阶以上。小晴子，这边有许多武器，你选把自己喜欢的。这次去往寒夜城，那把落雪剑已经不适合了。秦明点点头，欣喜道：“末将谢长公主。”秦明转了一圈，多数都是玄阶的刀、枪、叉、剑等。就在这时，右边角落一把泛着黑光的长剑映入眼帘。这把剑很奇怪，从外表看是一把剑，但如果细细观察，就能发现这长剑的中间还镶嵌着一把短剑。在战斗时，如果两剑突然分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刺杀效果。秦明伸手刚握住这把剑，脑海里锁天湖立即跳出点点字迹：双子剑，地阶中品，1000年前原住民穿越者大战中遗留在战场，后被穿越者得到，历经血液1000年洗礼，煞气极重。长公主一直在远处看着秦明，当看到秦明把双子剑握在手里时，眼神中露着惊讶。小晴子，你喜欢这把剑？长公主，这剑怎么样？我看不出品阶，
但是摸着感觉很舒服。你看不出品阶都能把它捏在手里，看来真的跟你有缘。这把剑很好，是当年被本宫杀死的一名宗师境界的穿越者所留。秦明，我的天，长公主的修为不是宗师一众吗？宗师境界的穿越者竟然打不过他。本宫杀的那名穿越者宗师一众，原本砍死他轻而易举，就是因为他拿了这把双子剑，害得本宫多花费了20招。在本宫看来，那名穿越者连这把剑10%的威力都没发挥出来。如果你真选择双子剑，好好揣测。谢长公主，末将就选择这把剑。长公主点点头，又转身去了旁边。她的手轻轻摁在墙壁上，那些复杂的禁制纹路忽然开始急速颤抖。10个呼吸后，墙壁上出现一道暗格。长公主韩月熙从里面取出一件黑色甲胄。小晴子，你过来。这甲胄名为名骨甲，是剑帝阶中品的护甲，当年母后留给我的，但是本宫不喜欢，以后它属于你了。谢长公主。秦明刚接过名骨甲，锁天弧出现点点字迹，名骨甲，地阶中品，阻挡物理攻击 20%， 抵抗法术攻击 20%， 身法速度提升 10%， 这真的是件神器啊！长公主，我真的爱死你了。就在这时，秦明脑海里突然跳出预警信息，警告，危险程度提升3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300倍。秦明心里咯噔一颤，他立即转过身来，看到远处的墙壁上爬来浓厚的黑暗气息。长公主，小心！长公主韩月熙立即转过身来，她神色瞬间变得严肃无比。她双臂抬起，快速在身前开始用寒冰剑气结印。小晴子，往后退！霎时间，那道恐怖的黑气在空中汇聚成球，直直向长公主袭击而来。长公主迅速将手中结成的寒冰符印向前打出，轰隆，砰！寒冰符印半空中炸开，但那黑气却势力不减的直直冲了过来。长公主铮的一声拔出月影剑，不断挥舞，咻咻咻！那恐怖的黑色气息势如破竹，将长公主的数道剑气震为粉碎。长公主也顺势被打得往后摔去，扑她嘴角溢出一丝鲜血。秦明已经从远处快速奔来，长公主袖子一摆，走开！霎时间，长公主仿佛发飙一样，又一次飞了起来。她取出怀中的黑色镇魔令，畜生，敢在镇魔塔撒野，找死！她将2道寒冰气息射入镇魔令，9阴寒气大阵，一下子整个15层墙壁符文全被激活。轰隆，咚咚咚，符箓散出来的寒冰气息将那道黑气囚禁其中，黑色气息终于承受不住炸了开来。秦明原以为危险解除了，可是脑海里的预警竟然再一次跳出，警告，危险程度提升5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500倍。下个呼吸，整个囚牢上下开始轰然震动，轰隆隆，砰砰砰，镇魔塔上面几层传来毛骨悚然的笑声。结，韩月熙，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要弄死你们！砰砰砰，啪啪啪，他仿佛在镇魔塔上面不断碰撞，整座塔都晃动剧烈。放我出去，我要把你们全部杀光，全部杀光！结，砰砰砰，长公主站在空中，脸色越来越白，她几乎将全身的9阴寒冰剑气都注入到镇魔令，可是那震动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剧烈。秦明在远处观察到，这黑色气息很可能来自顶端第18层。说话的究竟是谁呢？是很厉害的穿越者吗？可是下个呼吸，秦明的认知就被颠覆了。只见从第15层禁制门口的地方，一道巨大的异兽虚影天崩地裂般向长公主冲来。它形似蠕动的大虫，身上却长满红色毛发，脑袋顶上长着长长的犄角，长度达到10几米。秦明根本叫不出来这异兽名字。小晴子，快跑！长公主喊出一声，握剑飞起，快速劈出数道剑气，咻咻咻，一虫被打的毛发血肉飞溅。长公主从半空落下，嘴角吐出鲜血，她面目惨白无比。秦明赶紧跑过来将她扶着。长公主身体虚弱地说道：小晴子，大声问他究竟是谁？秦明大声朝着塔顶喊道：你究竟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人？我是虫？我是穿越者？不对，我是原住民。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轰隆，塔内又一次开始剧烈颤抖，一道比刚才更可怕的黑气再次冲来。长公主袖子一摆，将秦明拖去身后，她握着月影剑再次冲天而起。长公主双臂快速挥舞结印，月影剑高速旋转，嗡鸣声大作，让整个15层都变得极为寒冷。然而那道黑色鬼气实在可怕，它不断凝聚形成圆形黑雾，
无论长公主劈出多少道寒冰剑气，均被她所吞噬。长公主韩月熙打得越来越累，额头上布满汗水。突然，月影剑被震得脱手，长公主伸手去抓剑时，被黑气息拍中，腹部倒飞而出。她从半空中摔下时，余光看见那把由诡异黑气凝聚成的剑正向着她心脏刺来。长公主知道这一下肯定挡不住了。这一瞬间，她想了很多。她想到自己小时候兄妹欢聚一堂，她想到和三妹一起杀死皇兄，她想到小晴子对她这么好，还没来得及暴打，黑剑越来越近。长公主知道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就在这时，她忽然看到秦明正疯狂地朝她跑来。长公主真想大声呵斥一句，让他赶紧走，但是喉咙里被血完全堵住，竟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千钧一发之际，秦明竟然挡在了长公主身前。咻！恐怖的黑色长剑从秦明的腹部穿透，长公主看到时差点窒息。轰隆！剧烈的震动声将15层的武器都震得纷纷掉落。长公主也在这巨大的震动声中气血攻心，晕了过去。黑气剑从秦明腹部捅穿了过去，仿佛将他全身血肉撕裂一般。顶塔之上的笑声更加疯狂诡异。就在这时，秦明脑海中的锁天湖动了一下，开始剧烈旋转，锁天湖变得血红一片。原本闯进秦明体内的无数诡异黑气都在向锁天湖汇聚，锁天湖不断吞噬。他接触到这诡异黑气，仿佛显得格外兴奋，甚至连形状都比原来大了1倍有余。仅仅3个呼吸，刚刚刺中秦明的黑剑竟然彻底消失了。他的腹部被刺穿的伤口一点也不疼，流血也停止了。秦明大口喘着气，额头上全是汗水。塔顶的神秘人仿佛很是震惊。少年郎，你是谁？你究竟是谁？你又是谁？是穿越者吗？穿越者？什么是穿越者？我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啊！一阵疯狂的震动之后，那癫狂的叫声戛然而止。15层彻底恢复平静。秦明来不及思考，赶紧朝长公主跑去。长公主韩月熙紧紧靠在墙角处，面色苍白，嘴角染满鲜血，连身上的紫黑色长袍都被刚才的袭击撕裂许多。秦明将她拥在怀里，替她擦了擦嘴角鲜血。秦明生怕那神秘人再次出手，他将自己长袍外套取下来给长公主裹上，然后把她背到背上。长公主腿上都是伤口，秦明只能拖着她的臀部柔软处。长公主，我们走。秦明今日真被震撼到了，脑袋混乱。这18层关的究竟是谁？难道是只巨大恐怖的虫子？他的实力太可怕。还有最诡异的是，葫芦为何吸取黑气啊？葫芦，你怎么会吸取黑气？宿主不用惊讶，锁天湖吸取天地奇力很正常。18楼那个是什么东西？超出锁天湖认知权限，请自行探索。秦明简直无语。秦明背着长公主来到13层，本来里面吵闹杂乱，却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众多穿越者惊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什么？那个男人竟然背着长公主？看来那诡异伤了长公主，伤得好。我真羡慕这个男人，连长公主这样的大美人他都能碰到，那手还摸着臀。啧，奇了怪了，刚才那个18楼的恐怖，我们在13层都感觉害怕，这个修为只有淬体3重的年轻人竟然一点事没有。秦明一句话没说，尽快沿楼梯往外走。下面几层几乎所有穿越者都震惊无比，他们胆战心惊的长公主竟然被秦明背着，而且他那手扶的位置。秦明背着长公主从镇魔塔出来的时候，外面的一名校尉远远的看见，他赶紧指挥5000多名的镇魔卫纷纷转过身去，没人再敢看这里。秦明出了镇魔塔，外面漆黑一片，只有路边树上零散挂着的银石灯照亮着白雪皑皑的路，大雪纷飞，寒风呼啸。就在这时，长公主醒了，她眼睛睁开，立即着急问道：小晴子，你怎么样？没事。长公主低头看到秦明腹部那被贯穿的伤口，顿时心里极为酸疼。你把我放下吧，我来检查一下你究竟有没有伤到经脉。秦明笑了笑，还没有，或许是觉得我太菜了，不值得他出手。那把剑虽然刺穿了我，但没伤到要害不疼。后来他连续大笑着就消失了。秦明很轻松的回答，长公主听来却更加心酸，哪有刺穿的伤口不疼的，就知道胡说。长公主想从秦明的背上下来，结果脚点到地就连续咳嗽，身体虚弱的不行。秦明再次将她拉到了自己背上。我腹部虽然有伤，但是不流血了，对修道者而言，不流血的伤口不算伤口，而且我现在有劲，能背着你走。不行，你把本宫放下。不放。放下。说了不放就不放。
长公主拗不过，手抓着秦明肩膀想跳下来，谁料秦明的2只胳膊将她抱得更紧了。长公主，长公主，我能问你件事吗？你是想问上面那个神秘存在吗？秦明点点头，是的，当时太恐怖了，我以为我都要死了。你既然知道那么恐怖，为什么非要挡我面前？不知道，可能本能吧。长公主深吸了一口气，本能？哪有替别人送命的本能？真是个傻子。这个神秘存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更不知道它究竟是在16层还是17或者18层。它以前都是每年才苏醒一次，没想到今日竟然醒了。我以前压制住它没什么问题，近几日身体受了些伤，一直都没好。秦明背着长公主踩着积雪继续往前走。13层那些穿越者抽取是供给那个诡异的吗？我以前也有这个猜测，但是无法验证，因为16层到18层我也打不开。秦明心里更加疑惑了，长公主作为镇魔塔老大，竟然都打不开上面的门。小晴子，以后你去镇魔塔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不要使用修为，防止把她唤醒。我当然不会去15楼了，那些禁制门我也打不开啊。长公主沉默了2个呼吸，轻声道，我今日带你从2楼一直走到15楼，所有的禁制你都走了一遍，禁制符箓认主10人，你以后就可以直接通过了。秦明内心里顿时狂喜，他本来就打算找机会悄悄跟那些穿越者沟通一下，得到些有用的信息，没想到长公主竟然把灯塔全献给他了，真是太棒了。看来长公主韩月熙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他了。秦明背着长公主上了马车，他本来在前面驾马，却被长公主强行叫到了马车里面。这匹白色的雪驹马灵性十足，根本不用驾驶就自己向皇宫跑去。秦明进来之后，马车里的空间更挤了，他与长公主距离还不到半米。把衣服撩起来，本宫看看身上的伤口。没事，我已经用灵力把血止住了。本宫看一看。长公主，这脱。长公主突然瞪眼，好好好，脱就脱，搞得谁不敢在美女面前脱衣服似的。秦明将扣子解开，虽然伤口外面看起来鲜血淋漓，但其实黑气被锁天湖吸取的时候，身体里的内伤好像全都恢复了，他甚至连一点痛感都没有。长公主从马车角落取出一卷白布，来，把腹部包扎一下。我自己来。长公主，你就这么怕本宫？我不是怕，我是不想麻烦你。有什么麻烦的？你这伤也是因本宫而起，如果不是你挡那一剑，本宫可能已经死了。秦明任由长公主拿着那白纱布将她腹部绕了2圈，紧紧包扎好伤口。好了，谢长公主。这下包这么结实，我就算喝酒也不会露出来。这话逗得长公主嘴角扑哧一笑，又胡乱讲话，如果喝酒能露出来，那还得了。说到喝酒，长公主突然一时兴起，她看着马车外面大雪纷飞，指着远处黑暗中亮起银石灯的醉仙楼，我们去喝醉仙酿吧。长公主，这个时候去吗？有何不可？下着大雪喝醉仙酿很有感觉的。那等会儿你在门口，我进去给你买。不行，我们去店里喝。秦明，完了完了。BBQ， 带长公主进去师傅的地盘，还不全部露馅。师傅他们看到原住民2号 BOSS 受伤，恐怕立即要拔剑杀人。你长公主如果知道我师傅是穿越者，肯定又会拔剑劈了我，这简直是双向奔劈啊！小晴子，本宫命令你立即去醉仙楼。诺。但是长公主，要不我给你乔装一下？为何要乔装？长公主，万一碰到穿越者？碰到穿越者，本公主一见一个，他们又不是18楼那恐怖存在，本宫有什么好怕的？长公主，末将的意思是，如果那样的话，不就打扰喝酒的雅兴了吗？再说，你长公主半夜跟我一个男子去酒楼喝酒，万一传出去。长公主韩月熙想了想，好，那本宫就依你，乔装一番。秦明给长公主套了一身黑色长袍，用兜帽将她面目遮起。秦明自己也戴了个黑色面部，万一背着长公主进醉仙楼被五行盟认出来喊一声，那秦明身份就彻底炸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虽然已至深夜，但醉仙楼的生意很好，来来往往的客商，走江湖的侠客，坐满了楼上楼下。一袭白衣绝色如仙的云水瑶此时坐在柜台边打着算盘，清玄则双手抱在胸前，站在师傅身后，他眼睛时不时在酒楼上下扫一扫，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师傅，你为何今天夜里一直愁眉苦脸的？云水瑶叹了一口气，今日接到五行盟密报，城外又有3名穿越者被镇魔卫给抓了。这镇魔卫的长公主真是丧心病狂的恶魔，到现在为止都抓了我们多少人了，很多都被他砍了脑袋。清玄愤愤不平地骂道，师傅，我们干脆带人去和长公主拼了。说的什么胡话，长公主在太阴宫根本接近不了，
再说了，他那恶魔，你就算站在他面前，你也砍不中他。就在这时，秦明背着长公主从门口进来了。原本酒楼上下热热闹闹的谈天说地，忽然看到2个被血落满的人影，均是神情一震。大半夜的这一男一女是什么人？男的遮面目，女的遮脸蛋，这还不清楚啊？肯定是哪家的公子拐了哪家的闺女，偷偷出来想在酒楼搞个房间逍遥快活。这话一出，秦明背上的长公主立即就怒了。她抬手刚准备杀人，被秦明赶紧用右手抓住。淡定淡定，长公主。秦明早已经看到柜台处眼睛直直望来的师傅云水瑶和师妹清玄，他的心扑通扑通已经快要跳出来。他赶紧背着长公主朝楼梯走去。2楼3楼依旧有许多宾客喝着酒大声说笑。我告诉你们，从身材看这女子绝对是个极品，她身材比例更好，那男的今晚要爽死了。长公主瞬间又忍不住了，她左手再次抬起，秦明赶紧急得将她手迅速抓住。长公主，听话，听话。秦明已经没有办法了，如果长公主出手，事情闹大，今天晚上就彻底不死不休了。秦明能感觉到背上的长公主已经极其不耐烦，她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秦明赶紧双手在身后紧紧将她抱住，抓得死死的。他2腿跑得飞快，跨过3楼、4楼、5楼、6楼，一直跑到7楼。秦明看到一位拎着水壶的小二，他大声问道：“这边还有没有房间？”客官，弟子1号房是空着的。好，我等会下来交钱，给我们送2坛醉仙酿。背上的长公主忽地转过头去，2坛不够，给我8坛。秦明，他将门踹开，赶紧背着长公主钻了进来。秦明长舒一口气，可是谁料，长公主却去打开窗户，她手里的一道寒冰气息已经凝结。本宫要砍死说话的那些人。秦明急得跑过来，从后面抓住长公主的双手。我的主子，咱今天晚上在这里安安静静，心平气和的喝顿酒好不好？咱能不能不惹事儿？长公主忽地转过头来，你是觉得本宫怕事？属下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你在教本宫做事？秦明一愣，赶紧说道：长公主你看。秦明撩起衣服，属下肚子上还有这么重的刀伤，刚才背你过来，现在伤口又裂了，疼痛万分。咱们安安静静坐着喝点酒说会话，就不要跟他们那些粗俗之人计较了，不然喝酒的氛围都要被打扰了。长公主愣神了3个呼吸，紫黑色的袖子一摆，算他们今天走运，下次本宫再碰到，非得把他们的人头挂到城门上去。秦明深深吸了一口气，砰砰砰，一名小二将酒送来了。秦明刚把门打开，结果外面一阵寒风吹过在他脸上，原本就已经有些松的面部直接掉了下来。眼前的小二直接看傻眼了。秦明他当然认识，他激动的刚想喊出声千钧一发之际，秦明赶紧发动天赋混乱。嘴刚张开的小二脑袋里仿佛陷入混乱一般，想起了许多异常的往事。他甚至忘了正在和秦明打交道，就仿佛看见陌生人一样。秦明赶紧从他手中接过醉仙酿来将门关闭。混乱天赋对于修道者的神智影响力很有限，但对这种毫无修为的普通人影响力还是极强的。真的是好险。云水瑶和清玄站在1楼柜台处，一直看着秦明背着长公主进入房间。旁边的马强轻声道：师父师妹，有没有觉得这2人很奇怪？清玄抱着乌金刀喃喃道：奇怪是很奇怪，但是更奇怪的，我怎么感觉这个男的眼神有点像？云水瑶抬头看着弟子清玄，有点像什么？怎么有点像我师哥秦明？马强一下子哈哈笑了起来。我说清玄，你这2天怎么回事？从宫里出来后就像失了魂一样，天天你师哥秦明，人家随便一个人你就能从眼睛认出来。再说了，如果是秦明，他能不给我们打招呼吗？他当然不可能打招呼了。清玄反驳道：你没看到他背上背的是个大美女，屁股大腿长，人家刚才宾客都说了，他今天晚上干坏事。云水瑶、马强，恰好这时给秦明送酒的那名小二下来了。清玄赶紧招了招手：我问你，你刚才看到那男的面目没有？小二抬起头来，目光呆滞，轻声道：我娘死得好惨。清玄，回答我的问题，跟你娘死得好惨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男的？我爹也死得好惨。清玄彻底懵了，这小二啥情况？我问你到底有没有看到那个男的？我妹妹也死得好惨。清玄，去吧去吧，神经病吧？不行，我得自己去看看。马强调侃道：如果真的是师弟秦明，你非得去打扰他干什么？什么叫我打扰他？清玄双手叉腰，他大半夜的带个女的来到我们酒楼，开了房间干坏事。马强点点头，然后呢？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自然没关系，
但是这不污染了我们酒楼的环境吗？马强微微摇了摇头，还污染了环境。酒楼里总共100多间房，每天晚上男女住一起的有90多间，各种叫声不断，我也没听你说污染了环境。你，清玄气的撅着嘴，不和你说了，大师兄，跟你说话真无聊。清玄从小二手里接过2个小菜，直直的朝7楼奔去。长公主喝得很快，她拿起坛子来放到红润的嘴边，咕噜咕噜直往下灌，清澈的酒水顺着她白皙的脖颈滑下。喝慢点，又没人跟你抢。长公主将酒坛子放下，咬咬红润的嘴唇，盯着秦明道：放肆！你现在敢讲本宫了？谁给你的胆子？秦明没有接话，他将没有开封的6坛酒全部推去长公主面前。喝，你随便怎么喝。说罢，他拿着自己的1坛酒起身站到了窗口。长公主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些重了，她看向秦明轻声道：小秦子。秦明不讲话。小秦子，你给我这么多，你不喝了？不喝了，肚子上都被捅穿了，一喝酒就漏了。长公主忽然又想起刚才秦明冒死救她的一幕，想起那把剑将她身体捅穿。虽然说修道之人能够将体内伤势修复，但那疼痛是不可避免的。她拎着酒坛来到秦明身边。好了，本宫就是习惯了那样的说话方式，并不是针对你。您是高高在上的长公主，不必以如此的语气对我说话，我只是太阴宫的一个小太监。你这话从何说起？长公主抓着秦明肩膀，将他拉得转过身来，眼睛瞪着他。一个小太监能当上我镇魔鬼的校尉，一个小太监本宫能带他去镇魔塔第15层。你要知道，就算是12生肖也只跟我到过8楼，上面的他们都没见过。秦明往嘴里刚倒了一大口酒，突然他看见门口窗外走来的影子，模模糊糊的美女曲线，高翘的辫子摆动。秦明几乎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是他的师妹清玄来了。我靠，清玄啊清玄，你这时候跑来干什么？秦明立即将长公主拉到窗口看远处雪景。我没有不高兴，只是被这远处的风景吸引。你看皇城附近银石灯多美啊。长公主顺着秦明的手势朝远处看去，茫茫夜色之下，皇城被积雪覆盖的一片雪白，当真是壮观又漂亮。同时间，秦明立即向门口闪去。砰砰砰，清玄将门敲响，咯吱一声，他将门推开了。他一眼就看到正朝自己走来的师哥秦明，他还看到秦明身后的窗口处站着一名女子，虽然只是背影，但那窈窕形体已秒杀万千女子。好你个师哥，竟然偷女人偷到师父师妹的眼皮底下来了。他刚准备说话，秦明顺势抬手指着清玄，怒气冲冲地呵斥道：让你们端2个菜，怎么到现在才来？得罪了本大人，非得叫你们好看。清玄，秦明一把将盘子夺过来。我什么我？你们送菜送得慢，今天的酒水也寡淡无味，你们还有理了，赶紧给我滚！秦明啪的一声将门关上了。站在门口的清玄懵了，他心里气鼓鼓的。好你个秦明，在我和师父的眼皮底下带女人偷腥，还理直气壮地骂师妹。哼，我要去找师父告状。秦明端着菜缸转过来，窗口处的长公主正眼神清澈地看着他，面容上带着丝丝疑惑。秦明以为长公主发现了什么端倪，心虚地端着菜走过来，往桌上一放。吃点菜吧，趁热。小秦子，你生这么大气。秦明不知道怎么接话，本宫从来没见过你对人这么凶过，尤其对方还是个小丫头。你不是一向都很喜欢女人吗？秦明，长公主这话，我看你和咱们太阴宫灵音12生肖都处得很好，本宫没想到你对这送酒的小丫头这么凶。秦明立即借着杆子往上爬，他坐在桌前喝了一大口酒。喜欢归喜欢，喜欢也是有原则的。像这种酒楼丫头送的菜都送得慢，没什么城府，没什么气质，谁会喜欢？长公主听到秦明这句话，顿时心里咯噔一跳，她能够细腻地察觉出来。从秦明进入太阴宫到现在，她眼神里对自己总充满着爱慕，无论是做事说话，总是一马当先，奋不顾身。难道她的心里想到此处，长公主心里骤然慌乱？可是下个呼吸，她猛然惊醒。韩月熙啊韩月熙，你要赶紧冷静下来。你是大眼国的长公主，你和姐姐3妹约定过，这辈子不碰男人，一心只杀穿越者，稳固皇朝江山。长公主深深吸了口气，再次回到桌前坐下。秦明端起酒坛子来，长公主，末将敬您一杯。秦明喝了一大口，将坛子刚放下，长公主抱着酒坛却喝个不停。这个疯批长公主怎么这么嗜酒啊？这才短短一会儿，她把2坛都干完了。吃点菜，这醉仙楼的醉酒花生是极为不错的。长公主秀眉微抬，你来吃过？秦明点点头，
上次过来给你买醉仙酿的时候，饿得不行，就点了一盘醉酒花生，还点了碗面。那你上次出来为何不多点2个菜？吃这么朴素？秦明还没想好怎么回答，长公主接着道：是不是因为把钱都给本宫花了？你一太监，每月也就50文，你竟敢在玉女阁赊账430两？秦明心里猛然一跳，这长公主竟然私下调查，幸亏赊账买的烈火草是给她买的，不然早就BBQ了。长公主拎起酒坛来，再和秦明一碰，喝了一大口。你那玉女阁的赊账本宫替你还上了，现在你该请我吃顿好的。本宫也知道你从我姐姐那里领到了2000两银子。秦明听得心里一愣一愣的，这疯批长公主真是什么都知道。末将请客，一定让长公主吃好喝好。秦明说罢，赶紧起身准备去点菜。等等，本宫肚都破了都是血，你去买件新的。啊！秦明一脸懵逼，长公主，这么晚了，末将去哪买？要不咱们回？不回，本宫今晚就要在这里看雪休息。你找不到的话就去借。秦明有点头大，这肚兜还能借的？哪个好人家的姑娘会借肚兜？本宫刚看到酒楼掌柜的干净亮丽，和我身材相似，你找他借，再拿床新被子，床铺软些。秦明，完了完了，我问我师傅去借肚兜。长公主，你干脆杀了我算了，愣着干什么？快去啊！长公主，这不太好吧？你去不去？你不去，本宫自己去。去，我去。您歇着。秦明开门来到外面，一眼就看到下面柜台处的师傅云水瑶正和清玄说话，头好大啊，咋办呢？直接当面去要，路上又会碰到认识的，打个招呼就穿帮了。再说到了师傅当面怎么开口啊？算了，干脆直截了当大声要。师傅那么聪明，应该会反应过来吧？他不会怪罪我的吧？此时清玄眼睛恰好抬起，一眼就看见7楼的秦明师傅。我师哥出来了。云水瑶顺势抬起头来，目若秋水，静若仙子。你师哥是正人君子，怎么会和那女的偷腥？他这不出来了？下个呼吸，秦明直接对着柜台处的师傅大声喊道：掌柜的，把酒楼的好菜端上来，再拿床新被子，另外拿套你的肚兜，快点！清玄，云水瑶。云水瑶温和的面目骤然变冷。秦明暗叫一声，完了，我死了，死得好惨。说罢，秦明赶紧回到屋里。老天保佑，我师傅一定要理解我，弟子真不是故意要你肚兜的。此时此刻，酒楼下的云水瑶和清玄都呆住了，整个酒楼也是一片喧哗懵逼。清玄撅着嘴跺脚：师傅，师哥他疯了，我帮你去砍他。师傅，我也去砍他。师弟这臭小子，站住！云水瑶脸色微微涨红。马强，派人守住5楼楼梯口，别让外人过去打扰。是，师傅。清玄，跟我过来。云水瑶转身进了屋内，她面容红润，秀眉微蹙。她想起刚才的一幕，实在是太过不合常理。弟子秦明不会是行为癫狂之人，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不能暴露，且没办法。师傅，我师哥要你肚兜，太过分了。云水瑶立即从柜子里拿了一件白色肚兜。清玄，把这个肚兜带去，再抱床新被子。清玄，另外按照秦明的要求，尽快为他送菜，记住一定要装作不认识，里面和他在一起的女子肯定是镇魔卫，不要暴露了他的身份。是，师傅。清玄立即反应过来，师哥秦明可能是有苦衷，但是一想到刚才那些人的调侃，说是那女子身材好屁股大，要和师哥卿卿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听了就有些来气。不一会儿，满满一桌的菜就摆在了房间里，还有一大碗养颜珍珠汤。清玄拿着肚兜过来，直接甩他怀里。掌柜的说这是干净的，但以后别大庭广众借肚兜，他人都丢光了。清玄是故意的，如果被人借肚兜还心平气和的，那才不正常。今日的确情势所逼才借，改日给掌柜的赔罪。秦明官上门进来，长舒一口气，今日这一天真是惊心动魄。长公主看着秦明的窘迫样子，嘴角微微上扬。小晴子，借个肚兜把你紧张成这样。秦明赶紧接话道，从小到大都没见过女孩子这衣服，哪好意思当众找人借啊。长公主被逗笑了。秦明走过来将肚兜递给长公主，本宫突然不想穿了，你留着吧。秦明，长公主，这……长公主抓着酒坛笑得格外开心。你不穿让我去借，多尴尬啊。长公主故作矜持，低声埋怨道，都差点扔你脸上了，本宫还怎么穿？你再抱怨，本宫就让你再去借一件。我靠，简直丧心病狂。别，长公主，
再借以后这醉仙楼我都不敢来了，人家女的看到我都得抱着胸跑。噗嗤，长公主喝着酒笑了一声。长公主，吃菜吃菜。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长公主和秦明坐在桌前，边喝边吃边笑。秦明总是能把一件小小的事说得非常有趣，让长公主听得津津有味。她从来没有那个夜晚能像今天夜里笑得这么开心。长公主，就是这样，我们往那簸箕下面撒上粮食，然后用棍子把簸箕撑起，等到鸟儿接近，就用绳子把棍子拉走，一下子能逮好几只鸟呢。那逮的鸟放笼子里吗？当然不是，我们那里吃的少，带到鸟儿都吃了。秦明把在农村里做叫花鸡的方法讲了出来。我们把鸟清理干净，往体内放点香草，撒些盐巴，用泥巴把鸟儿全身裹起来，然后埋在土里烧火。等到烤得差不多了，把上面的泥巴一敲，鸟身上的毛就全被拔得光秃秃的，那味道可香了。长公主像个小迷妹一样，双手撑着下巴，秋水般的眼神看着秦明，她听得津津有味，仿佛很是动容。你们兄弟这么多，一起做鸟肉肯定非常好玩，最后估计吃的连渣都不剩。那当然了，我二哥连鸟屁股都吃。长公主扑哧一声笑得花容月貌。那下次本宫也去趟寒夜城，你去抓鸟给本宫烤着吃。秦明，这牛吹大发了，寒夜城有没有鸟还不清楚。长公主听着听着又想起自己三姐妹与兄长一起嬉笑的情景，她心里有些郁闷，拿起酒坛来一口接着一口，整整喝了5坛之后，她醉醺醺地趴在了桌上。秦明将长公主抱起放在床上，给她盖好被子。长公主醉醺醺的，眉宇间尽是忧伤，她嘴里嘟囔着梦话，声音很小，但秦明却听得清楚。韩月离，你把皇兄的孩子扔哪去了？秦明，韩月离，我和三妹已经帮你杀了皇兄，你答应过不杀孩子的，他还那么小，难道你把他也杀了吗？秦明在长公主床前坐了一会儿，他从梦话里得到的信息，长公主的皇兄韩玉龙娶的妻子是个穿越者，而且他和穿越者妻子还生了个孩子，只是这孩子下落不明。不过秦明心想，按照女帝那狠毒的性格，大概率那小孩已经被杀了，他连穿越者都不允许存在，怎么可能允许穿越者与他皇兄生下孩子呢？秦明用袖子给长公主擦了擦嘴边的酒迹，把床帘放下，他快速从房间里溜了出来。来到外面长廊后，秦明并没有立即离开，他静静地在远处看了1刻钟左右，确信长公主真的睡着了，秦明才快速跳到了6楼天子1号房，那是他师父云水瑶的房间。此时此刻，云水瑶手里拿着茶杯，坐在红木大椅上，眼神凝重，旁边坐着重伤刚愈的穆思哲，前面站着2名核心弟子马强和清玄清，玄眼睛瞪着天花板。师父，咋没动静？你想要什么动静？师父，人家说床板会响的。云水瑶微微怒道：休要胡说。没胡说，他就是跟那个女镇魔卫卿卿我我。我跟女镇魔卫怎么了？秦明咯吱一声把门推开走了进来，他一袭白衣，梳妆完好，腰带紧扣。清玄惊了一跳，赌气道：你不是跟他在玩吗？咋跑来了？秦明神色凝重，做了一个虚的手势，声音小点。上面那个是镇魔卫，我是想套信息，所以带他来这里喝酒的，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原来如此。云水遥瞪了一眼弟子，清玄就你嘴碎，你师哥为人正派，不近女色，你怎么能这样子？那他还问你借肚兜？秦明本来想还给师父，又怕长公主询问，也觉得当面不好意思，就没提。秦明看着旁边的穆思哲，伤势好了许多。师叔怎么样？秦明，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穆思哲站起身来，立即行礼。你的救命之恩，师叔牢记于心。师叔您客气了。穆思哲抱着自己左臂，愤愤道：左胳膊骨头断了，是被长公主那恶魔打的，总有一天要把他的胳膊也砸断，让他感受一下这种疼痛。秦明心想，幸亏他们不知道上面就是长公主，否则的炸了。云水瑶喝了口茶，轻轻捂着胸口剧烈咳嗽。秦明有些疑惑：师父，你受伤了？清玄在后面接话道：师父那天沙滩道人被长公主剑气给伤到了，那个恶魔长公主真是太毒，我总有一天修为要超过她，把她砍成肉泥。秦明，对了师父，我来醉仙楼还有个重要事情。云水瑶、清玄全部表情认真看了过来，能让秦明神情严肃的事情肯定很要紧。云水瑶立即给马强使了个眼色，大师兄马强赶紧推开门跑了出去，在外面放哨站岗。师父，后天清晨我就启程去寒夜城了。什么？云水瑶心里一惊，寒夜城你从来没去过，那地方非常危险，你怎么要去那里？师父，陛下让我押批物资去寒夜城。云水瑶满脸愁容，据为师了解，
寒夜城现在不仅面临着雪妖兽的袭击，而且天道教、青龙公会也派了大量穿越者过去，那里肯定有重要事情发生。你去了会有危险。秦明无奈地摊摊手，人说伴君如伴虎，我伴的长公主女帝可是比虎还恶魔100倍，他让去，弟子也没办法。清玄顿时觉得师哥在宫里挺不容易的，赶紧递了杯热茶给他。云水瑶皱眉稍许，对清玄说道：“拿纸笔来。”清玄将一张宣纸铺在桌上，在旁边给师傅研墨。云水瑶右手执笔，轻轻在宣纸上开始勾勒。师傅，您这是？云水瑶一边画一边柔声道：“你来自于寒夜城，再去要地图恐怕不妥。为师5年前曾经去过一次寒夜城，我凭记忆将这沿途路线和建筑给你画下来，你把它全记住，心里有个大概印象，防止穿帮。”是，师傅。秦明高兴的点点头。师傅云水瑶真的是处处为他着想，心思可真细腻。云水瑶一边作画一边认真说道：“另外，寒夜城的城主蓝剑心是个极为狠辣的角色，他的手段不亚于女帝，他对女帝是绝对的忠诚。外界传言女帝曾经在寒夜城收他为干女儿，你去了后，这个人一定要注意回避。”蓝剑心，穆思哲也在旁边附和道：“蓝剑心这女人一头白发，听说是被诅咒了。诅咒的原因是因为她在战斗时把雪妖的女主帅给活活吃掉了。”秦明听得心里震惊极了，这都什么疯批？白发魔女啊，一定要避开。蓝剑心这名字听起来都不好惹。哎，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变态女人这么多？地图很快画好了，秦明在油灯下将这简略地图全部记住，随即放到火焰上烧成灰烬。云水瑶再次从袖子里取出2000两银子递给秦明，旁边的穆思哲笑着微微摇头：“师姐，你这也太偏心了，咱这酒楼1个月收益才300两，你给弟子一出手就是2000两。”对呀，师傅。清玄在旁边撅嘴调侃道：“我天天跟你身边想买个胭脂，你也不给买，你给师哥一出手就是2000，你们懂什么？”云水瑶将银子放在秦明手心里：“秦明，你记住，你在异兽窝里能用银子解决的，千万不要用战斗解决，要确保自身安全。”秦明握着银子，心里微微感动道：“谢师傅，弟子记住了。对了，弟子还有个问题，原住民和穿越者万一生下孩子，到底是人还是兽？”穆思哲立即接话笑道：“你问的情况不存在，原住民和穿越者成亲会怀孕，但都是死胎，从来没听说有孩子生出来的。”秦明，那长公主说的她皇兄有孩子是真的假的？不仅如此，云水瑶接着说道：“穿越者和穿越者也不会生孩子，都是死胎。”秦明，简直离谱，这也太震撼了，到底为什么呢？目前穿越者普遍的说法是，这个世界占据天道的是原住民，我们穿越者被生育诅咒。秦明听得一头雾水，好他妈诡异啊！师傅，时间不早了，我得带那个镇魔卫回去了。秦明从房间出来，迅速跳到7楼。他推门进来，见长公主仍然在床上睡得安稳，床帘拉起来的形状跟刚才走的时候一模一样，这是秦明故意留的一个细节。他坐在床边，看着这脸上有些微红的长公主。如果现在他告诉师傅和师叔，长公主就在这里睡着了，并且身上还有重伤，估计很快长公主就会被杀。毕竟他与穿越者之间的仇恨不共戴天，但是秦明却没有这么做。他的内心告诉自己，不能如此忘恩负义。外面传来公鸡的第一声鸣叫，时间不早了。秦明将长公主从床上抱起来：“长公主，我带你回宫。”长公主迷迷糊糊的被他拉着2个手臂放到背上。秦明又将自己那件黑色长袍甩到后面，把长公主的脸和身体紧紧裹住。他没有走大门，而是顺着窗口一跃而下。跑了约300米后，秦明震惊地发现，原本停在路上的马车竟然被人偷了。哎，这个诡异又糟糕的世道。秦明只能背着长公主，踩着积雪一步步往宫里走去。大雪纷飞，他每一步走得并不快，加上长公主身上原本的体寒冰冷，让秦明后背发凉。这个女人究竟是不是冰块做的？怎么会这么冷呢？醉仙楼8楼顶层的凉亭里，云水瑶、穆思哲、清玄、马强看着远处秦明的背影。师傅，师哥背的究竟是谁啊？我猜可能是一个女校尉。师傅，会不会是12生肖？不可能。穆思哲直接摇头。12生肖跟着长公主被调教的一个比一个狠辣，秦明要是敢把他们背在身上，还不被砍成几截？穆思哲捋着短短胡须笑道：“不过说句真心话，酒楼里的众人说的不错。”什么说的不错？从这女子的背影轮廊来看，真的是个极品。云水瑶，清玄转过头来瞪了一眼穆思哲：“师叔，你一把年纪了还这么色？”哈哈，食色性也。
穆思哲看着马强，对吧？马强憨憨的点了点头。结果清玄一瞪他又赶紧摇了摇头。师叔，你别问我，我啥都不知道。逗得穆思哲又是一声爽朗笑声。3个呼吸后，云水瑶仿佛下定决心一样，突然转过身来。师弟，星光城组织的堂主会，你去带我参加。啊，师姐，那你……云水瑶咬咬红润薄薄的嘴唇，我决心去趟寒夜城，我不放心秦明，我得跟在后面。师姐，这太危险了，要不我安排5星盟的人随行？不行，我伤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也隐隐的即将突破通灵7重，银石皇城没有能跟得上我速度的弟子，只能是累赘。师父，可是你去寒夜城危险啊！我危险，那就证明秦明更危险。我说过了，秦明很可能是原住民与穿越之间的破局者。天道教、青龙公会都去了寒夜城，那里绝对有大事要发生，我不能不跟着。师父，这件事不要再讲了，我意已决。云水瑶袖子一摆，朝楼下走去。大眼国掌火殿，女帝用蓝色玄冥火将周围引火石都冲上火能。亲卫上官七儿从外面跑进来，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些话。女帝突然变得极为震怒，此消息属实。属实，我们混进这魔位里的人讲的，真是胆大妄为。啪的一声，女帝一巴掌将旁边玄木桌直接拍成了粉碎。女帝怒气冲冲，韩月熙，你是疯了！母后曾经说过，镇魔塔3层以上不准外人进入，你之前带着12生肖进到第8层，朕已经是睁只眼闭只眼了，你这次竟敢带着那个小晴子进入15层，还引起里面的震动。陛下，听说昨日镇魔塔震动强烈，外面很多镇魔卫都心脉受损，连朕都不敢轻易招惹顶端那个存在，胆子可真大。女帝韩月离双手背在身后，在掌火点不断踱步，她气势汹汹的，身上燃起蓝色的熊熊火焰，仿佛已经震怒到极点。母后曾经禁止任何外人到3层以上，更何况是第15层，而且跟她进去的还是个男子，一个与皇家毫无血缘关系的男子。破坏皇族的规矩，就意味着动摇大眼国根基。女帝唰的转过身来，眼睛盯着上官青儿，朕让你查秦明，查得如何了？启禀陛下，末将已经查清楚，这小晴子在镇魔塔里审讯时用的是穿越者的囚牢困境法。小晴子来自于寒夜城西郡，她进宫以来与她有关的人死了好几个，她的老乡小六子莫名被异兽杀死，送小晴子来太阴宫的公公王宇死在太阴宫的宫女静香手里，静香又死在秦明手里，太阴宫李山公公也是间接因他而死，再加上前2天周昌公公送他去天意书院也莫名消失，真的太可疑了。女帝眼神里露出怒火，朕越来越觉得他可疑，如果他是混进我宫里的穿越者，我那愚蠢的妹妹把他带到镇魔塔第15层将酿成大祸，那里面的一切都是秘密，他韩月熙怎么敢的？女帝唰的一下转过来，再次冷声道，与那小晴子一起从寒夜城来的还有谁？启禀陛下，还有一个叫做汤卫的，在天意书院当书童，去把他给朕带回来，朕要让他亲自指认。可是陛下，长公主对那小晴子验过血脉，的确是原住民。女帝宽大的金色袖子一挥，我们原住民强者所谓的验血，只是将对方血液抽出，看看与原住民所修炼的功法是否贴合，这个大部分情况下是准确的。但是朕早已听说，穿越者为了应付血脉检测，他们制出了稀有丹药和功法，万一这小晴子有什么特殊秘法能够隐藏血脉，朕和妹妹不是都被他给骗了？女帝此时已经震怒到极点，她越想越觉得有可疑。如果只是寻常的一个宫廷太监，就不必如此较真，只要血脉检测就够了。可是她竟然跟着韩月熙去了镇魔塔15层，这是皇室禁地，朕必须好好查他，派人把汤卫带过来。如果他指认没问题，朕还要把小晴子带往龙渊祠堂。一听龙渊祠堂，上官青儿吓了一跳，陛下到龙渊祠堂检测血脉吗？自然，龙渊祠堂是我大眼国的图腾祖先，无论穿越者用什么秘法，无论吃什么丹药，都无法逃脱龙渊祠堂的检测。他如果是穿越者，朕会立即把他砍成肉泥，把他的脑浆甩在我那愚蠢的妹妹脸上。太阴宫，林英看长公主带着秦明去镇魔塔迟迟不归，他想着天气如此严寒，回来以后让他们喝些热汤才好。林英冒着大雪来到御膳房，冷冷清清的，还没有公公公女醒来，林英就自己动手。他刚将蔬菜洗好，就听到御膳房外面传来脚步声。林英揭开门帘一看，竟然是掌火殿的王景公公。他微微驼着背，身材胖硕，走起路来并不快。王公公，这么早？林英姑娘比我还早，怎么大清早的在炖汤啊？给主子炖点蔬菜汤喝喝。王公公舔了舔嘴唇，咱家也真想留下来喝一碗，
可是太忙了，还有差事要去办。王公公可以在此稍后，我很快就能把汤做出来，给你盛一碗。不用了，不用了。王景摆了摆手中拂尘，我得尽快去往天意书院。陛下召见天意书院的那个书童汤卫。林英本来还没当一回事，结果那王景突然又说道：说来有意思，据说那个汤卫是和小晴子一起从寒夜城来的。霎时间，林英的一颗心突然提起，但是他表面上装作很平静的笑笑。那王公公慢走。林英心乱如麻，他知道陛下如果要找汤卫，就代表对秦明身世产生了怀疑，他连汤也不想做了，赶紧快速沿着长廊朝太阴宫跑去。秦明背着长公主入宫时，将他遮得很严实，他有镇魔卫校尉令牌，一路通行，很快就到达了太阴宫。他把长公主的房间门推开，把她放到床上，脱掉鞋子，盖好被子，整整喝5坛，可真是牛。你说你喝了这么多酒，为何小腹还是这么平坦？我们男的一旦喝酒，那肚子就会起大肚腩。秦明将长公主安顿好出门，就看到院子里急匆匆跑回来的林英。林英朝他快速招手，秦明不知何事，纵身从11楼飞了下去。怎么了？林英解解。林英一改刚才焦急的面容，面带浅浅微笑。没什么大事，就是有个好消息想与你分享。啥好消息？林英笑着说道。我刚才碰到王景公公，他说去天意书院找那个书童汤卫，说是你的老乡，陛下要召见。秦明唰的一下心里震惊不已，他心脏砰砰砰的直跳。完了完了，这女帝是神经病吧？找汤卫干什么？难道对自己身份产生怀疑了？不行，一定不能让汤卫见到女帝。秦明，秦明。林英拍拍他的肩膀。哦，林英姐姐，我只是一时高兴。是啊，我也替你高兴。你抽找时间也可以去找老乡玩玩，毕竟咱们寒夜城的人不多。好。秦明心乱如麻，朝房间走去。他看到林英回了自己房间，门也关上了。秦明一个纵身从后窗口跳出来，他展开隐匿天赋动作，极快地朝御花园的方向掠去。王景公公要去天意书院带汤卫，他回来的时候肯定要经过御花园。秦明几乎立即下定决心要将汤卫除去，不杀汤卫自己必死，杀了还有一线生机。时间1分1秒过去，秦明站在假山后面，心扑通扑通狂跳，他的眼睛如鹰眼般盯着漫天大雪下的青石小路。这个诡异的世界真的是天天都惊心动魄，还让不让人好好过个日子了。终于，秦明看到了汤卫和王景公公从御花园小路走来了。可是正当他想行动时，竟然震惊地发现王景身后跟着50名白羽卫，那白羽卫将军铁虎也在其中。他的修为已至淬体8重，如果秦明想不知不觉杀死汤卫并且全身而退的话，太难了。怎么办？突然他想起了上次在鬼新娘灵境里得到的郎君戒，只能邀请鬼新娘出手一次，只能杀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只能选择试试。秦明从假山后退走，一直逃到300米开外，他拿出郎君戒指，默默念了一句。刹那间，郎君戒里面一道红色虚影飞了出去，阴森诡异。王景公公带着汤卫走在前侧。汤卫，陛下听说你是秦校尉的老乡，特意要你过去聊聊。汤卫心里震惊不已，眼神中露着一丝鄙夷。小晴子竟然能当秦校尉，原来在寒夜城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浪荡子，不学无术没本事，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当上校尉？铁虎将军也在身后笑道，这太阴宫的小晴子公公升官之快在宫里都传开了，他在你们寒夜城的时候是不是也很优秀？呵呵，汤卫脸上一笑，其实也没那么优秀，偷鸡摸狗的事他没少干。王景公公脸上不动声色的笑笑，铁虎却是满脸疑惑。那既然如此，你就在陛下面前将秦校尉的偷鸡摸狗好好说道说道。那是自然的。汤卫满脸嫉妒，心想，凭什么你小晴子这么烂的人能干上校尉？我汤卫比你能力强多了，我至少也能做上将军吧。刚想到这里，突然间阴风大震，周围异常寒冷，众多白羽卫被卷起的雪花遮挡了视线。铁虎将军赶紧拔出长剑呵斥道，朗朗乾坤，何方妖孽？王景公公手中拂尘在身前一挥，隐约中他看到一个穿着红衣的女子诡异地从他面前掠过，她长发遮面，只露着一只眼睛。王景大惊失色，有刺客，快抓刺客！白羽卫刚上前就被阴风吹起的雪花打得飞了出去，2个呼吸后，周围的阴气骤然散去，飞起的风雪也停了。让王景和金虎震惊的是，刚才还站在他们面前的汤卫已经死了，他死相极惨，七窍流血，眼珠子都被人挖了出来。汤卫死了，他怎么死的？这怎么办？怎么给陛下交代？
到底谁杀的？谁杀的？铁虎将军，快到周围搜查！咱家立即回去禀报陛下。当白羽卫在御花园混乱的时候，秦明已回到了房间，他手中的郎君戒已经碎成烟尘，随风消散。汤卫死了，女帝肯定会怀疑到他身上，因为他的2个老乡小六子和汤卫都死了。但是秦明有隐匿血脉的天赋在，所以他不虚，大不了让你女帝再进行一下血脉测试。你说什么？女帝啪的一下将旁边的一棵红枫树震成粉碎，她眼睛死死地盯着王景。你这废物，汤卫究竟是怎么死的？启禀陛下，当时奴才与铁虎将军50名白羽卫一起带着汤卫，半路时突然阴风大震，一道红色虚影把汤卫给杀了。红色虚影，女帝眼睛中露出蓝色火焰，几乎要杀人。大燕国皇宫里还能有鬼物作祟？女帝抬起手臂，轰！她一巴掌将王景公公打得在雪地里滚了10几米远，吐血不止。陛下饶命！女帝双手背在身后，盯着远处太阴宫的方向。汤卫早不死晚不死，朕要找你过来查小晴子的身世，他却死了，那这不就更证明了小晴子有问题？女帝转身严厉地指着王景，去把小晴子给朕带过来。陛下，是带到长火殿进行血脉测试吗？长火殿血脉测试韩月熙已经做过了，没用，朕要带他去龙渊祠堂。此人涉及重大，让我大燕国祖宗们对他来次真正的测试。无论什么功法天赋，无论什么秘术丹药，在龙渊祠堂面前全都失效。如果测出来他是穿越者，看朕怎么扒了他的皮。诺。林英在太阴宫外扫雪，他冻得小手通红，跺了跺脚，又还给手上哈哈热气。不一会儿，他就听到宫里的白羽卫在传汤卫死了。林英仿佛如释重负一样。就在这时，他看到远处的王景又一次走来了，而且在那龙渊祠堂的方向，似乎有一道黑光正在冉冉升起。林英在宫里待得久，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女帝去龙渊祠堂了。林英姑娘还在扫雪呢，王公公今早这么忙，又来我太阴宫做什么？陛下吩咐让咱家带秦校尉去龙渊祠堂。啊！林英大惊失色，去龙渊祠堂？那里不是外人不准接近吗？咱家也不懂，陛下非得让带他过去，而且特意吩咐不要吵到长公主。林英咬了咬嘴唇，刚好看到秦明从房间里出来了。王景上前说明了情况，秦明脑海里10000个问号浮起，他隐隐觉得去龙渊祠堂检测血脉可能会暴露，他目前的隐匿天赋隐藏血脉不一定会有用，怎么办？怎么办呢？现在立即跑路。然而太阴宫外面已然密密麻麻的站了近500名的白羽卫，逃跑这条路被堵死了，要不去找长公主帮忙？秦明回头看了一眼上殿11楼，王景公公在旁边轻声提醒道：秦校尉，陛下特意有命，不要打扰到长公主，还请秦校尉奉命行事。秦明深吸一口气，今天真特么在劫难逃了。就在这时，旁边的林英将太阴宫的门关上，轻声温柔道：王公公，不管你们去干什么，秦明他昨天夜里去当差了，饭都没吃，让他喝碗热汤再走吧。王公公也可以喝一碗。王景正犹豫着，林英接着说道：王公公，咱们在宫里当差都不容易，你让他饿着肚子跟陛下去龙渊祠堂，万一被龙威给震到，连命都得搭上。好吧，林英姑娘，那就让他喝碗汤，喝碗汤我们就走。秦明心里乱如麻，他还在思考着该如何对策。林英快速进到房间里，他舀了2碗汤，然后拿起旁边的小剪刀，轻轻地在中指戳了一下。好疼！林英痛得咬咬嘴唇，3滴鲜红的血液落在左边碗里。林英用汤里菜叶把血丝盖住，他将2碗汤端了过来，右边的碗递给了王公公，左边滴血的碗递给了秦明。秦明，喝点热汤再去，无论陛下问你什么，不用紧张，我们不是坏人，陛下不欺负好人的。秦明点点头，将那碗汤端起来一饮而尽。王景公公也笑着喝了一碗。林英姑娘这汤做得真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切记不要打扰到长公主，这是陛下特意交代的。秦明跟着王景与500名的白羽卫白去往龙渊祠堂。远远的，他看着龙渊祠堂上方那条冲天而起的黑色巨龙，他的红色眼睛仿佛在微微的转动，他嘴里似乎有气息吐出来，显得格外可怕。这种庞然大物让人不自觉感觉到渺小感，越接近秦明越感觉龙威强大，压得他骨骼蹭蹭作响，就连体内的灵力都几乎停止了运转。葫芦警告，危险程度提升5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500倍。我靠，迄今为止还没有这么高的危险系数，这可咋搞？秦明继续往前，龙威越来越强。警告，危险程度提升8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800倍。
完了完了，这一下彻底完了。秦明已经察觉到原本脑海中缓缓旋转的锁天湖竟然停了，他仿佛非常畏惧一样，动都不敢动。这是什么鬼？义父，你不是系统吗？系统不是在一方天地里无敌的吗？你怎么这个时候一动都不敢动？这是搞笑吗？葫芦，葫芦！锁天湖察觉到致命威胁即将关闭。卧槽，你有病吧？那隐匿天赋还能不能用？天赋均可正常使用。葫芦，镇魔塔里的黑气你都能吸收，这里也可以的。不要关闭。镇魔塔关押的神秘存在与龙渊祠堂性质不同，锁天湖感到致命威胁即将关闭。秦明，简直离谱！你的意思是，这世界穿越者就算携带系统也会被杀？回答正确。那我没有听说过，那是你还没有遇到。锁天湖关闭，脑海中红色的锁天湖竟然真的一动不动，这特么太坑爹了！魔塔里关的恐怖存在，应该跟龙渊祠堂一个级别吧？那你锁天湖那边可以吸收黑色气息，在这里却不行，还说有被抹杀的风险。卧槽，这都哪根啊？完了完了，看来今日真的是凶多吉少。女帝韩月离站在龙渊祠堂的前侧，她一身黄色长袍随风而动，头顶的皇冠上燃烧着淡蓝色火焰，气势汹汹，那双眼睛仿佛要杀人一样。秦明知道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血脉检测，如果是普通的，女帝完全可以在掌火殿等任何地方完成。她之所以把秦明带到这龙渊祠堂，绝对是更严格更恐怖的检测方法。秦明来到女帝面前，距离龙渊祠堂仅剩下50米。末将拜见陛下。萌兔媚娘等12生肖这2日在外执行任务，他们把银石皇城郊外近13名穿越者一网打尽，道德品行败坏的直接在外面诛杀，没做过坏事的穿越者全部关进了镇魔塔。萌兔媚娘在太阴宫外跳下马来，小晴子，姐姐回来了还不出来迎接，你真是好大的胆子。萌兔红蛇等跟在后面。媚阳，你应该说是姐姐们，明明是12个姐，你非得说你一个。媚阳笑着跑到秦明房间门口，她抬起大长腿，砰的一脚将门踢开。小晴子，再不出来，姐姐就把这丝袜脚塞你嘴里。结果房间里空无一人。林英从自己房间出来，端着盆热水，里面煮了好多鸡蛋。来吧，吃鸡蛋了，给你们准备好的。小晴子呢？哦，秦明刚才被王公公带去龙渊祠堂了。什么？媚阳一听，瞬间震惊万分，身后的红蛇萌兔也惊讶的眼睛瞪大。龙渊祠堂那是深层次检验血脉的地方，听说要抽取人体1/3血液，陛下怎么能这样子？林英，长公主知道吗？林英摇了摇头，长公主昨日喝多了在休息，陛下特意下令不准通知长公主。媚阳差时间将2只耳朵捂起来。林英，你刚才说陛下的什么命令我没听到，所以我可以不用遵守。说完，他2条大长腿在雪地上一蹬，立即飞了起来。1到11楼，媚阳顺势去敲八卦玄门。长公主，什么事？长公主，我们12生肖从外面执行任务回来了，总共抓了13名穿越者，杀了5名。知道了，本宫有些困乏，今日想休息，你们不要再打扰。诺。但是长公主有件事，小晴子被陛下带去龙渊祠堂了。媚阳这句话说完，房间里没有任何反应。他心想，难道长公主知道这件事？又或者长公主根本不在乎小晴子被带过去？结果下个呼吸，那八卦悬窗啪的一声被人撞碎了。长公主那紫黑色的身影踩着月影剑冲天而起，飞去的方向正是龙渊祠堂。12生肖也纷纷跳到太阴宫的楼顶。长公主去了，长公主去找小晴子了。龙渊祠堂前侧原本白雪皑皑，却因为女帝的到来，广场上的雪全部融化，甚至一些积水都被火焰蒸发。上官青儿与金虎将军等带着白羽卫在周围警戒，不准任何人接近。女帝带着秦明走向龙渊祠堂。龙渊祠堂门上有个黑色的龙头。小晴子，去，把你的手塞进前面的龙嘴里。陛下，这是……朕今日得到消息，你的另一个老乡汤卫突然间暴毙而亡，这让朕不得不心生警惕。你别怪朕，朕那疯子妹妹带你去了镇魔塔的15楼，这地方可是大眼国禁地秘密。你既然去了，你就得接受比其他人更为严格的血脉检测，接受我大眼国祖宗们的血脉考验。去，把手放到龙嘴里。秦明心里惴惴不安，但他现在只能往前走，但凡有一丝犹豫，女帝都会产生怀疑。怎么办呢？穿越至今，这是最大最难的危机了。秦明将手伸出来，缓缓接近那龙头。龙头里炙热无比，祠堂内部传出古老的吟唱声音，让人听了
为之震撼害怕。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0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000倍。我的妈啊，这次真的要BBQ了。秦明的手刚刚碰到龙嘴位置，突然只听到天空一声炸裂吼声：韩月离，你欺人太甚！只见笼罩在天空的一朵黑云被长公主一剑劈开，轰！霎时间，长达10米的寒冰剑气朝着女的杀了过来。她一身紫黑色战甲，手握月影剑站在空中，黑发如瀑，犹如神奇一般。女帝刚接住那道寒冰剑气，长公主右手骤然抬起，月影剑光芒大振，将周围的风雪全部卷起来。翁月影剑朝着女帝刺来，女帝单手负于身后，她站在广场上，目光冷得可怕。韩月熙，你真是找死，竟敢在龙渊祠堂朝朕出手！她右手一挥，只听嗷的一声龙吼，女帝手心里窜出一条蓝色火龙，威力霸道无比，直冲天际。长公主杀来的数道寒冰剑气全在空中炸成粉碎，啪啪啪，就连月影剑也被蓝色火龙给生生挡住。够了，韩月熙，你给朕住手！韩月离，你欺人太甚！你要把我身边的人全部都杀了吗？韩月熙，你放肆！朕是这天下的帝王，朕要做什么事还要跟你说不成？你把小青子放了？不放，今日他血脉测试测定了，这是龙渊祠堂的祖宗定的规矩，你韩月熙没有任何资格干涉。那你就看看本宫究竟有没有资格。说完此话，只见长公主霎时间从袖子里取出那道紫色的镇魔令，她往空中一扔，双手合并，霎时间在她身后出现一个六角形的紫色八卦图案，八卦图案高速运转，镇魔令飞至空中，射出一道寒冷的白光，射向远处镇魔塔。刹那间，镇魔塔的静止仿佛被激活了一样，第1层、第2层、第3层、第4层，一直到第15层的静止全部冲天而起，静止汇聚在空中，形成一道异常恐怖的八卦符箓，朝着女帝杀来。轰隆隆，八卦符箓势如破竹，遮天蔽日。女帝怒气冲冲，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她双臂展开，飞到半空。韩月熙，你竟然敢调动镇魔塔静止来对抗朕，你是不是疯了？本宫早就忍够了你。韩月离，你个禽兽！皇兄临死前，我们答应放他女儿一条生路，可是你竟然把他给杀了，你这个畜生！轰隆隆，巨大旋转的静止符箓朝着女帝袭来，女帝立即双手抬起，身后燃起了熊熊蓝色的玄冥火，嗷嗷3条蓝色火龙霎时间杀向远处的八卦静止。啪轰隆隆，那静止和火龙在天空炸响，整个天空都仿佛被照亮了一样。银石皇城从来都没有这样亮过，就连正在吃饭的云水瑶、清玄等都被震惊到了。秦明站在祠堂之前，心里异常震撼，他没想到长公主豁出去的时候竟然如此强大，镇魔塔的静止竟然能外调战斗。长公主又一次启动静止结印，女帝情急愤怒之下，袖子朝着秦明一摆，一股恐怖的蓝色火霎时推动着秦明将手伸进了龙头之内。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2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200倍。秦明下意识想赶紧拔出来，结果仿佛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紧紧吸住了，他根本动都不能动。他能够感觉到血液疯狂地被吸出去，他握紧右拳，骨骼都几近碎裂。正在结印的长公主飞奔落地，朝秦明跑来。小琴子，小琴子！龙渊祠堂半空，那巨大的黑龙嘴里散出点点的红色气息，他那2双让人心悸的红色眼睛仿佛动了一样，让站在下面的所有人都心生惧意。女帝顺势双手作揖在龙渊祠堂前跪下。韩月熙，皇族祖宗都显灵了，你竟然敢站着！长公主愣了愣神，无奈的也在后面跪下。她已经使出寒冰气息，想将秦明从里面吸出来，但是毫无作用。她能够感觉到秦明正在不断失去血液。韩月离，我已经对他进行了血脉测试，你为何还要如此？你还有脸问？谁让你带他去镇魔塔高层？15层以上必须经过龙渊祠堂的验证。怎么？你韩月熙心虚了？本宫有什么好心虚的？那朕就再提醒你一下，如果他是穿越者，他别想靠任何丹药天赋蒙混过关，他会被龙渊祠堂打得灰飞烟灭。听到这句话的秦明已然做好死去的准备，在绝对的力量压制面前，他毫无办法。师父再见了，清玄师妹再见了，林英姐姐再见了，虎妞长公主再见了。秦明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突然那原本眼睛血红的巨型黑龙竟然停止了震动。秦明也感觉到龙头里面吸力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这是怎么回事？他通过血脉验证了，可是刚才的隐匿天赋明显一点用都没有啊！
为什么呢？秦明将手从龙嘴中取出来，他虚弱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站在远处的女帝震惊疑惑，朕怀疑错了。上官青儿和王景公公的眼睛都瞪大了，满脸不可思议。长公主韩月熙第一时间跑了过来，她将秦明的胳膊扶着。你没事吧，小晴子？秦明虚弱的点点头，没事。长公主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姐姐女帝，你这下看到了吧？你这个疯女人，连龙渊祠堂都验证过了，小晴子不是穿越者，以后你再敢怀疑她，本宫必将豁出性命与你决一死战。女帝眼睛看向秦明，原本的狠辣愤怒已经消散。她承认之前确实怀疑秦明，可是龙渊祠堂都验证了，那就证明没有任何问题了。小晴子，你别怪朕，朕也要遵守祖宗法则。从今日起，你就是实实在在原住民，朕也不会再对你有所怀疑。来人！上官七儿从远处快速跑来，赐给秦明4阶丹药，紫气生血丹。诺！上官七儿立即从袖子取出一枚红色丹药，他走过来将丹药放到秦明手里。女帝眼睛充满着威严霸道。小晴子，龙渊祠堂吸了你1/3的血，这颗紫气生血丹能给你补回来。明日按计划将100车的物资银石送到寒夜城。说罢，女帝袖子浮动，霎时冲天而起。长公主握着月影剑，瞪着姐姐消失的背影，气愤极了。疯女人，蠢货，已经10年都没让龙渊祠堂测试血脉，这个疯子今天竟然把你拉过来。不过经过今天这事，那疯子再不会怀疑你的血脉了，对你来说也是好事。秦明点点头，他其实到现在脑袋都是懵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度过检测的。他本身就是个实实在在的穿越者啊，一个996福报的忠实员工啊。刚才的测试他竟然通过了，好神奇，真的好神奇。秦明到现在都想不通，来之前也没做什么，也就喝了一碗林英姐姐的蔬菜汤，那汤平时都喝啊，没什么特殊的。再说女帝说了什么丹药秘术天赋都没用啊，葫芦怕成那个鬼样，秦明有理由相信隐匿天赋在龙渊祠堂前没用，真的是匪夷所思。小晴子，赶紧把那紫气生血丹吃掉，那是4阶丹药，平时那疯子都不愿拿出来，今日能给你还算有点良心。秦明将那枚红色的紫气生血丹扔进嘴里，腹部瞬间滚烫一片，原本虚弱的血管开始被疯狂的补充，身体的毛孔仿佛大开，大量灵力被吸进身体里。秦明也感觉精神越来越好。走，小晴子，我们回宫。秦明行至半路时，脑海中的锁天壶又开始缓缓旋转。葫芦，刚才究竟怎么回事？我通过了血脉检测，无法感知真实情况，请宿主自行探索。秦明摇了摇头，真想把这葫芦拉出来暴打一顿。长公主将秦明右臂扶着，走上一条白雪皑皑的小路，时不时有太监宫女从边上经过，都吓得纷纷躲开。太震惊了，长公主竟然扶着一名太监！我的天，那太监究竟是谁啊？这么大架子，连长公主都要扶他。长公主自然是听到了议论，她面色一冷，正准备出手教训。秦明对她摇摇头，算了，算什么算？他们敢在背后议论本宫，本宫砍了他们的脑袋。长公主右手臂抬起，一道寒冰气息涌出来，却被秦明直接攥住了手腕。你刚才用了那么大力气与那女帝战斗，现在体内肯定是冷气乱撞，如果再强行使用寒冰，那不是疼上加疼。要你管？长公主抬起眼瞪了一下秦明，本宫看你受伤的扶你一下，你还得寸进尺了你？你要再敢没大没小的对本宫说话，看本宫不把你！秦明立即装作自己肚子疼的样子，他手抓着肚子微微蹲下身来。怎么了？长公主急得赶紧问道。小晴子，肚子怎么了？是昨日受的伤吗？不是，昨日受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那是刚才失了血液。不是，刚才失的血液被补的差不多了。那是什么原因？好像是被某个人给气了一下，突然间就疼。长公主一下子双眼瞪大，好你个小晴子，你敢耍本宫，看我不！话刚说到这里，秦明抓起一团血球直直扔过去，给长公主撒了一脸。长公主气得在后面狂追，她手上的寒冰气息已经在孕育，一个直径达到3尺的雪球迅速聚在一起。秦明看到以后大呼一声，哎呦妈呀，这么大的雪球！他步履快速的一转弯，从太阴宫里跃了进去。长公主将雪球使劲往前一抛，圆滚滚的雪球快速旋转，从太阴宫的门里窜了进去。秦明一进来立即转身贴在旁边墙上，结果迎面来的媚阳刚好被雪球砸中了脸，整个衣服脖子里全都是血。谁哪个不长眼的敢拿血打姐姐？媚阳眼睛瞪向秦明，
秦明双手一摊，无奈道：“你看到的，我进来的时候手上啥都没有。那到底是谁？谁打你媚阳姐姐？报上名来！”这话刚落，门口外长公主单手负于身后走了进来，她面色冷漠，完全不像刚才和秦明打雪仗时的样子。媚阳赶紧朝长公主行礼：“长公主，刚才末将在门口被雪打中了脸。”哦，长公主若无其事地说道：“本宫不知道，你可以到外面找找看。”媚阳跑到了太阴宫外面，空荡荡的，连个人都没有。到底是谁打了我？谁打了我呀？敢做事不敢认，打你姐姐，我干什么？这话刚落，已经踏上楼梯的长公主突然袖子抬起，一股浑然的冷气啪的一声，打得媚阳在雪地里连续3个翻滚，嘴上全吃满了雪，惹得其他12生肖纷纷大笑。秦明也靠着墙偷偷直笑。媚阳回头看看楼梯上的长公主，又看看众人，她恍然大悟，难道刚才打我的是长公主？林英用袖子掩着嘴偷偷直笑：“你到现在才反应过来，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长公主手里还捏着个小雪球呢。天啊，这天上是不是有太阳了？是不是有星星月亮了？太吓人了，长公主竟然打雪球了！”媚阳震惊地摇摇头。已经走上11楼的长公主突然凭栏而立，对着下面的众人说道：“媚阳，萌兔听令，末将在明日小晴子押摆车的物资营时去往寒夜城，你们2个带上500名镇魔卫，陪他一起。末将遵命，末将遵命。”长公主一进入房间里面，12生肖和林英纷纷围了过来。小晴子，你可真幸运，我红蛇5年前去寒夜城的时候，长公主就让我带10个镇魔卫，你倒好整整带500个。媚阳从人群中挤进来，拍着自己那饱满欲出的胸膛：“小晴子，路上你就跟着2位姐姐混，一定让你平平安安把物资送到。”萌兔也钻出来嬉笑道：“和小晴子一起去寒夜城，这沿途肯定有趣。小晴子，你放心，陛下那里的摆车物资，姐姐下午就帮你装好车子。你明天只出人，不用出任何力。”秦明赶紧拱拱手行礼：“谢谢萌兔姐姐，谢谢媚阳姐姐。”众人在欢笑中散开。秦明跟在林英后面来到门外面扫雪。林英见他也拿了扫把，笑着夺下来：“你现在是校尉了，不用干这些活。”秦明眼见自己明天就要离开，想说些话让林英开心点：“我没把自己当校尉，我把自己当你相公。媳妇儿在这里干活，相公哪能看着？”林英脸一红，微微低着头：“你今天失的血都好了。”“好了，陛下给了紫气生血丹，效果还不错，感觉就跟没失血一样。”“秦明，你真厉害，竟然连龙渊祠堂的验证都经历过了。宫里除了你之外，我也就听说寒夜城主蓝剑心被陛下拉去祠堂验证过。”秦明想着自己莫名其妙通过测试，到现在还一头雾水，他微微试探道：“林英姐姐，你今日那汤怎么了？是不好喝吗？”“不是，很好喝，喝了热乎乎的，给了我面对祠堂的信心。”林英笑了笑，再次开始扫雪。秦明和他并排站着扫，2个人你一扫把，我一扫把，扫得不亦乐乎。“林英姐姐，这次我去寒夜城，去你家里看看吧。”林英身体微微一震，摇头道：“不用了吧，我家里人都死了。”“还是要的，我去可以给你父母上炷香，然后再磕个头，感谢他们给我生了个好媳妇儿。”林英脸红扑扑的，带着少女的羞涩：“那随你吧，你要想去就去找找看，我们的离火村都不一定在了。”2人将门前的雪青扫干净。秦明看到林英神色略有悲伤，应该是因为自己要离开，心里不高兴。“林英姐姐，要不今天下午我带你出去逛逛吧？”“胡说，我是宫女哪能出宫啊，会被杀头的。”“不用怕，我现在去找长公主，就说我要买东西，需要人帮我拿，那长公主一定会让镇魔卫去的。那我就说我要长得漂亮的陪我，咱太阴宫长得漂亮的很多呀。”秦明凑近了林英调戏道：“那我就说要一个胸口有红痣的。”林英一下子脸红到了脖子根：“你可别乱说，被长公主知道就完了。”秦明笑了一声：“骗你的。”他脚在雪地上一踩，顺势飞起，来到了长公主的11楼门口。“长公主，何事？”“长公主，明日要走了，我想到外面去买点东西，可否请林英姐姐跟我一起？”她心细：“我想给你，还有其他人也买点东西。我们宫里东西这么多，还需要外面买。那不一样，陛下不是给我银两了吗？我给大家1人买1件，留个念想。万一这次我去寒夜城回不来的话。”“胡说八道，去一趟寒夜城怎么就回不来？”长公主在房间里怒斥道：“要想买那便买就是，非得说这么不吉利的丧气话。”“是，那我带林英姐姐去了。”“去吧。”林英听到这个消息，激动的都差点要跳起来。整整8年了，
他进宫8年，从来都没去过宫外。就算当年来寒夜城的时候，他也没有在宫外玩过。现在竟然能出去了，还是秦明带着他。林英心里激动极了，他跑进房间里，背着个大包袱，左手右手各挎个大篮子。秦明看到，笑得绷不住。林英姐姐，咱们是去集市上，你搞得跟去卖菜一样。去，左边这筐子是给长公主和你放东西的，右边这篮子是给12生肖放东西的。我背后这个包袱，我要买点其他东西。这8年我攒了些银两。秦明笑了笑，今日你出门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都由我来买，你随便花。走了，出发。这是林英第一次来银石皇城逛街，他新奇地看着街道两边。秦明，他们家的凳子怎么跟宫里的不一样？林英姐姐，店主说这个叫沙发，据说是穿越者带来的，摸起来好柔软，如果长公主坐这个的话，肯定不会那么冷。但是她不喜欢穿越者的一切东西。秦明闻到了一股香味儿，他拉着林英窜进旁边巷子里。林英姐姐，你跟我来，今天下午让你好东西吃个饱。这是西市的小吃街，什么东西都有。两人从巷子口窜出来，各种小吃摊位映入眼帘，炊烟袅袅，香味浓郁。哇，好多好吃的呀！秦明，好热闹啊！秦明，我都好久没有见过这么热闹的景象了。林英姐姐，等我从寒夜城回来后，经常带你出来逛。林英转头看向秦明，轻声道：“你一定要答应我，到那边去注意安全，不要逞强，不该咱做的不要去做，东西送到后就赶紧回来。”遵命，娘子。林英羞得少女脸通红。谁是你娘子了？秦明温柔地笑笑，他凑过来在林英耳边轻声道：“在被窝里你可不是这样说的，你不一直喊相公吗？”林英握着小手，轻轻在秦明手腕上拍了拍。我娘说过，只有成为真正的女人时，才能称相公。我们两个没有做过那种事，还不算的。那不是因为在太阴宫没办法，怕万一你怀孕了就麻烦了。林英红着俏脸，柔声细语地说道：“你不是一直问我月事时间吗？我月事今天来了，是不是今天身体是安全的？你今晚上来我房间，在你走之前，我想把自己交给你。”不行的。秦明将林英搂过来，靠在自己肩膀上。傻姐姐，我说的是月事后，哪能月事的时候做这种事，要遭雷劈的。秦明将身上穿的黑袍解了下来，将林英裹得紧紧的。秦明，你干嘛？我又不冷。你刚才说了自己来月事，我娘说女儿家月事的时候是不能受凉的，早知道我今天就不带你出来了，万一身体受凉可就麻烦了。才不呢。林英嘻嘻一笑，我今天出来特别开心。走了。秦明，你请我吃东西。好。从这条街的东边吃到西边。掌柜的，来2碗豆花加辣油。掌柜的，来2根新出锅的麻花。掌柜的，来4块桂花糕，桂花蜜汁多放点。掌柜的，把那净糕切2块，要蜜枣多的。大娘，来2根糖葫芦。掌柜的，这羊肉串上面多放点辣椒。老板娘，2坛香甜的桂花酿。整整1个时辰，林英和秦明才从这条街的街尾走了出来。林英拍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笑嘻嘻道：“哇，今天是我这辈子吃的最饱的一次了，也是最好吃的一次。秦明，我们花了多少钱啊？花多少钱都不要紧，我现在有钱。走，我们去玉秀坊买东西。”来到玉秀坊，秦明给12生肖每人挑了盒胭脂。他看到里屋墙壁上挂着极为精致的肚兜，5颜6色，光泽柔顺。秦明，你看肚兜做什么？我在找合适林英姐姐的尺寸。林英，我不要这东西，我有的，有了就不能多买2件吗？玉秀坊老板娘顺势跑了过来。老板娘，麻烦带我姐姐挑2件肚兜，要最好的料子，最好看的。好嘞，客官放心。秦明再次来到隔壁玉女阁的掌柜面前。掌柜的，上次我买烈火草签的银子还上了吧？还上了。小哥真是个讲究人。那以后我到你这里买东西，你要保密，不该说的不要说，明白没有？明白。最近有什么好东西吗？掌柜的摸摸自己的8字小胡，要说好东西吗？还真有一件，不过太贵了，最近有3个客人看过，全部都说买不起。你先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小哥跟我进来。秦明跟着掌柜的进入左侧房间，只见里面挂着一件紫黑色的绒皮大衣。刚进房间就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秦明想伸手去碰，掌柜的赶紧拦住。小哥，这个是不能碰的，我让任何客人都没碰过，这是给高贵女子专门做的，从绣工到做好全都由绣娘完成，男人的手都没经过。这究竟是什么皮毛？为什么这么炙热？一看小哥就是行家，实话告诉你，这是3阶灵兽火云豹的皮毛做成的。3阶灵兽，秦明知道3阶灵兽的境界一般都在通灵以上，
像这火云豹战斗力本来就猛，能媲美人类通灵5重到6重以上，而且很稀少。客观，这火云豹生活在极光城，身上常年发热，所以它的皮毛会自动发热，穿上后无论多冷的环境下都会极为舒服。多少钱？小哥，我给你便宜点，2400两。2400两，这也太贵了。小哥，我可以给你发誓，这个火云绒衣在咱们皇城只此一件，而且2天前才刚刚到货，已经吸引了很多人过来看。如果你不要，下午就有人买走了。行，便宜点，都熟客了，那就最低价2000两吧。秦明忍着肉疼，我买了，给我包起来。好，我叫我娘子给你包，客官肯定是送给女人的，咱男的不碰手，这是行业规矩。你掌柜的也是个讲究人。秦明咬咬牙，将女帝给的2000两银子全拿了出来。不过掌柜的，如果有人再来问你，可千万不要说这个的真实价格，你就说很便宜，100两或者200两。掌柜的，你这小哥还真有意思，别人买的东西恨不得把它价格说高一点，你还非要说低一点。好。秦明将买给长公主的火云绒衣收了起来，又去隔壁店林荫度都付了钱，再拿上12盒的胭脂，高高兴兴的准备返回。已经到了下午，许多百姓家门口都开始挂红灯笼，有的还放着鞭炮。林荫挎着篮子悠悠道：秦明，明天就是小年了，可惜你明天要走。秦明这才反应过来，这个世界的小年是指1月1日，也就是大衍国1724年的第1天。没关系，林荫姐姐，我们可以把小年提前过。怎么提前过啊？我有办法，下午我们在家做顿小年夜饭。秦明又一次和林荫返回集市，买了许多小吃，蔬菜肉挂在雪居马上，他们又跑到那家卖赤豆元宵的地方，和老板磨了很长时间，学了人家做赤豆元宵的手艺，还买了很多原材料，将2匹马上挂得满满当当。秦明返回路上还买了许多烟花，这个时代因为有穿越者的到来，烟花各式各样的特别多。秦明专门花了近50两的银子，买了个在空中炸开会出现自己的烟花。他决定今天晚上在太阴宫放一放，提前过个小年。秦明和林荫回到太阴宫的时候，天上的雪更大了，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吃的摆在院子里，开始架锅烧水。12生肖被长公主拉着在后院修炼，主要是磨合他们12人之间的阵法。长公主身穿紫黑色长袍，手里拿着一条9节鞭，单手负于身后。萌兔，你站在坎位，以赤兔刀封锁左侧修门。诺。媚阳，你站在前位，以羊肠剑打出数道剑影，守护西北生门。诺。鼹鼠，你速度快，在守好南侧坤门的同时，兼顾东南的离门。诺。12生肖在各个位置上腾空而起，在半空中形成一个圆形八卦阵法，各种刀光剑影，势如破竹。长公主看得非常满意。12生肖虽然多数境界都在通灵1重，但是只要这阵法摆出来，对付通灵8重都没有任何问题。修炼了半个时辰后，众人休息。天狗嗅嗅鼻子，惊讶道：我怎么闻到一股香气？胡说，宫里的饭菜你还能闻到香气？萌兔也仔细去嗅，是好香啊。萌兔跳到了房顶，嬉笑地喊道：是林荫和小晴子在做饭呢。哇，闻起来好香呀。这话一落，12生肖纷纷飞上了屋顶。哇，今天是有什么节日吗？怎样院子里摆了这么多吃的？小晴子和林荫2个亲自下厨，在做什么呀？媚阳一下子就认了出来，是赤豆元宵。小晴子，你怎么会做这个了？今天上午找人家掌柜的死皮赖脸学的呗。这不，连他的家伙神儿都被我要回来了。众人全部哈哈直笑。站在西侧房檐上的长公主双手背在身后，冷不然冒出一句：脸皮可真厚。秦明看着长公主大声说道：长公主，我们今日出去发现家家户户都在准备挂灯笼了，说是明天小年，可是我和媚阳萌兔明天早上就走了，今晚能否把小年提前过啊？长公主突然间愣住。小年？太阴宫已经有多少年没过小年了？小晴子没来之前，每天如一日，不都是那样过的？哪有什么年不年的？她转过头，看到12生肖个个希冀地看着她。长公主摆了摆袖子：随你们怎么搞。秦明转看着屋檐上站着的12位大长腿美女，大声喊道：今天晚上凡是过来帮忙的，吃完小年夜饭之后有一份礼物哦。什么？小晴子，你还给我们准备了礼物？那当然，今日我和林荫姐姐出去买的。我来，我也来帮忙，我也来。萌兔卷起袖子跳了下来，接着媚阳、红蛇、鼹鼠等纷纷都跳了下来。一时间院子里显得格外热闹，有的挂红灯笼，有的摆桌子，有的倒酒摆菜。
还有的已经把烟花都拆出来了。长公主，快看，小晴子还买了烟花，哈哈，这个太好玩了，我只在小时候玩过。长公主微微摇了摇头，冷声道：幼稚，这种东西本宫才不会玩。长公主，确定不玩吗？不玩，本宫若是玩这幼稚玩意，就从上殿楼顶跳下去。说完，长公主单手负在身后，朝自己房间走去。秦明跑到烟花边上笑道：萌兔媚阳姐姐，你们信不信我能把长公主给你们叫下来？小晴子，你吹牛吧你！长公主说烟花幼稚，她才不会看呢。秦明心里想，烟花再幼稚，能幼稚的过打雪仗？他拿出一根窜天猴，引火点燃，对着长公主回去的方向，揪窜天猴冲天而起。长公主心里一惊，刚转过来，就看到窜天猴在脚下雪地上炸开，啪！飞扬的雪花溅得她满身都是。你，小晴子，你放肆！这话刚落，秦明的又一个窜天猴来了。长公主赶紧往后退，顺势用手结成一道寒冰护盾，将窜天猴给挡住。啪的一声，又炸了。长公主气急败坏地一扬袖子：小晴子，别放了！旁边的12生肖和林音全被逗得嘻嘻大笑。结果秦明不仅没停，还从袋子里取出一个高约2米的圆柱烟花。长公主震惊：这么大一根！小晴子，你若敢拿这个对付本宫，本宫非治你不可。你试试看。秦明将巨型烟花摆好。长公主，这个烟花不对着你，你往天上看。秦明用蜡烛点燃下面的碾子，开始噗噗燃烧，火星四溅。12生肖和林音全被吸引了过来。长公主也是疑惑地向天空看去，只听啾啾啾的连续声响，整整11发烟花射入半空，一个接着一个炸开。啪啪啪啪啪，好美啊，犹如漫天星辰。哇，传说中的星星就是这样吗？我都没见过，好美啊！嘻嘻。让众人震惊的是，炸开后天空上竟然显示出字迹。长公主揉揉眼睛，嘴里喃喃读着：新年新景，笑口常开。一刹那，她突然莫名有些感动，竟然有种眼热的感觉。她心里一直被心魔折磨，很少欢笑。小晴子这烟花字肯定是给她说的。长公主转过身，看着太阴宫张灯结彩，好热闹啊！母后仙逝后，好久没有过这么热闹了。想想明日小晴子他们就要离开了，难得今晚太阴宫里聚得这么齐，她忽然很想融入到欢聚小年的氛围当中。长公主袖子轻摆，从11楼落下。小晴子，本宫要跟你们一起放烟花。秦明打趣道，好像听谁说过烟花这么幼稚，碰的话就要跳楼。媚阳林音扑哧一下没绷住，小晴子，你放肆！长公主抓着10根窜天猴点燃，对准秦明。秦明，我靠，这风劈长公主太狠了吧！小晴子，本宫命令你原地站好。啾啾啾！秦明看着窜过来的10根烟花，简直无语啊！神啊，杀了我吧！烟花噼里啪啦的放完了，院子里四周围挂满了银饰灯。今晚的晚餐特别丰富，秦明和林音几乎把小吃街的东西都买来了，满桌子上摆的全都是，每个人面前都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赤豆元宵。长公主吃得很开心，赤豆元宵她整整喝了2碗，嘴角露出的微微笑容，一晚上都没有停下来过，一直欢愉到深夜。秦明来到房间，将提前准备好的胭脂拿出来，发小年礼物了。萌兔、媚阳、红蛇等纷纷跑过来，他们早就看到秦明手里的胭脂，玉秀坊的胭脂可是最好的，品质很贵的。是啊，我都平时舍不得买。萌兔姐姐，这是你的；媚阳姐姐，这是你的；红蛇姐姐，这你的。他们一个个拿到胭脂，喜不自胜。长公主站在远处，结果看到秦明手里的胭脂发完了，长公主顿时面色拉了下来，她轻轻哼了一声，转身朝房间走去。林音在身后用手指轻轻戳了戳秦明。秦明，今天难道忘了给长公主买东西了吗？当然没忘，我给她买了。那你快给她送去啊！长公主生气了，快去！秦明到房间，抱着那紫黑色的火云绒衣，朝11楼跑去。你们猜小晴子给长公主买的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看起来在袋子里装得满满的。她为什么不给长公主买胭脂啊？你见过长公主用胭脂吗？对哦，长公主从不用胭脂，她脸上沾过的唯一红色就是穿越者的血。砰砰砰！秦明敲了敲门，房间里没人回应。砰砰砰！长公主睡了。末将有话要说。本宫说了，已经睡了。那明日清晨我就走了。你有没有话要交代的？没有。那小晴子，拜托你一件事。何事？如果我在外面死了，记得给我收尸。房间里陷入沉默。3个呼吸后，门咯吱一声打开了。
秦明脸上带着喜色跳进来，小样虎妞，还不轻松拿捏你？这长公主就是个典型的傲娇。长公主没好气地瞪了一眼，再次转身朝床边走去。长公主，你这房间够冷的，冷就冷，关你何事？当然关我事了。秦明顺势把身后的紫黑色火云绒大衣拿出来，他上前迅速给长公主披上，紧紧包裹。长公主一下子感觉身子变得十分温暖，她低头惊讶看着，这是我今天给你买的。谁要你给我买东西？本宫还缺东西？这可不是一般的，说是火云豹的毛皮做的，穿着可暖和了。长公主细细感受一番，的确温暖无比。她修炼9阴寒冰诀，常年身子寒冷，如果有这件衣服会让身上暖和许多。火云豹那是3阶灵兽，这东西不会便宜吧？便宜？我跟他讲价钱，磨嘴皮子，最后只花了100两。100两？本宫不信，就是100两。秦明走到长公主正面，看着她的面目，四目相对。长公主被他看得有些不自然，头微微偏向右边。结果，秦明突然伸出手拉着火云绒衣上的带子，轻轻地把它系好。真好看。长公主眼睛抬起盯着他，什么好看？衣服好看？你说什么？长公主面色一冷。秦明接着说道，人比衣服还要好看。你放肆，哪能这样？这样对本宫说话？长公主被秦明这样盯着，心里极不自然。她赶紧坐到了白玉椅上，调整慌乱的心情。小晴子，你过来。秦明走过来，你明日要走，本宫有3件事交代你。第一，你的任务就是把物资送到，到了之后就返回，别参与到他们的事情当中。诺。第二，一切以平安为主，如果路上遇到凶险，不必奉行那套货在人在，货亡人亡的准则，直接带着镇魔卫撤退就是，东西丢了就丢了，多大点事儿。第三，寒夜城的雪妖兽很多，传说第一次天道大战就发生在寒夜城的幽冥雪山。秦明微微皱眉，点点头。末将明白了。天道大战，这个你肯定不知道。本宫是从天意书院看的资料，天道大战自大衍国建国总共发生了3次，是原住民、穿越者、妖兽之间的战争。长公主见秦明一直盯着她，目光温和希冀，说的这些本是绝密，但她还是倒豆子般说给秦明。第一次天道大战发生在1700年前的寒夜城幽冥雪山，穿越者和原住民一起对抗妖兽族。秦明，看来以前原住民和穿越者关系挺好啊。师父提过1600年前双方开始出现矛盾。第二次天道大战发生在800年前的星光城，原住民和穿越者彻底开战，双方你死我活。秦明听得心里震惊，师父说过，好像是800年前的这批穿越者行为暴虐引发的战斗，真的是这样吗？第三次天道大战发生在500年前的银石皇城，妖兽族和原住民一起对付穿越者，打得天崩地裂。秦明听得惊心动魄的，那样彻底开战的场面肯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小晴子，你要好好修炼。按照龙渊祠堂的预测，第4次天道大战即将临近，原住民是将铲除穿越者，没有余地。秦明，第4次天道大战这可咋搞啊？那时身份必将暴露，还不被砍成肉泥。长公主背靠在白玉床上，翘着修长白皙的腿。别想了，到时候本宫杀哪里，你跟着就是。反正这第4次天道大战，穿越者都得死。秦明，唉，头都要秃了。这惊心动魄的世界。小晴子，抽筋碎骨手拿出来，给本宫按按腿。一直持续到后半夜时分，捶了腿，捏了脚，按了肩膀，揉了肚子。长公主见秦明看她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她也稍微有点心慌，身体感觉极不自然，甚至呼吸都有些不太平稳。长公主赶紧抬起手臂来，轻轻摆了摆。时间不早了，你明日还要早起，先去吧。是，长公主。秦明走到门口时，长公主突然说道，你今天晚上给大家送新年礼物，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心愿？我的心愿自然是有的，只是我没想好怎么说，不知道怎么说的话，写在纸条上，本宫尽力替你完成。好。当天晚上，12生肖借着烟花和晚餐的劲儿，在楼顶上迟迟不肯睡去。接近凌晨，500名镇魔卫又被调过来，开始装物资固定车辆。秦明也一直找不到机会去灵婴房间，他干脆在自己屋里抽物品修炼。2天不到，幸运点数竟然达到惊人的80点，可见那天龙渊祠堂有多可怕。幸运点数增速这么快，消耗幸运点数40点，抽取金疮灵药、玄阶中品、走江湖必备药膏，对于皮肉之伤有超好治疗效果。消耗幸运点数40点，抽取成功获得变牛的眼泪。变牛的眼泪，传说变牛来自地狱，眼泪可以更好感受阴灵，
让你在临近如鱼得水。还不错，这2物品。秦明将它们收进锁天湖空间里。清晨，天微微亮，萌兔媚阳带着500名镇魔卫全部列队，进一步的检查萤石和物资。林英在秦明房间为他梳着发髻。我给萌兔交代了，出去之后让他帮你梳发髻。林英姐姐，虽然我也是校尉，但是萌兔当上校尉都很多年了，我哪能让人家帮我梳发髻吗？有什么不可以？你喊他姐姐，他给你梳发髻不是应该的。再说了，他昨天夜里也拿你礼物了。秦明笑了笑，好好好，我听你的。发髻梳收好后，秦明拽着林英手臂，将她拉到怀里，紧紧抱住。他的脸贴在林英光滑白皙的脸蛋上，在他耳边轻声道：“等着我回来。”秦明知道时间不多了，他低下头来，轻轻在林英额头吻了一下，然后深深吸了口气：“我会永远记住这味道。”话落，他转身推门而去。太阴宫的外面，500名镇魔卫分散开来，护卫着100辆车子。小晴子，前面50车里面放的都是粮食和武器，后面的50辆车里面放的都是萤石。秦明沿着周围转了一圈，他知道缺少光明的时代，人们都是逐火而居。萤石弥足珍贵，萤石不仅可以照射光芒，也可以喷出火焰燃烧。这些50车的萤石都充满火能，被女帝用法术封印了，只有使用的时候才会开始消耗。萌兔媚娘和500名的镇魔卫远远地朝着长公主上殿11楼喊道：“长公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林英从院子里跑出来：“我刚才问过长公主了，她说就不出来了，让你们直接走。”好。秦明大手一挥：“2位姐姐，镇魔卫上马，准备出发。”秦明穿着一身银青色官甲，天青腰带，佩戴双子剑，威风凛凛。两边公公宫女们都低着头窃窃私语：“那小晴子跟我一起来的，没想到人家现在都成了校尉了，太厉害了。我记得太阴宫很多太监都被杀了，唯有人家小晴子跟12生肖和长公主都混得很好，人比人真的是气死人啊！”秦明骑在马上，时不时回过头去看向长公主上殿11楼的方向，八卦悬窗始终没有打开。萌兔在旁边悠悠道：“小晴子别看了，主子不喜欢别离，也不喜欢婆婆妈妈，她不会出来的。”秦明萌兔媚阳带着大军押送100辆车子出宫而去。在出神武门的时候，秦明偶然间回头，竟然看到那只白色的黄鼠狼正蹲在神武门的顶端，他的身材显得胖硕，2只绿油油的眼睛不溜不溜直转。秦明本想给他打个招呼再见，可是旁边这么多镇魔卫，想想还是算了，毕竟原住民好像看不见他。醉仙楼8楼顶上，云水瑶和清玄一直盯着秦明的大队伍。师傅，我师哥现在竟然走在镇魔卫前面，还真是威风。你给师傅的行李收拾好没有？收拾好了，马也备好了。等他们出城以后，为师就会随着秦明朝北而去。你跟你师叔马强3人一起去星光城，沿途要注意安全。是，师傅。掌火殿上殿，女帝正坐在龙椅上，她面前桌上的奏折堆积如山，4大城池的琐碎事情繁多。她手里拿着朱红笔，翻阅一封来白羽卫将军白起的奏折。启禀陛下，右将军方度的长子昏迷多年，昨日突然醒来，对原来经常训斥打骂的丫鬟改变态度，激进温柔，动手动脚。末将严格审讯之下发现他是穿越者，而且是极为稀少的魂穿。末将已经将他砍了脑袋。女帝秀眉微蹙，魂穿的穿越者兼并记忆，发现难度较大，幸亏数量极其稀少。他拿起朱红笔批阅道：“善。”将其腹部丹田斩成肉泥。就在这时，亲卫上官谦儿走过来轻声道：“陛下，秦明校尉带着500名镇魔卫押送物资出发了。”女帝停止了手中的笔，此子年纪轻轻，聪慧守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这次通过了龙渊祠堂的检测，如果这趟差事办得好，朕以后会重用他。陛下，您看起来很疲惫，昨夜里一直没睡，要不现在休息一下？昨夜里怎能睡得着？朕那个疯子妹妹大半夜的在太阴宫放烟花，今天才是小年，她昨晚上放的什么劲儿？上官清无奈笑笑。对了，朕答应过小晴子，她出发的时候，镇魔卫的军饷就可以发了。诺。林英从后院搬来长长的梯子，搭在屋檐上，他艰难地爬上来，站在屋顶。这里隐隐约约还能看得见出城的车队。他眼眶红红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秦明这次出去会不会有危险，不知道下次见面又将是何时。林英看到长公主的八卦悬窗竟然开着，长公主不知何时已站在太阴宫最高的塔楼上，她身上裹了件紫黑色的火云绒衣，这件应该是秦明送给长公主的礼物吧。哦，对了，林英想起来，秦明走的时候交代他将一张纸条给长公主的。长公主立于很高的塔楼上，大雪漫天飞舞，
原本这种天气他身上会阴暗无比，可是今日他穿着秦明给了这件火云绒衣，温暖至极，仿佛全身每处肌肤每个细胞都被温暖到了。他一直看着秦明的马车出了城门去，秦明骑在马上转头看向太阴宫方向，长公主下意识地立即后退几步，她不想让秦明看到她在这里偷看。2个呼吸后，当长公主再次上前时，却发现500人的马车队竟然消失在茫茫的风雪之中。这该死的雪为什么要挡住本宫的视线？就在这时，一身红衣的红蛇从下面飞了上来，她立即跪在长公主身后。启禀长公主，末将去问过了，您身上的这件衣服是银石皇城的毒品，价值昂贵。本来那玉女阁掌柜不肯说的，末将百般刑罚之下，他才说出来，小晴子总共付了2000两。什么？长公主惊讶地转过来，她这趟差事九死一生，本宫那姐姐总共给了2000两，她全用来给我买衣服了。她到底怎么想的？她不知道路上钱很珍贵的吗？长公主深深吸了一口气，小晴子，你竟然敢骗本宫说只有100两，本宫就知道这种带着凌厉烈火的衣服绝对不会这么便宜。就在这时，院子里响起一阵脚步声，掌火殿铁虎将军带着10名白羽卫，抬着几个箱子。启禀长公主，陛下传旨，那日答应小晴子，他出城办差时就将镇魔卫3个月军饷发放，这里总共是8万两，请长公主查收。你说什么？长公主大声质问道。你说这是小晴子跟我那疯子姐姐要的？是的，长公主，那日陛下让小晴子可以提一个要求。小晴子说镇魔卫抓穿越者实属辛苦，不能再欠着大家军饷，希望陛下能够按时发钱。这话一出，楼顶上站着的12生肖其他10人顿时感慨万千。小晴子可真好啊，我就说女帝怎么会那么好心。小晴子才刚出城，我就有点想她了。是啊，今天才是真正的小年，我真想和昨天夜里一样再过一次，多欢乐啊。长公主心里有些难受，她也想起当天秦明接了去寒夜城的差事，她以为秦明是为了银子，结果这家伙根本连一句也不辩解不反驳，2000两银子全给她长公主买了衣服，她自己1分都没留，唯一向女帝提的要求还是把镇魔卫的军饷给发了。长公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寒冷的空气深入肺腑，心里有点刺疼。长公主右手抓着胸膛回到了房间，她刚在椅子上坐下，林英就进来了，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长公主，这是秦明走的时候托我把这张纸条带给你的，他说昨天你问他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让他写下来给你。长公主顺势接了过来，一张简简单单的纸条，它竟然叠成一个心形形状。长公主一点一点打开，看到上面歪歪扭扭的几个繁体字，我的新年愿望很过分，你别骂我。长公主将纸张背面翻过来一看，虎妞，我想抱抱你。一刹那间，长公主几乎跟破防了一样，她手紧紧抓着白玉椅，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是犹如潮水般袭来的辛酸难受根本挡都挡不住。长公主2腿颤颤巍巍地从白玉椅上站起来，林一，你先退下。诺。在林英把门关上的那一刹那，长公主顿时心里酸涩无比，怎么都控制不住，她抓紧胸口，试图让自己安静下来，却未想眼角处晶莹的泪水早已悄悄滑落。你这傻子，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讲？你难道怕我打你吗？我早就不对你凶了。傻子，大傻子。这是秦明第一次正式踏入荒芜的野外，天地昏暗，大雪纷飞，一片白色茫茫，到处都有高于3-4米的奇怪花草从雪地里窜出头来，在风中摇曳，偶尔见一棵粗壮的树木，树叶全部落尽，树枝犹如黑暗中的鬼爪一样，没太阳没月亮没星星，这花草都咋长的啊？秦明、蒙兔、媚阳3人骑着雪驹马走在最前侧，500名的镇魔卫分散在100辆马车两边。秦明专门命人给每辆马车上都挂着一盏银石灯，这样有助于马车在黑暗中跟进队伍。在第1辆马车顶上有一根高高竖起的青铜杆，青铜杆顶端是只凤凰雕像，凤凰一只翅膀卷起，另一只翅膀指着远方。秦明了解到这是大眼国的指北针，有了它，一路向北就能到达寒夜城。茫茫的黑暗里不断传来妖兽的吼叫声，天空依旧徘徊着10几只噬魂鸟，它们嘴里发出嘶哑犹如鬼魅般的叫声。秦明回忆着师傅那张地图上的标示，计算着安排大军在合适位置停下休息。左边的媚阳忽然递了点肉饼在秦明面前，小晴子吃吧，可别说姐姐不照顾你，我就这一块饼，还分给你和萌兔。秦明咬了一口，这饼可真香，还是热的。媚阳姐姐，你藏哪的？媚阳嘴角微笑，双眼露着诱惑。你猜？我猜媚阳姐姐
肯定藏在一个温暖的地方。反正这个饼吃起来奶香奶香的。噗嗤，旁边的萌兔直接破防一笑。媚阳不仅没生气，反而进一步调戏道：要不下次你吃什么东西，姐姐都给你藏一会儿，让你享受这种奶香感觉。那感情太好了，媚阳姐姐，我想把自己藏进去。噗嗤嗨嗨，萌兔连续笑，连续咳嗽，连跟在萌兔媚阳后面的女子镇魔卫也都被逗得偷偷直笑。就在这时，茫茫大雪下，一只红色的鹰灵鸟飞来，萌兔骑着雪驹马快速奔去。那只鸟盘旋了2圈，落在萌兔手心里。他取下鸟爪上小竹筒里面的纸条，媚阳也从旁边跟了过去。媚阳，这纸条是主子写给我们2个的。只见上面几个清秀字迹，照顾好他。萌兔和媚阳面面相觑，这个他肯定指的是小晴子，但长公主特意强调照顾好他，啥意思嘛？媚阳轻轻摸了摸下巴，该不会还让我晚上去给他暖被窝吧？媚阳，你胡说什么？秦明是太监，暖什么被窝？太监怎么了？我都听说过宫里有些太监和宫女玩得嗨得不得了。萌兔身子一抖，哎呀，别乱讲了，我猜到主子这句话的意思了。啥意思？萌兔，你就别绕圈子了。萌兔看着队伍最前面的秦明背影，他吸了一口冷气，坚定地说道：主子的意思是，没危险的时候我们照顾他生活，如果遇到危险，哪怕我们死，他得活。媚阳，醉仙楼后门外，云水瑶一袭白衣飘飘，宛若仙子。她骑着毛发亮泽的雪驹马，头上戴着一顶若笠帽，手握无尘剑。在她身后，穆思哲带着清玄、马强。师傅，你一个人去寒夜城沿途太危险了，我马上突破通灵期众。再说铃木堂堂主朱玄清也在寒夜城，不危险。穆思哲朝着云水瑶拱手行礼道：师姐，自从秦明把我救出来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他的不平凡。他这次竟然还能通过女帝的祠堂检测，实乃了不起。一次的化险为夷可能是运气，但是多次就是超然本事。云水瑶欣慰的点点头。你替我去星光城参会，告诉盟主金阳子，我认为秦明是破局的关键，让他卜一卦看看。清玄手里提着包袱来到师傅面前。师傅，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包子和2坛醉仙酿，你拿着。好，你跟马强2个和你师叔一起去星光城，沿途要小心，切记不能冲动。遇到危险时，多想想你师哥秦明是怎么做的。清玄抱着乌金刀点点头。我知道了，师傅。另外，除了盟主以外，秦明的身份你们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是，师傅。云水瑶双腿轻轻一动，那白色雪驹马霎时间向前奔驰而去，消失在街道尽头。就在这时，马强收到消息，急匆匆跑到穆思哲旁边。师叔，不好了！怎么了？东西南北4门出城进城都严格检查，都不让戴面部，你这面目被认出来可咋办？穆思哲深深吸了口冷气。他查不查，我也早就做好了打算。师姐如此看好秦明，我可不能拖后腿，我也是个信命的人。说罢，只见穆思哲右手突然扬起，一把长约半尺的小刀在空中旋转，刷刷刷，短刀骤然飞起，在他面目上高速旋转，咻咻咻，鲜血飞溅。等到他转过来时，整个左脸右脸已经有10道刀伤，面目全非。师叔，您这是保护那个臭小子？我也想让他早点把这世界谜团解开，看能不能让我再穿越回去。穆思哲脸上流满鲜血，嘴角却带着洒脱笑意。我来这个世界整整50年了，却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我兰心的妻女。我妻子得了癌症，女儿还在上中学。我下岗之后一直在送外卖维持生计，可是那天我出车祸穿越了，我好想回去啊！妻儿离了我，怎么活啊？穆思哲双眼泪水婆娑，顺着满是鲜血的脸上滑落。秦明萌兔媚娘带着镇魔卫行进了整整1天，白雪皑皑，狂风大作，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艰辛。他越走越觉得奇怪，他想起师傅画的那幅地图，还有这沿途走来的路线，好像村落城池都在南北走向的这条线上。地图呈现长条形，东西横向基本都是一片空白。这个世界真的太诡异了。还有从北到南，黑暗的寒夜城，昏暗的萤石城，繁星满天的星光城，极昼光亮的极光城。如果不细想，浑浑噩噩的过倒无所谓，但是这些问题只要纠结起来，你就会感觉冥冥中像是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样。傍晚时分，车队到达了一片村庄，这里显然早已没落，积雪把房屋都压得塌掉了。媚阳骑着雪驹马从后面跑来，黑丝长腿踩在马凳上，饱满的胸膛一颤一颤。秦明不禁笑道：媚阳姐姐，你穿着丝袜不冷吗？姐姐不冷，姐姐是怕你冷才穿的。你穿丝袜跟我冷不冷有什么关系？你看到丝袜眼里有光，身体暖和，男人嘛，姐姐懂的。秦明，
他有时候都怀疑这媚阳该不会是穿越者吧？古代哪有这么色的？可事实是，上次已经见过他独角魔羊的兽格。萌兔从前面打探消息，也跑了回来，兜帽上2只兔子耳朵前后摇摆。小晴子，前面城镇没人，房屋也全被雪压塌了，今晚上咱们怎么休息啊？秦明回头看大军，的确有些疲惫，尤其是拉着物资的雪驹马，个个耷拉着脑袋。如果再强行军的话，恐怕都得累死。他手一抬，镇魔卫车队停了下来，秦明从马上跳下，在雪地上踩了踩。这些雪经过长年累月积累，已经厚达5米以上。小晴子，我刚试过了，这种雪地搭帐篷的话也不行，钉子钉下去会被寒风吹走的。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住雪屋子吧。雪屋子，媚阳萌兔皆是一脸懵。银石皇城也就近几年才突然飘雪，他们可从没有见过什么雪屋子。秦明笑道，我以前在寒夜城的时候，我爹教过我挖雪屋，这里的雪很厚很结实，非常适合。说罢，秦明拿出双子剑来，他手一抬，双子剑骤然而起，雄厚而强大的灵力让这把剑高速旋转，他的实力隐匿到淬体3重。许多镇魔卫第一次看到秦明出手，均是眼神惊讶。秦校尉修炼还不到1个月，就已经淬体3重了吗？我怎么感觉他的淬体3重比我厉害好几倍啊？随着秦明双手挥动，控制着双子剑在雪地不断挥砍，劈出了一道深达2米的雪坑。双子剑又开始在雪坑崖壁上挖雪洞。这把双子剑太牛，它可以控制大剑小剑一起铲雪。不一会儿，一个完美的雪洞就挖成了。萌兔媚阳眼里露着欣喜，他们2个同时钻进去。小晴子，奇了怪了，雪做成的房子里面竟然这么暖和。小晴子，姐姐看你这雪屋挺大的，姐姐晚上就不挖了，跟你一起睡。秦明高兴地看着媚阳，我自然乐意啊，2个人睡还暖和。媚阳偷偷趴萌兔耳边悄声笑道，你看，色眯眯吧，幸亏是个太监，如果是个真男人，我们2个就遭殃了。逗得萌兔扑哧一笑，他拔出赤兔刀，对着远处的镇魔卫大声喊道，大家都过来看看秦校尉挖的这个雪洞，今天晚上我们就如此休息。秦明又指导镇魔卫挖了深一点的雪坑，把马车停在里面避风。媚阳指挥男子镇魔卫构筑雪洞，萌兔带着女子镇魔卫做饭烧汤。秦明看着白茫茫的大雪平原，感觉神清气爽。如果修炼的话，绝对会事半功倍。他朝着媚阳喊道，媚阳姐姐，我去那边修炼了，小晴子要不要这么勤奋啊？晚上姐姐和你一起练呗。我不，你的黑丝大长腿把我一卷，我就没有练的心思了。媚阳妩媚一笑，去吧去吧，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秦明迎着风雪跑到500米开外，他就是担心自己疾风剑诀和斩天剑被人察觉。这里空旷无人，刚好修炼。夜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秦明可以感知周围200米之内的动静。他拔出双子剑，开始疯狂修炼疾风剑诀。他尝试着在双子剑第1剑斩出时，用意念去控制第2把剑进行偷袭。这把双子剑真是称心如意，随心所欲，剑随念动。2刻钟之后，秦明将双子剑收起，又开始修炼抽筋碎骨手。啪啪啪，秦明脚步快速，招式行云流水，他能感觉到体内灵力在疯狂涌动，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淬体6重境界了。一股极为冰寒的风刮过，秦明从半空中落下，他看看东边，又看看西边，刚才那个萦绕在心头的问题又一次爬了上来。为什么极光城、星光城、银石城、寒夜城都在南北一条线上，而向东向西都几乎无人探索？东西两边究竟有什么东西呢？秦明想不明白，那就干脆去看看。他将隐匿天赋、归西灵诀提到最高速度，比原来提升了近3倍。秦明踩着雪地快速往东边狂奔，那速度犹如风驰电掣一般，脚踩的雪花漫天飞扬。他往前整整狂奔了近半个时辰，秦明忽然感觉到了一股阻力，这种阻力是无形的，如果仔细去感知，却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疯狂奔跑的话，就好像有一把无形的手，像把你从这里推走一样。秦明再往前又坚持奔跑了半个时辰，他发现这次是真的跑不动了，前面全是迷雾，他现在的境界无论怎么想往前都被挡得死死的。这特么诡异的世界也太奇怪了吧，为什么只能南北而行？就在秦明想返回时，突然他脚下传来沙沙沙的声响，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0倍。他立即转头看去，只见地面上一株火红色的草藤正在快速爬来。它和之前遇到的银狮草不同，5条藤蔓上开着许多诡异的红色花朵，那花朵竟然还长着锋利的牙齿。
嗖嗖，十几只诡异花朵的藤蔓冲了过来。秦明双子剑出鞘，连续挥出数剑，将花朵脑袋都给砍了下来。他刚想收剑，结果那些诡异的藤蔓上竟然又一次长出花朵，向着秦明咬来。花朵摇晃摆动，发出诡异的笑声。双子剑蓝光大震，斩天剑诀！轰！一道长达5米的剑气深入雪地下20米，将火红色的藤蔓根茎斩断。被斩断的藤蔓根部不断蠕动流血，犹如肉瘤一样。原本诡异的嬉笑声变成呜呜的哭泣。3个呼吸后，藤蔓瞬间变得枯萎，诡异的哭声也消失了。秦明收回双子剑，准备返回，才刚走了10米不到，葫芦突然跳出预警：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00倍。下个呼吸，正前方雪堆后一下子跳起个庞然大物，后他的身躯高达8米，通体雪白，嘴里露出斜齿獠牙。冰兽魔熊，2阶妖兽，他实力可媲美淬体7重，甚至更强。轰隆啪，那冰兽魔熊硕大的爪子在地上一拍，震得雪地轰隆隆作响。秦明赶紧后退半步，跃上天空，双子剑出鞘，骤然杀出疾风剑诀。咻咻咻，连续5、6道5米剑气劈在了冰兽魔熊的背上。然而剑气消散，冰兽魔熊竟然一点伤都没有。什么鬼？皮毛这么坚硬？转眼间，冰兽魔熊已经冲到秦明面前，他粗壮的腿在雪地上一蹬，竟然跳起7、8米高。巨大的熊掌朝秦明拍了过来。秦明没有和他硬刚，他身影一闪，隐匿天赋骤然发动，一下子到达冰兽魔熊的身后。他探出手去抽筋碎骨手，一把捏住他的脖梗骨头，使劲一捏，轻微的咔嚓一声。看来这抽筋碎骨挺管用，自己一直以来吃的大力丸让手上很有力气。冰兽魔熊震怒地转过身来，他巨大的熊掌朝秦明的脸砸来。秦明赶紧往后退。轰！冰兽魔熊巴掌砸空，地面的雪花被震得四处飘起。秦明再次从地面上飞起，双手握剑，灵气涌动，剑光闪烁。斩天剑！轰！斩天剑的恐怖气势从冰兽魔熊的脖梗处划过，将他的皮毛撕开，露出鲜红的伤口。冰兽魔熊怒不可遏，露出血齿獠牙。秦明抬起双子剑朝他嘴里骤然刺去，同时他左手抬起火焰，呼！熊熊火焰烧在冰兽魔熊的面目上。秦明右手双子剑一下子刺入了他的上颚，那冰兽魔熊痛苦的从半中落下。秦明在半空中拔剑再刺，冰兽魔熊痛苦惨叫，重重的摔到地上，震得雪花四溅。秦明抓紧时机，将冰兽魔熊的脑袋砍了下来，从他的腹部丹田处取出了一枚2阶妖丹。2级妖丹主要是补充气血，淬炼筋骨，其效能和大力丸差不多。秦明拖不动长达8米的躯体，他只有先扛着冰兽魔熊的脑袋朝营的走去。风雪很大，士兵们修为又不高，刚挖好雪洞排队领粥，挖得真累，真想吃块肉好好补补。你想啥呢？到野外来有口热粥已经不容易了，还想肉？萌兔和媚阳坐在简易木桌前，他们给秦明的饭早就盛好了，两人也没吃，呆呆的看着远处。这家伙修炼起来就跟痴迷一样，吃饭也不回来。不行，我还是去找找他。媚阳站起身来，长公主的纸条写得那么清楚，万一这小家伙受伤或者丢了，我们俩的命都得搭上。媚阳站起来刚走2步，突然他看到远处黑暗里浮现出一只巨大的熊头，众多的镇魔卫也看到了。2阶灵兽冰兽魔熊，那脑袋的直径都达到了快2米。不好，冰兽魔熊袭击来了。萌兔一向眼睛比较尖，他揉了揉眼，看着大声喊道：你们这些瞎子，那哪里是冰兽魔熊，分明是有人扛着他的脑袋。谁把冰兽魔熊都宰了？真牛逼。等众人修炼接近才看清楚，扛着冰兽魔熊的竟然是秦明。秦校尉才淬体3重，能把2阶凶兽杀了吗？太不可思议了。秦明衣服上染了些许血迹，他走过来，将那硕大的熊脑袋往地上一扔，发现一只受了重伤的熊，我捡了便宜，咱们有肉吃了。霎时间，镇魔卫人群纷纷欢呼：秦校尉太棒了！我刚才说想吃肉了，您就把肉带回来了。美阳和萌兔已经跑过来，两人关心的上下打量，看他有没有受伤。秦明在桌前坐下，萌兔姐姐，安排人顺我脚印过去，把那肉拖回来。3个拖得动吗？我估计够呛。秦明摇摇头。那冰兽魔熊成年了，长度达到了8米多。8米多？媚阳吃惊道：你以后可不能单独行动了，你受点伤，我和萌兔俩哪承受得起？我没受伤，没受伤身上的血哪来的？我不信。等会儿吃完饭进你雪洞里，
你把衣服全脱光，姐姐仔细检查一下。秦明、萌兔安排了近10人过去脱肉。冰兽魔熊的脑袋已经被劈开，几口大锅上煮着沸水。不一会儿，众多将士们坐在雪屋外面喝着肉汤，吃着肉，大快朵颐。秦明和萌兔、媚娘坐在一起，他拿着一根骨头肉在啃。没想到冰兽魔熊的肉竟然含着灵力。那当然，所有的妖兽肉里都有灵力，等级越高含的灵力越充沛。小青子，你这家伙就算受伤也很顽强，你咋杀的？秦明笑了笑，啃了一块肉。冰兽魔熊受了重伤，我就跟他耗来耗去，我体力好，把他给耗死了。媚阳在旁边抿着嘴角笑了笑，眼睛充满风情。体力好，姐姐不信。不信的话，媚阳姐姐晚上来雪屋感受一下。切，太监怎么感受？难道感受你那些奇怪的变态招式？我才不要呢！再说了，姐姐我身材这么好，我真怕把你给闷死。可嗨嗨，秦明端着肉汤连续咳嗽。萌兔姐姐，你管管媚阳，她怎么这么色啊？说起这个嘛，媚阳色低低的说道：全都是我姐姐教我的，我姐姐比我大20岁，她老是看些不可名状的书，还讲些莫名其妙的话，我就跟着耳濡目染。有一年，我姐姐修炼到淬体9重，家里长辈给她进行兽格召唤。秦明听到兽格的话题，立即全神贯注，他很想知道原住民和兽之间的关系。媚阳喝了口汤，把碗放下，继续笑着说道：我姐姐的兽格召唤整整持续3天3夜，根本没任何用，老祖宗找来的高级异兽也无法唤醒。然后呢？秦明问道。然后啊，简单，我爹就让我趁我姐睡觉的时候把她捅死了。秦明，真捅死了？当然是真的了。兽格无法召唤融合，那就是穿越者，怎么可能不死？秦明心里想着，兽格召唤究竟是什么呢？这媚阳可真狠啊，平时看起来骚滴滴的这么柔和，一旦发现亲姐姐是穿越者，竟然直接捅死。秦明将碗里的肉吃光，刚准备把碗放下，结果媚阳扔了一大坨圆柱形的肉到他碗里。这熊鞭给你补一补，虽然没有，吃一吃弥补心中遗憾。秦明，你个骚羊羊，迟早抽你。就在这时，远处风雪里迎面走来一辆人力拉车，一对老夫妇拉着似乎生病的儿子，雪花落满了老夫妇全身。他们一看到镇魔卫大军，立即上前跪下：官爷，我们是带着儿子去银石城看病的，求您航行好给点汤喝，我们快饿死了。秦明扫了一眼，老夫妇毫无修为，车上生病的儿子气息微弱，估计快死了。媚阳拍拍屁股上的雪花，走上前：你们儿子怎么了？唉，摔了一下，昏迷1个月了。秦明让人给老夫妇端了肉汤，他起身伸展双臂，竟然看见车上的清瘦少年动了一下。秦明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结果下个呼吸他又动了。可嗨嗨，少年忽然捂着头从车里坐起来，不断咳嗽。老夫妇2个激动的赶紧围过去：孩子醒了，太好了！这是……清瘦少年一脸茫然：你们是？这是呢？秦明，完了完了，穿越者来了，还是魂穿？魂穿在这个世界听说很稀少，没想到碰到了。老夫妇直接当场愣住：琪儿，你不认识我们？你们是？媚阳眼睛露出风情，邪魅一笑：公子，你醒了，我是你的丫鬟，你昏迷了才醒，你不记得我啦？清瘦少年看着媚阳，先是愣住，再看看媚阳的身材长相，随即大喜：公子，人家就想给你陪床呢，你记不记得我吗？记得记得。清瘦少年喜形于色：你是我丫鬟，我怎么可能忘记你？那你记不记得奴家名字啊？名字？清瘦少年抱着头：我似乎有点失忆，不过我看你面目，我们绝对很熟。我记得你是我丫鬟，可是公子，你以前对奴家不好，老是打我。清瘦少年立即来了精神：你放心，以后我不会打你。这么美的丫鬟，我怎么舍得？老夫妇看到这一幕叹了口气，摇摇头。秦明看到他们抽出了褥子下的刀，媚阳笑嘻嘻的，右手摸到黑丝大腿上的锯齿刀。秦明心里默哀：唉，好悲催的穿越者。下个呼吸就看到老夫妇和媚阳同时摁住清瘦少年，开始用刀狂捅。吃，刀子将他腹部捅得血肉模糊，一刀接着一刀。车上的清瘦少年不断挣扎，脑袋都懵了：你个该死的穿越者，把我儿子魂魄弄哪去了？夫妇2个气愤不已：我儿子呢？你把我儿子弄哪去了？清瘦少年嘴里吐血，四肢挣扎，双眼震惊：啊，你们这是干什么？饶命啊！媚阳面目笑盈盈的，他刚才说是人家丫鬟，现在就他捅得最欢，满手都是血。清瘦少年被活活捅死了。
他到死都没想清楚，自己明明穿越过来，面对破碎的家，娇美却受原主欺负的丫鬟，自己明明可以给丫鬟温暖，给家父母期望，从此略施才华，走上人生巅峰，怎么面对的却是被捅18刀？小说里可不是这样写的，狗作者害人。秦明离开的第一个夜晚，林英就失眠了，她蜷缩着身体，双腿紧紧夹着被子，脑子里回想着秦明在太阴宫的点点滴滴，时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坏家伙，老是在被窝里欺负他，但是如果不被他欺负的话，好像又感觉好无聊。秦明才离开1天，他就极不适应，他右手掌心里又一次开始滚烫，变得越来越亮了。他自己把手紧紧摁在床上，生怕光线照射出去，那可就完了。林英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地钻在被窝里，他额头上全都是冷汗。从小到大，光束泛滥的怪异事情他经历太多次了，他根本不知道手上光束到底是什么，他没敢将这事情告诉宫里任何人。秦明来的那天正是光束爆发最为猛烈的时候，可是那天晚上，当他打开门将雪地里站着的秦明引进来时，林英第一时间感觉他手心里的滚烫的感觉消失了，他一下子对这个年轻俊美的男子就有了好感。后来在相处之中，林英越来越肯定秦明只要在他身边，他的光束就很容易控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就该跟着秦明。就在这时，林英房间的门被敲响了，他吓了一跳，赶紧把手紧紧攥着，脑袋露出被窝问道：谁啊？林英，我红蛇。都天亮了，你怎么还不起来？我身体有些不舒服，所以多睡会儿。林英，你早点过来看看主子，我们给他从御膳房拿的饭菜他不吃，全给扔出来了。好，那我马上过来。林英双手作揖，合并放到嘴边，闭着眼睛轻声道：神明保佑，光束赶紧消失吧。秦明哥哥保佑，光束赶紧消失吧。结果下一呼吸，手竟然真的恢复了正常，还真是奇怪又欣喜呢。林英穿好衣服来到院子里，她并没有着急上去看长公主，而是开始点火烧饭。那天她和秦明在外面专门学习制作赤豆元宵，秦明告诉过她，如果长公主不吃宫里的饭菜，就给她做赤豆元宵。半个时辰之后，林英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赤豆元宵来到长公主门前。砰砰砰！长公主，我是林英，不要让本宫吃饭，本宫什么都不想吃。长公主，我给你做了赤豆元宵。赤豆元宵。长公主，秦明走的时候有交代我，说你要不好好吃饭的话，就让我做赤豆元宵给你。咯吱一声，门打开了，长公主站在门口看着林英。小晴子走的时候跟你说的。是的，不然你看那些原料器材都买全了。她说你本身练的就是冰系功法，身子冷，如果没有热食物补充，长此以往会成疾的。长公主心里又一阵暖流缓缓流淌，她心里念叨，这个小晴子想的还真周到。她立即将林英手里的赤豆元宵递了过去，林英长舒一口气，房屋顶上的12生肖也都舒了口气。还是林英有办法呀，应该说是小晴子有办法，人都走了，留下的办法还能轻松拿捏我们主子。林英本来准备离开，长公主将她喊住。长公主一边吃着赤豆元宵，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林英，小晴子在你房间的时候都在做什么？长公主，她有时候过来会跟我聊会儿家乡的事情。我们没做什么。长公主又喝了一大口，心情似乎不错。她看着林英轻声道：本宫问你的是，她钻到你被窝去的时候在干什么？林英，她一下子愣在原地，脑袋犹如惊雷炸响一样，心里惊慌不已。长公主，奴婢知错，本宫没有怪罪你，我只是在问你们做什么。其实就是冷，有时候取暖。长公主将赤豆元宵吃完了，把碗放在桌上，用洁白的真丝手帕擦了擦嘴巴。宫里太监和宫女对时，本宫也听过不少，你们两个要把握分寸。林英低着头，脸红红的不敢讲话。小晴子虽是太监，但毕竟正值年龄，血气方刚。本宫想问你的是，她既然是无根的太监，那与你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手段很变态？林英，她的脸更红了，她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一句话都不敢讲。长公主似乎根本没有怪秦明的意思，她摆了摆袖子，示意林英将碗拿走。你回去好好想想，想清楚了给本宫当面说。小晴子究竟在你被窝里干什么？诺。就在这时，长公主突然冷眼盯着窗外的红枫树。林英顺势看去，那只通体雪白的黄鼠狼又来了。它蹲在树上，绿油油的眼睛盯着窗口。林英假装目光茫然地扫视一圈。长公主，什么都没有啊？怎么了？本宫感觉有东西在盯着这里。长公主抬起袖子，一股浑然冷气卷起漫天飞雪，震得整个庭院石桌
枫叶树、屋顶全部噼里啪啦作响。林英看见那只白色黄鼠狼已经消失不见。长公主冷声道：“前段时间小六子死了，御膳房的小桌子说他死于一只白色黄鼠狼的手里，但是其他人根本看不见。经过严刑拷打，那小桌子竟然是穿越者。”长公主转过身来坐下：“本宫就是告诉你，这世界肯定存在某种生灵，原住民无法看见，但是穿越者可以。你言行举止要多加注意。”诺。林英表情慎重的点点头。第二日清晨，在媚阳蒙兔和镇魔卫还在休息的时候，秦明已经握着双子剑去远处修炼。他顺便把昨日得到的冰兽魔熊的妖丹给吞了。这玩意儿真是大补，简直精神抖擞。雄风大振，镇魔卫大军再次出发。越往北走，风雪越大，若非修道者，寻常人连眼睛都睁不开。蒙兔盔甲下面穿着连体的兜帽大衣，兜帽上还有2个兔耳朵，惟妙可爱。媚阳依旧黑色盔甲，黑色长筒靴搭配黑色丝袜。媚阳姐姐，越往北温度越低，可别把这么好的2条腿给冻伤了。媚阳嘴角微微一笑：“姐姐实话告诉你，姐姐心里火气旺，腿一点都不冷。我不信，你让我摸摸看。”滚！秦明他们这次的行军，除了中间2次小休息和1次大休息吃饭以外，整整2天都在赶路。终于，这天傍晚，大军到达一座荒芜村庄。村里的房子有一半都埋在积雪里，很多房子的烟囱里炊烟袅袅，说明这里居住的村民还不少。村头立着一块高达2米的石碑，上面写着落花村始建于大衍23年。秦明心里嘀咕着，大衍23年也就是1700年前，这村子很有历史啊。这时候天空阵阵沙哑的鸣叫声传来，有近20几只红色的噬魂鸟拖着长长的火红色尾巴，在漫天大雪之下飞来飞去。蒙兔校尉转头对着身后的大部队喊道：“这里有噬魂鸟盘踞，可能有穿越者出没，大家务必打起精神来，一旦发现穿越者格杀无论。”诺。蒙兔也不由自主地握紧了腰间的赤兔刀。村子外围有一间空院子，名为落花阁，门缝里能看到里面荒草丛生，看起来有很多年没有人住了。秦明将门推开，一股阴冷恶臭的味道扑面而来。院子、房屋顶上的草全都从雪中伸出来，在寒风中摇曳着枯黄的脑袋。房间有7、8间，还有个很大的空院，很适合这么多镇魔卫一起休息。秦明看了一圈，对媚阳和蒙兔说道：“2位姐姐看这个地方怎么样？”“挺好，比露宿野地强多了。”秦明选择了一间上房，里面有2个床铺。媚阳和蒙兔决定今天晚上和秦明一起住在这里。其他几个房间均是被积水淹没，恶臭难当，而士兵站在院子空地里搭设帐篷。蒙兔一向鼻子很灵，他在院子里嗅了嗅，对秦明招招手：“走，姐姐带你去找酒喝。”那么穷乡僻壤的村子，你确定有酒喝？媚阳笑了笑：“你可以怀疑你媚阳姐姐的身材，都不要怀疑蒙兔的鼻子，很灵的。”秦明服气地竖起大拇指：“你说的好有道理。”这片村庄的道路很窄，全都是古老的青石小道，上面积满白雪冰霜。就在这时，2片白色纸钱从天空落下，秦明伸手接住。这地方好像在办丧事。没有啊，我怎么觉得在办喜事儿？媚阳手里捏着2片红色喜帖，真是奇怪，难道还有地方喜事丧事一起办的？果然，下个呼吸，前面的左侧小巷中出来了办丧事的队伍，约莫20个男子抬着棺材，撒着纸钱，挑着各种用纸糊成的祭品。而右侧小巷子里也出来了20人的队伍，穿着喜庆的衣服，扛着大红轿子。秦明隐约看见那喜轿中坐着一位身着红色嫁衣的中年女子，满脸泪痕。喜事丧事的队伍在中间汇合，也不吵闹，也无抱怨，丧事喜事并排走。秦明觉得这个场景很奇怪，他手轻轻摸了摸下巴，正在思考时，媚阳走上来搭在他肩膀上：“小琴子想啥呢？是不是看人家娶媳妇儿自己眼红了？你放心，包在姐姐身上。”“啥意思？媚阳姐姐这是要给我说媳妇儿？”“不是，姐姐曾经听说在极光城生长的一种叫做九须灵草的鲜花，你吃了之后可以长出来。”秦明真是大写的无语啊！谁告诉我这是原住民？黄犊猛于虎啊！秦明看着2支队伍离开的方向：“你们没有觉得刚才的队伍很奇怪？”“奇怪？没发现。首先，2边的队伍里除了新娘以外，其他全部都是男的，一个女的都看不见。第二，就算婚事和丧事碰在一起，一般情况下要么丧事先，要么喜事先，哪有并排走的道理？你这么说倒真是蛮奇怪的。算了算了。”媚阳拍拍自己高傲的胸膛：“不要想这些不开心的事，咱们去喝酒。”
西侧村头，远远的就闻到很浓的酒香，在那酒铺横梁白布上写着鲜红的字：赵氏酒肆。掌柜的是个白发老翁，他手里拄着拐杖，看着走来的秦明三人，显得很热情，立即拿着毛巾擦拭着桌子。3位客官远道而来，本酒肆提供6种酒水，你们自己选，想喝什么都行。秦明带着2位美女在桌前坐下，见酒肆里坐着6个男村民，他们看似喝酒，眼神滴溜溜的在媚阳蒙兔身上打转。媚阳倒是不生气，他觉得女人长得美就是给人看的。他在秦明旁边悄声打趣道：你看姐姐多有魅力，到哪都能引来这么多色眯眯的目光。秦明蒙兔被这目光看得很不舒服，他站起来呵斥一句：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啊。6位村民赶紧低下头去。那白发老翁笑道：客官息怒，我们落花村地处偏远，村民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我是本村村长赵三元，也是这酒肆掌柜的，你们看要喝点什么？秦明本来想过去自己选，结果媚阳率先站了起来：你坐着，今日姐姐请你。他走上前去，看着前面放着的6种饮品：饮品酒、干滋血酒、米酒、红豆汤、绿豆汤、绿蚁酒。你这东西还真多，只是这饮品酒是什么玩意儿？媚阳拿起瓢来舀了一点，放到嘴边尝了尝，呸呸呸，难喝死了，黑乎乎的。他顺势把剩下的小半瓢倒在地上。秦明一看，那地面上滋滋滋还冒着气泡，他瞬间明白过来，这竟然是可乐，用可乐考验穿越者。他不动声色地朝掌柜的看去，只见掌柜的捋着白色胡须点点头，其他的村民神色也都恍然释怀。我特吗？难道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来识别穿越者？能不能不要这么变态？能不能让人喘口气？幸亏自己刚才没去。媚阳拿了3壶干滋血酒过来，往蒙兔和秦明面前一放：喝吧，这个姐姐已经尝过了，味道不错，没有药。白发老翁拄着拐杖在旁边笑道：3位客官真有眼力，这干滋血酒是本店最好的酒，专用10尺以下的百年冰雪酿成的酒，味道绝妙。就在这时，远处雪地走来一位少年，面容清瘦，一瘸一拐的，他似乎很是疲惫，裹在身上的青色长衣上沾满血迹。他嘴唇干裂，看到酒肆显得很是高兴。客官远道而来辛苦了，这里好几种饮品自己选。那年轻男子和媚阳一样，先是尝了尝那黑色的可乐，这一喝，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似乎若有所思。但是没过2息，他就反应过来，赶紧把碗中可乐倒掉。不好喝，我换下一个。可是当他的瓢刚伸到血酒里面的时候，那白发老翁唰的一下伸出拐杖将他挡住了。少年郎，你叫什么名字？在下岳山。你刚才喝第1种饮品的时候，表情为什么很复杂？你是不是曾经喝过？秦明心里咯噔一下，果然这些家伙都是关注着别人喝可乐时的微表情。没有没有，岳山赶紧陪笑道：我只是觉得味道有些奇怪。只是奇怪吗？难道你不觉得很难喝？掌柜的说的对，难喝。我现在就想喝其他酒，我要渴死了，谢谢。谁知那掌柜老翁突然手上用力，手中的黑杖将岳山震退。别装了，你是穿越者吧？只有穿越者面对可乐才会有复杂的怀旧表情。这话一落，霎时间那6名村民一拍桌子，纷纷站了起来，将袖子卷起。该死的穿越者竟然敢来落花村！不是不是，岳山赶紧摆手，我不是穿越者，各位别激动，我是到这地方来找我妹妹的。我妹妹叫月圆花，她头发很长，你们见过没？见个屁，我们村哪有什么月圆花？你分明就是穿越者，受死吧！说话时，那老翁握着黑杖已经向岳山砸了过去。岳山吓得后退了好几步，但是仍然被砸中背部，轰啪的一声，他摔去了外面。岳山倒地的刹那，秦明一眼就瞄到他那手腕根部纹着小小的纹身，图案是一朵紫色的小花。他刚才说自己妹妹的名字月圆花，那纹身应该就是灌木植物圆花。不用讲，是穿越者无疑了。但其他人似乎还没有发现纹身。岳山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慌慌张张的想逃跑，结果那是白发老翁脚在地上一点，霎时间越过去，挡在了岳山面前。他朝天大吼，整个人身后一下子涌现出一个赤脚白猿的兽影，吓得岳山直直的倒在地上，浑身颤抖。白发老翁往前轰出一拳，生生将岳山打得飞起。岳山撞到柱子上，摔倒在地，嘴里鲜血如注。求求你们，我不是过来惹事的，我就是来找我妹妹的，我求求你们别杀我，我是真的感应到我妹妹就在这里，求求你们让我见她一面。秦明立即觉得这很诡异，看她稚嫩的样子应该是穿越不久，
那他找的妹妹是指蓝星上的妹妹，怎么可能会同时这妖巧合穿越到同一世界？不行，这种有世界线索的就不能放过。秦明决定救他。轰！白发老翁又一拳打得月山摔在了秦明脚下。秦明抢先一步，左手捏住他的后脑勺，右手握着短刀。既然是穿越者，我镇魔位来解决。咻！秦明一刀从他胸口捅了进去，但是他灵力控制刀刃，扎进月山身体里的刀刃避开了心脏。他左手抽筋碎骨手，直接捏得月山眩晕过去。同时，秦明用灵力短暂封住了他的脉搏。发现穿越者天赋诗词歌赋序列299，对诗词歌赋过目不忘，每次施展招式前吟诗吟词可提升威力。是否复制？当前可复制天赋数量0，复制新的天赋会覆盖旧的。秦明果断拒绝。如果在其他穿越世界，这样的天赋或许很牛，但是这个诡异大眼国，你诗词歌赋越是厉害，死得越快。况且每次施展招式还要吟诗吟词，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月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似乎气息都没了。在外人看来，月山死的不能再死了。穿越者的死尸扔远点，影响喝酒的心情。秦明飞起一脚，砰！踢得月山摔去了一间荒草丛生的空院。白发老翁赵三元恢复到人形形态，他拄着拐杖对秦明拱拱手，不愧是镇魔卫，出手果断干脆，佩服。媚阳给秦明竖大拇指，小秦子好棒呀，越来越像男人了。三人返回落花阁，秦明交代了一番，出门找空地修炼。蒙兔和媚阳早在太阴宫的时候就习惯了秦明修炼勤奋。去吧去吧。媚阳慵懒地趴在秦明的床铺上，这房间就2张床，蒙兔自己睡一张，姐姐晚上跟你挤一张，早点回来哟。秦明笑着出门去，他跑了许久，确保后面没人，迅速转头去往月山所在的那间空院。大眼国银石皇城，夜间大雪，深夜的太阴宫显得格外寂静。院子里那棵红色的枫叶树上落满了雪花，一阵寒风袭来，树枝上的积雪刷刷落下，洒在树下2人的身上。林英赶紧上前帮长公主拍拍肩膀上的雪，然后拍拍自己头发上的雪。长公主韩月熙靠在竹椅上静静发呆。林英将热好的一坛醉仙酿拿出来，长公主，您喝这一坛，手里那坛已经凉了，奴婢给您热一热。不用了，本宫就喜欢喝冰的。长公主，秦明走的时候交代过，让我不要给你喝冰酒，说你身子冷。长公主放到嘴边的酒坛突然停住了，她愣神了2个呼吸，将冰酒递给了林英。那把热的给我吧。是，长公主。屋檐上一道红色身影闪过，长公主连头抬都没抬，红影在空中身子一卷，跪在了长公主面前。正是12生肖的红蛇。长公主，末将回来了，本宫让你查我皇兄留的那个孩子有没有消息。启禀长公主，末将查询了很久，王爷死的时候孩子就消失了，毫无音讯。长公主将手中的酒坛往桌上一放，冷声道：一宿阁号称知晓天下事，难道就没有任何消息？长公主，末将去了，得到了一条谣言，说是当年王妃剑清霜并没有死，而是改了名字，简直胡说八道。长公主啪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她剑清霜是个穿越者，勾引我皇兄，她怎么可能不死？本宫当年亲眼看到韩月离用玄冥火将她烧成灰烬。长公主喝了一大口酒，单手背在身后，在院子雪地上来回徘徊。10个呼吸后，她转身再次冷声问道：那谣言究竟怎么说的？谣言说是皇妃剑清霜没有死，只是改名字了，而且名字是从她原本名字剑清霜和王爷韩玉龙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其他的就不得而知了。各取一个字，一宿阁现在也开始胡说八道，光顾着收人钱财，买个消息遮遮掩掩，胡说八道。林英再热了一坛酒，走到长公主身边，主子，这坛更热一些，您就别气了，都是些道听途说，不能当真的。长公主点了点头，林英说的对，这些道听途说的消息根本不能当真，我那疯子姐姐怎么可能会让一个穿越者妃子活着？就在这时，一只绿色的鹰灵鸟从空中落下，红蛇从鹰灵鸟的脚上接下竹筒密信。长公主是玄珠写来的，应该是寒夜城的消息。正在旁边倒酒的林英心里咯噔一颤，玄珠，12生肖的玄珠不是一直都在太阴宫吗？怎么会从寒夜城送消息回来？难道太阴宫的玄珠是假的？真的玄珠在寒夜城？林英的心脏砰砰直跳。长公主给密信注入寒冰剑气，出现字迹，她看了一眼，随即手轻轻一挥，那密信在寒冰气息下瞬间化为粉碎。长公主转身朝房间走去，红蛇在后面紧紧跟着。林英只能收拾院子桌子，这种情况
就是长公主要做决策的时候了。她作为丫鬟是没有资格听的。一进到11楼，长公主将身上的火云绒衣脱下，红蛇赶紧接过来挂好，叫人进来。诺，5个呼吸不到，10个女子校尉齐刷刷在房间站成一排。长公主单手负于身后，眼神凌厉，脸上挂着杀人前的兴奋。玄珠密信提到，穿越者青龙公会有很多人来了，银石皇城人口哪里有变化？天狗校尉一向洞察京城人口，他立即站出。长公主，近2日镇魔塔周围似乎热闹了一点。长公主沉声片刻，阴狠一笑。前2日，本宫故意把被镇魔塔18楼那个诡异伤到的消息让玄珠传了出去，没想到他们真的上钩了。这么多穿越者聚在镇魔塔周围，是不是想用符箓刺激18楼那个诡异，引来本宫去镇压受伤，然后再伏击杀我？呵呵，就这么想杀本宫？长公主忽然转过身来，杀气腾腾。那就将计就计，本宫要将这些穿越者的心脏全部挖出来。诺。第2件事，玄珠身在五行门高层，告诉他小晴子到了寒夜城之后给本宫护好，出了任何事情，本宫扒了他的皮。秦明悄悄潜入那间空院，书生月山仍旧晕死在草丛里，单薄的衣服上落满了雪花。秦明立即将他扛进房间，床上破破烂烂，落满灰尘。秦明将月山放下，立即取出那枚负灵子丹给他服用。负灵子丹对恢复伤势和灵力具有奇效。秦明再取出金疮灵药给他腹部、胸口的伤口上撒了些止血。书生月山身上衣服破了，鞋子也磨得脚趾头都露了出来，可见这一路找妹妹吃了不少苦。负灵子丹配合金疮灵药的效果很好，不一会儿，月山腹部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秦明把脉感觉到月山的修为大概淬体3重境界，他刚才一招不发，肯定也是因为天赋是诗词歌赋的缘故。就在这时，秦明发现他手腕上的圆花纹身一闪一闪，啥情况这是？圆花纹身怎么会闪烁？终于，半个时辰后，月山醒来了。我求求你别杀我，我是来找我妹妹的，我什么坏心思都没有，别杀我。你是穿越者吧？我不是，别杀我，别装了。你手腕上的纹身我认识。月山的眼睛瞪得很大。你说什么纹身？我不清楚。秦明手掌翻开，忽一股火焰喷涌而出。月山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你是穿越者？你觉得我还会有其他理由救你吗？说的也是，谢谢大哥。月山立即从床上跪下，对着秦明不断磕头，砰砰直响，头都磕出血来了。好了，你说你过来找妹妹，到底怎么回事？恩公尊姓大名？我姓秦，秦飞。秦哥真厉害，竟然能在镇魔卫。你救了我月山之命，我一定会还你的恩情。别说这种话，你找你妹妹是怎么回事？秦明将门打开看了看外面，感知到周围空无一人，才让月山开始说。秦哥，是这样的，原本在蓝星上，我和妹妹爸妈一家4口，虽然很穷，但生活得很快乐。可是有一天爸妈出车祸死了，我和妹妹就被伯伯一家接了过去。可是他拿了我父母遗产，却对我们兄妹俩特别差。我一气之下就带着妹妹离家出走，我们相依为命，流浪了整整3年。可是就在10天前，我妹妹被一辆卡车撞了之后她消失了。当时我就觉得特别诡异，我想来想去，只有穿越可以解释得通。为了找她，我也在10天后下定决心，在那相同的路口找了辆卡车把自己撞了，就到了这个世界。秦明听得又懵又震惊，穿越还能同地点追来？那你怎么能确定你妹妹也在这个世界呢？你看我这个纹身。月山将袖子抹上去，这一闪一闪的圆花是我纹的妹妹名字，她就叫月圆花。妹妹失踪之后，我这个纹身经常一闪一闪，我来到落花村，她闪的频率就更高了，所以我很确定她肯定在这里。秦明陷入了沉思，说实话真的很离谱，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就诡异离谱，秦明都见怪不怪了。月山，我相信你，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落花村除了那个中年女子的新娘，没有女人和孩子，你妹妹估计不在这里。月山突然神情激动，将语气压低了说道，秦哥，落花村后山上有座祠堂，我见过他们把女新娘送进去，而且与我一起来的不止一个。还有谁？那些人我不认识，听他们谈论好像什么天道，还有什么青龙。天道教，青龙公会。对，就是。我来到村头喝水，他们去村后山了。秦明立即意识到，这里极大概率有一个灵境，而且这个灵境奖励颇丰，不然也不会吸引天道教和青龙公会的人。他立即打算去看看。师傅说过，灵境可遇而不可求，要想天赋升级就必须去。月山伤势好了一些，和秦明一起去落花村后山。
越往里面走就越感觉寒冷，这种感觉就像鬼新娘临近一样。秦明看到许多村民都低头朝山上走去，无一例外，村民全是男子，没有小孩和女人。他们走了之后，房间的灯就关了。秦明特意潜入到几家房屋里看了看，没有女子小孩的迹象，真是奇怪极了。他们俩穿了套村民衣服，混进村民队伍里，朝后山走去。后山半山腰矗立着一座祠堂，名为落花祠。祠堂用的红石头建成，墙壁潮湿的犹如鲜血一样，祠堂顶上被积雪覆盖，盘桓着许多诡异的噬魂鸟。村长赵三元站在高台上，手中拿着黑杖，念念有词。其他村民则都低着脑袋，双手作揖。秦明归西陵诀展开都听不到村长到底在念什么。半个时辰后，赵三元手中拐杖挥舞，村民又再次离开，全程他们一句话都没有。等到所有村民全部散去后，竟然有13个潜藏的人跳了出来，他们应该就是青龙公会和天道教的。他们仿佛早已踩好点，动作很快地冲进祠堂，越山就妹妹心切，他不顾危险地跟在后面跑。秦明也跟着冲进祠堂，刚刚踏步进来，他眼前的一切就发生了变化，仿佛世界破碎，坠入深渊一样。秦明知道灵境触发了，当秦明坠入灵境的那一刻，整个落花村飘下的雪花都成了淡红色。此时此刻，在村外10里处，一位身着白衣的女子骑着一匹白色雪驹马，正迎着风雪向前疾驰。雪驹马的蹄子比寻常马要大好几倍，所以即使冰雪地，她也依然能够跑得起来。马上女子似乎觉察到天空不对劲，她伸出玉手截了2瓣雪花，放在眼前细细一看，怎么会有淡红色的血？前面应该是落花村了。落花村以前来过，也没发生这么诡异的现象，这又是怎么回事？白衣女子霎时将无尘剑握在手中，她的双腿微微一震，胯下的白驹马跑得更快了。她不是别人，正是秦明的师傅云水瑶。云水瑶加快速度，不一会的功夫就到达落花村的村头。他远远看到一间院子里炊烟袅袅，至少有10几口大锅在做饭。云水瑶判断弟子秦明的镇魔位应该在此休息，他将雪骏马牵到一处隐蔽角落，随即纵身跃起，窜入冰雪高空。他落在落花阁后面的一棵高树上，这是一棵白叶树，枝干树叶全都是白色。身着白衣的云水瑶站在树枝上，仿佛浑然天成。他仔细观察了1刻钟，察觉到弟子秦明不在，他去哪了呢？云水瑶远远看到村子另一头有家酒肆，他纵身一跃，犹如离弦的箭一样，再次飞了出去。落花村村口赵氏酒肆，老翁赵三元正和几名村民聊天。有人看到走来的白衣女子云水瑶，几名男村民全被吸引了注意力，他们的眼睛在云水瑶身上上下打量。村长，我们落花村今日是怎么回事？连续碰到3个美女，一个比一个绝色。老翁赵三元拄着拐杖，笑着迎了上去。这位仙子，这里是赵氏酒肆，您要喝些什么？这里有各种酒水，您自己选。云水瑶走进酒肆，第一眼就看到坛子中的可乐，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种测试穿越者的方法。可是就在瞬间，云水瑶的天赋剑心突然颤抖了一下，他抬头看着落花祠堂的方向，秀美的眉毛轻皱。他的剑心天赋对周围气息变化格外敏感，刚才他觉察到好像有灵境被触发的颤动。女仙子，你究竟选择哪种喝的？云水瑶回过神来，指着血酒，一坛血酒，一碗素面。云水瑶刚转身，一名黑瘦村民立即拿着一把大刀挡在了他面前。血酒和素面没有，倒是有刀子可以给你吃。说吧，你是不是穿越者？你们这是何意？你刚才在那可乐面前犹豫了3个呼吸，原住民可受不了这种味道。云水瑶冷冷看着这村民，淡定摆摆袖子，我是来找人的，不是来杀人的，不要惹我。黑瘦村民来劲了，他指着房梁上画下的11道血条笑道，大言不惭，你看看房梁上这11道血条，就代表这里曾经砍死过11个穿越者，今天加上你就是12个了。话音刚落，云水瑶的无尘剑骤然出鞘，铮，剑气盈然，霸道无比。羞耻，那瘦高村民的脖子上出现一道细细伤口，瞬间那道伤口崩开，鲜血犹如喷泉般喷了出来。云水瑶淡定说道，你杀了11个穿越者，那你就去赔命。其他5个村民和老翁赵三元立即拔刀拔剑，还真是该死的穿越者，把他抓起来送到祠堂里去。老翁赵三元作为村长，他手中的黑杖一挥，5名村民纷纷握剑向云水瑶冲来。云水瑶身上所中的七魁蛇毒枣已化解，实力也到达通灵6重的巅峰。他袖子抬起，无尘剑骤然而起，蓝光大震，咻咻咻
连续数十道剑光闪过，冲到面前的5名村民全被割喉而死。该死的穿越者，你竟然杀我们这么多人，老子跟你拼了！那村长赵三元霎时背后出现高达5米的赤脚白猿的兽影，他握紧拳头就向云水瑶砸了过来。云水瑶脚在地上轻轻一点，轻盈的跃天而起，在空中他白色的身子一卷，瞬时来到赤脚白猿身后，无尘剑挥动，剑心天赋，剑气穿透里霸道如丝。咻咻咻，连续3剑刺穿了赵三元兽影背部，他痛得惨叫连连。他自己通灵2重境界，就算兽格激活也不是云水瑶对手。赵三元痛苦的化为人形倒在地上，嘴里吐血。饶命，女侠饶命，在下眼拙看错了，你肯定不会穿越者，饶命！云水瑶用无尘剑指着他的脖子冷声道，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少年镇魔卫？我们这里来的男镇魔卫好多，您说的是哪个？有什么特征？特征？云水瑶想了想，长得很俊，特别俊的那种。赵三元想起来是谁了，肯定是傍晚来的那个秦校尉。他眼珠子微转，看向远处黑暗笼罩的祠堂，那里只要女子进去就是十死无生。我见到过那个男的去祠堂了，你快去那里找他，就是落花祠堂。仙子饶命，我已经告诉你了，饶我一命。云水瑶看了一眼房梁上用鲜血画的11血条，你们在此设计谋杀这么多穿越者，我凭什么让你活着？修一剑划出，那老翁赵三元脖子血流如注，他崩溃的双手抓着脖子挣扎颤抖。你也会死的，任何女人都会死在落花村。云水瑶看向远处大雪下的祠堂，弟子肯定是进祠堂临近了，必须马上赶过去。夜幕刚落，天空就由遮了面黑布一样漆黑压抑。镇魔塔正门前400米的街道上停了一辆黑色马车，马车里坐着一位青衣男子，两鬓斑白，一双鹰眼泛着狠辣，浑身散发出宗师境界的强大气势。在马车旁边站着2名实力强劲的穿越者，上官城和刘品仙。铁拳副堂主，我们给镇魔塔4周设下了腐魂符、烈火符、血煞符整整108道，等到今天深夜将符箓启动，所有邪气冲天而起，直冲镇魔塔第18层。只要镇魔塔那诡异震动，女魔头长公主就得过来镇压，她不是那诡异对手，等战斗结束我们就伏击，要了她的命。两鬓斑斑的青衣男子铁拳冷声道，朱雀街埋伏好了没有？已经全部埋伏好，100位穿越者全都到了，这次来的都是和女魔头长公主有血海深仇的，一定会拼尽全力取她性命。好，马车沿着白雪皑皑的街道向前驶去，铁拳嘴角微翘，带着笑意。只要这次杀了长公主，青龙会长应该要给我升一级吧，毕竟青龙公会还缺一名副会长。马车越走越远，镇魔塔顶端风雪中，长公主韩月熙披着紫黑色火云绒衣，右手提着醉仙酿站在最高处，她寒冰剑意笼罩在身体周围，让自己与漫天大雪融为一体，隐藏行迹。他阴冷的目光将刚才的一幕尽收眼底。一群蠢货，本宫会砸碎你们的脑袋。秦明感觉脑袋剧烈疼痛，他从刺骨的寒冷中醒来，眼睛一睁开，就看到漫天飘下鲜红的雪花，树上、大地、房子都变成了红色，犹如鲜血一般，诡异至极。秦明起身看到周围站着有14人，离他最近的是书生岳山。众人纷纷观望这诡异的漫天红雪，神情惊讶恍惚。岳山凑到秦明面前轻声道，秦哥，左边那路8人是天道教的，领头人是狼道人，就是那脸上有疤的道士。右边那路5人是青龙公会的，中间那个美妇人领头，好像叫什么紫菱夫人。秦明没有过去跟这些人打交道，他和岳山往左边走去。天道教的人都心狠手辣，自命不凡，而青龙公会秦明没打过交道，也不认识。按照他的猜测，各个组织之间关系应该不好，他作为五行盟的当然离得越远越好。走了100米，秦明看到眼前出现的村子，心里瞬间震惊无比，这不就是落花村？几乎一模一样。村口同样的有家酒肆，还冒着袅袅炊烟，只是这酒肆与外面稍有不同，掌柜的是个老婆婆。天道教的狼道人和青龙公会的紫菱夫人带着人走了过来。那老婆婆满头白发，左手拄着骨头拐杖，右手拿着扫把清扫着红色雪花。老婆婆边干活边用沙哑的声音低声问道，下这么大的雪，你们来落花村做什么？紫菱夫人优雅一笑上前来，这位老婆婆，我们是路经此地，并没有恶意。我叫赵四婆，是这酒肆掌柜的，也是这落花村的村长远来是客。3日后我们落花村要组织祭祀，你们是来看热闹的吧？对对对，狼道人应和道，赵婆婆说的对，我们的确是过来看热闹的，并没有恶意。看热闹？每年这里
都会来看热闹的。那墙壁上有我们落花村的地图，你们看热闹的时候别走丢了。众人抬头看去，墙上用漆黑的墨汁画了一个简易地图，上面标注了有5个很突出的地方：泪月湖、佛心寺、风月斋、落花阁、布登客栈。赵四婆拄着拐杖缓缓离开，她嘴里依旧说着话。来这里看祭祀的可以住在布登客栈，我老婆子住在风月斋，人老了不喜欢被打扰，别来我这里。另外我们这落花村有规矩，天黑不点灯，走路莫回头，1人不进庙，2人不看景。秦明听到2人不看景，他余光一瞟就看到田地尽头，那里有一口很大的水井，井边有6个简易的压水机，锈迹斑斑的被红雪覆盖。别看了，老婆婆声音沙哑地说道，那是口枯井，已经干枯1000年多了。众人全部愣在原地，默默念着赵四婆所说的话。天道教个子高大的李勇望着远处赵四婆的背影，别听他的，危言耸听，我上次闯过一次灵境，很简单就过了。说得对，每个灵境都是穿越者或原住民的怨气残魂凝结而成，跟什么规矩不规矩有个屁关系。秦明并不打算在这里停留，他立即给岳山使了个眼色，2人沿着右侧小路离开。结果才刚踏出2步，天道教的狼道人就转过头来冷声道，你们2个是干什么的？青龙公会的紫菱夫人与一众穿越者纷纷转过头来。岳山本来想说自己来找妹妹的，结果秦明拦住他，抢先一步，各位，我们刚好路经落花村，没想到误打误撞闯进了这个灵境。天道教李勇嘲讽道，一个淬体3重，一个淬体2重，修为这么低，干脆杀了算了。别，秦明赶紧摆摆手笑道，我听人说灵境里面很危险，我们肯定会死，不用你们动手，而且就算如果死不了，我们得到的精魄也双手奉送。警告，危险程度提升1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100倍。秦明不由握紧了独骨刃，周围有杀气。哈哈哈，狼道人笑了一声，还是蛮懂事的嘛。可是就算你们俩这么懂事，依旧的死。狼道人手里血魔刀一挥，天道教最前面2个穿越者飞过来，将秦明和岳山堵住。狼道人握着血魔刀在左手掌拍了2下，冷声道，别装了，秦明，我认识你，那日你在醉仙楼帮5星盟对付贪道人，我可是看见了，真是冤家路窄，既然有仇，那现在就报。秦明深吸一口冷气，真是危险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所幸的是他应该不知道自己是镇魔校尉，否则早就在京城揭发了。2名天道教穿越者拔刀拔剑，他们修为均在淬体7重，那狼道人修为更是高达通灵8重，身上强大的气势几乎将秦明的逃生之路全部封死。秦明握紧独骨刃，将岳山推去边上，他跟我没关系。谁知岳山不仅没走，还从袖子取出一支笔来，笔上渗出微弱灵力。我岳山知恩图报，怎么可能在这时候扔下你？哈哈，狼道人笑了笑，你以为我是那些弱智反派，放你出去泄露消息？全给我杀了！天道教的李勇和王宁第一时间冲了上来。李勇握紧拳头，天赋肌肉序列197发动，瞬间他的全身上下仿佛超级赛亚人一样，肌肉开始暴涨，连身高都比原来高了近1半以上。王宁袖子一摆，天赋粉尘毒素序列312发动，霎时间岳山周围被浓浓的烟雾粉尘笼罩，这里面有毒，岳山屏住呼吸。李勇双脚在地上使劲一震，握紧拳头冲了过来。秦明将岳山往旁边一推，他立即展开隐匿天赋，速度快到极致，无声无息。唰，他从原地消失不见。同时间，他右手燃起火焰冲向李勇后侧。天道教人群堆里，一个鹰钩鼻男子双手抱在怀里冷笑道，那小子速度挺快，已经到了你的后侧。秦明一团火砸向李勇，没想到鹰钩鼻的提醒让李勇直接一侧身就将火焰躲了过去。秦明握紧拳头轰出，砰的一声，冰魄拳与李勇拳头相撞，秦明往后退了3步，而那李勇则往后退了5步。他抱着拳头震惊道，我的肌肉天赋已经练到2级，体内才爆发如此强大力量，你竟然能承受得住？秦明胳膊上没有丝毫疼痛，力量十足，自己服用了这么多大力丸，还是相当给力的。就在这时，岳山被王宁粉尘毒素腐蚀面目，又一拳砸在腹部上，他直接倒飞而出，摔在了秦明脚下。王宁握着短刀朝岳山脖子刺来，秦明骤然发动混乱天赋，王宁瞬间脑海里思绪万千，愣神的瞬间，秦明立即闪到侧面，独骨刃从他脖子捅了进去。羞耻！鲜血飙飞，5倍疼痛让王宁惨叫一声。发现穿越者天赋，
粉尘毒素序列312，施展时可在特定空间施展粉尘毒素，迟滞对方行动。是否复制？当前可复制天赋数量0，复制新的天赋会覆盖旧的。不复制。臭小子，挺厉害啊！狼道人气愤的刚想亲自动手，突然，远处一把明亮耀眼的无尘剑风驰电掣般杀来，剑气如虹，嗡鸣声大作，随即血色云层里传来一声霸气清冷的声音：“我看今日谁敢动他！”秦明心里微颤，随即大喜，这声音他太熟悉了。他一回头就看到正快速飞来的师傅云水瑶，他一袭白衣如雪，长发如瀑，纤纤玉影犹如9天仙女下凡。师傅来了，仿佛在绝望境地下突然有了莫大希望一样。秦明满心喜悦，众多穿越者还对这明亮剑气疑惑时，无尘剑已经穿破层层风雪，飞到了秦明面前。咻咻，无尘剑剑光闪烁，霸道如丝。李勇瞬间被无尘剑抹了脖子，鲜血飞溅到秦明身上。发现穿越者天赋肌肉序列197，战斗时可将全身上下肌肉爆棚，力量增强 30%。是否复制？当前可复制天赋数量0，复制新的天赋会覆盖旧的。秦明权衡了一下，肌肉没有混乱天赋好用，果断拒绝。云水瑶已经从远处飞来，站到秦明旁边，染着鲜血的无尘剑浮动在云水瑶面前，剑光大震。天道教狼道人根本没想到怎么突然杀出个云水瑶。云水瑶剑心天赋极强，序列号18，现在和他拼命肯定得不偿失。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五行盟炎火堂堂主，你为何护着他？这个秦明是不是你的弟子？别不承认，肯定是。贪道人来那日我就在醉仙楼喝酒。云水瑶想着临近危险，不能刚进来就拼命，破解后再将他灭口，直接冷声道：你要是敢动他，我会弄死你。云水瑶转过来看向秦明，没受伤吧？没有。师傅，狼道人被云水瑶对得很是气愤，他对弟子们招招手，先把这灵境破了，再对付他们。走。秦明看着云水瑶，心情无比高兴。师傅，你怎么来了？我路过落花村，看到了。云水瑶没说镇魔卫，防止卧底弟子身份泄露，然后就找到了祠堂。秦明也反应过来，师傅，我还以为你和师叔他们去星光城。云水瑶并没有说他是为了保护弟子才来的，而是轻声道：师傅临时接到任务，去寒夜城有事。对了，师傅，这个是月山。月山赶紧拱拱手行礼。没事没事，前辈你和秦哥好好聊，就当我不存在，我就是个空气。秦明将月山找妹妹的事情告诉了师傅。云水瑶秀眉微蹙疑惑道：怎么在蓝星同个地点还能穿越到同个世界？也真是奇怪。秦明、云水瑶和月山到了布登客栈3楼，天道教和青龙公会住在1楼2楼。秦明找了间干净宽敞的房间。师傅，这房间不错，你晚上住这里，我和月山住你对面。结果云水瑶面色淡然，直接反驳道：你今晚跟师傅一起住？秦明，这座客栈阴气极重，你一人住太危险，在生死面前任何规矩都要让步。弟子遵命。那月山也立即笑着上前：前辈，要不我也住你们房间，我打地铺都行。云水摇摆了摆袖子：我的精力只够护好我弟子。月山竖了个大拇指：秦哥，你可真是太幸福了，我这孤家寡人就住你对面吧。银石皇城掌火殿内殿，女帝韩月离正坐在众多火苗中间，周围红色的萤火石正冲着火能。她一袭金黄色龙袍遮盖着曼妙的身躯，右手执笔，在桌前翻阅着各地军情。女帝刚将一张奏折批好，抬头轻轻按按太阳穴，冷声道：小秦子到哪了？上官青儿轻声道：陛下，据我们安插进镇魔卫的人反馈消息，已经到落花村了。落花村就是那个受过诅咒没有女人孩子的村落。是的，听说秦校尉在沿途上依然刻苦努力的修炼，每次都练到很晚，对待将士也很好，还杀了一头重伤的冰兽魔熊给将士加餐。不错，有将帅的潜力。就在这时，掌火点的火苗微微颤了一下，女帝横眉轻皱，一双凌厉霸气的王者之眼死死地盯着内殿门口。5个呼吸后，一身紫黑色火云绒衣的长公主单手负于身后走过来，她气息沉稳，身上带着阴冷的寒冰剑气，让女帝宫殿里的火苗都似乎淡了几分。你来做什么？我准备杀人，来通知你做件事。女帝似乎很是气愤。杀什么人？青龙公会的穿越者约100人。一听此话，女帝顿时从龙椅上起身，上官青儿赶紧退到边上。她心中清楚，在杀穿越者这件事上，2位姐妹格外的统一。你要朕做什么？和你一起出手。跟你一起出手，我嫌恶心。你放肆！女帝摇摇嘴唇，眉眼中带着怒火。
我需要你启动龙渊祠堂出手一次。韩月熙，你想清楚，龙渊祠堂关系到先祖，如此耗费精力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长公主眼睛盯着女帝淡然道，镇魔塔顶上那个诡异最近活跃频繁，请龙渊祠堂出手，不仅可以弄死这帮穿越者，还能让这诡异消停，一举两得。女帝双手背在身后，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漫天大雪以及黑暗中矗立的龙渊祠堂。5个呼吸后，她点点头，朕答应你了。长公主立即转身，似乎在这场火焰多待一息都让她难受。银石城天色黑暗，镇魔塔四周那些冒充摆摊的穿越者已经人影窜动，他们隐秘地来到朱雀街，进入各种地方掩盖行迹。朱雀街高耸入云的茶楼里，一身青衣的青龙宫会白虎堂副堂主铁拳正手握茶杯，盯着远处的皇城。他嘴角微微上翘，沉声喃喃道：韩月熙，今夜的朱雀街就是你的坟墓，你这魔头杀了多少穿越者，也该遭报应了。秦明和师傅云水瑶进到房间里，房间里布置简单，一张桌椅，一张床铺，天色完全暗了下来。秦明将窗帘拉开，外面红色的雪花漫天飞舞，远处笼罩着浓浓的诡异白雾。秦明，你要记住，任何灵境里的迷雾都不能去。秦明点点头，心里很是不解。你可以把迷雾认为灵境的边缘。弟子明白。秦明取出变牛的眼泪，上次抽的这东西很适合灵境。他将变牛眼泪滴在眼角，一次性消耗品，2滴就用完了。秦明眨眨眼睛，刚刚睁开，一眼就看见窗外走过一个披着袈裟的和尚，他拿着木鱼砰砰砰敲个不停。可是让人震惊的是，和尚的心脏处有一个巨大的血窟窿，心脏根本没有。云水瑶也是脸上露出点点愁容，这个灵境不简单，一定要万倍小心。是，师傅。夜色越来越黑暗，天气更加严寒。秦明将床头的床棉被抱到师傅面前，师傅，你到床上休息会儿，这被子是新的。不用了，你去床上休息。弟子是男子阳气旺盛，不怕冷，我就在凳子上修炼就行。师傅快去休息。云水瑶见拗不过弟子，他坐在床边半靠着，将被子拉了一角，轻轻盖在肚子上。就在这时，对面月山的房间传来啪的一声动静，秦明心里一颤，赶紧趴着门缝往外看去，黑漆漆一片，什么都看不到，甚至感知力也没用。月山是个讲义气之人，特别是今天在秦明面临绝境时也愿意陪他赴死。这个时候秦明自然不能弃他不顾，他轻轻将门打开，走廊上漆黑一片，异常寒冷。他看到月山房间的门是打开的，窗户也是打开，在寒风中被吹得啪啪响动。秦明找了一圈房间，空无一人，人到哪去了？难道发生意外了？秦明仔细看了一圈，没有任何挣扎痕迹，反倒可能月山是自己离开的。这家伙为了找妹妹是疯了吗？这个黑漆漆的灵境多危险！秦明，师傅云水瑶跟了过来，轻声道：这里好像有个册子。秦明将小册子打开，竟然是落花村的族谱，发黄的纸张带着点点墨香。秦明打开，第一任落花村村长赵奢才，今天看到的赵四婆是第10代赵家孙女，灵境外碰到的那个赵三元是赵家第16代后人，也就是说灵境停留在第10代赵四婆时代，现实世界已经到了赵三元。秦明接着翻了翻，竟然震惊地看到第1代村民里有个叫做月圆花的女子，这不是月山妹妹的名字吗？她竟然真的穿越到了落花村。可是落花村建村至少有1700多年了，月山不是说她在妹妹穿越10天后她就穿越过来了，怎么中间的时间差这么大？秦明将疑问告诉了师傅。云水遥想了想，回答道：可能时空比例不同，就像灵境和现实世界的时空比例都是残魂怨气随机控制的。秦明心里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自己在这灵境里就算待上好几天，出去也仅有短暂的时间，就不会引起萌兔和媚阳他们怀疑吧。这族谱应该是月山主动留下的，他肯定在进入灵境之前就在落花村得到了族谱。云水瑶也赞同的点点头，因为上面有最新的村长赵三元，所以这族谱必然来自于现实世界。秦明不知道月山去了何处，只能和师傅先返回房间。结果刚到达长廊上，他们就听到身后传来沙沙的脚步声。警告，危险程度提升5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500倍。一股超冷的阴寒之气从身后袭来，让人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阴间一样。这种感觉秦明在鬼新娘灵境经历过，他知道身后来了不干净的东西。他本来想转身发动火焰，但是立即想到赵四婆提到的天黑不点灯，走路不回头。冷冷的气息越来越接近，秦明和师傅云水摇迈着轻轻的脚步走去房间，两人均没有回头。秦明拉门朝身后关闭，可是门咯吱咯吱的响，
却就是无法关闭。他知道身后那诡异跟上来了。云水瑶缓缓准备拔剑，秦明见状立即伸手一把抓住师傅的手，对他摇了摇头。天黑不点灯，这无尘剑发出蓝光，跟灯没什么区别。身后越来越冷，甚至能听到那诡异的呼吸声音。秦明忍着一动不动，背后吹着冷气，让人寒毛竖起。云水瑶推开秦明抓着自己的手，沉心静气。忽然2楼传来打斗声音，下面似乎有人点灯，他们身后的诡异冰冷唰的一下消失了。2楼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秦明和师傅对视一眼，他来到窗口，悄悄朝下看去。果然在3间房子里有道白色身影飘过，他还没来得及看清，就被云水瑶给拽进了屋里。别看了，等白天再说。师傅，这种诡异残魂到底在什么境界？每个灵境都不一样，这个灵境的诡异境界至少在宗师。秦明倒吸一口冷气，宗师境界根本无法正面抗衡。落花村风雪连天，蒙兔校尉和媚阳校尉已经身披盔甲，手握刀剑，他们带着200名镇魔卫，右手持刀剑，左手持火把。媚阳一改往日风骚面色，此时变得严肃狠辣。镇魔卫听着，秦校尉在这落花村失踪了，我不说你们也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100人跟着蒙兔校尉将落花村的路口全部围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出。另100人跟着本将挨家挨户进行搜索，凡是发现有可疑人等，立即抓起来严加审讯。诺报！一名青色盔甲的镇魔卫从远处跑来，跪在雪地上。启禀2位校尉，94内村长赵三元和5名村民被杀，伤口是剑伤。什么？谁敢在这里杀人？难道是穿越者？霎时间，蒙兔和媚阳如临大敌，2人神色变得更加严肃。小晴子深得长公主和陛下器重，在京城时又杀了好几名穿越者。如果这里出现修为高的穿越者，会不会是过来寻找的？蒙兔微微点了点头，可能性极大。镇魔卫听令，今晚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一旦发现有穿越者，立即抓起来严加审讯。若是秦校尉少一根头发，长公主会扒了我们的皮。诺。灵境里天蒙蒙亮，依旧血色笼罩。秦明看到床上的师傅双腿盘坐，静静打坐。他的意念探入锁天壶，已经3天了，幸运点数攒了85点，可以抽取2次，消耗幸运点数40点，抽取成功获得玄阶上品暗器。噬魂毒弩可发射6次噬魂箭矢，每次发6支。箭矢涂有噬魂毒，对目标造成身体、精神力损伤，迟滞目标行动。消耗幸运点数40点，抽取成功获得护心丹3阶丹药，可短时间内治疗伤势，护住心脉。正好这个灵境极度危险，有了噬魂毒弩和护心丹，安全性大大提升。就在这时，云水瑶睁开了眼睛。师徒2人下楼，天道教和青龙公会全部围在106房间门口，房间地板上全都是血。天道教弟子东方宇被挖去了心脏，拔掉头发，头皮血淋淋一片。天道教郎道人手里握着血魔刀，真是个蠢货，明明说了天黑不点灯，大晚上的还点蜡烛。秦明看到东方宇桌上的蜡烛似乎燃烧了一半，郎道人将房门关了起来，对着其他4名弟子招招手，走了，破解灵境要紧。他刚走出几步，紫菱夫人风情一笑，郎道人别这么着急嘛，这个灵境恐怕极为棘手，如果我们分开的话，死的会更快，要不大家一起。郎道人眼神微微一眯，我没有意见。云水瑶冷声道，一起我没意见，但是谁要敢背后偷袭，别怪我云水瑶翻脸不认人。说话时，云水瑶强大的剑心天赋释放而出，郎道人和紫菱夫人都为之一振。序列18的剑心天赋，剑气穿透力果然名不虚传。云水瑶看向秦明，我们走。郎道人众人纷纷在后面跟着。第一站众人不约而同选择了落花阁。落花阁在外面现实世界就存在着，从这里着手找出线索较容易。天空依旧飘着红色的雪花，众人踩着积雪到达落花阁门前。郎道人一脚将门踹开，扑面而来的一道阴风让众人为之一惊。秦明放眼看去，院子中间一条青石小路被积雪覆盖，两边斑驳枯黄的灵草灵花从红雪中伸出脑袋，在风中晃动。几间破旧沧桑的木屋坐落在院子深处，虽然庭院没落沧桑，但是从柱子上惟妙惟肖的雕花可以看出，屋子曾经的主人是个很精致的人。云水摇来到秦明旁边轻声道，这间院子住的是名穿越者。秦明微微惊讶，师傅，您是怎么看出来的？你看前侧花圃里所种的10几种花朵，全都是按照上轻下重，浅色在上，深色在下，疏密有致，高低错落。这是蓝星插花师的插花原则，显然被用到了这里。原来如此，师傅，
您穿越前是做什么的？没做什么，我父亲有家上市公司，我在里面帮帮忙。秦明，原来师傅是超级白富美，霸道女总裁啊！众人推开了第一间房子，房屋顶挂满了蜘蛛网，里面也尽是灰尘。左前角落的有张木床，铺床角落的4根柱子上绑着4根玄铁链。狼道人用血魔刀挑了挑玄铁链，这铁链够坚硬的，寻常刀无法将其斩断。看来这房间以前是囚禁犯人用的。紫菱夫人摆了摆袖子，这第一间房里没有特殊的，去后面看看。云水瑶本来也想跟着走，结果看到秦明竟然在床铺前蹲了下来。秦明觉得有些不对劲，自从涂了变牛的眼泪后，他似乎能看出来阴气极重的地方。他用双子剑在床铺中间裂缝里轻轻戳了戳，结果中间的一小块木板咣当一声掉落。秦明顺着木板缺口往下看，竟然惊讶发现床底扔了2具婴儿尸体，那尸体上布满灰尘，已经成森森白骨，白骨上似乎连接着已经风干的脐带。婴儿2只眼睛空洞洞的，有蜈蚣蜘蛛爬来爬去，一股难闻的湿气从窟窿中溢出。秦明赶紧喷出火焰将湿气逼退。天道教弟子张静静听到房间里有动静，立即窜了进来，他可不想放过任何线索。结果就在这时，屋子里响起了诡异的笑声，那笑声仿佛透入骨髓，让人毛骨悚然。秦明察觉到床铺上的4道玄铁链似乎动了一下，他二话不说赶紧闪到师傅旁边，与云水瑶一起往外面飞去。那张静静看到床铺上多了个洞，以为秦明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线索，没跟其他人分享。他凑过去低头一看，刹那间床柱上的4根玄铁链嗖嗖嗖飞了过来，将他的双手双脚紧紧捆绑。张静静的天赋是跳跃，但是双腿被玄铁链紧紧捆绑，根本施展不出来。他大声求救：师傅，救命！已经在外面的狼道人带着天道教众人刚刚跑到门口，就看到玄铁链越绷越紧，惊悚的女子笑声也越来越大。张静静被玄铁链拉得痛苦万分，狼道人正要出手，却听啪啪啪啪连续4声，张静静的双臂双脚全被铁链拉断，鲜血四溅。她的身子在痛苦挣扎中死在床上，2只眼瞪得又圆又大。这一下众人彻底怕了，这是什么鬼地方？淬体7重境界毫无反抗就被杀了。秦明看到一根玄铁链拉着一只张静静胳膊朝后面屋子溜去，他展开隐秘天赋在后面追随。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以为秦明发现什么，也都纷纷跟着啪的一声。最左边一间房门突然打开，玄铁链将张静静的胳膊拉了进去。秦明一看，顿时头皮发麻，整间房屋角落里密密麻麻扔的全都是胳膊白骨。顿时那毛骨悚然的女子笑声再起，笑声癫狂恐怖，回荡在整间落花阁。玄铁链杀来了！不知谁大喊了一句，众人往4周围看去，几乎每间房内都有密密麻麻的玄铁链窜出来，他们就仿佛有了意识一样，全部向着众人袭来。秦明双子剑出鞘，云水瑶无尘剑杀出，狼道人双手握紧血魔刀挥动，紫菱夫人手中如意拂尘快速弹起，砰砰砰，各种武器与玄铁链打在一起。秦明连续斩出3剑才砍断1根玄铁链，可是让他震惊的是，原本斩断的玄铁链没过2个呼吸又一次无缝连接，强度比斩断之前更为坚硬。秦明眉头紧锁，眼神四处观察。师傅，这不对劲，这样子斩玄铁链根本不是办法。是的，狼道人也骂了一句，老子他妈斩断了5、6根，这些铁链又结合在一起，这还怎么打？刷刷刷，头顶上一道道玄铁链窜了出来，把他们的退路完全性堵死，根本飞都飞不走。怎么办？快点想办法呀！秦明冷静观察，他看到右前侧有间屋子格外精致典雅，那间屋子里好像1根玄铁链和断臂都没有。如果想喘口气的话，那里或许是最好的地方。秦明赶紧朝着师傅云水瑶招手：师傅，这里！云水瑶果断跟在弟子后面，边打边退。秦明展开隐秘天赋，飞过去将窗户踢开，跳了进去。云水瑶也紧跟着跳进来。秦明大口喘着气。这间房屋里面设置的格外精致，墙上贴满了字画，桌子上放着文房4宝，红色柔软的床铺上落满灰尘。狼道人、紫藤夫人等看到，也纷纷朝这间屋子奔来。紫藤夫人的弟子李如跑在队伍的最后一个，他刚一脚踏入门口，就被一条玄铁链从心脏一穿而过，扑哧，李如一大口鲜血吐出，染红了胸前衣服。师傅，救我！紫菱夫人还没来得及，李如已经被玄铁链拉到了半空，好几条黑红玄铁链紧紧缠绕李如的4肢，没过2个呼吸就将他彻底分尸。你们都得死，都得死！众人看到这一幕无不心惊，
这他妈什么鬼东西？云水瑶也是面露愁容。秦明将这间屋子仔细观察了一遍，抽屉里放着香皂，还放着一本诗集，诗集里还夹着张机械图纸，署名落女，感觉图纸有点像农村里用的那种压水机，不用电就能轻松将水压上来。从进入的村庄到现在，所有的一切线索在他脑海中开始糅合。秦明判定出，这个落花阁大概率是这个叫落女的穿越者怨气凝结而成。原本他就住在自己所占的这间厢房里，他有高雅的生活情趣，写了许多诗集画作，还发明出了压水机。可是后来遭了变故，很可能外面那间房间床铺上的4根铁链就是用来囚禁他的。床铺中间床板上还挖了洞口，估计是用来排泄的。床板下面还有2个脐带风干的婴儿，这足以证明他遭受很多侮辱折磨。要说落花阁最大的怨气残念，应该就是囚禁用的4根玄铁链。狼道人翻了一圈，急躁的一拳砸在墙壁上。不是说了让我们来看祭祀吗？怎么祭祀没看到，还处处杀机？对啊，祭祀在哪？感觉上了那个赵四婆的当了。他没骗我们。秦明转身看着众人，我没猜错的话，祭祀已经开始，而且我们就是祭品。什么？众人大惊失色。那这里究竟要怎么出去？完全被困死了。每个临近的每处地方都是由穿越者和原住民的冤孽残魂凝结而来。如果想破解这个地方，最主要的是找到怨气最重之地。紫菱夫人，你讲的这个在场的谁不知道？那你说说，这落花阁怨气最重之地在哪？整个房间里全都陷入了沉默。秦明看向云水瑶，见他右手紧握无尘剑，绝色冷艳的脸上浮出忧虑担心。师父，秦明看着云水瑶，我想我知道落花阁怨气最重的点在哪。霎时间，全部人都看了过来。云水瑶眼前一亮，眉眼中流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欣喜。狼道人、紫菱夫人全部盯着秦明，怨气最重的点在哪里？秦明看着众人，你们如果相信我的话，就进行掩护，我去把这怨气给破掉。灵境里贡献最多的得的精魄也越多，秦明自然不会告诉别人线索。天道教的弟子周通第一个摇头拒绝。师父，这小子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狼道人眼珠子一转，看着云水瑶，你去可以，你师父必须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对付玄铁链。云水瑶脸上露出微微怒气。狼道人，你个蠢货，都什么时候了？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天道教一样精心算计？我当然要跟我弟子一起，否则我怎么保护他？紫菱夫人摆了摆袖子，好了好了，其他人也没什么办法，就听这个秦明的。我觉得这小家伙从进来到现在一直很冷静，说不定他真的可以。行动立即展开，狼道人和紫菱夫人率先冲了出去，其他几名弟子也跟着祭出武器，开始对付玄铁链。秦明和云水瑶趁着机会朝第一间屋子跑去。云水瑶挥动无尘剑，在秦明周围形成一个2米见方的剑盾，把窜来的玄铁链挡住。秦明趁着机会从窗口跳了进去，他握着双子剑来到床边，那毛骨悚然的笑声再次响起，仿佛就在他身后。那声音又冷又阴森。秦明本想转身立即攻击，可是走路莫回头几个字再次浮在心头。他咬紧牙齿，握着双子剑开始砍向床头。玄铁链身后的笑声越来越响，他感觉那身影正在逐渐接近，寒冷的气息几乎吹到他耳边。秦明豁出去了，斩天剑诀施展，砰砰砰，连续数十剑从空中斩落。师父云水瑶堵在房间门口，手中的无尘剑快速旋转，一道道的剑气形成剑盾，挡住了数十条的玄铁链。咔嚓，秦明将床头第1根铁链砍断，他又开始砍第2根，咔嚓，第2根断裂，第3根断裂，到砍到第4根玄铁链时，秦明感觉身后的那道白影已经来到身后，他冰冷的呼气声就在秦明脖子上，很多黑色潮湿的头发缓缓爬上他的肩膀，恶鬼磨牙的声音在耳边回荡。秦明强忍着不管身后，他咬牙斩落一剑，啪的一声，第4个玄铁链断裂。刹那间，身后的那道冰冷影子消失了，院子里的玄铁链也化为粉末消失殆尽。秦明累得坐在床上，师父云水遥顾不得自己的累，赶紧跑过来。秦明，你怎么样？院子外面的众人累得直接瘫倒在地。我靠，这个落花阁真 TM 凶险，比老子曾经去过的3个灵境都可怕。秦明这小子可以，竟然真的破解了怨气源头。云水摇扶着秦明，你这是怎么发现的？秦明刚想回答，云水瑶看到屋外狼道人走了过来，他直接挥了挥袖子。秦明，跟为师去下个点。银石皇城，黑夜如墨，天空大雪，上百只红色的噬魂鸟在京城上空发出嘶哑的叫声。镇魔塔周围依然防守着千名镇魔卫，他们并不知道今夜要发生的事和寻常一样，没有任何异样。
然而远处4大街区却人影攒动，一身青衣两鬓斑白的白虎堂副堂主铁拳站在黑暗中打了个响指，行动。霎时间，周围东西南北4个街区腐魂符、烈火符、血煞符瞬间被触发，每道符箓发出可怕的杀气，直射顶层18楼。周围的镇魔卫瞬间慌乱，不知发生了何事。轰隆隆，镇魔塔18楼果然在刺激下开始剧烈颤抖，京城里许多百姓也纷纷被惊醒。镇魔塔出现了诡异震动，快禀报长公主。副堂主铁拳脸上带着阴森的笑容，看他们那慌张的样子，就知道这次100%会成功。韩月熙，你死定了！太阴宫上殿顶楼，长公主身着紫黑色火云绒衣，单手负于身后，秋水双目死死盯着远处的镇魔塔。在她身后10名女子校尉身穿盔甲，手握刀剑，严阵以待。都准备好了，长公主，全部都准备完毕。好，长公主手一抬，嗖的一声月影剑飞出，被她抓在手里。这把剑很久没痛快饮血了，今天夜里本宫让你喝个饱。临近泪月湖在一处山崖底下，湖水深邃黝黑，透着浓浓腥味。郎道人带着3名弟子紧跟在后面，最后面是紫菱夫人和3名弟子。泪月湖的湖边竖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些许字迹。郎道人和紫菱夫人等都围了过来。这天地怎么是繁体字？老子认的繁体字不多。云水谣能看得大概的意思，紫菱夫人也能看懂近60%的繁体字，但是秦明却全部都认识。这段时间他去镇魔塔里进行过系统学习，常用的繁体1000字他几乎全记住了。这石碑上刻的是落花村大旱，落女带头挖水渠抽水灌溉，3年后落女巅峰，撕扯头发堵住水道，无法清除，落花村饿死1000人。秦明若有所思，落女应该就是落花阁那个诡异。天道教刘凯在一处草丛中对着众人招手，你们快看，这里有口井。青龙公会的弟子刘雅顺势往前跑去，却被紫菱夫人一把给拽了回来。两人不看井，难道你忘了？蠢货！师父，弟子明白了。那刘凯站在井边笑了一声，是有两人不看井一说，不过我一个人在看，安全得很。他转头看向郎道人，师父放心，我来观察下这里有没有什么线索。这话刚落，突然刘凯感觉身边一阵的阴冷气息飘过，他陡然一惊，就听到耳边传来一阵轻微阴森的女子声音，谁告诉你你是一个人看的？刘凯吓了一跳，他唰的转头就看到一位白衣女影站在旁边，女影身上全是血迹，长长的头发盖住脸蛋，中间只露着一只血红色眼睛。刘凯瞬间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他的天赋是符箓，他赶紧从袖子里取出2张黄符来，结果刘凯还没来得及施展，就被白衣女影用头发卷住了脖子，直直拉进了积水深井。扑腾，刘凯落水的声音传来，不好，刘凯落水了！众人第一时间朝前飞去，这道深井的水面几乎与湖水齐平，里面散发着浓浓带着血腥的恶臭。完了，刘凯师兄死了，你看他的胳膊都被扭断了，飘在水面。那白影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刘凯毫无反抗能力就被拖进去了。这个灵境太难了，找不到泪月湖的冤孽源头，破解个屁啊！众人均陷入沉默。依我看，这里的怨气源头应该在泪月湖里。紫菱夫人的弟子赵无疆站了出来，他个子高大，肌肉壮硕。师父，弟子请求下水一试。紫菱夫人点点头，似乎脸上一点都不担心。众人心里惊讶，纵然修道者再厉害，进入水中憋气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这赵无疆竟然敢下泪月湖。霎时，只见赵无疆右手抬起，在自己周围形成一道透明水盾，直直的朝水底走了下去。透明水盾护住赵无疆周围，水流根本无法近身。众人惊讶不已。紫菱夫人微微笑道，我弟子这天赋可是很稀有的序列77的碧水。秦明心里想，穿越者的天赋序列真的是奇奇怪怪，什么样的天赋都有。泪月湖的水黑暗幽深，赵无疆下到水底后就再也不见了人影，湖面上也没有波纹飘荡。10个呼吸，50个呼吸，整整半刻钟过去了，湖边依旧毫无动静。紫菱夫人终于有些急了，她来到湖边大声喊道，赵无疆，出来！那道声音仿佛音波攻击一般，穿透力极强。3个呼吸后，突然深邃的湖面上出现一圈接着一圈的波纹，紧接着咕噜咕噜的水柱冒了出来。紫菱夫人舒了一口气，我弟子回来了。蓦地，赵无疆唰的伸出一条手臂来，那手臂在湖面上左右拍打摇曳，众人瞬间神情变得凝重。赵无疆身边的碧水圈已经炸开，紫菱夫人见状已经从岸边飞起。就在这时，
赵无疆的脑袋从湖面上伸了出来，他满头都被头发包裹着一层又一层，他两只粗壮的手臂在水面上不停拍打。紫菱夫人手中如意拂尘，立即展开攻击，数道气息砸到水面之上，犹如狂风般将赵无疆脸上的头发吹掉。这一下，众人看得毛骨悚然。只见赵无疆的脑袋早已拧了180度，脖子上鲜血如注。又一阵恐怖的笑声从湖里传开，紫菱夫人一看情况不对，立即暴退。惊悚的笑声越来越大，众人看到湖底下有密密麻麻的头发不停地蔓延开来，像是要把整个湖水全部铺盖一般。紫菱夫人落于岸边，连续大口喘着气。弟子刘雅赶紧过来给师傅拍着后背。完了完了！天道教弟子李家有些抓狂，这他妈什么鬼地方，根本没法破解了，景也不能看，湖也不能去。这时候众人眼睛竟然都看向了秦明和云水瑶。两位，我天道教青龙宫各死了一名弟子，接下来该你们行动了吧？云水瑶握着无尘剑，我可以到湖面上再去探探，我弟子就算了。话音刚落，秦明站了出来。师父，我看出了一些门道，不过如果要解开的话，我一个人肯定不够，需要3个。3个就3个，我们2家各出1名弟子跟着你。狼道人厉声问道。你快点讲，究竟要怎么破？前面的石碑我大概猜测，原来这湖水要灌溉田地的话，上下十分不便，导致经常灾荒。后来洛女带着村民修了条水道。秦明，你是搞笑的吗？这里地处这么低，上面的村庄田地那么高，修什么水道能把水引上去？除非用电泵。但是据我所知，这个时代并没有发明出电来。秦明继续说道，我们刚来的时候，村头田地有口很大的田井以及6个压水机，如果挖水道引水到田井，再用多个压水机抽水，不就可以？众人恍然大悟。秦明，你意思是这里有条水道，而现在水道堵了，所以那边的井干了？是的。那上面记载洛女疯了，将头发全部撕扯下来，堵住了水道，所以这里才是怨气凝结所在。如果真要破开怨气的话，就必须把这水道给疏通，让水流起来。众人都倒吸一口冷气，大家都是聪明人，听秦明这么一讲，的确很有道理。云水瑶眼里金光闪过，欣赏地看着弟子秦明。虽然疏通水道看似逻辑简单，但是高度紧张下，很少人能想到。而且弟子秦明还能联系到村头田井、湖边石碑等，实属不简单。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眼前那口井，当年肯定是先在这里打口井，再下井朝着田井方向挖了条水道，最后把湖水和眼前的井给连接起来，这条水道的水就能顺利流淌到田井。秦明，你意思是让我们跟你从井里下去？你别忘了，刚才那个白衣诡异那可怕的头发会把人活活勒死的，任你是什么境界修为都得死，所以必须得3个人，大家一起去才有疏通的可能。3方认可了这个方案，他们开始选人。秦明被云水摇拉到边上。秦明，等会儿你不要下去，师父替你去。师父，那怎么行？狼道人和紫菱夫人在外面啊，你得在外面守护着，万一他们不守规矩使坏咋办？可是师父不放心。师父，你就放心吧。秦明轻轻拍拍云水瑶的手腕，你弟子是什么人？一定逢凶化吉。云水瑶舒了一口气，天道教选择的弟子是李家，李家的天赋是腐蚀，在狭小空间里生出腐蚀气体，这样的话能够有效应对头发。青龙公会选择的是女弟子刘雅，刘雅的天赋是夜视，在黑暗空间内能像白昼一样看得清晰。3人很快定好顺序，李家在前，秦明在中间，刘雅在后。作为穿越者，每个人心中都很清楚，唯有在破解灵境中出的力大，最后奖励的精魄才越多。所以虽然李家心里也很虚，但仍然选择在前面。3人跳进水井，在接近水面位置右侧井壁上发现一条水道，李家顺势跳了进水道，他手里拎着一盏银石灯。秦明、刘雅在后面紧跟，洞穴里极为潮湿，3人只能身体微微弓着往前爬行。秦明依据田地枯井距离早做了估算，下面水道应该至少500米，按现他们这么慢的速度肯定不行，加快速度，照这样爬过去得2个时辰，到时候天都黑了。李家和刘雅心里微颤，都知道天黑意味什么。按照赵四婆婆所说，天黑不点灯，走路莫回头，如果真到夜间，他们将会彻底困死在里面。秦明的隐匿天赋让他往前行进，几乎一点动静都没有。身后跟着的刘雅感觉不到秦明气息，心里很是惊讶，这家伙修为仅淬体3重，怎么看起来比自己淬体7重还要厉害？黑暗狭窄的空间里容易让人心生恐惧，即使是修道者也依然会害怕，因为他们心中清楚所面对的诡异是灵境中最可怕的主宰，一股浓浓的恶臭从前面飘过来，
李佳手摸到一个东西圆圆的，他用银石灯一看，竟然是一颗人头。秦明看见那颗人头耳朵上戴着耳钉，像是现代工艺。这个水道应该有其他穿越者来过。师傅之前说过，只要一个灵境被破解，那么这个灵境就彻底消失，但是如果没破解，就会一直存在。周围血腥味越来越浓。就在这时，危险预警突然跳出，警告，危险程度提升2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200倍。秦明立即隐匿气息，做好战斗准备。突然，李涯惊叫一声，这里竟然有3具尸体，他们头上都没头发，看他们的头皮，应该是被人活生生的把头发撕下来的。咦？前面的李家惊呼一声，我的头发怎么变少了？他吓得赶紧手掌抬起，朝前方喷射腐蚀气体。跟在最后面的刘雅吓得摸了摸头发，还好，我的头发好好的。如果头发变少，是不是意味着那个洛女在旁边？不对，刘雅突然心里咯噔一颤，自己的头发不是变少，而是变多了。我头发变多了。霎时，她整个人犹如霜打了一样。刘雅微微转头，看到肩膀上长长的头发犹如细蛇般爬了过来。她刚喊了一声，一股长长的黑发从她嘴里瞬间钻了进去。刘雅腿一蹬，拔出自己腰间的短刀，左右挥舞。然而那头发犹如玄铁般，根本割都割不断。她的夜视天赋看到有个人影就趴在背上，缓缓靠近，吓得刘雅浑身颤抖，喊也喊不出来，动也动不了。武器灵力根本没用，那头发往她嘴里钻得越来越多。最前方，李家感觉不对劲，将银石灯往身后一扔，隐隐灯光照射下，只见刘雅已经彻底被那白衣洛女给卷住了头颅，长发把她脖子卷得严严实实，从嘴里一直塞到了肚子里。啪！她的脑袋裂开，鲜血飞溅。秦明接触到血液，发现穿越者天赋夜视序列154，夜间可是100米范围。是否复制？当前可复制天赋数量0，复制新的天赋会覆盖旧的。复制，替代混乱。在这个时候，夜视比混乱强多了。夜视天赋序列154，复制成功。周围一切在秦明眼中变得清晰起来。那洛女全身的头发往前伸来，秦明抬手发动火焰，呼！一团红色火焰直冲洛女头发，迟滞了她的行动。刘家早已经往前爬着逃走。秦明看到前面洞穴越来越高呈斜坡，不对，之前分析的这是一条水平水道，这样水才能流到田地深井。这个水道是向上的明显错误，水根本流不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秦明又一道火焰向后喷出，同时双子剑在两边洞穴墙壁上蹭蹭刺出。果然，随着咔嚓一声，左边薄薄的一层石壁被双子剑给切开，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头发。这是一道平行水道，他脚在洞穴墙壁上一蹬，霎时窜了进去。幸运的是，洛女并没有朝他追来。秦明爬进来之后，到处都是散落的长发，他展开火焰天赋，将这些长发一点点燃烧。他一边往前一边清理头发，水道越来越宽阔，秦明可以站起来往前狂跑。原来那个上坡水道传来李家撕心裂肺的惨叫，看来洛女刚才是去追他了。10息以后，秦明突然听到了身后传来诡异笑声，你们都得死，都得死！秦明奔跑速度加快，他完全顾不上所有，尽快把这水道疏通才是最重要的。终于，秦明跑到了田地深井下面，这里有6根压水器水管，每个水管都被头发堵得严严实实。他赶紧用剑气将里面头发清理。洞穴中洛女越来越接近，一股阴森的寒气扑面而来。警告，危险程度提升5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500倍。秦明甚至已经听到了他的脚步声。第1根压水器水管清理干净，第2根清理干净，第3根清理干净。秦明刚刚碰到第4个的时候，水道里已经有长长的头发爬了出来，他立即释放出火焰，呼！这些火烧到洛女湿漉漉的头发上，竟然作用不大。下个呼吸，像贞子一样的白衣洛女从里面爬了出来，越来越接近秦明。她仿佛极为震怒，她脸上的头发渐渐散开，只露出中间一颗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秦明。秦明心脏砰砰砰直跳，他手却一直没有停下来，不断疏通管道。洛女黑色诡异的头发把深井下面彻底占据，向着秦明扑了过来。千钧一发之际，秦明大声喊道：你是穿越者对不对？我也是穿越者，我是过来帮你的，全部都去死，都去死！洛女那只眼睛流出鲜血。警告，危险程度提升800倍，危险期间幸运点数增速提升800倍。秦明惊心动魄，他的头发
怎么这么长？突然，秦明想到月山说过，他妹妹月圆花有一头很长的头发，他又在族谱上看到过月圆花的名字，难道洛女就是月圆花？洛女越来越接近，她的身上恐怖的阴气散出强大的气势。就在距离秦明仅剩下半尺之时，秦明突然大声喊道：“月圆花！”唰，那落花女竟然停了下来。月圆花，我跟你哥是好朋友，我跟你哥一起来的，他一直在找你。你哥叫月山，叫月山对不对？刹那间，那包裹着秦明的无数头发开始在空中摇曳，洛女整个人颤抖着跟疯了一样，整个山洞轰隆隆震动。原本在泪月湖旁边守着的狼道人、紫菱夫人、云水瑶突然听到这剧烈震动来自于田井，他们赶紧飞了起来。云水瑶飞得最快，她绝不允许自己弟子出事。一到达田井之处，云水瑶二话不说，握着无尘剑从井里跳了下去。而狼道人和紫菱夫人则站在上面没有下来，既然能引起震动，看来怨气真能解除。就算他们几个死了也值了，怪不得人家说云水瑶不适合当堂主。今日一见非常赞同，如此多情寡断，难成大事。云水摇落的一把抓过被包裹着的弟子，自己拔剑挡在秦明面前。有什么冲我来，别伤害我弟子。只见站在面前头发飘扬的落花女，眼睛里流着血泪，一动不动。我哥就是你哥月山，他一直在找你，我答应你，一定带他见你。我说到做到。这话刚落，霎时间，在秦明和云水瑶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幻境画面，那仿佛是曾经的一段记忆。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长发如瀑的少女穿越到了这个村子里，她叫月圆花，青春靓丽，性格开朗。本就是学霸的她，一看到眼前景象，就知道自己穿越了。她利用所学的知识为村里修水道、做压水器、浇灌田地。她发明香皂、香水、裁剪衣服。她为村里办免费的学堂，教孩子们读书。她提倡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由，提倡寡妇也可以再次嫁人。她最大的心愿是想出了这落花村去皇城寻找自己的如意郎君。可是村里的年轻村长赵奢才看上了她，迟迟不给她可以离开村子的路帖。村里的媒婆多次找月圆花给赵奢才说亲，均被她拒绝。她觉得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婚姻要自己做主。媒婆提醒她，衣服要穿得保守，要穿得朴素。月圆花却觉得既然是女孩子，就得把自己打扮漂亮。如此热的天，为何要穿着长衣？露点胳膊露点腿，穿裙子不是很正常？然而半年后，在赵奢才的带领下，村里的男人开始魂不守舍，聚集在月圆花家门口，各种议论，各种爱慕。于是村里的女人心生嫉妒。有一天，她再次去找村长赵奢才，希望能够出村去往银石皇城，却未想那天夜里成为了她的噩梦。赵奢才撕烂了她的衣服，侮辱了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赵奢才竟然第一时间在村里炫耀，说月圆花勾引他，是个放荡的女人，从此传得沸沸扬扬的。月圆花找谁诉苦都没用，她来到泪月湖，一遍又一遍清洗身体。结果她不知道湖边两岸草丛里藏了许多男村民，他们垂涎欲滴，议论纷纷。这件事情被村里的妇女知道了，他们不仅没有同情月圆花，反而以勾引自家男人为名，一群人来到泪月湖，将赤身裸体的月圆花暴打，扬言月圆花留这么长的头发就是为了取悦男子，扬言月圆花就是贱货，还想逼着寡妇嫁人，扬言月圆花提倡婚姻自由，就是为了方便自己勾引男人，扬言月圆花提倡男女平等，就是自己想当村长实现野心。终于那一天，月圆花崩溃了，她将自己满头的长发撕了下来，扔进了水道，把里面的水道堵得死死的，从此浇庄稼田地的压水器再也不能用。月圆花声嘶力竭地呼喊，难道美也是一种错吗？难道自由也是一种错吗？那天之后，她开始神志不清。村长赵奢才开始散布谣言，说月圆花疯了，堵水道，发明奇怪东西，发表婚姻自由奇怪言论等，被上天诅咒了，必须把她关起来。他用铁链将月圆花死死固定在了落花阁屋里。从此以后，月圆花的噩梦才真正开始。她一遍又一遍受着赵奢才侮辱，村子里的其他爱慕她的男子也在夜间偷偷溜进来折磨她。她的崩溃换不来任何同情，就连她怀孕生下2个死胎也没人在乎。没人知道穿越者被生育诅咒，只当她是被神明诅咒。终于，月圆花死了。她死之前双目流下血泪，她愤愤不平地仰天嘶吼，落花村不配有女人，不配有孩子，这些恶魔男人都该去死。在他无尽的痛苦嘶吼吼声中，啪的一声，幻境画面陡然破碎。秦明和云水瑶被惊醒，
两人这才看到脚下的水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彻底通了，湖水哗啦啦流淌，水面越来越高，白衣落女早已消失不见。秦明赶紧和云水瑶从井中飞了起来。守在外面的狼道人和紫菱夫人本来以为秦明和云水瑶死定了，突然看到他们从里面飞起，震惊万分。你们怎么？云水瑶瞪了狼道人一眼，拉着弟子快速飞离井边。随即那积水井的水流了出来，开始浇灌田地，水是血红色的，越流越红。水所经过之地浮现出许许多多村民的骸骨。狼道人惊讶喊道：竟然真的找到了这里的怨气源头，臭小子，你可以啊！看来我没有第一时间杀掉你，真是明智之举。秦明盯了一眼这狼道人，自己弟子都死里面了，他竟然连问都不问，不愧是天道教，无情无义。铮的一声，云水瑶拔出无尘剑，指着狼道人：狼道人，你有本事动我弟子试试看。云堂主息怒：我就是说玩而已。紫菱夫人神色急切：秦明，不知我那弟子刘雅。秦明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紫菱夫人立即就懂了，她叹了口气，再没有说话。秦明悄声道：师父，既然知道了怨气源头，下一步得先找到月山。云水瑶轻轻点点头：那我们先去风月斋还是佛心寺？风月斋吧，既然落女怨气那么重，杀了那么多人，但是这落花村却没有全死，还存在千年，很可能与风月斋的那个赵四婆有干系。落花村现实世界，萌兔和媚阳带着200名镇魔卫将落花村挨家挨户全都搜遍了，就是没有发现秦明的影子。最终他们看到了半山腰的落花祠堂。然而此时此刻，整整500名男村民守在祠堂门口。你们镇魔卫未免欺人太甚，我落花村祠堂不允许外人踏入，把祠堂的门打开，我们只是找人，找到了就走。不行，祖宗留下的规矩，祠堂里外人不许进去。真是岂有此理！铮的一声，媚阳拔出了羊肠剑，指着眼前村民：你们到底让不让？两位校尉，这是我们落花村祠堂，不允许外人进入，祖宗定的规矩。对，不允许外人进入，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好好好。媚阳脸上露出冷色：这是你们逼我的，镇魔卫听令。铮，全部镇魔卫拔出了刀剑，给我把这祠堂门打开，有敢阻挠者杀无赦。诺。乡亲们，祖宗规矩，如果破坏了祠堂，我们也都活不了了，跟他们拼了！刹那间，这些村民也纷纷拿出武器，跟镇魔卫打在了一起。场上眼花缭乱，萌兔和媚阳想趁乱飞去祠堂门口，结果眼前有2名通灵境界的村民已然画出兽格挡在面前，要闯祠堂就从我们尸体上踏过，真是找死！杀！大燕国银石皇城，在穿越者腐魂符、烈火符、血煞符的影响下，镇魔塔的震动已经异常激烈。那18楼的诡异开始了鬼哭狼嚎般的怒吼：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砰砰砰！我要杀了你们！放我出去！底下镇魔卫神情慌乱，他们早已经派人去禀告长公主，而此时此刻，立于太阴宫上殿顶楼的长公主却异常淡定。她不能出手的太早，她要让一切显得极为合理，让那些青龙公会的穿越者觉得他们即将成功，否则就不能做到一网打尽。说了全部杀光，那就得全部杀光。作为镇魔卫主帅，得讲信用。半刻钟后，长公主玉手一抬，对着身后的10名生肖冷声道：杀！长公主霎时从顶楼上冲天而起，周围漫天飞舞的雪花都被她震得四散而去。远远的，她那振聋发聩的呵斥声已经传出：孽畜！又在镇魔塔肆虐，简直是找死！她的月影剑在空中高速旋转，刷刷刷，周围的风雪被她搅动起来，瞬间融化成无数冰箭，向着18楼杀了过去。长公主装作自己打得异常艰辛，她浮在半空，快速挥舞双臂，9阴寒冰剑气不断施展。半个时辰后，长公主装作十分疲惫、受了重伤的样子从空中落下，但是镇魔塔18楼依然震动不停，那诡异似乎越来越肆虐，发出疯狂的笑声。韩月熙，你就这点本事，我今日就要破塔而出！砰砰砰砰砰！就在这时，突然，皇城内部的龙渊祠堂发出震耳欲聋的龙吟声，那道黑色的巨龙嘴里吐出一道红色光芒，犹如一把剑一样迎风而起，将空中的白雪全部融化，气贯长虹，霸道如斯。整个皇城的修道者都为之震惊。那道血色长剑直直刺入了18层内部，一道痛苦的惨叫声从那诡异嘴里传出。他崩溃大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啊！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啊？我分不清，我分不清啊！啊！放我出去啊！
5个呼吸后，镇魔塔归于平静。朱雀街隐藏的众多穿越者被这一幕吓得心惊。怎么办？铁堂主，那龙渊祠堂怎么这么诡异？什么怎么办？我们的目标是杀死长公主，跟龙渊祠堂有个屁的关系？你没看到韩月熙从上面飞下来时受了重伤？今天夜里，本堂主就要剁了他的脑袋。铁堂主，回宫的其他3条路已经毁了，现在只有朱雀街这一条。好，通知下去，都给我躲好了，让长公主的马车道路中间再行动。诺。今晚的雪下得极大，寒风呼啸。半刻钟后，长公主韩月熙坐在一辆马车上缓缓行来。朱雀街挂满昏暗的银石灯，街角黑暗中，青龙公会白虎堂堂副堂主铁拳眼睛冰冷地盯着马车，嘴角挂着笑意。韩月熙，我看你今天晚上还不死。终于，长公主的马车行驶到街道中间，铁拳一声令下，杀！霎时，四周黑暗中涌出密密麻麻的穿越者，全部向着长公主冲了过来。长公主静静地坐在马车当中，沉声静气。在众多穿越者距离10米时，她突然冲天而起，身后出现一个高达50米的天魔冰皇影子。同时间，在旁边茶楼顶端隐藏的鼹鼠顺势窜到半空中，他手里拿着一把烈火弓，嗖嗖嗖，10支火箭射入马车。霎时，马车里的火药被引燃，轰，啪啪啪，上次花灯桥得到的3车火药全放在马车里，瞬间引爆。刚冲到马车旁边的10几名穿越者直接被炸得血肉横飞。铁拳怒吼道：他们怎么会有炸药？妈的 fuck， 快给我杀！他受伤了，杀了他！众多穿越者握着刀剑劈向长公主。天魔冰皇巨大的翅膀往下挥动，轰，可怕的寒冰气息涌起，犹如排山倒海的飓风一般，将所有刀剑之气都击成粉碎。众人震惊了，不是说长公主受伤了吗？她的战力还是宗师2重境界的巅峰啊！许多穿越者的进攻气势被打乱，心里开始慌乱，甚至有的已经看着街道尽头寻找生路。然而，突然，朱雀街东西两侧一下子各竖起30米的玄铁门，轰隆隆，空中有长公主天魔冰皇挡住，左右路口是难以打穿的玄铁，穿越者的退路全被封死。上当了！铁拳立即意识到，他大声喊道：别怕，给老子向两边突围，快！谁知那朱雀街两边房檐上忽然涌出密密麻麻的镇魔卫。铁拳愤怒的大声吼道：区镇魔卫怎么能挡住我们穿越者？下个呼吸，10名生肖女校尉从四面涌出，翠血红蛇、幽冥黑虎、流金玲珑，他们个个激活兽格，10个人在不同位置启动12生肖禁锢大阵。12生肖禁锢大阵的阵法呈现圆形，一圈又一圈的符文射出，将朱雀街彻底围困了起来。而3上千名镇魔卫则手持弓箭，在四周围进一步包围。这一下，那铁拳堂主彻底急了。旁边的副将上官城着急道：他们什么时候埋伏的？这10名校尉什么时候来的？听说12生肖各个境界都在通灵以上，他们形成的阵法岂不是更加恐怖？铁拳握紧拳头，大声吼道：不要急，听我的，现在我们拧成一股绳，从这阵法突出去，就算杀不了长公主那个恶魔，我们也能逃走。给老子冲！80几名穿越者纵身飞了起来。天赋分裂序列108，发动。天赋血战士序列107，发动。天赋疾风序列127，发动。然而，当穿越者的剑气刚杀出去，却被12生肖禁锢大阵啪啪啪全部打了回来。周围射来的箭矢上不是毒就是火焰，密密麻麻，犹如下雨一般。霎时间，哀嚎遍野。立于空中的长公主犹如神奇一般，她浑身透着冰冷的寒冰气息，在漫天风雪之下，她身后那天魔冰皇缓缓扇动翅膀。下个呼吸，他的月影剑窜上天空，9阴寒冰剑诀，剑雨浮生。刹那，周围风雪全被聚集到朱雀街上空，积雪融化凝结成冰剑，足足300把寒冰剑悬挂空中，每把寒冰剑都带着可怕的杀气。正在突围的众多穿越者看到这一幕，瞬间绝望了。恶魔，恶魔啊！我们就不应该跟恶魔斗，怎么可能杀得过这个女魔头？长公主站在半空中，袖子一摆，咻咻咻，漫天杀气腾腾的寒冰剑从天而降。霎时间，许许多多穿越者被寒冰剑穿透腹部、脑袋，死伤一片，血流成河。刚入宗师门槛的铁拳抓起2名穿越者挡在自己头顶，他快速奔跑，想找个缝隙突围出去。他被冰剑伤到，已经彻底慌乱。会长不是说长公主本就有伤在身，对付镇魔塔诡异之后会伤上加伤吗？
这到底为什么？冰剑威力这么强，激活兽格后的他实力暴涨，怎么会这么可怕？天赋，瞬间跳跃，序列43，发动，铁拳刷腾空窜起，已然到了200米开外，终于逃出来了。韩月熙，你等着我带人回来报仇。奈何他才刚刚转身，长公主不知何时已经挡在他面前，遮天蔽日的天魔冰皇翅膀一挥，轰，一招就把铁拳砸得飞了出去。轰，长公主又是一招杀出，铁拳重重地摔在朱雀阶上，扑他嘴里吐血不止，左胳膊左腿筋骨断开，崩溃至极。长公主站在半空，双手抱在傲然的胸前，冷眼傲气十足。切，真是弱爆了，本宫这辈子会将你们穿越者玩到死。韩月熙，你也迟早会被我们穿越者玩死，你等着。可嗨嗨，长公主樱桃般的红润嘴唇微微上扬，冷笑道：穿越者想玩本宫，呵呵，下辈子吧。